我月薪3000的打工仔竟娶了个女神，本以为是天上掉馅饼，却不料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骗局。随着他钱越赚越多，接触了高端上层，他开始觉得我是个没有用的废物。但我为了女儿，我都忍了下来。女儿团团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为了给她一个完整的家，我忍辱负重，不争不吵，一直忍到了现在。可最终妻子还是狠心的提出了离婚，因为我根本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我嘴角露出一丝自嘲的笑意，我为了这个家放弃了梦想，牺牲了一切。既然不爱了，又何必强求呢？一枚红色的章分别盖在了2个红本上，我垂着头走出民政署后叹了口气，这段婚姻终于结束了。当初写离婚协议时，我什么也不想要，可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女儿团团。但前妻孙俪无情的话将我打回了现实，女儿给了你，你能照顾好她？你老老实实同意，我可以允许你每年来看她一次。我最后忍痛放弃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直到离婚这一天，我都没有见到女儿一面。突然孙俪娇呼一声老公，我下意识抬起头，却见他正跟一个男人撒娇。男人上身穿衬衫搂住孙俪时，手腕上亮闪闪的水鬼劳力士非常刺眼。宝贝，事情都办完了。孙俪一脸得意，我终于摆脱了那个窝囊废，现在是自由人了。闻言，男人微微一笑，当着我的面，在孙俪脸上狠狠亲了一口。看到这里，我不禁咬牙切齿。就在我打算离开这里时，一个声音令我停下了脚步：团团，快叫爸爸！我怔怔地转头看去，只见孙俪从奔驰车里拉出了团团。刘志恒叔叔，以后就是你爸爸。刘志恒则是噙着笑意，算了，给孩子一点适应的时间。孙俪一脸不耐烦，都怪那个窝囊废没把女儿教育好，一点家教都没有，我就不该把孩子给他带。但小女孩团团听了这话却炸了：不许你说我爸爸坏话，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你不是我妈妈，我没你这种坏妈妈。她的声音吸引到了四周人的注意，孙俪的脸立即红了，她又羞又怒，抬起手就要扇一巴掌。就在这时，我带颤抖的声音响起：孙俪，孩子归我，要是你不答应，我就去审判庭起诉你，还有你那个奸夫。孙俪被气得说不出话，满脸都是不可思议。而车外的刘志恒则是皱眉看着我们父母，他一点也不喜欢孙俪带的这个女的，给出去倒也无所谓。令他不快的是，我说出要起诉他们。一念至此，刘志恒眼中现出一道杀机。不过他并没有在民政局门口发作，而是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很快，我抱起女儿团团走在回家路上，忍不住在她可爱的小脸上亲了又亲。这时，团团的小肚子咕噜噜的叫了几声，奶声奶气的说道：爸爸，我好了。我哑然失笑，爸爸带你去吃大肉包，吃你最喜欢的牛肉灌汤包。团团掰着手指，像是一个小管家婆一样。我不吃肉包子，吃油条豆浆就好了。爸爸还没找到工作，我们要省着点花。就在我到包子店门口买早餐时，突然感觉到身后袭来一道劲风，下一秒我便被人一棍打翻在地。在一阵拳打脚踢的叫骂声和女儿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中，我失去了意识，只是众人没有注意到，一缕血液流到了我脖子上的玉佩中，下一瞬间便化作一道绿芒。不知过了多久，我努力睁开双眼，但伤势还未治愈，只能勉强听到病床旁边女儿对着手机哭着说：妈妈，求求你救救我爸爸，现在在医院需要钱治病。电话那头的孙俪闻言不禁愣了一下，而后冷哼一声：他被人打伤关我什么事？可团团鼓起勇气道：是那个坏叔叔让人打伤的爸爸。那群地痞动手时嘴里说了一声刘少，除了刘志恒以外还能是谁？孙俪听了这话却情绪激动，胡说八道什么？志恒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不像你爸爸一样没素质。说完，孙俪就挂断了电话。团团听到电话传来，忙音心急如焚，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却都没有打通。这时，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响起：小东西，到底借到钱没有？借不到医药费就赶紧把他弄走。说完，挂着医师牌子的胖子便转身要走。听见这话，团团的俏脸渐渐绝望，看着病床上我毫无生气的脸色，他忍不住捂着脸哭出了声音：爸爸，你醒醒啊，你也要离开我吧。团团以后不吃零食了，一定乖乖听你的话。说到最后，他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在这时，病床上的我突然咳嗽了一声，在团团泪眼朦胧的注视中，只见我的眼皮竟然缓缓地睁开，一道灼目金芒一闪而逝。很快，团团已经从惊愕中反应过来，他马上扑到了我怀里，放声大哭。我看着他懂事的样子，心都快碎了。他为了我受了多大的委屈，我都听见。就在我抱着女儿走出病房时，只闻走廊里传来一阵喧哗，几个护士正将一架病床往外推，病床上躺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没过多久，一个瘦弱青年追了出来：大夫，我正在借钱，一定能在3天内凑够我妹妹的手术费，求求你们了，我妹妹不能断药了。这时，一个满脸肥肉的胖医生嗤笑道：我们这里是全云海市最好的私立医院，可不是慈善机构，你都拖了1个星期了。闻言，青年如遭雷击，可还是给医生磕头，但对方依旧没有半点同情，只是叫嚷着把他和他的妹妹全都扔出医院。我觉得他的声音十分耳熟，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便大步走到女孩病床前，闭上眼睛开始为她号脉。见此，胖医生顿时斥道：你干什么？谁让你动病人？我冷笑一声，缓缓睁开双眼。我刚刚看他的气色就觉得很不寻常，他之所以醒不过来，并不是因为病毒，而是你们医院从他的药里做了手脚。听了这话，胖医生顿时呆住，这时他也认出了我们怎么可能会在病人的药里做手脚？我继续逼问道：既然没有问题，那给他用过的药敢不敢拿给我检查？胖医生有些慌了：你这是无理取闹，保安快点把他给我赶出去。就在这时，一道女声响起，是一个神色冷傲、煞气逼人的绝美女子。见到此人，胖医生面色顿时一变：蓝小姐，您怎么在这儿？女子看着胖医生，红唇轻启：我给我爸爸取药，听见这里有吵闹声，既然他怀疑你们医院的用语，你大可把药拿给他看，为什么要躲躲藏藏？如果别人这么问，胖医生肯定会直接叫保安，但眼前的这个女人却并不一样。她名叫蓝初然，正是云海市首富的孙俪。胖医生只好一脸堆笑：我是觉得她无理取闹，不想和她耽搁时间。不过既然蓝小姐开口，我自然愿意把药取出来给她看。说着，他看了身边的小护士一眼：还不快点把这个小姑娘的药取来？可小护士刚要走，我便开口道：慢，我信不过你们医院的人。说着，我转而看向青年：医院给你妹妹开的药可有剩呢？青年回话道：还有1瓶叶没输完。说着，我立即要动身，但胖医生已经挡在了我的面前。
小子，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历，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打断了他的话，我只说最后一遍让路。胖医生还想说什么，但话未说完，耳光却以闪电般的落在了他的肥脸上。这一巴掌直接将他整个人扇飞了出去。这时我已经拿着一瓶还未开封的药液，见此一幕，胖医生瞳孔狂缩，未等他阻止我，便已经将药瓶打开，用鼻子闻了闻旋即我便明白了什么。小兄弟，你妹妹是遗传性的心脏病吧？青年连连点头，面露苦涩。这种病很难治，只能靠药维持。随即我摇了摇头，小兄弟，你上当了，他们在药里添加了过量的抗生素，这才使得你妹妹的病情恶化。你若不信，可以去化验一下这瓶药。蓝初然瞪了一眼胖医生，他说的是真的吗？胖医生汗如雨下，见此青年全都明白了。他疯了一样的冲上去，掐住了胖医生的脖子。你敢用药害我妹妹？胖医生尖叫道，你放开我，你想清楚，你现在得罪我，没人能救你妹妹。我闻言面露不屑的笑意，就你这庸医也敢口出如此狂言。此刻我抱着女儿准备离开医院，突然首富的孙女蓝初然叫住了我，不知先生现在可有时间，我有一事相求。看到他手里还提着一袋药，便开口问道，你家里有人生病了吗？蓝初然面色暗淡，是我爷爷，不是生病，是旧伤复发。他参加过卫国战争，经历过枪林弹雨，落了一身伤，每次下雨天都会疼得睡不着觉。闻言我立即肃然起敬，当即答应帮这样的老英雄治伤，必尽力而为。随后蓝初然便亲自驱车，带着我和女儿团团来到了蓝家别墅。看到了老人蓝沧海的状态的确很差，把过脉后我眉头不禁微皱，他拖得太久了，很难撑过今天。如果蓝小姐信得过我，我可以尝试一下。闻言他吓了一跳，然后马上点头。于是我取来13根银针，而后依次刺入了蓝沧海的穴位。10分钟后，他便缓缓睁开了眼睛。蓝初然赶忙将我介绍给蓝沧海，爷爷，这位是楚神医，是他救了你。当蓝沧海听闻自己被救的经过后，忍不住惊异地看向我。楚神医如此年轻就有此番通天医术，不知是师承哪位大家？我摇了摇头，我无门无派，只是懂得一些家传的医术罢了。不过看我不愿意细说，他也便没有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这一点他知之甚深，因此他将我的名字记在了心里。这时只听一阵咕噜噜的声音响起，众人下意识看向声音来源处，却见小团团捂住肚子，小脸通红。我这才反应过来，女儿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一点东西。蓝初然对小家伙柔声道，姐姐带你去餐厅吃饭好不好？团团看了我一眼，见我点了点头，这才奶声奶气地说了声好。蓝沧海顺势说道，楚先生等着也是等着，不如随我去天台坐一坐。我刚好前阵子收到一盒上好的龙井，我只好点了点头，便跟随其后。这里一般人是进不来的，连蓝家很多人都是如此，只有蓝沧海最重视的客人才有资格。我刚刚坐下，就有名旗袍的少女开始跪坐在一旁煮茶。蓝沧海取出一张钻石的卡放在我面前，这里面有1000万，密码是6个零。我面色微变，可刚刚要说些什么，蓝沧海便率先道，我知道楚先生救我，并非是图求我蓝家报答，不过我这个人性格如此，如果您坚持不说，我今天晚上准是睡不好觉。管家这时也低声道，楚先生，这是我老爷的一片心意，您就收下了。您现在肯定也很需要钱吧？我事实也确实如此，和孙俪离婚后手头已经没有多少储蓄。我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就不推辞了。就在这时，有人走进来汇报，家主龙恒集团的刘志恒求见。闻言，我的面色立即变了。蓝沧海注意到了这一幕，楚先生，您认识这个人？我咬牙道，我当然认识，这个人烧成灰我也能认得出来。听我说完，刘志恒把我害得这么惨。蓝沧海顿时皱眉看向身边的管家，我们和龙恒集团有什么业务往来吗？管家连忙摇头，没有。龙恒集团主要经营建筑行业的原材料，他们一直想成为我们蓝家的供应商，但这件事一直还在谈。老爷您看要不要我去打个走？蓝沧海点了点头，去吧。在他眼里，整个龙恒集团都没有我一个人有价值，他怎么可能会为了贪这点小钱？与此同时，客厅刘志恒还坐在沙发上品茶水，可旁边的孙俪喝了一口就把茶杯放下。老公，蓝家这茶可不怎么样。听了这话，刘志恒哑然失笑，蓝家底蕴你根本想象不到，好茶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能喝上的，真正有地位的人都在那谈生意呢。说着他看向天台方向，面有通知。就在这时，蓝家的管家朝着他们走去，家主今天没空，你们回去吧。听见这话，刘志恒先是错愕，而后他赶忙道，是不是弄错？我提前和蓝家预约过的呀。老管家有些不耐烦了，你听不懂话吗？我们家主正在天台接待一位重要客人，合同的事兴趣不大，你们以后也不用来了。孙俪一听这话不禁急了，你们蓝家怎么出尔反尔啊？我们等了这么久，就这么把我们打发走了？闻言，管家的眼里现出几分寒光，不然你想怎样？刘志恒赶忙拉住孙俪，对他陪笑了一声，讪讪地带着他离开了蓝家。直到走出蓝家大门，刘志恒都有些懵逼，显然他还没弄懂自己哪里得罪了蓝家。想到这里，他找到蓝家门口的一名守卫，递了一包华子给他兄弟，问你的事，今天你们蓝家主是在接待什么客人呀？守卫看他还挺会来事，笑呵呵道，我听说是个年轻人医术通神，我们老爷的命就是他救的。闻言，刘志恒眼睛都瞪大了，赶忙问这个人姓甚名谁。守卫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个人长得很帅，身边还带着小孩。听守卫详细描述过此人的样貌，孙俪不禁嘀咕，这个人怎么有点像那废物，但很快他否定了，他家那个小白眼狼不久前才给我打电话说他被人打进了医院。听了这话，刘志恒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们先别着急，走在这里等一会儿吧。于是二人便将车开到了蓝家别墅的不远处，坐在车里准备等着那位小神医出门。此刻天台上茶已煮好，钱饮过后，蓝沧海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没有隐瞒，脱口而出想开家医馆。闻言，蓝沧海大感兴趣，地址选好了吗？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他号称黄半城，云海市一半的地产交易都是经由他手，我让他帮你把这件事搞定吧。说着，蓝沧海便对身边的管家道，打电话叫老黄过来见我。没过多久，一个西装胖子匆匆赶到了天台，此人便是云海市的房地产大王黄墨龙。蓝沧海为他介绍道，这位小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想开一间医馆，你帮他疏通一下人脉。闻言，我对蓝沧海有救命之恩，黄墨龙先是一惊，旋即立即拍着胸脯保证道，蓝老您找我就是找对人了，放心好了。
我保证为楚先生安排一处最好的黄金地段。说着，他将一张镀金的名片双手递给我。楚先生，您以后有事您尽管招呼。我收下名片后，黄墨龙就起身告辞，为我准备医馆之事去了。黄墨龙虽然看起来胖乎乎的，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典型的笑面虎，手段极其狠辣，是云海市有名的枭雄人物。就在这时，团团就到天台来找我。我揉了揉他的头，接着站起身。蓝老没其他事情的话，我就告辞了。之后如果您身体还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蓝沧海笑呵呵的起身，带着人将我送到门口，他才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语，在我面前也能泰然自若。我看他将来必成大器。说到这里，见到身边还有一道纤纤倩影，正在沉沉的望着楚玉的背影出神，他不禁笑着道：“对了，初然，你还没有谈男朋友吧？你觉得他怎么样？”听了这话，蓝初然先是一怔，旋即俏脸禁不住红了一下。爷爷，你干什么？蓝沧海握住孙女蓝初然的手，你可得抓点紧，要不然香饽饽被别的女孩抢走，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蓝初然不满地跺了跺脚，爷爷您别说了。与此同时，别墅外，刘志恒和孙俪坐在车里，好像看见一道人影从别墅方向走过来，待二人匆匆忙忙地从车里钻了出来。他们也终于看清这走来之人的脸。刘志恒满脸都是见了鬼的表情。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医院吗？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派出去的，信誓旦旦告诉他我伤得很重，现在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地站到他的面前？孙俪一脸嫌弃，我说今天我老公怎么在兰家碰壁，原来是碰见了你这个晦气东西。我听了他的话，被逗得笑了出来。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是被兰家请来的客人。孙俪也笑了，一脸讥讽，你一个癞蛤蟆一样的废物也敢口出狂言，你要是兰家的客人，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剃。我摇了摇头，便直接带着女儿离开了这里。虎不伴犬行，龙不与蛇俱，我才懒得搭理这二人。过了一会儿，二人还未见兰家有人走出来，他们又去问了问门口的守卫，兄弟，你们老爷和那位神医聊完了没？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看见他们出来啊？守卫先是一愣，接着一脸疑惑，那位小神医早走了，你们没看见吗？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前丈母娘李霞还带一群人来我家搬起了家具。此刻我不想和他多做纠缠，便忍着怒意。离婚协议书上写的明明白白，房子归我，你凭什么让人来我家搬东西？丈母娘李霞闻言大手一挥，上面不还写着这小白眼狼归我女儿吗？怎么，你两样全都想要？你既然要女儿，这房子当然就不是你的了。我看见他这么不要脸，气得想扇他一耳光，不过在定睛看到他的脑袋里有一团阴影后，我突然笑了，自作孽不可活。李霞听得莫名其妙，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也懒得和他多说，更不想和一个将死之人争辩什么，便拉起女儿团团的手，宝贝，我们走，我们不在这里住。临走前，我回头看了李霞一眼，记住你今天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等你病发那一天，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为你出手。闻言，李霞笑出了猪叫声，我就算有那一天，也轮不到去求你这个废物。待我下楼时，团团有些委屈，爸爸，我们没有家了。我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爸爸带你去更好的地方住，这种地方我们这辈子都不回来了。现在的我有蓝沧海给的1000万，想在云海市买套房子轻而易举。随即我就取出名片给黄墨龙打电话，问他有没有不错的公寓可以介绍给我。黄墨龙闻言立即点头，楚先生，我手头刚好有个云岭山庄房子，打理出来后没住过，我直接送给你便是。我立即愣住，这是云岭山庄的别墅，我手头这1000万怕是也就打个水漂，我哪里能要黄墨龙的这份大礼？黄墨龙却大大咧咧道：“您跟我客气什么？这房子对我来说也就是个身外之物，您现在有需要就拿去便是。”很快就有一个黄墨龙的手下赶来，恭恭敬敬地将一串钥匙双手奉上，他赶忙打开车门，准备送我去看房。与此同时，刘家别墅内，前妻孙俪刚进家门就把包摔在了沙发上，不知道那黄墨龙抽了什么风，居然宣布不和我们集团合作。我们哪得罪他了呀？有毛病真的是！今天碰见那个废物后就没什么好事。他和情夫刘志恒刚从黄氏集团大门出来，本来他还觉得自己和刘志恒亲自去，黄墨龙怎么着也得见他们一面，结果等了半天，黄墨龙却理都没理，最后只是派了个秘书过来让他们滚蛋。此刻刘志恒也揉着太阳穴，黄墨龙此人行事一向捉摸不透，谁知道他是犯了什么病？改天我提几瓶好酒去整他。看孙俪还是一脸不开心的样子，刘志恒走过来握住他的手，别生气，你还没看过我在云岭山庄的别墅吧？要不然我带你去转转。孙俪先是一愣，接着不可思议，是云海市房价最贵的豪华别墅区吗？刘志恒得意的笑道：当然，现在我若是想拿出来卖，轻轻松松卖上800万不止。闻言，孙俪满足的笑道：老公你太厉害了，这下我去同学会上可有的吹了。以前他和我在一起时，同学会上根本不敢大声说话，生怕别人知道他还住在30年的老小区。他现在已经后悔离婚离得太晚了。这时李霞也回来了，看见女儿孙俪在，她就把今天自己收拾房子时遇见我的事当笑话说给我听。说到这里，孙俪握住李霞的手，不说这个晦气东西了吗？刚刚志恒说要带我去云岭山庄看他的大别墅，一起吗？李霞惊喜地看向刘志恒，真的吗？见对方点头，他顿时乐得合不拢嘴。我做梦都想去云岭山庄开开眼界，现在真是沾了我这好女婿的光了。刘志恒微笑说道：妈，只要孙俪嫁给我，您什么时候想我都能带您去。李霞连连点头，越看刘志恒越喜欢，心想支持女儿和我离婚是他做过最对的决定，我哪里能和刘志恒这个金龟婿比？吃完晚饭后，刘志恒便开着车带着孙俪和李霞来到了云岭山庄门口。能住在这种地方的人更是非富即贵，停车场简直就是一场大型豪车展览。停好车，刘志恒便带着孙俪母女来到了一间山脚的别墅门口，打开房门。孙俪走进去，嘴巴张得大大的，这别墅好大呀，起码得有500平吧。转了一圈后，她走到门口，看着远处山顶上似乎还有一座豪华别墅，忍不住对刘志恒：老公，咱们怎么不买山顶别墅啊？闻言，刘志恒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山顶的那1号别墅不是一般人能拿下的，不仅价格不是和山下的别墅在同一层次，还需要有通天的人脉才有机会买得到。李霞见状，笑盈盈的开口：就是傻闺女，山顶别墅哪是我们这种人能买的？
逛了20来分钟，几人这才打算回去。就在刘志恒出来锁门时，孙俪仿佛看到了什么惊声道：“那废物他怎么在这儿？”听闻这话，刘志恒和李霞都将目光看去，只见有一大一小2道人影，正提着刚刚买完的2大袋零食。孙俪马上跑过去拦住了我：“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我见状不禁有点莫名其妙：“你说的什么话？我家就住在这儿，我不来这里还能去哪？”闻言，李霞先是一愣，接着扑哧笑了出声：“窝囊废，你知道这里的房子有多贵吗？你这种穷小子奋斗基本也买不起云岭山庄的一间厕所。”孙俪更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离婚之后你吹牛的本事见着了？你要是真在这里有套房，就把钥匙掏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啊！”然而他微笑几声，便见我出示了一串钥匙。孙俪眼睛瞪得通圆，失声叫道：“不可能！你从哪拿到的这串钥匙？”刘志恒这时也赶了过来，看到我的门卡钥匙后，他立即愣住，突然想到了什么可能性，不由眯起了眼睛：“这把钥匙是你偷来的吧？”孙俪立即用鄙夷的眼神看向我。以前虽然穷，但人品还算过关，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本性毕露。你这是打算去人家1号别墅偷东西？团团不满，孙俪忍不住出声反驳：“爸爸的钥匙不是偷来的。”但他话音刚落，就见孙俪不以为然道：“你现在跟他住在一起，当然会向着他说话。从小就和这种人待在一块，我看你长大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闻言，我语气渐寒：“孙俪，你闹够了没有？”就在这时，安保的壮汉闻声赶了过来。孙俪像是见到了救星一般：“快点过来，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偷，就是他准备去山顶别墅偷东西。”闻言，几名保安都警惕地抽出警棍：“这位先生，你手里的钥匙呢？”领头的保安狐疑地打量了我几眼：“我怎么从来也没在这儿见过？”我不紧不慢道：“我是今天才搬过来的，下午是你们队长陪我看的房子，现在山顶别墅归我使用。”听了这话，领头的保安眉头微皱：“你们几个把他看好，我去问问情况。”说完，他走到了一旁，就拿起对讲机。李霞大叫道：“还问什么呀？这个窝囊废100%是个小偷，你们可得把他看好了，千万别让他给跑了。”孙俪也冷笑着：“这里不是你这种穷狗能来的地方。”我冷冷看了他一眼：“你这嘴怎么这么臭？是不是不扇你一个耳光你不会说人话？”孙俪被我盯得打了个哆嗦，不过看着四周手持警棍的保安都在，他的胆子却是大了起来。“窝囊废，你动我一下试试，我一定让你还有这小白眼狼不得好。”他话还没说完，一记耳光又快又狠，我重重扇在了孙俪的脸上。他捂着脸震惊地看着，仍然不敢相信。刘志恒见状惊怒交加：“你在找死！我胆敢当着他的面打他的女人，这根本是不把他放在眼里。”暴怒之下，他立即看向几名保安：“你们还愣着做什么？我们是这里的业主，你们还不快点把他给我拿下！”几名保安这才后知后觉。就在他们挥舞起警棍要对我动手时，手握对讲机的保安折返了回来：“都给我住手！”说完，他给了其他几个保安一人一脚：“都看什么呢？还不快点把车开过来！”几个保安这才如梦方醒，匆匆收起警棍。孙俪看着我就这么带着团团坐上了车，他尖叫着拼命摇头道：“绝对不可！老公，你快点开车，我们也跟上去看看。”刘志恒闻言马上去启动车辆，他要亲眼去看看我到底住在哪里。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刚入住别墅，前妻孙俪带着情夫刘志恒找上了门。他看着这一幕委屈的想哭，自己竟然还有需要仰视我的一天。于是他马上对身边的刘志恒撒娇：“老公，要不把这座山顶别墅买下来吧？”一听这话，刘志恒顿时头疼万分：“你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这种别墅不是我能拿得下来的。”闻言，孙俪眼泪都快出来了：“那这个废物是怎么住在这里的吗？”刘志恒也觉得有点奇怪，我打电话问问我朋友看看是啥情况。电话接通后，他立即问到：“老同学，1号别墅的主人身份能告诉我吗？”他的这个朋友在云岭别墅有别墅的事，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清楚。听见他的话，电话那头响起疑惑的声音：“你问这个干嘛？算了，告诉你也无妨。别墅建成之后就被老板内定给老黄了。”刘志恒诧异问道：“姓黄的老板？难道你说的是那个黄墨龙？”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他不禁点了点头。全云海是有能力拿下这座别墅的，除了那5大世家和蓝家以外，黄墨龙也算得上是1号，只逊色于首富蓝家。刘志恒闻言点了点头：“你听说过黄老板把这座别墅转手的消息吗？”“怎么可能吗？黄老板对这别墅简直爱得要死，自己都没舍得住，一直当宝贝一样收藏着。”刘志恒将我已经入住进去的事和他说了。我没听说黄老板有这号朋友啊，兴许是黄老板请来维护别墅的保洁吧。听了这话，刘志恒豁然开朗，他挂断电话便将此事和孙俪说了。孙俪也愣了一下，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找这么好的差事？一个臭打扫卫生的也配住这么好的别墅？我都没住过这么豪华的大房子，他凭什么？刘志恒笑眯眯地说道：“亲爱的，这种保洁一般只能住在地下室，是不能染指主人卧室以及到处走动的。说白了，他就是黄老板养的一条狗罢了。”听了这话，孙俪的心里顿时平衡了不少。次日一早给女儿做了早餐后，我便去了蓝家。虽然昨天已经给蓝沧海稳住了伤势，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复查一遍为好。给首富蓝沧海把完脉后，我开口道：“蓝老，您的身体已经基本上没有大碍了。”听到这话，周围的蓝家成员松了一口气。蓝沧海也面露笑容，连连点头：“都是楚先生的功劳，要是没有您，老夫我现在恐怕已经一命归西了。”闻言，孙女兰突然有些不高兴：“您的身体刚好，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呀。”说到这里，蓝沧海像是想到了什么：“楚先生，明天是我的80寿宴，您一定要来。”我怔了一下，然后有些迟疑：“我一个什么身份都没有的普通人，去参加寿宴不合适吧？”蓝沧海大笑了一声：“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我的寿宴，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说3到4吗？实话告诉您吧，这次寿宴我是想借此机会把您介绍给云海市那些大人物认识。明白他的心意后，我没有拒绝。多谢蓝老好意，我明天一定到场。”蓝沧海眼前一亮，而后看向孙女：“你陪着楚先生去商场定制身合适的正装。”蓝初然轻轻点头答应了下来。就在这时，写邀请函的管家突然走过来：“老爷，明天的寿宴请不请刘家到场？”他所指的自然是刘志恒一家。刘家虽然算不上是云海市的顶尖家族，却也在上流圈子之内。蓝沧海闻言却冷哼一声：“不请我不欢迎他们。”知道刘志恒绿了我后，对这个刘家很是反感。
闻言，我却突然开口：“蓝老让刘家来吧，明天可是大日子，我想让刘家一起见证。”蓝沧海愣了2秒后便明白了我的用意。孙俪之所以会离开我和刘志恒在一起，正是因为嫌弃我没出息。然而明天我可以狠狠地打他们的脸。想通这一点后，蓝沧海也笑了，于是大手一挥，立即让老管家发邀请函。当老管家把邀请函送到刘家府上后，刘志恒都懵了，蓝家主动给他送上邀请函。他和孙俪互换了一个眼神，一定是那位小神医。昨天我们等了他很久，他被我们诚意打动了。孙俪激动的简直要哭出来了，老公，我们遇见贵人了。刘志恒也恍然大悟，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到这里，他开心的嘴都合不拢了。老婆，一会儿我带你去买几件好看的礼服，明天可是大日子，咱们得好好打扮一下。有蓝家做靠山，那位小神医在不久之后绝对会成为云海市的大人物。明天无论付出怎样代价，也一定要和那位小神医搭上关系。这时前丈母娘李霞买菜也回来了，得知这件事后也惊喜不已，还得是我的好女婿志恒有能耐，连首富寿宴的邀请函都能收到。我们家孙俪真的是嫁对人了，要不然跟着那废物一辈子也没出息。一念至此，他正要说些什么，突然一阵干呕，脑袋也一阵刺痛，看着李霞头晕目眩的坐在沙发上，孙俪赶忙问道：“妈，你这是怎么了？”李霞忍不住骂了一句：“都是那废物咒得我千刀万剐的东西，估计是这几天太累，我去睡一觉就好。”他根本没把这件事当一回事。与此同时，我坐着蓝初然的保时捷去了云海市最大的高档奢侈品商场，这里门槛极高，身价1000万以下根本没有入场资格。到了以后，我眼睛都瞪圆了。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一条领带都要几千甚至上万。我忍不住把蓝初然拉到一旁：“蓝小姐，要不然咱们换家店吧？这里都是黑店啊，哪有领带卖这么贵？这是把咱们当年猪仔啊！”看到我的样子，蓝初然不禁掩嘴偷笑。他没想到我居然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这次是爷爷让我好好带您逛逛。说着，他便领着我进入一家衣服店铺。很快，销售就拿着一套西服让我去试试。当我换好衣服出来后，蓝初然都看呆了。我立即从一个不起眼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位高富帅男神。接着，他便掏出一张黑卡准备结账。当我看到消费清单后，还是被吓了一跳。一套衣服200万，蓝初然倒是觉得很正常，一点也不心疼的直接刷了卡。蓝初然上下端向着我：“楚先生，要不再买块？”闻言，我一脸无奈道：“我怎么觉得被你包养？”蓝初然先是一呆，接着心中偷偷想着：你要愿意，人家求之不得呢。谁不想独占又帅又有本事的男人？也就孙俪那个蠢女人，放着这么好的男人不要。突然，蓝初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便和我说了一声去一旁接听。我百无聊赖下便走到了商场门口，不料遇见了一对熟人，正是带孙俪买衣服的刘志恒。二人看见我后，第一时间还没认出我来，毕竟我现在的样子和气质完全不一样。还是孙俪先认出了我的身份：“你个废物怎么在这儿？”而刘志恒哑然失笑：“看不出来吗？你看他穿的人模狗样的，这是来这里打工当保安了。”听了这话，孙俪也笑出猪叫声。我说他怎么换了身形头呢？说着，他来到我身边，用手抓了抓我的衣服，料子还不错，你从哪个地摊上买的呀？对了，你不是1号别墅的主人吗？这么有身份的人怎么来这儿当保安呢？听他这番阴阳怪气的，我一把将他的手拍开：“别用你的脏手乱碰！你哪只狗眼看见我来这里当保安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消费？”闻言，孙俪哈哈大笑了起来：“你可别逗我了，你就一群鬼土狗，你能有来这儿消费的能力？”这时，刘志恒一脸得意，从身上取出张卡片，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见状忍不住笑了：“蓝家寿宴的邀请函。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刘家为什么会得到这张邀请？”闻言，刘志恒轻皱眉头：“你什么意思？”此刻我看着两人忍不住笑了。你刘家本来没有这个资格，是我说了话，蓝家这才给你们送了邀请函。孙俪秀眉道：“数你也真敢说，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和你有啥关系，是蓝家那位小神医帮我们说了话。”而一旁的刘志恒则略带责怪道：“亲爱的，你把这么重要的事告诉这个废物干什么？”闻言我笑容更深：“那么你们想过没有，我便是那位小神医。”听完两人都愣住了，旋即孙俪满脸怒意：“你这穷鬼也敢冒充蓝家的小神医，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接着刘志恒摇了摇头：“亲爱的，我看这个楚玉就是个疯子，别跟他说了，走吧，我带你去买衣服。”孙俪点头，临走前还对我趾高气扬：“姓楚的，你以后最好别说你认识我。”看着二人离去的身影，我冷哼一声：“你们最好记住今天对我说过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换好了衣服。小团团看见后立即惊呼：“爸爸好帅！”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你在家乖乖的，爸爸去参加宴会，中午给你带好吃的回来。”随后我才信步出门。等我来到寿宴现场前，门口的停车场却已经被豪车挤满，几乎所有云海市有名有号的大家族都上赶着来为蓝沧海捧场。这就是云海市首富的牌面。因为蓝家事先交代过，所以我两手空空，却还是被首位尊敬的带入寿宴大厅。刚进去我就看见了首富孙女蓝初然，今天她穿了一身极为性感的黑色礼服，将她的身材衬托得凹凸有致。她在看到我后来到我面前：“楚先生，您先在这里随便转转，我爷爷现在有点忙，他说等宴会忙完，他要单独来和您喝上几杯。”我轻轻点头：“好的，不用顾忌我。”就在我打算找个位置坐下时，突然孙俪挽着刘志恒走了进来：“老公，这里好豪华呀，布置的简直像是宫殿一般。”刘志恒带着淡淡笑意：“好了，别露怯了，记住一会儿要是见到了那位小神医，一定要注意言谈举止，千万不可得罪了他。”孙俪刚点头，却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她立即走到楚玉面前，一脸震惊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有邀请函吗？”闻言我摇了摇头：“我不需要邀请函，我是蓝老亲自邀请的贵客。”听闻这话，刘志恒的脸都阴沉了下来。他没想到我居然胆大包天至此，在蓝家的寿宴上还敢装13。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不过这不是你这种下等的人该来的。我听到他的嘲讽，只是扬唇一笑：“那你可以去找蓝家的人问问好，看看到时候该滚的人是我还是你。”闻言，孙俪被气得鼻子都歪了，她突然一口痰吐在了脚下：“你是那位小神医？”我们两个马上跪在地上，再把这口痰舔干净。看着孙俪挑衅的目光，我没有理会，而是双手插兜镜子，向着自己座位走去。刘志恒莫名火大，这要不是蓝老寿宴，他绝对要让我好看。就在这时，蓝初然拿着话筒立即响彻全场：“首先，我代表蓝家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为我爷爷的80寿宴捧场。另外，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
我爷爷想为大家介绍一位年轻才俊。听到这话，在座的众人立即竖起耳朵。此刻刘志恒也紧紧握住了孙俪的手，迫切的想要知道小神医到底是谁。这时首富蓝沧海笑着接过话筒。我在前不久因旧伤复发险些没有挺过去，都是这位年轻人出手才保住这一条命。下面还是请他本人上来和大家聊聊吧。在所有人的注视中，我缓缓起身，大步向蓝沧海身边走去。看到这一幕，刘志恒和孙俪脸上的表情一幕。就在我走到台前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突然响起：“等等，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也微微眯起眼睛，此人正是孙俪，她脸上依旧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我认识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医。我和他离婚前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读过哪怕一本医书。他就是个骗子，你们千万别被他骗了。听了这话，众人不禁讶然。蓝沧海则面色阴沉：“你的意思是我们蓝家这么多人都帮着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来哄骗老夫？”这时旁边的蓝初然一脸怒气：“如果不是楚先生开的口，我们蓝家才不会给你们送去邀请函。你以为谁会请你们这种臭鱼烂虾？”闻言，孙俪顿时语塞，随后蓝初然面有希意的看向我：“楚先生，您也和各位来宾说几句吧。”我轻轻点头，然后接过话筒：“楚某才疏学浅，会在云海市开设医馆。倘若在场的诸位身体有任何不适，可以随时来找我。今天为蓝老庆祝大寿的诸位，都可以免费问诊。”听见这话，在场立即响起了掌声。看见这一幕，孙俪脸色一片惨白，怪不得黄墨龙会突然切断合作。如此看来，云岭山庄的别墅，想必黄墨龙为了讨好而特地送给他的。一念至此，他心情复杂至极，心里第一次后悔自己当时做出的决定。而刘志恒死死咬牙，怒得全身发抖。昨天竟然还傻呵呵地掏出邀请函炫耀，简直脑残至极。他没脸在这待下去了，便声音略微嘶哑：“丽丽，我们走吧。”就在二人要离开时，我突然开口：“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忘做了？”听到这话，刘志恒和孙俪都看了我一眼，显然没懂我是什么意思。我便大手一挥：“走之前把你们在这里吐的痰舔干净。”听了这话，孙俪顿时头皮发麻。他确实说过，我若是那位小神医，他就把这口痰舔干净这种话。然而那是他随口一说的呀，他却没想到我居然真的要他这么做。刘志恒忍不住道：“你不要欺人太甚，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闻言，我面无表情：“我还不想见你呢。这口痰不舔回去，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蓝初然也勃然大怒，在我爷爷寿宴上吐痰。我看你们两个是活得不耐烦了。看见蓝家的守卫气势汹汹的大步上前，刘志恒和孙俪吓得面色巨变，二人赶忙跪在地上将痰渍全部舔掉，而后才一脸恶心的逃离了寿宴现场。出门之后，孙俪终于委屈的大哭出声：“居然让我受这份屈辱，我要你不得好死！”而刘志恒一脸难堪：“小声点，别让他听见。”等他抓着孙俪的手回到自己车上，车里面的前丈母娘李霞一脸好奇：“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你们见到那位小神医了吗？”孙俪咬着牙哽咽的开口道：“那位小神医就是那个废物，我们都被耍了。”李霞一脸不可思议，正当他要说些什么时，突然头又开始疼了。没过多久，竟然咳出了一大滩血。孙俪见状吓了一跳，该不会真让废物说中了吧？难道我们真的要回去求他吗？他可不想去低声下气的求我出手。他今天丢脸已经丢得足够多，而且他曾经那么恶毒的咒骂过我。李霞还霸道的占据了我的老房子。这时刘志恒开口道：“去求他做什么？全天底下难道就只有他一个医生吗？骂我送您去云海市最好的医院。”说完，他便驱车要送李霞去医院检查。与此同时，大厅内这一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寿宴进行。一脸福相的中年大叔来向我问诊，此人名为王胜，是做海上生意的。我便将目光从他身上一扫而过。这位老板，你是肠胃出了问题对吗？王胜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的？接着便连连点头，你说的太对了，我这肠胃可让我没少受罪。自从闹了毛病后，我连酒都不敢喝，吃了3年的药都不见好，可愁死我了。看他一脸急切的样子，我取出了真假。周围的宾客也都开始好奇的聚拢过来，想看看我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明。没过多久，本来安逸闭着眼睛的王胜，不知为何突然睁开双眼，接着开始不受控制的放屁，那阵阵臭味都不禁捂住了口鼻。过了10多分钟，王胜一脸舒畅，果然和我说的一样，已经完全康复，肠胃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痛。见识到我宛如神迹般的医术后，众人便都纷纷争相恐后的上前。这时人群不远处，一名坐在轮椅的老人对身边的男人问道：“这个人你怎么看？”男人脸上立即露出不屑的笑容：“徐老这种骗子我见得多了，什么狗屁中医早过时了的东西，给我们先进的西医提鞋都不配。”此刻李霞在医院检查出了脑癌晚期，得知消息的前妻孙俪如遭雷击，她顿时想起了我在几天前就说过李霞身染重病命不久矣的话。一旁的前妻的情夫刘志恒也很急切：“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岳母，只要你能治好他，无论多少钱我都给。”闻言，医生叹了一口气：“不是我不想救，我才疏学浅，真的没有把握。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可能有办法。”听了这话，刘志恒都打起了12分精神。医生一脸崇拜认真道：“那位就是治好了蓝沧海的小神医，你们如果能求他出手，想必还有希望。”闻言，刘志恒和孙俪都沉默了，这可是他们最不想低头去求的人。就在这时，传来了呕血的声音，李霞脸上已然没有半点血色，她抓着孙俪的衣角颤声说道：“丽丽带我找那小子吧。”孙俪现在也清楚，只有我才能让自己母亲活命的机会。她咬着嘴唇，她真的会为我们出手吗？毕竟自己之前把她给得罪死了。闻言，李霞绝望的大哭着：“我不想死了。”孙俪看见李霞的样子，下定了决心：“妈，你别怕，我一定让他救你。这废物以前最听我的话，只要我去低头求他，肯定会出手。”与此同时，我医馆开业的第一天，只是由于没做多少准备，等了许久后也没有见有人进来问诊。良久之后，来光顾的大多是大爷大妈。起初，大爷大妈对我还抱有很大的怀疑，不过我只是扫过他们一眼，便精准无误地说出他们患有的各种疾病后，他们的怀疑全都烟消云散。
很快我将一个方子交给了面前的大妈，大妈又惊又喜，赶忙问我诊费是多少。我看她的穿着便知道她的家境并不富裕，于是我笑着道：“我给你们治病分文不取。”说着我将首富孙女蓝初然拉到一旁，这位就是首富蓝家的千金，她可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小富婆，人美心善，你们的拿药费都是蓝家出的。随即蓝初然也十分聪明，知道我的意思，立即配合的点头，让众人放心拿药。没过多久，医馆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孙俪赶到这里时，看得她目瞪口呆，不过她现在也顾不上这么多，赶忙推开人群挤了进去。蓝初然一看见孙俪，秀眉立即蹙起：“你来做什么？”孙俪没有理会他，便上前握住了我的手。我妈妈她快不行了，求求你帮帮我，只要你能帮我妈妈治病，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将她甩开。你妈的病我治不了，你去另请高明吧。如果是以前看到孙俪这副样子，一定会心疼地把她抱在怀里，无论什么要求也会答应她。但现在我看向她的眼神里只有冷漠。一旁刘志恒扶着的李霞也气得浑身发抖。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却对我见死不救，你这样的人也配当医生？没有医德的东西！要不是没有办法，你以为我会求你帮忙？我脸上浮现起一抹笑意。想让我为你治病倒也不是完全不行。听到这话，李霞和孙俪也面露喜色。却在这时，我的声音再度响起：既然是求人，那便要有求人的样子。先去我医馆门口跪上4个钟头。李霞听了这话，立即炸了小赤佬：你说什么？孙俪也咬着牙恼怒道：你这不是难为人吗？我妈凭什么给你下跪？我见状轻轻摇头，既然不愿意，那便走好了。孙俪被气得说不出话。忽然间，他想到了什么，便冷哼一声：难道我和你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你就对我怀恨在心？听了这话，旁边围观的众人窃窃私语起来。想不到所谓的名医度量就这么小，你的医德在哪里？你配当医生吗？听到众人逐渐偏向孙俪一方，我不由露出一抹笑意。倒是没想到孙俪会突然卖弄可怜，用舆论给我压力，迫使我为李霞治病。不过这方法对我并不管用。孙俪难道不是因为你嫌贫爱富看不起出轨你身边的这个刘志恒？闻言，孙俪脸色一红，但张了张嘴却又语塞住。就在这时，我大手一挥，离婚那天你妈李霞她未经我的同意就把我的房子搬空，还把我和女儿赶出家。当时我就提醒过她有重病，然而你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直到今日病发才来找我。孙俪听了这话头都大了，本来还有些同情他们的众人都义愤填膺，原来是这样，我现在明白，怪不得楚医生为什么不想给他们治病。在众人的骂声中，孙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于是一家便在医馆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就是这时，女生抱着浑身是血的小狗跑进医馆。楚医生刚刚路口有条流浪狗被车撞到，现在情况很严重，您能给他看看吗？我闻言便走到了女生面前，检查了一下小狗的伤势，旋即伸手开始给它被撞断的骨头接好，并将一缕内力打入小狗体内，帮它治疗内伤。忙完之后，本来奄奄一息的小狗已经可以颤颤巍巍的自己走路。女生看呆了，楚医生好厉害。孙俪看见这一幕，心中一喜，心想我连条狗都愿意治，肯定也不会对他妈妈见死不救，于是便上前对我讨好道：我们知错了，我妈真的快撑不住了，求求你帮帮忙。我见他还想说什么，便打断：你们家人的死活与我无关。孙俪呆住，莫大的屈辱涌上心头。难道我妈的命在你眼里还不如一条狗？等孙俪走出医馆时，李霞赶忙问道：怎么样，她同意了吗？孙俪没有说话。李霞从她失落的表情里就知道了答案。李霞心中恨极，这个小畜生羞辱我到这种程度吗？然而她也知道自己身体越来越差，现在不是要脸的时候了。于是她便让女儿和刘志恒都退后，自己走到医馆门口，咬牙道：曾经赶你出门的是我，你既然要报复，那只报复我一人好了，我会一直跪在这门口，跪到你同意救我为止。说罢，她扑腾一声跪了下去。看见这一幕，孙俪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从未委屈憋屈到这种程度。刘志恒也攥紧了拳头，心中恨恨想：如果我岳母死在这里，我就算是倾尽刘家之力，也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李霞跪在医馆门口后，蓝初然便将外面的情况告诉我，真让她一直跪在外面了。闻言，我摇了摇头，没事，不用管她。很快几个小时过去，李霞开始全身冒汗，她从来没有跪过这么长时间，要靠手撑着才不会趴在地上。天色也渐渐昏暗了下来，眼见医馆的病人几乎已经没有人了。孙俪忍不住走进医馆，对我颤声道：以前是我不好，求求你让我妈进来吧，你要是肯治好，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闻言，我只是低头喝了几口茶，连眼皮都没有抬起分毫。孙俪见状，只能咬着嘴唇走出门口。又是1个小时过去，我便走出医馆。孙俪面色顿时一喜，以为我是肯让他们进门了，却没想到我反手锁上了医馆大门。随后我上了首富孙女蓝初然的车，她一边开车一边看着我：楚先生真不管他们了吗？闻言，我摇了摇头，我给过他们机会，是他们自己没有珍惜。虽然我不可能原谅孙俪，但我这几天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机会。倘若前妻在这几天有任何悔改的意思，我也不会看着李霞病死。回到别墅后，我便带着团团和蓝初然一起去外面吃了晚饭。等吃完晚饭，天上已经乌云密布。蓝初然若有所思地说道：刚接了电话，告诉他李霞还跪在门口，而且情况极为不好。闻言，我走到了她的身边：蓝小姐，我们走吧，去见李霞。蓝初然赶紧打起精神，开车送我前往医馆。等我们赶到时，李霞已经倒在了地上。孙俪见到我，惊得目瞪口呆。我只是扫了他们一眼，便把锁住的医馆大门重新打开。孙俪和她情夫刘志恒赶忙把李霞扶了起来。等李霞被2人抬进医馆时，没等孙俪说话，我便率先开口：我救她可以，但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孙俪愣了一下，心跳突然加快了许多。难道那废物是要我和刘志恒离婚？如果是以前，他是不可能答应。不过现在我学了一身极为厉害的医术，还有一套云岭山庄的别墅，这已经不是刘志恒能比。他这么想来和我复婚，倒是也不会。就在他想到这里时，我已经开口：其一，我女儿生日快到了，我要你和李霞为我女儿准备一份礼物。其二，送完礼物后，你们一家人必须搬离云海市，从此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孙俪愣住了，没有了吗？就这么简单？看我点头，他这才知道是自己自作多情。我从头到尾都没打算和他复婚。孙俪顾不上别的了，催促道：“我都答应你，快点给我妈妈治病吧。”我这才让他们扶着李霞坐好，随后取来了针带，开始为李霞施针。当针扎到一半时，她就苏醒过来，并且嘴里不断的往外冒血。这一幕把孙俪吓了一跳。我妈的情况怎么看起来更差了？你这哪里是救人，分明是杀人！见状，我只冷冷道：“你们若是想看着她死，大可把她接走去找别的方法。”而后她这才消停下来，没有继续打扰我。当我终于刺下最后一根银针后，长舒一口气：“你妈妈已经暂时没事了。”说完，我便找了位置坐下，开始闭目养神。孙俪等人也只好看着时间干等着。眼见10几分钟过去，李霞没有一点反应。情夫刘志恒看出了她的单虑，咱妈要是真被他给医死，我一定要她偿命。孙俪点头，她现在也只能祈祷。眼见着我说的半个小时已经快到了，刘志恒终于坐不住了，对我厉喝道：“你别在这里装死，你不是说半个小时吗？现在时间马上就到了，为什么还没醒？今天我岳母要是有3长2短，我把你这破医馆给砸了，要你蹲苦喽！”一旁的蓝初然面有不悦：“你吵什么时间？不是还没到吗？而且就算治不好又能如何？”就在这时，我缓缓睁开双眼，时间到了。李霞的方向突然响起一声痛苦的低吟，孙俪和刘志恒赶忙看去，此时李霞脸上居然有了血色，已经从昏迷之中苏醒了过来。孙俪赶忙过去摸了摸她的手：“太好了，你可吓死我！”刘志恒也满脸震惊，他没想到我居然真的治好了李霞。其实刚刚看李霞到时间了还没苏醒，他心里是有些窃喜，毕竟我治不好病，他可以把我抓进大牢。这时我缓缓起身：“你妈的病我已经帮她暂时治好了，你们答应我的事也该兑现了吧？”李霞闻言便看向孙俪，当听到孙俪把我提的要求说了一遍后，李霞的脸色立即变了。什么？你让我们搬离云海，还要给你家那个小贱种准备生日礼物？你这废物是不是还没睡醒？我听他当着自己面称呼团团为贱种时，面色顿时冷厉了下来。这么说来，你们是要出尔反尔了？李霞冷笑一声：“老娘本来就没答应过你的这2个要求。他当时病重，自然是我说什么是什么。至于现在他哪里还会给我什么面子？”想起之前我如此羞辱过他，他立即心生一计，笑嘻嘻的对我：“废物，你想让我给你女儿过生日是吧？不如这样，你跪上4个钟头求我就勉强答应，如何啊？”李霞这一番话让蓝初然满脸愤然。你这个人还有没有良心？要不是楚先生救你，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是一回事。李霞满不在乎，我又没说不给他钱。再者说了，他以前还是我女婿，给我看病不是应该的吗？看见李霞又变成这副样子，我一脸失望。我本以为这次的事可以让你长个教训，想不到你这老太婆记事不记打，倒也真是应了那句话，狗改不了吃屎。李霞顿时倒竖眉毛，你说谁是狗？而一旁的孙俪从包包抽出几百块钱，像是给乞丐般扔到了我的脚下。妈，我们走吧，我看见他就犯恶心，不就会点破医术吗？还真以为是那个。我闻言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其他动作。孙俪见状冷笑一声，怎么觉得不够？想再多讹点你也就这点出息。我叹了一口气，我劝你们收敛一下自己嘴脸。李霞身上的针我还没有给她取，在这云海市吗？除了我以外，这36根针没有第2个人能取。李霞一听这话，马上讥笑：“废物，你笑话谁呢？不就几根破针吗？随手不就能拔了？你别瞎话，能不能提前过脑子？”说着，他伸手就要拔掉一根。见状，我的声音再度响起：“我再警告你一遍，这些银针刺中的都是你身上的死穴，出了任何闪失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听了这话，李霞根本不当一回事，说着就捏住了一根银针，抬手拔出。见到这一幕，我便闭上了眼睛。看来这都是天意，你命中注定有此死劫。李霞还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心脏突然一阵绞痛，紧接着全身恐怖的抽搐了起来。这一幕把刘志恒和孙俪都吓了一跳。见李霞的身体不动了，孙俪终于怕了，她慌张的跪在了我面前哀求道：“刚刚是我们不对，你快出手救救我妈！”我抬起眼皮扫了一眼地上的李霞，她已经没气了，为你妈妈准备后事了。说完我便要离开医馆，孙俪见状赶忙拦住了我：“我妈妈是死在你的医馆里，你得负责，不然你就要给她偿命。”看见孙俪开始撒泼，蓝初然寒声道：“是你妈妈自己不听楚先生劝告，擅自动了针，这才导致她一命归西。医馆里装有摄像头，画面全都录下来，你要是想到，直接去审判庭告吧。”听到这话，孙俪顿时熄火。他自然也知道这件事怨不得，都是他妈妈李霞自己咎由自取。想到这里，孙俪恨恨地盯着我：“你给我等着，我绝对不会就这么放过你。”说完，才和刘志恒一起抱起了李霞离开。蓝初然揉着太阳穴，这一家人太讨厌了，典型的又蠢又坏。可笑的是，先前看见李霞跪在医馆门口，那么可怜的样子，他居然还生出了些许同情。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此刻，孙俪也将母亲的后事准备妥当，看着母亲的遗像，他紧握双拳。他对我完完全全都是恨意，是我故意见死不救，分明想害死李霞，他绝不能就这么放过我。看见情夫刘志恒进来，孙俪立即哀求：“老公，求求你想想办法，他害死了我妈。”刘志恒轻轻抱住他：“放心好了，这件事我已经做好了打算。昨天我就拜访了云海市地下的霸主龙爷，我出了一个大价钱，这才让他为我出手。”听了这话，孙俪先是一喜，接着又有些担忧：“老公，这个龙爷靠不靠谱啊？那废物的背后还站着蓝初然这个贱人。”刘志恒只是微微一笑：“我把我家的矿场公司许给他了，他想要的人哪怕是蓝家也保不住，而且刚好他手底下被那小子弄成了废人，他是以私人恩怨为由去找那小子算账。”孙俪闻言不禁动容感动：“老公，你对我真好，为了帮我妈妈报仇，你居然割了这么一大块肉给他。”刘志恒抱住他温声说道：“你一晚上没睡了，先回去休息吧。”送孙俪回房间后，刘志恒刚一出门，他的一名手下便皱眉道：“少爷，您真的把家族的公司拱手让给龙爷了？要是让老爷知道这件事，恐怕……”刘志恒闻言忍不住笑了：“当然不是，你以为我傻吗？哄女人的话你也信吗？
手下这才恍然大悟，刘志恒本身就是家族公司的掌权者，分一笔股份也依旧不会动摇他的地位，只算是与对方合伙经营。如果利用好了公司，反而可以越做越大。与此同时，云岭山庄1号别墅内，一辆保时捷停在了我家的门口。蓝初然进门之后便急切地开口：“您还记得被您打伤的那个黄毛吗？”龙爷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了谎，说要为他的骨干黄毛报仇。闻言，我便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龙爷要我的命，这就怪了。他不该因为一个黄毛闹出这么大动静，而且还隔了这么久，此事有点反常呀。蓝初然一脸无奈，这个消息绝对确凿。总之这里太危险了，待不得。您先随我去蓝家避一避吧。如果说昨日的我可能还会谨慎一些，不过今日的我身为只玄宗师，怎么可能会把此人放在眼里？蓝初然不知我心中所想，只是以为我没把此事当真。小团团一个人在家也很危险，您就算不怕，还是把他送到蓝家吧。听到这话，我倒是考虑了一下，我不可能一直待在女儿身边，把团团送到蓝家确实是最安全。于是我便点了点头，便抱着他上车。可刚一出云岭山庄的门口，我的目光便注意到不远处有几辆蹲守在附近的黑色卡宴，也随着我们的车一起动了。想不到这些人来得这么快，我倒要看看你们要玩什么把戏。而后便在车上闭目养神。等我到了蓝家以后，径直上了别墅的顶层天台。蓝沧海早就等待多时，见我安全抵达，这才松了一口气。楚先生，您这次真是惹到狠角色，这个龙韶华可不是省油的灯，您的医馆就被他们的人光顾了。您就在我们这里避避风头，最好少出去抛头露面为妙吧。就在这时，一名蓝家的守卫走了进来。老爷，周先生到了。蓝沧海面色一喜，立即起身。很快，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硬朗男人走入天台。蓝沧海立即对我介绍道：“这位是8级拳门的周明大师，这几天就由他贴身保护您的安全。”我哑然失笑，蓝老没有这个必要吧？闻言，周明似笑非笑地看向我：“楚医生，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你是对我的实力有所怀疑不成？”我大手一挥：“你的实力连我都不计，怎么保护的我？”听了这话，四周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接着周明皱起眉头，仿佛是被羞辱了一般。这么说来，你的实力很强了，可否能与阁下讨教几招？眼见空气里的火药味渐浓，蓝沧海赶忙出来打了个圆场。周大师，您别生气，楚医生不知道您的身份，多有冒犯，我代他向您赔礼道歉。这次的委托金额我会给您再翻一倍。说着，他看了我几眼，似乎是要请我安分点，别再挑衅周明了。周明闻言哈哈大笑，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给您面子。说罢，他看向我，面带笑意。楚医生，我奉劝你说话还是小心着点。今天要不是蓝老我高低也要给你点教训。虽说我确实不太需要这个周明来保护，不过既然蓝沧海都为我安排好了，我也就依照对方的意思做了。就在这时，有人跌跌撞撞跑进来汇报：不好了，老爷，外面来了一大群人，已经把我们别墅里里外外全都围起来了。不用说，这些人必然是龙韶华派来的。蓝沧海面色大变，立即带着众人往外走，我也紧随其后。等我们到了大门口时，一群面色不善的打手正拎着钢管蓄势待发。蓝沧海出来见到这一幕，顿时动了怒气：你们连我蓝家的人都敢打，莫非是不把老夫放在眼里？让龙韶华出来和我说话。听了这话，领头的打手咧嘴一笑：你是什么玩意儿，也敢叫我们龙爷出来？识相的就把那小子交出来，不然……未等他说话，一道破空声便骤然响起，只见一道黑影撕开空气，像子弹般冲着领头的打手而去。他的胸口就扑哧一声炸出了一道血花，领头的打手勃然大怒，大叫了一声。这时周明才打着哈欠走了出来：我奉劝你对蓝老放尊重点，刚刚那一下只是小小的成绩。打手刚要说话，却听身后响起了一道森然的声音：此人就是云海地下世界强者龙韶华。蓝老头怎么敢庇护这个姓楚的小子？原来他是请了你周明助拳，我以前只在别人口中听闻过他，和想象中的凶神恶煞不同。龙韶华看上去十分随和，漫步而出时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容。蓝沧海冷笑一声：龙韶华，你这次大驾光临排场可不小，下次想来拜访，提前知会老朽一声。龙韶华哈哈大笑，轻轻弯了弯腰：我这几个手下脾气暴躁，管不了啊，我明明告诉过他们这次只是来找人，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闹成这副样子。说着，他的目光赫然落到了我的身上。被他的目光注视上时，我的后脊有一种被野兽盯上的人意。就在这时，周明副手走了出来，他上下打量了龙韶华一眼：今天有我在，你动不了这个楚先生，除非你从我的身上迈过去。然而龙韶华却根本没有拿正眼看他，随即对着他便是一脚踹了上来。周明反应很快，第一时间抬手挡住了，但身体却被踹出了好几米远。接着周明摆出了一个8级拳的起手式，一声暴喝后扑向了龙韶华。看着周明同龙韶华缠斗在一起，蓝沧海对我抚须笑道：楚先生，你看好了，这个龙韶华惹怒了周大师，逼他动了真怒，10个回合以内必然将他狠狠拿下。闻言我却摇了摇头：这可不一定，您太小看这个龙韶华了，此人的实力并不在周明之下。果然话音刚落，周明发出惨叫，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看见这一幕，蓝家的众人全都呆若木鸡。此刻刘志恒在家里的客厅来回踱步，每过一会儿就看一看时间。很快他收到了手下的情报，说龙韶华今天正午便去蓝家找我的麻烦，不过后续我是什么下场就打听不到。他也主动联系过地下霸主的龙韶华，奈何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打通。一旁的孙俪有些担忧：老公龙爷该不会失手了吧？刘志恒摇了摇头：不可能，龙爷可是地下世界有名的狠角色，那小子就算有3头6臂也不是对手。话音刚落，他的手机便响，一看是龙韶华打来的，他心里顿时一喜。龙爷那个小子怎么样了？他在我的手里，这小子牵扯到的人不少。刘志恒一脸兴奋：请您给我一个机会，我要亲手打断他的手脚，让他生不如死。电话直接挂断了，很快一个位置发给他。看见这个地方都快到郊外了，刘志恒心里不禁犯了个嘀咕，不过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孙俪一听我已经被抓住了，马上说要跟着刘志恒一起去，他想亲眼看着我死。刘志恒开了接近半个小时的车，才终于抵达目的地。孙俪有些怕了：老公，这个位置真的安全吗？我们不会被那些人设计吧？那个龙爷可不像是好人啊。刘志恒倒是一点也不担心，龙
龙爷这边我是打点过的，他是讲规矩的，绝对不会对我们不利的。孙俪连连点头，要不然这样我在车里等你，如果没有问题，你再出来叫我好了。龙韶华约刘志恒见面的地方是这里的一家早已废弃的工厂。无奈之下，刘志恒壮着胆子推开工厂大门，却见里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是零星见到有几处火光闪烁。龙爷您在吗？我是刘志恒，我过来了。闻言，龙韶华露出一道瘆人的笑容，你来的正好，我等你很久了。说话间，有人开了灯，霎时间强光照的刘志恒下意识遮住眼，等他努力睁开眼睛看向龙韶华处时，只见龙韶华的身边还有一道人影，正大马金刀的坐在他的身边。此人正是我。此时的我既没有被绑，身上也没有任何被殴打过的痕迹，唇角还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刘志恒见状蒙圈了，这是什么情况啊？一时间他的心里有种极为不好的预感。龙爷，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事先不是说好的吗？龙韶华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子，手劲之大，直接把刘志恒扇飞了出去。刘志恒捂着嘴，仍然不懂为什么龙韶华突然翻脸了。龙韶华却二话不说，直接将他带到了我面前。刘志恒的腿一软，立即跪了下去。他像是明白了什么，带着哭腔：“龙爷，你做事不地道啊，怎么反倒帮他对付我？这小子许给你什么好处？我给你出双倍还不行吗？”一听这话，龙韶华一把攥住他的腿：“这位楚先生是我们家许爷的贵客，不是你这种杂碎能招惹。你居然让我对他动手，你是想让我死是吧？”闻言，刘志恒如遭雷击：“龙爷，你不会是被他给骗了吧？这小子不是什么大人物啊，他就是个废物，连他老婆都看不起他，要不然……”他话还没说完，龙韶华将他狠狠砸在了地面上。这时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刘志恒，我放过你好几次了吧？你说这一次我是杀你还是不杀你？”听这话，刘志恒吓得后脊一凉：“楚先生，求求你放过我一次吧，我是一时糊涂才让龙爷对你下手，我保证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打扰你了。”刘志恒的演技倒是相当厉害，说到最后甚至痛哭流涕，俨然是一副想要悔改的模样。然而龙韶华却毫不留情地打了他的脸：“你放屁，真当老子不存在！”听了这话，刘志恒哭得更大声了，看向我：“对了，你是不是还喜欢孙俪？我马上把她还给你，你想怎么玩她都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货，是她死皮赖脸勾搭我，我才上当的。”闻言，我看向他的目光中平静且悲哀。我虽然对孙俪没有了一点感情，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爱刘志恒。如果孙俪在这里，恐怕心都要碎了吧。随即我叹了一口气，别嚎了，和女人一样哭哭唧唧，我可以答应不要你的狗命。刘志恒闻言擦了擦眼泪，你大人有大量，看不上我这条狗命。恰在这时，我的声音再度响起，我也不能让你就这么好端端的走了，做错事总得要有教训，你说是吧？听了这话，本来都放松下来的刘志恒当即又把心掉到了嗓子眼。之后我看向龙韶华，他先前说过要打断我的四肢，对吗？那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好好伺候一下。龙韶华闻言立即森然一笑，好嘞，您一边歇着，我马上动手。然而我径自走到窗前，赏起今夜的月色。门口忽然走进来了一道身影，正是孙俪。见到里面刘志恒的惨状后，他吓得大叫了一声，脸色顿时煞白。废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害死我妈妈还不够，你连志恒也想杀？我冷笑了一声，你搞错了吧？不是他先找人要我命的吗？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而且你还不知道呢吗？刚刚在这里为了活命，他连你都出卖了。我奉劝你现在离开他还来得及。孙俪哭着道：“你放屁，志恒不可能这么做。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薄情寡义？”一旁的龙韶华有些恼火，这简直是个疯女人。我无奈的摇摇头，我该说的都说了，该怎么样是他的事，和我无关。说完，我便与龙韶华一同走了。孙俪这才赶忙查看身边志恒的情况，老公你怎么样？我扶你去医院吧。刘志恒轻轻点头，谢谢亲爱的。这才被孙俪费力地抱上了车。尽管医生第一时间对他做了手术，由于伤势过于严重，他的四肢依旧废掉。得知消息，刘志恒便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你们害我变成废人，不报此仇，我是不为人。突然，医院走廊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来人正是刘志恒的爸爸刘振东，同时也是龙恒集团的董事长。刘志恒重伤住院的消息，他一听到便马上赶了过来。然而他还是没想到儿子伤得这么惨。听说打伤他的人是龙韶华后，刘振东怒得全身发抖。龙韶华在地下世界虽然厉害，可刘家也不是什么软柿子，他已经准备动用关系在暗网上下达高额悬赏。刘志恒咬着牙道：“爸不光要杀龙韶华，还有一个叫楚先生的也得死，就是他命令龙韶华对我动手。”刘振东闻言愣了一下，楚先生他是谁？有什么背景？当初蓝沧海的寿宴并没有邀请他，因此他并不知道我这个人。一听说龙韶华是听这个人命令行事，他霎时有些奇怪。据他的所知，龙韶华这个人一向不拘人下，怎么可能有人可以指挥得动他？刘志恒咬着牙道：“这小子没什么背景，但他身后有几个大人物罩着，其中一个是蓝家，另一个好像叫什么许。”刘振东闻言表情顿时大变，确定是许爷吗？刘志恒急了，爸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吗？刘振东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这个许家是四大世家之一，底蕴极其深厚，哪怕在四大世家之中排行第4，我们也不能得罪，要不然这件事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说完，刘振东便离开了病房。气急败坏的刘志恒几乎要将牙齿咬碎。不就是一个许家吗？有什么可怕的？我绝对要杀了那废物，神仙来了也拦不住。此刻，刘志恒气急败坏地躺在病床上，让护士小姐姐拨了一个号码。没过多久，此人便跑到医院来见他。此人名叫李豪，是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的。一见到他，刘志恒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你知道这几天许家有什么动向吗？”李豪马上答道：“回少爷，我留意过他们。自从许家那位老家主的腿治好以后，许家便新请了数位客卿，据说是想磨刀霍霍，和其他几大世家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刘志恒皱眉：“他们难道想同时和其他3家开战？”李豪笑了笑：“这倒不是，我听说许家有意和曹家合纵连横。曹家目前是4大世家之中的第2，而且这2家关系不算亲近，也没有交恶过，是很好的联合对象。”刘志恒挑了挑眉：“这个曹家家主有什么疼爱的子孙吗？”李浩答道：“只有一个20出头的女儿，他一直把这个女儿当心肝宝贝宠。”闻言，刘志恒眼睛亮了：“我有个想法，你过来。”李浩上前侧耳到了他的嘴边，听他说了一番话后，面色巨变：“您想让我策划绑架曹家主的女儿？”刘志恒瞪了他一眼：“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在绑架之后再写一封信寄到曹家，以许家的口吻去写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李豪皱眉，显然有些犹豫。他倒不是不敢下手，以前他就是专门为刘家做脏活的，绑架一个小女孩他还是有把握的，他只是怕万一这件事败露。刘志恒催促道，只要你帮我办成这件事，我会给你一大笔钱，下辈子也不用愁。你能不能做？不能的话我就换个人。听到这里，李浩随即一咬牙，少爷有信我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动手。刘志恒笑着点头，目送他离开了病房。曹家和许家开战，无论是什么结果，许家就此被灭，我就少了一大靠山。到了那时，他们当然无暇庇护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对我下手了。第二日云岭山庄，我正在和女儿吃早餐，便听见门口响起咚咚咚的敲门声。打开一看，来人居然是龙韶华。我愣了一下，问道：“你来干什么？”龙韶华的语气十分小心：“楚先生冒昧打扰了，我是来报告您医馆修缮情况的。”我点了点头，向里走去：“你进来坐吧，要跪什么的换个差不多就行。如果不是有其他大事，你不至于这么一大清早就来找我。”龙韶华尴尬的点了点头。是我家许爷想让我帮忙和您约个时间，今天晚上7点，请您去许家找他一趟。闻言我皱眉，我又不是他许家的客卿，这种事为什么要找我？龙韶华压低声音道：“您是想置身4大世家的争端之外，不过同曹家联盟之事事关重大，因此许爷还是觉得带上您一起会比较好。您要是拒绝了，我不好回去交差。”闻言我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晚上7点是吧？我到时候会去许家的。对了，刘志恒这边你盯着呢吗？龙韶华大笑一声，这小子安分的很，除了睡觉就是发呆，连上个厕所都要人帮忙。闻言我微皱眉头，这倒奇怪，难道这小子真安分了？以我对刘志恒的了解，此人不是什么会善罢甘休的主。天色渐暮后，我便启程赶往了许家。听说我到了，许弘一赶忙亲自出门迎接，我就知道楚先生一定给我面子。这次有楚先生和我一起同行，我谈判成功的把握必定又多了几分。我尴尬的摇了摇头，一行人便准备动身前往曹家。曹家那位曹天骄所住的别墅位于盘龙山脉之上，称为盘龙别墅。等车子开到山顶，我打眼便见到练功服的男人正在门口打着一套太极拳，只是继续练着太极，看也不看许弘一。姓许的，你是属苍蝇的吧？看不出来我不待见你吗？你说我是赶你走呢，还是不赶你走呢？许弘一顿时哈哈大笑。曹贤老哥此言差矣，今天我既然来了，就得和你好好谈谈。曹贤的太极拳也打完了。旁边酒后的仆人赶忙及时送上毛巾，注意到我在一旁看上很久的便随口：“你这个小子是和那个许弘一一起来的吧？我刚刚这套拳法你可看出了什么门道？”我点了点头，挺好的。曹贤闻言不禁笑了，这平庸的回答着实让他大为失望。这老许是怎么回事？来找我谈判，身边为什么带着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就在他这么想着，我的声音再度响起：“不过我在你的推演中看不到你对太极拳有任何的深刻理解，简单来说也可以用平庸概括。”曹贤回头错愕地看向我：“你说什么？我所修炼的可是最为正宗的太极拳，我的师承正是武当山的黄真人，你是说他的太极拳也是平庸吗？”然而我却笑着道：“我只看拳法不看修为，如果他的太极拳打得和你一样没有灵性，那么他自然也是平庸之辈。”这话一出，其他人都像看死人一样看着我。曹贤强行压制心中的滔滔杀念：“我给许弘一一个面子，饶你不死，否则足够我一掌拍死你10次。”见此，一名曹家人忍不住对我皱眉：“外人要是敢说这话，早就没命了。”我见此只是耸了耸肩，也不想和他们多解释什么。许弘一这次来曹家，并没有拿什么地盘金钱来谈，而是取出势力图，把当前的形势利害摆明，这可比直接用钱砸效果来得更好。毕竟曹家这种体量根本不缺钱，他的这种谈判方式可谓十分聪明。可曹贤直接拒绝了：“我不需要你们许家助拳，你请回吧。”许弘一叹了一口气，正当他想起身离开时，楼上突然传来女孩生气的叫骂声。曹贤见此赶忙就要上楼：“彤彤，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呀？”少女杏目一瞪，大声质问：“我都18岁成年了，去哪还得和你报告？”别人要敢对曹贤这么说话，他肯定当场翻脸。但此时曹贤也只是一脸讨好的笑容：“你这是说哪的话？老爸不是关心你吗？现在天色太晚了，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带上几个人也好保护你。”他没有理会，便推开曹贤要往外走。之后许弘一带着我等人离开了曹家。坐在车上，许弘一看向身后的我：“楚先生，我突然有个想法。”没有等他说出来，我便开口道：“你是要我去接近这位曹家大小姐，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许弘一点头，什么都瞒不过你。老曹唯一的软肋就是他这个宝贝女。如果你能说动曹家千金为我说话，我想这件事可能还有谈的余地。闻言我叹了一口气，帮人帮到底，我去接近他看看。不过你最好别抱什么期望便是，我觉得搞定他的成功率还不如他爹高。说完我便下车了。由于我才见过大小姐一面，对她身上的气息很是熟悉，因此很快就锁定住了这个小丫头的位置，这样跟踪她是绝对不会被发现的。甚至连曹贤派出去的那几个人也察觉不到我的存在，只是连我也没留意到，今晚在暗处盯着这个曹家小丫头，除了我以外还有一双眼睛。此刻一间漆黑的出租屋内，一个男人正坐在电脑屏幕前，此人正是李豪。自从在刘志恒那儿领了命令后，他始终观察着曹家四周的风吹草动，直到看见曹贤的女儿一个人出门，他才打起精神用无人机监视她的去向。最后见她走进一家夜店，李豪才终于站起身，意识到机会来了。此刻我也到了这家夜店四周，便见到夜店正门不远处几个戴着鸭舌帽的曹家保镖百无聊赖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我见几人的注意力都不在自己身上，便和一行人混在一起走入了夜店大门。此时舞池里少男少女正用力摇摆着身体，我的目光在舞池内飞快扫了一圈，终于找到了曹彤彤的倩影。于是我找了个卡座准备等她跳舞。10几分钟后，她跟几个同学要走时，我挡在了他们面前。曹千金能否借一步说话，就简单聊两句。他仔细盯着我的脸，这才想起来，你就是今天在我家一直盯着我看那个死宅男吧？我不想和你聊，赶紧给我闪开。看他完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只得叹了一口气，让开了道路，最终只能双手插兜离开了夜店。曹彤彤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带着几名同学要去其他娱乐会所。
他不仅对自己老爸的生意没兴趣，对这些找他爸的人更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因此他完全没有要和我接触的念头。不过就在他们一行人走到夜店门口时，曹彤彤忽然发现了什么，拉住了身边的几人。他趴在门口小心往外张望，只见门口不远几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这几人都是他爸爸的手下。他最讨厌到哪都有自己家的人跟着的感觉，随即带着几人朝着后面的出口走去。刚好这时路边有一辆空客的出租车，曹彤彤打开车门坐在副驾驶，其他几个同学则坐在后座。等车子启动，他才发现这个司机打扮有点怪，一时间他心里顿时有了股不好的预感。刚想说话，司机忽然抬起手按下了车上的一个按钮，霎时间车子内立即弥漫起一层白雾，少男少女都马上闭上眼睛昏了过去。至于曹家的几个人还在夜店门口守着，不过时间越来越晚，几人都反应过来，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先返回曹家汇报情况。曹贤一听他们把人跟丢了，马上掏出手机给女儿打了通电话，结果关机，曹贤整个人都慌了。你们就把今天和他玩的几个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带我的面前。闻言，几个保镖马上起身行动，没用多久他们就把这几个少男少女全都抓到了曹家。眼下他们几个都有点迷迷瞪瞪，曹贤马上追问道，你们几个和我女儿在一起，怎么你们都没有事，她却不知所踪？一个人弱弱的说道，我们真不知道，我们醒来的时候就都躺在垃圾堆里。一听这话，曹贤都快气冒烟了。就在这时，有个下人跌跌撞撞的跑进来，家主外面有人送来了一封信。曹贤看完以后几乎要将信纸捏碎。这封信是以许红衣的名义发过来，内容很简单，告诉了他曹彤彤在许家，这明显是有人绑架了曹彤彤，然后想借此嫁祸给许家呀。曹贤眉头微皱，看向少男少女，晚上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许家的人在？几人面面相觑，旋即挠头道，我们不认识谁是许家的人。要说奇怪的人，好像确实有一个，我们准备离开夜店时，这个人拦住我们，这个人好像叫楚什么来着。听到这个名字，曹贤不禁怔住，他只觉得这个名字似乎非常耳熟。这时曹家有人惊声道，家主，这个叫楚的不就是晚上和许红衣一起的那个小子吗？听了他的话，曹贤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立即打通了许红衣的电话，姓许的对我有成见，也不要拿我女儿动手，难道你绑架我女儿，我就会乖乖听你的指挥？听见他的话后，许红衣一脸懵逼，你在说什么？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曹贤怒极反笑，我女儿被绑架前你们许家的那个姓楚的找过他，你跟我说这件事和你许家没关系。闻言，许红衣才算是大概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挂断了电话便马上拨通我的号码。曹彤彤被绑架了，什么时候的事？我听到消息也是一脸茫然。夜店四周不是有很多曹家的人吗？曹彤彤应该不会遇见什么危险吧？许红衣把刚才的来龙去脉描述了一遍。闻言，我像是明白了什么。曹家现在怀疑是我绑架了曹彤彤吗？许红衣叹了一口气，对着楚先生，我相信你没有做，但曹贤现在已经急火攻心，他只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要来我许家大开杀戒。闻言，我点了点头，这件事交给我，我去找曹彤彤。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很快便来到了夜店门口。眼下夜店已经被曹家命令关门了，不过我找到了一缕不易察觉的发丝，拿到头发以后，我便到了空无一人的小巷，咬破了指尖，将一滴血抹在了发丝上，随着我屈指一弹，飞速向着一个方向而去。与此同时，曹彤彤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他正置身于一间陌生的出租屋内，这才意识到此时的他是被人绑架了。这时出租屋的门开了，李豪走了进来，然而李豪却根本不理会他，任由他在这里大喊大叫。他一点都不怕被人发现，只因这个出租屋位置很偏，而且离出海码头很近，方便出海跑路。检查了一下曹彤彤的精神状态，他便重新出门打通了刘志恒的手机。少爷，事情我都办完了，现在那姓曹的丫头也醒了，目前状态还可以，还有力气喊救命。刘志恒立即笑容满面，你做得很好，曹家现在已经得到了消息，都快急疯了，一会儿我就让人把钱打到你的账户里。听了这话，李豪才稍稍安心，多谢少爷。而后电话就挂断了。刘志恒对他病床边为他拿着手机的手下命令道，你马上去联系船老大送李豪出海。就在这时，刘志恒的老爸刘振东来了，他忙完家族里的琐事便打算回来看望儿子，一是担心他的伤情有没有恶化，二是怕重伤的刘志恒钻牛角尖做出傻事。不过看刘志恒精神状态不错，他才安心了一些，开口问道，儿子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高兴？刘志恒激动，爸，我已经搞定许家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帮我报复那小子了。一听这话，刘振东立即愣了一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爸，你不会还不知道曹家的千金被人绑架了吧？这件事不是说是许家派人？刘振东话刚听到一半，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接着他脸色瞬间苍白了下来。这件事不会是你派人做的吧？闻言，刘志恒笑得更开心了，当然是我，放心好了，我做的十分隐蔽，没人发现是我派人做的，他们现在都以为幕后黑手是许家。闻言，刘振东又气又急，厉声质问，你做事情前为什么不和我打声招呼？你今天能瞒他们一时，那以后呢？到时候不仅仅是你死定，连我们整个家族都要从云海市消失。刘志恒自以为完美的计划，刘振东听完就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黑着脸闭着眼睛思考了一会儿，才重新睁开双眼，一脸杀气，告诉我李豪现在的位置，这个人不能留。刘志恒连忙看向老爹，那他身边的曹彤彤呢？刘振东摇了摇头，当然也不能留，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了解的情况有多少，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一起灭口最为保险。眼下他想的这一招尽管是兵行险战，不过一旦得手便是死无对证，他们刘家也会因此化险为夷，成功破局。除非有人能比他派去的杀手更快找到李豪，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他派去的杀手可是暗网杀手榜上排名前3的高手，最多10分钟，李豪和曹彤彤就要一命归西，不可能有人速度会比他还快。是夜，气温越来越冷，曹彤彤躺在床上，身体不停发抖，既是因为冷，又是因为恐惧。此时的他已经后悔死了，为什么当时那么任性？如果他老老实实走正门的话，在曹家这么多保镖的注视中，怎么可能有人绑架得了他？一旁，李豪则是哼着小曲，
将换洗的衣物挨个收纳进行李箱。他的心情很好。就在刚刚，刘志恒的钱也到账了。看着自己的银行卡里多出这么多个零，他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果然富贵还是要险中求，这可是他几辈子都挣不到的钱啊！行李都打包完成后，他便笑眯眯地对床上的曹彤彤道：“曹大小姐，多看几眼云海吧，一会儿上了船，以后你可就回不来了。”听了这话，曹彤彤立即惊觉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要带我去哪？去哪？当然是走得越远越好了，不然留在这里，你爸爸能放得过我？”曹彤彤低声哀求道：“求求你，把我放了吧，我保证不会和我爸说出你的事情，也不会让他继续追究这件事。”不好意思，我不相信你。曹彤彤又气又急：“你非要带着我做什么呀？你一个人跑路不是更方便吗？”听了这话，李豪突然露出了一道诡异的笑容：“你不懂吗？我到现在可还没老婆呢，你说我带着你干什么？”说着，李豪便在曹彤彤呆滞的注视中慢慢走到了他的面前，贪婪地扫视着他曼妙的胴体。不错，长得这么标致，你将来给我生下的孩子基因肯定好。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谁要给你这种人生孩子？曹彤彤勃然大怒：“你看不起我？”李豪却也不生气，而是笑眯眯道：“也不看看你现在是在谁的手上？我奉劝你，还是收收你那大小姐的脾气。你若是能好好伺候我，我还可以留你一命。你如果一定宁死不从，给我找麻烦，我也不介意在这里解决掉你。是活还是死，你自己选吧。”呸！曹彤彤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脸上，眼中满是掩饰不住的嫌恶。让我和你这种垃圾在一起，我宁愿死了。你这种下三滥也想让我伺候你？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疯心了吧？李豪呆住，他没料到曹彤彤居然宁死也不愿意从了他。你就这么看不起我？李豪阴沉着脸问道。曹彤彤冷笑一声：“你是不是没照过镜子？自己撒泡尿看看你是什么德行？你有一根手指能配得上我吗？要杀就杀，别恶心我！”你……李豪气得脸都红了。接着他忽然像头狼一样扑到了曹彤彤的身上，惹得曹彤彤尖叫了一声：“你要干什么？干什么？看不出来吗？”李豪一手掐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开始顺势向他大腿划去。“你看老子不起是吧？那老子今天就让你后悔，看看以后你还能不能嘴硬得出来。”说着他用力一撕，便将曹彤彤的衬衫撕烂。看着他的内衣和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李豪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忍不住按到了一句极品。就在他俯下身要去亲曹彤彤的脸时，出租屋的门毫无征兆地响了2声，有人正站在门口叩门。“谁啊？”李豪直起身愣了一下，开口问道，但门口却无人回应。见状，李豪一下子把心提了起来。要知道现在的他可是绑架了曹贤的千金，如果门外是曹家的人，他一开门恐怕就会被乱刀砍死，死无全尸。不过他转念一想，如果门口是曹家的人，不可能会等他这么久，恐怕直接就会破门而入了。“救命！”曹彤彤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急忙开口求救，但很快就挨了李豪一记耳光，被他用胶带将嘴死死缠住。这时门外又响了几声叩门声，同时还有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我是吴老大的人，来接你上船的，开门吧。”听了这话，李豪才将心重新放回了肚子里。他将门出租屋的门锁打开，只见站在外面的是一个身穿黑色风衣、叼着一根烟的中年男人。“你来的倒是挺快，进去给我把行李扛出来。”李浩开口命令道。不过外面的男人却并没有动，只是静静抽着烟，嘴角还挂着一抹笑意。“你笑什么？去干活啊！我家少爷花钱找你们，不是让你来当大爷的。你车开过来了没有？放哪了？赶紧给我搬行李去啊！”李豪催促道。“不急。”男人说着不紧不慢地走进门，打开灯，在屋内扫视了一眼，仿佛是在看屋里面有几个人一样。“你……”李豪感觉出了情况好像有点不对，也是这时他才注意到，这个男人虽然黑发黑瞳，但五官却格外立体，看起来并不像是夏国人，而更像是混血，且他的身上只有一股淡淡的酒气，并没有海腥味，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常年在甲板上工作的水手。不过此人能准确找到他，还说出了船老大的名字，很明显他的身份不应该有问题。于是李浩忍不住再度催促道：“你看什么呢？快点干活啊！我们没这么多时间了，要是曹家的人找过来……”“别吵！”男人深吸了一口气，将最后一点烟抽完，这才随手扔在地上踩灭。接着他转身看向李豪，脸上的笑容越发邪意，催来催去没完没了。“你就这么着急着死吗？”声音抚落，李豪只见面前一道寒风袭来，未等他反应过来，一把飞刀便刺入了他的小腹。“你到底是什么人？”李豪扑腾坐在地上，
惊恐交加地看着来人。男人只是掸了掸风衣上的灰尘，轻轻瞥了他一眼，继而手中又多出了一把寒光四射的飞刀。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第57章，比子弹还要快的刀。就在这时，一阵手机震动的声音响起，男人做事要扔飞刀的动作也随之一僵。随即他伸手取出手机，扫了一眼，是刘振东打来的。尹刀，你现在到哪了？电话接通后，刘振东便立即问了一句。尽管他对暗网上排行前3的杀手尹刀很有自信，不过毕竟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打了个通电话询问进度。我现在已经见到目标了，这里有2个人，一男一女，全部都灭口对吧？尹刀笑着问道。对，没想到你的动作这么快，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动作利索点，不要让人发现他们的尸体。放心吧，我是专业的。尹刀说罢便挂断了电话。手机收好后，他打了个哈欠，看起来有些懒散。这倒不是他工作态度不好，而是沙里豪这种普通人对他而言级别实在太低了。要不是他刚好人就在云海，方便动手，雇主又出了极高的价钱，他根本懒得接这种任务。李豪听完之后则像是明白了什么，不可思议道：是刘家派你来杀我的？尹刀扫了他一眼，并未给出回答，但李豪却已然明白了一切。没错了，只有这一种可能，若不然尹刀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么多信息？这些情报是只有刘志恒才知道的。他打死也没想到自己那么相信刘志恒，甚至豁出性命帮他绑架曹彤彤，最后刘志恒居然不信任他，甚至派出杀手要将他灭口，这太伤人了。这时他仿佛才刚刚看清刘志恒一样，整个人一片颓然，甚至连自己肚子上的伤口也不在乎了。另一头，曹彤彤趁着外面出现骚乱，终于借力割开了自己手腕上的绳子。就在他蹲下身子，默不作声的要趁着夜色逃离这里时，一把飞刀扎在了他的脚下，吓得他尖叫了一声。这位小姐，你是想先他一步登上卡戎的冥河之船吗？尹刀带着一脸笑容道。我本来是想将你排在他的后面，不过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也可以让女士优先。求求你别杀我，你是别人花钱雇的杀手吧？我爸爸也有很多钱，他们给了你多少，我爸爸可以给你2倍，不10倍，求你放过我吧。曹彤彤哭着道。尹刀闻言，脸上却根本没有任何波澜。作为暗网上最顶级的杀手之一，他的职业素养毋庸置疑。若是别人多花钱就能让他反水，他的名声早就臭了。这是行业大忌，他自然不能触犯。我再说一遍，回屋子里乖乖等着，要不然我拿你开刀。尹刀慢慢收敛笑意，声音也越发冰冷。曹彤彤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最后几乎是强撑身体爬回了出租屋内。即使是他也能看得出来，眼前这个身穿风衣的男人根本不是李豪这种人能比的。这个男人是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解决完曹彤彤这边，尹刀又取出一把飞刀，微笑着看向李豪。临死前可有什么遗言吗？李豪一言不发，显然他已经知晓自己这次逃无可逃，已然认命等死了。哼，你倒是识趣也罢，我也给你一个痛快。就在尹刀要动手时，一阵寒风吹过，令他瞳孔猛然一缩，本来漫不经心的样子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警觉，像是嗅到了危险气息而炸起毛的猛兽一样。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道极其危险的存在正在缓步向他这里走来。是谁？闭上眼睛，散开感知。他马上捕捉到了这道气息的位置，旋即他抬起手，一道夺命飞刀呼啸而出。然而那行走在黑暗之中的男人只是稍稍侧了侧头，便轻而易举地将这要命一刀躲过。尹刀见此，心中顿时掀起惊涛骇浪。要知道他的飞刀速度可是比子弹还要快，他从未见过有人能够这么轻松地躲过他的飞刀。这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暗网上的同行？不，暗网上几个排名靠前的杀手他都打过交道，这些人里没有一个能给他这么强烈的压迫感。看来有人比我先一步到了。说话间，一道人影缓缓走了出来。看见这个人，出租屋里的曹彤彤不禁捂住嘴。这个人他认识，正是先前在夜店里和他搭讪过的楚玉。楚玉，我在这里。我爸爸他人呢？你带了多少人过来？马上让你的人封住这里，千万别让这几个人跑了。曹彤彤忍不住出门，对楚玉挥着手，心情无比激动。楚玉闻言歪了歪头，对他笑着道：曹小姐，你搞错了，我是一个人来的。你一个人？曹彤彤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接着他气得直跺脚。你傻了吗？你一个人来干嘛？你赶紧跑，这里有个很厉害的杀手，你单枪匹马就是来送死的，快去找我爸爸。曹小姐，你放心好了。楚玉无奈道：
我这次正是带你回家的，我一定能把你安全救走。曹彤彤抹着眼泪，绝望道：你救我？我看你自身都难保了。呜！楚玉想吐血了，我看起来就这么没安全感吗？真是个死丫头。尹刀看见楚玉居然无视了他的存在，这么明目张胆的和曹彤彤聊天，不禁气得鼻子都歪了。什么情况？这个夏国人难道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念至此，他不仅抬起手解开了自己大衣的一粒纽扣，却在这时，楚玉的声音蓦然响起：我奉劝你，如果想活着离开，就把你的手放下。你说什么？尹刀眯起眼睛，手中的动作也随之一僵。楚玉凝视着他，淡淡说道：你的实力不错，杀了可惜，你自己滚，我可以当你没来过。就是这样。你是说我还需要你来饶我一命？尹刀闻言反而笑了，这是怒到极致的扭曲笑容。开什么玩笑？你是什么东西？声音抚落，他的大衣随风而扬，与此同时，无数道寒光闪烁，一刹那竟是有上百把飞刀从四面八方向着楚玉急斩而去。第58章，哭到崩溃的曹彤彤。这正是尹刀的绝学无尽刀域。这一招灵感来自于夏国古老暗器宗门唐门的绝学天罗地网。所谓天罗地网，便是在一瞬间以丝线相连，激发提前布置的暗器陷阱。陷阱机制触发刹那，莫说是人，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初次见识此项绝学，尹刀顿时惊为天人。他的无尽刀域正是在甩开大衣的瞬间扔出百把飞刀的杀招。这些刀平时都藏在他的特制大衣里，每把刀都以细微的丝线连接。飞刀齐发时，尹刀可以靠着这些丝线控制飞刀的飞行方向，以做到无死角的对猎物进行绞杀。这一招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其杀招不仅仅是这上百刀，连接飞刀的丝线在绷直时锋利无比，也有能够轻而易举切开人体的作用。杀意重重，层层相叠，这就是无尽刀域的恐怖之处。在练就这一杀招后，尹刀几乎很少使用，毕竟杀招之所以是杀招，正是因为隐而不发才最具威慑。若是经常使用，被人研究透了，也就没有这么厉害的效果了。面对楚玉，尹刀不敢藏私，因此他一改常态，不做试探，出手便是必杀，正是想要用无尽杀域，刹那间将楚玉斩作碎肉，不给他任何反手的可能。这一招确实有点意思。楚玉见状倒是不慌不忙，反而露出了打趣的笑意。却见他轻轻迈动脚步，向着尹刀的方向漫步而来，宛若闲庭漫步一般。所有向他斩去的刀则都和他轻擦而过，竟是没有一把能够斩得到楚玉半根汗毛。仿佛在楚玉眼里，所有飞刀的轨迹都一清二楚，因此他才能在这绝境杀机里淡然自若。怎么可能？尹刀心中一紧，他赶忙抓紧丝线，用力一提，一时间无数道锋利丝线再度向楚玉斩去。这些丝线全都位于楚玉身体四周，眼下的楚玉便像是入了一张大网的鱼，收网的时刻，任他动作再灵活，这次定然也避无可避。结束了，这次你死定了！尹刀兴奋地大叫出声。是吗？我不这么觉得。楚玉早就看透他的想法，说罢，他便向前一步，重重踏出。给我破！轰！一时间，无数道气劲平地而起，瞬间化作了无数道气刃，如刀切面条一般，将所有向楚玉斩来的丝线全部切作两截。平地惊雷，玉气为刀，这就是气宗的可怕之处。也许在别人眼中，这无尽刀域是绝对没有任何活路的绝对杀招。不过对楚玉来说，尹刀也不过是有点东西，可惜东西不多，凭这些就想杀他这位指玄宗师，未免太过小儿科了。莫说他这翻版的无尽刀域了，便是唐门的正版绝学天罗地网在此，也不够资格要楚玉的命。好强！躲在出租屋里的曹彤彤看见这一幕，惊得嘴都张大了。另一头，失去对飞刀控制权的尹刀顿时因为失利一头栽倒在地上。重新爬起来的他再也不复方才的从容自信，满脸都是慌乱，马上便要落荒而逃，不敢在此多加逗留。连他的无尽刀域都要不了楚玉的命，那么只能证明楚玉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对手强他太多，必须要走了。然而楚玉却没想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却见他一脚踢飞一把飞刀，顺势便斩断了尹刀的一条腿。尹刀没想到楚玉的追击来得这么快，断腿之后马上又摔在了地上，疼得浑身发抖。别杀我，我是黑暗神殿的人，你杀了我，神殿绝对不会。尹刀张开嘴，正要威胁着什么，楚玉便已抬起手指向着他的脖子轻轻一划，尹刀顿时人头落地，当场一命呜呼。我给过你机会，你自己没有珍惜，怪不得我。
楚玉摇了摇头，接着他打开出租屋的房门，看曹彤彤还在震惊，人头落地的引刀，吓得一动不敢动。楚玉这才上前轻轻抱住了他，别怕，都已经过去了，我带你回家找你爸爸，好吗？听了这话，他才像是回了魂，立即死死搂住楚玉，哇的大哭出声，我好怕，他们两个一个要欺负我，一个要杀我，呜呜呜，我又没招惹过他们，他们干嘛要这么对我？楚玉没想到向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曹家大小姐，这时候居然像个小女孩一样抱着他哭得这么惨，他只得像安慰自己女儿圆圆一样温声安抚着她。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不停抽噎，总算止住了哭泣。楚玉哥哥，谢谢你救了我。曹彤彤擦了擦眼泪，对楚玉小声道，现在知道叫哥哥了。楚玉好笑地看着他，你之前不是一直叫我死楚男吗？一听这话，曹彤彤的脸瞬间红透了，人家当时不认识你吗？对了，楚玉哥哥，你是不是有事要找我爸爸帮忙？我去帮你求他，他最宠我了，什么事都能答应。楚玉白了他一眼，我来救你，又不是让你帮我忙，哎，我也不奢望你能有什么作用，你不给我添乱我就知足了。行了，我送你回去吧。你是不知道，听说你被绑架后，你爸爸都急疯了，以为是许家动的手，现在估计他已经要杀到许家了。什么？曹彤彤大吃一惊，那我们赶紧走吧。他没料到自己老爸居然会为了自己急成这样，明明他出门前才耍过小性子，对他发过脾气，一下子真是又感动又着急。正当二人要动身时，曹彤彤像是想到了什么，看向一边颓废不已的李豪，楚玉哥哥，这个人怎么处置？带他一起走。楚玉扫了他一眼，露出一道笑意，这个人我还有用。另一边，虽然早已时至午夜，但许家别墅依旧灯火通明。客厅里，许弘一急得来回踱步，楚先生那边有消息了吗？没有。许弘一的儿子答道，还没有收到楚先生的回复，我试着给他打了个电话，也没有打通，他好像没有带着手机。说着他看了一眼许弘一，忍不住开口道，爸，这个楚玉不会是知道曹家要找麻烦，自己连夜跑路了吧？我们真的能信任他吗？第59章，真正的小人。许弘一闻言便毫不思索地开口道，楚先生是绝对可以信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楚先生身上，就算他不能将曹彤彤找回来，我也相信他不会弃我们而去。除了许弘一以外，许家的其他人都和楚玉没有什么过多的交道，因此他们怀疑楚玉，许弘一也并不奇怪。作为当家人的他，对楚玉是100%的信任，这就足够了。退一步说，哪怕真要和曹家开战，只要楚玉这位气宗级高手前来助阵，他们也未必会输曹家。听到许弘一都这么说了，许家其他人哪怕心里仍对楚玉抱有怀疑，眼下也只能选择信任他了。毕竟他们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就在这时，许家突然有人跑进来报告，家主，曹贤带人来了。他们来了很多人，已经把路都堵死了，看来是要动真格的，我们怎么办？听到这话，许弘一的心顿时一沉，这么快？说罢，他急忙让阿南也去整编许家的守卫，紧接着便急匆匆地向外面走去。刚一打开别墅大门，一阵强光便逼得他捂住眼睛。只见此时有几十辆奔驰赫然停在了许家门前，所有远光灯同时打亮，全部都向许家的大门照去，硬是将这个夜晚照得宛如白昼。领头的曹贤脸色阴沉，森然的眼神简直像是要吃人一样。所有跟在他身上的曹家打手，人人手上都有一把自制气枪，仿佛只要曹贤一声令下，整个许家别墅就会被他们射成筛子。许家的众人从未见过曹家动过这么大的阵仗，纷纷吓得脸色煞白。许弘一咬紧牙关道，曹贤，你这是做什么？你女儿丢了我也很着急，但这件事真不是我们许家做的，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已经派人去找了。曹贤冷笑一声，派人？你派了谁去？那个姓楚的小王八蛋，就是他绑架的我女儿，你让他去找，他现在早他妈跑得没影了，他能找得着谁？许弘一皱眉道，你为什么这么相信这件事是楚先生所为？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想要证据？好，就给他证据，叫证人出来。曹贤说罢，便见有几人从后备箱里取出一架轮椅组装好，接着扶着一个人坐了上去。他是许弘一见到此人，只觉得他有些眼熟。阿南这时提醒道，老爷，这个人叫刘志恒，您在澜沧海的寿宴上见过他。原来是他。许弘一眯起眼睛，让阿龙去找楚玉麻烦的，是不是也是他？对。阿南点了点头，他变成这样就是龙韶华的杰作。奇怪，这个家伙这个时候出来做什么？就在二人谈话间，孙俪已经推着轮椅送刘志恒来到了曹贤身边。曹贤，这就是你说的证人？他算哪门子证人？他能证得了什么？许弘一皱眉问道。我当然能证明。刘志恒微微一笑，阴恻恻道，因为事发时我住的病房
就在那家夜店附近，我从病房的窗户前看到了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这难道还不能作证吗？你说什么？许红衣愣了一下，接着他看向曹贤，问道：他说的话，你有去验证过吗？当然验证过了。曹贤面无表情道：我亲自去过他的病房，从窗口确实可以看得到夜店附近的情况。刘志恒笑容满面：曹家主，我骗谁也不敢骗您，我亲眼看到开车绑架曹家大小姐的就是和他们许家关系极为亲近的楚玉，那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反而在这个节骨眼跳出来了？许红衣质问道。你问我，你难道不知道吗？刘志恒满脸气愤地对曹贤道：我这身伤都是楚玉伙同他们许家的人打的，我看到绑架人是他，第一时间是害怕被他们报复，所以犹豫了没有出声。但我转念一想，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曹家大小姐的安全，我也不能沉默，所以我站了出来。我也相信曹家一定能保护好我的安全。曹贤点了点头，沉声道：你放心，如果你的指认没错，我不仅会保证无人能伤害得了你，还会请我师父黄真人为你疗伤，他老人家是武当山的活神仙，一定可以让你的伤势痊愈。一听这话，刘志恒惊喜交加：多谢曹家主，您放心，我说的句句属实，有您这句话我就安心了。他本来并不打算露面的，让他主动出来作证是他老爸刘振东的计划，毕竟他们已经兵行险着了，这一次是一定要将许家将死的。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他才让自己儿子亲自出来，再给曹家添一把火。刚好刘志恒的病房位置上确实是在夜店附近，因此他的话在曹贤这里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这次计划顺利的话，他们不仅可以除掉许家，还可以和曹家搭上关系，得到曹家的庇护。就算失败了，有曹家在，许家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现在许家唯一的翻盘点便在于找到曹彤彤来为自己自证，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有引刀这位顶级杀手亲自出马，他们一点也不担心曹彤彤会坏他们的事。曹贤，你我的交情难道比这个人的一家之言更有可信度？许红一阵声道。况且刘家的人离夜店这么近，他们也有绑架你女儿的机会啊，你以为我没有怀疑过他吗？曹贤摇了摇头，在他找我的第一时间，我就让人里里外外搜索了刘家，并没有找到任何和我女儿有关的东西。我相信他们不是绑架我女儿的人，我谅他们也没这个胆子。至于你许红衣，你的话我现在一句也不敢信。刘志恒也大笑道：听见了没有，许老头，你这老东西可疑得很啊，我们刘家问心无愧，敢让许家随意查验，你许家敢不敢让他们进门查？许红衣冷哼一声：有何不敢？曹贤马上挥了挥手：给我搜。说罢，立即有无数曹家打手向着许家鱼贯而入。见状，刘志恒也看了一眼自己带来的一行人：你们也去帮忙，给我好好搜，任何可疑之处都不要放过。说话间，他给这几人使了个眼色，几人立即会意，悄悄将几样东西藏在了身上，跟着曹家的一行人一起进入了许家。第60章，楚玉现身，李豪复仇。许红衣自然是不怕他们搜的，他们根本就没有绑架过曹彤彤，随便这些人怎么折腾，也不可能将没有的事强行扣在他们头上。半个小时后，曹家的人陆陆续续都撤了回来，都对曹贤摇了摇头，表示什么也没搜到。就在许红衣要说话时，有一个曹家的打手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对曹贤道：家主，我找到几罐迷药，可能和大小姐被绑架的事有关，给我看看。曹贤立即将其夺了过来，打开瓶子看了一眼，里面确实是一种浓度很高的迷幻药物。这种药物只要涂在手心里，拍击对方的肩膀，普通人只要吸入一点就可以致其昏迷。李豪正是将这种药物加在了水里，制成了喷雾，才轻松无比地绑架到了曹彤彤，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这种药物刘志恒手上也有，因此他便让自己的人进去搜查时，将其悄悄藏在许家的室内，等曹家的人搜出来。毕竟如果是他的人找出来，曹贤不一定会完全相信，但曹贤对自己的人却是100%信任的。这一次任凭许红一再能说会道，也绝对解释不清。果然如他所料，在确定这的确是迷幻药物后，曹贤瞬间将药瓶在地上摔作粉碎，勃然大怒道：许红一，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如果不是绑架我女儿的凶手，为什么要在家里留这种药物？我女儿现在到底在啊？快点说！你若不交代清楚，我血洗了你们许家！许红一气急：我不知道这种药是从哪来的，我们许家堂堂正正，从来没有买过这种东西，一定是这个刘志恒在搜查时让他的人浑水摸鱼带进去的。孙俪一听这话就不干了：老东西，你说话当心点，我老公从来不沾这种东西的，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龌龊？曹家主，不用再想了，那个叫楚玉的，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件事100%是他做的，您绝对不要轻饶了他们。我知道那个楚玉住在云岭山庄，他上幼儿园的女儿就在家里，您现在去把他女儿抓住，
他绝对会露面的。一听这话，曹贤立即命令人行动。以往曹贤是不会听信这种馊主意，对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孩子下手。不过现在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为了把楚玉逼出来，什么方法他都要用。而且说不定曹彤彤现在就被楚玉藏在云岭山庄，无论如何他也要让人去上一趟。曹贤，你最好不要这么做。许弘一闻言立即开口道，和曹贤一样，楚玉的女儿也是他绝对不能触碰的逆鳞。倘若曹家真的伤害到了圆圆，楚玉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到了那时，曹家就要多上一位气宗级别的死敌，这对还想和曹家联盟的许家而言，绝对不是件好事。曹贤却根本不管不顾，你现在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来人，把这个姓许的给我拿下！今天我找不到彤彤，就杀了这条老狗。曹家的人顿时一拥而上，阿南立即护在许弘一的面前，想死的尽管来。说话间，大成境界大圆满的气息炸开，瞬间将一行曹家打手逼退。怎么，你们还想反抗？曹贤拳头紧握，便要亲自动手。刘志恒见到这一幕，脸上忍不住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许弘一注意到了这一幕，气得咬牙切齿。如果之前是怀疑，那么现在他已经100%确信，绑架曹彤彤的事绝对是此人策划的，为的便是引曹家对他们动手，驱虎吞狼。好狠的计策！你这小人！许弘一对此人恨极。然而刘志恒现在躲在曹家的身后，哪怕知道了他就是幕后黑手，许弘一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就在大战一触即发时，一声疾呼在黑夜里响起，都住手！听到这个清脆的女声，曹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彤彤，放眼望去，从黑夜里缓缓走来的正是曹彤彤，在他身后的则是双手插兜的楚玉。楚先生，您终于来了。看见楚玉带着曹彤彤赶来，许弘一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本来还在笑的刘志恒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不仅是因为他看见了曹彤彤还活得好好的，还有楚玉身后跟着的李豪，仿佛注意到了他的视线。李豪也像毒蛇一样和他对视，眼中的愤怒、悲伤、恨意交杂，看得刘志恒浑身发凉。这两个怎么都还活着？尹刀到底是怎么做事的？他不是暗网的顶级杀手吗？怎么连这几个人都搞不定？见到楚玉，曹贤瞬间炸了。姓楚的，你还敢出来？给我把这小子拿下！谁敢？曹彤彤见此，赶忙喝退了几名要上前的曹家打手，这让曹贤有些看不懂了。彤彤，是他绑架的你，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你别怕，有爸爸在这里，他绝不敢伤你。不是啊，你误会了，不是他绑架的我，是他救的我。曹彤彤赶忙为楚玉辩解，要是没有楚玉哥哥，我早就死了。什么？曹贤一脸懵逼。刘志恒急了，赶忙开口道，曹家主，您千万别信，我看这件事是姓楚的自导自演，曹大小姐是被蒙蔽了，绑架大小姐的就是这个楚玉，您快点杀了他。刘志恒，你怎么这么急啊？楚玉笑盈盈地看着他，是不是见到了什么你最不想见到的人，所以才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要曹家杀我灭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曹贤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丝端倪。楚玉不做解释，而是让开位置，对身后的李豪道，复仇的机会就在眼前，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李豪感激地看了楚玉一眼，接着大步走出，对曹贤朗声道，曹家主，绑架你女儿的人就是我，你要杀要剐我都认了，不过在我死前我要只认一个人。说罢，他看向浑身冷汗的刘志恒，脸上露出了报复的快意的笑容。指使我做这件事的人就是这个刘志恒，他就是策划绑架你女儿的人。第61章救命稻草。刘志恒面色登时大变，你这个小人不要胡说八道，诬陷我清白，我什么时候让你绑架曹小姐了？李豪掏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正是刘志恒在手机里指挥他什么时候去取车动手的全部通话记录。尽管李豪对刘志恒忠心耿耿，相信对方不会欺骗自己，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偷偷录下了他和刘志恒的所有对话，以防刘志恒事后翻脸不认人。只是李豪却没想到刘志恒歹毒如此，不仅仅在用完他就要把他抛弃，甚至请了杀手来灭他的口，根本就没有想给他留活路。眼下终于有反咬刘志恒一口的机会，李豪怎么会错过？听完录音，曹贤的脸色顿时一片青紫，他没想到自己苦苦寻找的幕后黑手居然一直在他的身边，怂恿着他和许家为敌。可笑我堂堂曹贤居然被你这个小人玩弄在股掌之间。刘志恒，你胆大包天，连本家主都敢戏耍。曹贤眯起眼睛，冷冷地凝视着刘志恒。刘志恒吓得全身发抖，赶忙辩解道，曹家主，您听我解释，这个录音是假的，根本不是我说过的话，是这小子故意捏造陷害我的。陷害你？你当老子是白痴？
这种话也想蒙混过关？曹贤勃然大怒，一把掐住了刘志恒的脖子，便要将他生生掐死。孙俪被吓傻了，在曹贤的威压下，他害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曹家主手下留情！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急呼而起。曹贤抬眼看去，来人正是刘振东。他发现自己请的杀手突然失联，便亲自去出租屋看了一眼，结果便看见了引刀的尸体，立即知道坏事了。而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许家，刚好便看到了这一幕。曹贤看见刘振东来了，立即冷笑一声：“姓刘的，你还敢来找我？也好，省得我去找你了。你儿子绑架我女儿这件事，你别说你不知情，今天你们刘家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说罢，他狠狠将手上的刘志恒摔在地上，疼得刘志恒咳出一大口血，直翻白眼，几乎要昏死过去。刘振东一边擦汗一边道：“曹家主，此事的确是犬子自作主张，请您给他一个机会吧。只要您能饶过他，赔多少钱我们都愿意。”赔钱？他把我们许家和曹家耍得团团转，我若是放他一命，我们两大世家的颜面何存？曹贤声若响雷，直喝得刘振东头晕眼花。不过他还是强撑着，颤声道：“您就算不给我们刘家面子，至少也要给省城金陵王家一个面子吧。”金陵王家？听见这话，曹贤愣了一下，皱眉问道：“你们和王家有什么关系？”回曹家主，实不相瞒，我们刘家和金陵王家是表亲戚，此事绝无戏言，我敢用性命担保。曹贤怀疑地看了他一眼，继而骂道：“去你妈的！你们刘家的人嘴里没一句实话，老子才不信呢！你们要是真和王家有这层关系，为什么不去金陵发展，窝在这云海市做什么？我先杀了你家这个狗崽子，然后再杀你，这就是你们刘家给我最好的交代。”说罢，曹贤便要动手。等等！许弘一见状，赶忙拦住了他，接着面有所思道：“我看他不像是在说谎，不如先联系一下省城王家，问问是否确有此事，再动手也不迟啊。如果他们和王家真的有这层关系，贸然动手杀他们不好。金陵王家是省城独一无二的龙头，体量比他们两大世家加起来还要大，这个面子他们是要给的。”曹贤看许弘一都这么说了，也消了消气，冷冷的刘振东道：“去给王家打电话，我要亲自问他们，要是让我知道你在胡扯，我要你们两个生不如死。”是。刘振东早就汗如雨下，刚刚他甚至都以为自己死定了。同样劫后余生的刘志恒有些心虚地看着自己老爹：“爸，王家会帮我们吗？”刘振东确实没有说谎，他们和王家的确是表亲，只是这层表亲的血脉关系实在太过淡薄，王家平日里也和他们没有多少来往，最多只是点头之交，比陌生人更熟悉一点而已。王家会不会因为他们而去和云海市两大世家讨要一个面子？这很难说。别说了刘志恒了，连刘振东自己心里都没有底。只是他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上了，快要淹死的人管不了那么多，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再脆弱，他也要抓上一把，只能试试了。说罢，刘振东给王家打了一通电话，等了很久才接通。“谁啊？”听到对面传来一道年轻的声音，刘振东马上露出讨好的笑容：“您是王明少爷吧？我是刘振东，几天前的宴会上我和您是见过面的，您还记得我吧？”“哦，刘家的人，我有印象，你儿子是叫刘志恒对吧？”对面的王明点了点头，见对方对他们有印象，刘振东这才松了一口气，继而他惨兮兮的把自己这里的事说了。王明听完都乐了：“你们搞什么啊？好歹算是我们王家的分支，怎么在云海市混得这么惨？”“少爷，我也知道，我没脸找您，可现在我们父子俩的命都危在旦夕，求求您抬我们一把，救我们父子一命啊！”闻言，王明沉默了一下，才开口道：“你把手机给那个曹贤，我来和他说。”“好好好。”刘振东心中一喜，这才把手机交给曹贤。曹贤接过手机后，便半信半疑的开口：“你是王明，金陵王家的那个王明？”“对，曹家主，你知道我啊？这倒是省事了很多。不知道你的师傅黄真人近来可好？当年我在武当山上随他学过10来天，不过我这个人吃不惯武当山的饭菜，没个油水味，就自己跑下山了，硬要攀一攀，咱俩也算是师兄弟吧。”听到这里，曹贤才确认了对方的身份无错，他皱眉道：“王明，你不会是要为刘家父子求情吧？”第62章，震惊的曹贤：“是也。”王明轻笑一声：“我们和刘家毕竟是表亲，虽然不怎么来往，可到底还是有血脉关联的。我父最重视这一点，如果让他知道我们王家的分支在云海市死得不明不白，他一定不会好受。请您给我个面子，就放过他们父子吧。”曹贤忍着怒意道：“这刘志恒命人绑架了我女儿，险些要了他性命，你让我放了他，我女儿万一真出了什么事，谁能负得起责任？您女儿不是没事吧？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既然如此，也没必要对他们赶尽杀绝吧。”王明叹了一口气，
如果我说话的分量不够，要不然我把我家老头叫醒，让他来和您商量一下。这……曹贤怔住，接着面露纠结。虽然王家的体量比曹家要大得多，不过他们也只是在金陵之手遮天，势力再大也扩散不到云海市来。但话虽这么说，金陵和云海却也只有一线之隔。如果有可能，曹贤还是不想给自己树立这么1号头疼的敌人。爸，要不然还是算了吧，反正我也没事，杀不杀他们无所谓，让他们滚远点，以后别来碍我的眼就是了。这时曹彤彤走上前开口道。曹贤惊讶地看向他，显然没想到这是他女儿会说出的话。以他对自己女儿的了解，受了这么大委屈，曹彤彤肯定会不管不顾的要他为自己出气，绝对不会放刘家父子一条生路的。曹贤犹豫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他没料到女儿居然也有懂事的一天。好，王明，我给你们王家一个面子，不杀这父子2人。不过我只能留他们2个性命，刘家在云海市的地皮和产业，我全都要收走。曹贤开口道。王明很是爽快的点头道，可以，就这么一言为定了。谈拢之后，曹贤将手机扔给刘振东。曹家主，我们可以走了吗？刘振东忐忑地问道。滚吧，把你们刘家的所有地皮产权书留下，然后不要让我在云海市再看见你们，否则后果你知道的。曹贤冷冷道。是，我们这就滚。刘振东心中长松了一口气，虽然这次家产都送出去了，但好在他们的命保住了，总比把小命丢在这里强。至于以后，他们只好去金陵投奔王家。虽说他们和王家关系没有那么深，但看在表亲戚的份上，给他们一个容身之处的能力还是有的。再加上他在国外银行还存了一些积蓄，后半辈子的吃喝肯定是不愁的，只是肯定没有现在过得这么潇洒就是了。刘家父子走后，曹贤便让许红衣到时候派人去接手刘家的产业，这也算是曹贤对他的赔礼道歉。许红衣还是很宽容大度的。老曹，我也知道你是一时心急，刘家的产业我就不要了，我需要的你应该很清楚。听到这话，曹贤点了点头。放心好了，你们家的这个小子帮了我天大的忙，以后许家如果有用得上我们曹家的地方，我曹贤绝不推辞。听到曹贤的许诺，许红衣终于放下心来，而后他笑着解释道，老曹，你这就误会了，我曾经倒是请求过楚先生来做我家族的客卿，不过被楚先生婉拒了。严格来说，他和我们许家没有半点关系，只算得我家的贵客而已。哦，一听这话，曹贤来了些兴趣，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你居然会亲自请他当客卿？楚玉哥哥可厉害了。曹彤彤马上道，爸，你是不知道，刘家找了一个很厉害的杀手来杀我们灭口，好像是叫什么引刀的，结果被楚玉哥哥几下就斩掉了性命。引刀？可是暗网上排名第3的顶级杀手。曹贤大惊失色，引刀在暗网上的名气极大，传说中他最擅长以飞刀取人性命，出刀速度甚至快比子弹，往往别人只是和他打了照面，下一秒就人头落地。这种近乎如同鬼魅般的杀手，居然死在了楚玉的手上。小子，你是什么境界？怎么能杀得了引刀这种高手？曹贤不可思议地看着楚玉，楚玉只是微笑不答。还是许红衣替他开口道，老曹，你可能想不到，这位楚先生虽然年纪轻轻，但境界却已经比你还高。大成圆满？曹贤问道。许红衣摇头，难道是武尊宗师？答对一半。许红衣笑眯眯道，楚先生是宗师不假，但并非是武尊宗师，而是一位指玄宗师。气宗？曹贤瞪大眼睛，旋即倒吸了一口凉气。30岁不到的气宗，这意味着什么？那些隐世家族的天之骄子也没有这种修为和造化吧？如果传出去，整个夏国武道界都要地震啊！楚先生，您修为这么高，怎么不早说啊？曹贤挠了挠头，讪讪道，先前在曹家是我无礼了，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我一般见识，以后有机会还请您多多提点一下我。我在大成巅峰这层境界卡了也有很多年了。楚玉耸了耸肩，我看你打拳时就想指点你一招半式，不过你也没给我这个机会啊。曹贤听了这话，表情更加羞窘。他那时是不知道楚玉的修为，才不当一回事啊。现在他才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一位气宗亲自指点他练拳，他当时要是虚心请教，绝对会有天大的收获呀。想到这里，他就后悔，恨不得掐死自己。楚玉看到他的样子，便忍不住道，算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指点你几次吧。这感情好啊。曹贤顿时来了精神，旋即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赶忙把自己女儿拉了过来。楚先生，我女儿这次多亏您才保住一命，您是不知道，她平时朋友不多，也很容易遇到危险，要是您有空的话，不妨也多指导一下她，教教她一些防身的功夫。第63章，许红衣悔没生出个女儿啊。一听这话，本来还乐呵呵的许红衣笑容骤然一敛，
什么叫防身功夫？你曹贤本身就是个大成巅峰的武者，你教不了吗？非得麻烦人家楚先生？你这老小子居然还在这里玩美人计这一套！老曹，楚先生每天事情那么忙，哪有时间指点你这闺女？你自己去教就是了。许红衣开口道。曹贤马上瞪了他一眼，关你什么事？我是在问楚先生。好吧。楚玉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下来。曹贤立即喜出望外，许红衣则扼腕叹息，悔自己怎么就没生个闺女出来。要是能把楚玉这位气宗级高手招成女婿，家族实力绝对能突飞猛进一大步啊！爸，这个人怎么处理？曹彤彤看向李豪，几人这才注意到他。虽说李豪这次只认刘志恒有功，不过这并不代表他绑架曹彤彤的事就这么算了。李豪见到几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心中不禁有些忐忑了起来。他现在很怕曹彤彤把他动手动脚的事说出来，要是让曹贤知道还有这么一出，以曹贤宠爱女儿的程度，非得把他折磨到死啊！爸，放他走吧，他也没把我怎么样，就这么算了吧。曹彤彤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为他求了个情。李豪立即对他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目光。听到女儿都这么说了，还在沉吟的曹贤便冷冷地对李豪道：本来你绑架我女儿是杀你10遍也不够的头等大罪，见你没有伤害到她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一马。不过我只会饶恕你这一次，要是还有第2次，不管是谁为你求情，我都一定要把你一刀一刀踢到死，知道吗？李豪赶忙点头，又对曹彤彤连连道谢，这才匆忙离开。李豪走后，看天色不早了，曹贤也准备带人回去。临走前，他还是把接手刘家产业的事情交给许红衣去做了。刘家在云海市的资产不少，其中他们家族的矿产公司就是一个大头，连龙韶华都能被几成的股份说动心，足以见得这其中的油水有多足。许红衣本想把这些产业转手给楚玉的，毕竟这次多亏有楚玉救回了曹彤彤，不然他们许家恐怕都要遭上飞来横祸了。而且也多亏有此事作为契机，他们才能和曹家成功联手。不管怎么说，楚玉也是此次事件的大功之臣，这些产业理应是给他的。不过楚玉却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对经营公司没有兴趣。闻言，许红衣让人取来了一张纯黑色的银行卡。楚先生，这是我私人的花旗银行卡，密码是6个0，里面有10个亿的可用资金，还有20亿的预支额度。既然您不肯收下刘家产业，那这些钱您一定要收下。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要是什么都不取，我这晚上肯定是睡不好觉的。见他出手如此阔绰，楚玉有些惊讶，稍微怔了一下后，他便点了点头，将银行卡收入囊中。以后他用钱的地方也多，手头的这几千万恐怕是不够用的，收下也好，毕竟他以后需要的天才地宝每一样都是世间奇珍，百年难遇，即使有幸能找得到，收购起价至少也要1000万以上，手里的钱不够多，根本支撑不住他的修炼消耗。见许家这里无事后，楚玉也回家了。就在他刚刚回到别墅，打算洗个澡便回房间修炼时，突然听见放在家里的手机响了，看了一眼来电人，居然是陈宇打来的。这么晚了，他这个古玩街老板突然打电话来做什么？难道是有什么新情报要告诉他？想到这里，楚玉将电话接通。楚先生，可靠消息，后天时金陵有一场地下拍卖会，据闻压轴的拍品是一尊品质很高的炼丹炉，我感觉您应该会有兴趣，所以就第一时间把这个件事告诉您了。楚玉闻言眼前一亮，真的？那后天你和我一起去吧。陈宇犹豫了一下，然后有些尴尬道：楚先生，您有所不知，这场拍卖会的级别很高，一般的豪族都没有参加权限，我这种古玩街的小老板更别说了。我知道这个情报后，就赶忙来告诉您一声，至于怎么参加，您得自己想想办法。楚玉点了点头道：好，我知道了，还是谢谢你给我这个消息，如果这尊丹炉对我有用，你绝对是帮我大忙了。哎呦，您这话严重了，我就是传个话，哪有这么大的功劳，以后有好事您能想起我，我就知足了，嘿嘿嘿。陈宇挠头笑道。挂断电话后，楚玉想起曹贤似乎认识金陵王家的人，说不定他有办法弄到去拍卖会的资格，刚好曹贤临走前给了他联系方式，于是楚玉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曹贤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后，曹贤点了点头。后天金陵拍卖会，我知道了，等天亮以后我派人去打听一下消息。放心好了，这个参加的名额我100%给您弄到。见曹贤打了包票，楚玉终于安心，那有劳曹家主了。听说楚玉是奔着拍卖会的压轴拍品去的，曹贤便道：既然这样，后天我叫上蓝沧海一起去吧，毕竟到时候金陵的几大强族都会参加，王家说不定也在，如果他们也看上了压轴拍品，有蓝家助力，我们也有100%把拍品拿下的把握。曹贤显然是想得非常周全，虽然曹家体量比蓝家要大上许多倍，不过论最短时间可调用资金的存量，还是首富蓝家要胜上一筹。楚玉和蓝沧海关系也很不错，便欣然同意。曹贤谈拢后，刚刚挂断电话，
便见穿着睡衣的曹彤彤走了过来，好奇地问道：“爸，刚刚是谁打来的电话？是楚玉哥哥吗？怎么，这才刚刚分开多久，你就开始想了？”曹贤打趣地问道：“哪有啊，爸你别瞎说。”曹彤彤的脸顿时红了，看见他的样子，曹贤开口问道：“丫头，你给爸爸交个实底，你觉得楚玉这个人怎么样？”第64章金陵之行。楚玉哥哥，他挺好的呀，我很尊敬他，要不是他，我恐怕早就死了。曹彤彤如是道。就这样吗？曹贤继续笑着问道。难道就没有其他更进一步的想法？曹彤彤垂下头，小声道：“楚玉哥哥能看得上我吗？他那么厉害，我跟他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闻言，曹贤轻轻揽住他，在沙发上坐下，语重心长道：“你妈妈当年是云海市第一美人，虽然我的出身不错，但她起初也看不上我，老觉得我是个大老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后来我就对她死缠烂打，终于让她发现了我的一点点优点，最后抱得美人归。凡事都是要去尝试的嘛，你不去试试，又怎么知道行不行？你爸爸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你如果不试着去争取一下她，等以后她被别的女人勾走了，你可是要后悔一辈子的。”曹彤彤闻言，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这就对了，而且你要对自己有点自信嘛，你和你妈妈年轻时一样漂亮，什么样的男人拿不到手？曹贤鼓励道。曹彤彤被他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好了，我去试试好了。这就对了。曹贤笑眯眯道：“后天刚好楚先生要参加金陵拍卖会，到时候就由你代表我们曹家，跟着楚先生一起去吧。”啊，爸，你不跟我一起吗？我跟你去做什么？曹贤白了他一眼。你们年轻人出去玩，我这把老骨头去了，不是给你当电灯泡，主要还是你得抓住机会和楚先生培养一下感情，知道吗？曹彤彤听话的点了点头，心里还是有些开心的，毕竟他这还是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还是跟楚玉在一起，想一想他都觉得有些幸福。安排好女儿的行程后，曹贤便联系了兰家。兰沧海本来是打算睡觉的，不过他听说今天晚上许家和曹家可能会有大冲突，所以一直让人关注着形势变化，直到曹家的人离开，二者相安无事嘛，这才打算睡觉。刚好曹贤电话打过来了，听说是让他兰家出个人，等后天跟着楚玉一起去金陵。兰沧海便一口答应了下来。兰沧海，这次让你们跟着，可不是去玩的，你得做好出点血的准备。楚先生这次去金陵，很大概率是要和金陵王家拼财力的，我们曹家的资金如是不够了，你们是要顶上的，不要让人家小看了我们云海的人，知道吗？曹贤提前给他打了个预防针。兰沧海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曹家主，您就放心吧，如果说别的事，我是不敢和你打包票的，不过如果只是出钱，我兰家绝对倾尽全力。我可以和你保证，只要有我兰家在，金陵王家想拼赢我，就得做好两败俱伤的准备。”兰沧海这话并非是吹嘘自己，这就是他作为云海首富的霸气。挂断电话后，兰沧海火速找来了蓝初然。此时的蓝初然显然是刚刚要睡着就被人叫醒的，还有些睡眼惺忪：“爷爷，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啊？明天再说不行吗？”“当然是好事了。”兰沧海得意地捋了捋胡子道：“刚刚曹家给了我们一个去金陵拍卖会的资格，要我们后天陪一个人一同前往金陵，你猜这个人是谁？”蓝初然一脸茫然：“我怎么知道？而且这也不算是什么好事吧？曹家这明摆着是要我们当冤大头，给他们在拍卖会上输血，爷爷你干嘛答应啊？”“哈哈，你都能看出来，难道我看不出来？”蓝沧海好笑地看着他，而后也不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你吧，这次要参加金陵拍卖会的人正是楚玉，曹家只是负责帮他拿到一个名额而已。”“楚先生？”蓝初然心头一跳，想到了一个可能性：“爷爷，你的意思是让我后天陪楚先生去金陵？”“正是。”蓝沧海笑着道：“这可是你和楚先生拉近距离的大好机会，我到时候会把兰家的财政大权全部交到你的手里，你一定要在拍卖会上帮楚先生把他要的东西拿下，别让曹家抢了我们的风头，明白吗？”蓝初然惊喜不已：“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日程，推掉后天的一切安排，明天再安排吧，今天都这么晚了。”“没事，我去了。”说完他便匆匆离开了客厅。蓝沧海笑着摇了摇头：“死丫头还说我急，听说能和楚先生一起出门，你不是比我还急吗？”在兰家和曹家都在为后天拍卖会做准备时，刘志恒父子也坐上了去金陵的车。这次他们可以说是几乎倾家荡产，几十年积蓄的产业全部毁之一旦，因此刘家的一行手下也都原地解散。刘志恒只带上了老婆孙俪，其他人也顾不上了。虽说这次他们劫后余生，但车上的几人一路上还是沉默不语，看不出来一点开心。孙俪则是有些彷徨不安，看着窗外，心乱如麻。她没想到自己离婚之后，日子非但没有过得比以前更好，反而越过越差，不仅连女儿
都对他恨之入骨。现在连家族产业都守不住了，开始颠簸流离。这么晚了，也只能在车上勉强睡上一觉。反观楚玉，反而风生水起，不仅仅住上了云岭山庄的1号别墅，现在还在许家和曹家2个世家间左右逢源，前途无限。要是当初他没离婚的话，该有多好。他心里突然这么想到。不过想到这里，他又猛然摇了摇头。不对，楚玉能有现在这一切，不过全是靠别人的施舍罢了，根本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未来的潜力是不可能和刘志恒相提并论的。而且他现在又知道刘志恒是金陵王家的表亲，此次他们的金陵之行说不定会柳暗花明呢。刘志恒仿佛是看出了孙俪对未来的迷茫，开口安慰道：别怕，我们到金陵有王家的扶持，过得不会比现在差的。对了，我听说后天金陵有一场规模很大的拍卖会，我带你去散散心吧。可是我们现在孙俪蹙眉，我们只是离开云海，又不是真的破产了，帮你买几样礼物的能力还是有的。刘志恒笑着道：这场拍卖会级别很高，我们可以跟着王家一起去。至于楚玉这种人，别看他在云海市好像有点地位，但是在金陵他连乞丐都不如，别说参加金陵拍卖会了，就是连拍卖会的大门他都进不来。第65章王明的条件。刘志恒的话让孙俪的心情好了很多。谢谢你老公，我相信你，咱们一定能东山再起。到时候我们把今天失去的全部加倍讨要回来。刘志恒咬着牙道。显然即使他面上表现得再风轻云淡，实际的内心还是对楚玉恨极怨极。毕竟如果没有楚玉，他的计划绝对可以完美实行。都是楚玉接二连三坏了他的好事，他现在无比后悔，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次对楚玉动手时就直接将他按死，打进18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都是那一次没有杀掉楚玉，这才导致了他今天受尽耻辱，狼狈出逃。这次金陵之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只要金陵王家肯助他一臂之力，他相信迟早有一天他能向楚玉复仇。等一行人抵达金陵王家门口时，天都已经要亮了。和王家的门口守卫通报了一声，对方便先让他们进了值班室等着。他进去问一声王明要不要见他们，如果王明不想见的话，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了。等待时，孙俪紧紧蹙眉。王家门口的守卫值班室条件非常差，不光空气里有难闻的汗味，旁边还是厕所，味道简直辣眼睛。老公，这群人也太无理了，我们怎么说也是客人，他们不把我们带进去等也就算了，干嘛要把我们安排在这种破地方？在云海市，我们哪里受过这种屈辱？孙俪不满地抱怨道。坐在轮椅上的刘志恒叹了一口气，低声道：忍忍吧，我们现在毕竟是寄人篱下，他们也不认识我们，还是低调一些为好，等王明少爷过来就好了。孙俪还想嘟囔什么，刘振东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在这里瞎叫什么？还不知道我们什么处境吗？喊得这么大声，让王家的人听见，再把我们轰出去，你能负责？你以为我们家落到这种地步怪谁？还不算怪你这个贱人，非要蛊惑我儿子对那个楚玉动手。我儿子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你这个丧门星！孙俪被骂了一通，顿时委屈极了，忍不住道：为什么怪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让他去绑架曹家那个女人的，这件事我都不知情，我一开始还真以为志恒是被诬陷的呢。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省点力气吧。刘志恒有些累了，有气无力道。刘振东这才冷哼一声，闭上了嘴巴。孙俪也气呼呼的到门外通风去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从未想过改嫁之后她会受这么多委屈。当初她嫁给楚玉时，虽然日子穷，但楚玉对她却百般爱护，从来没有欺负过她。每次她生病，楚玉都会陪在她身边，哪里会受这还重窝囊气？不过她很快就把这些想法忘光。她知道不管如何，她和楚玉都回不去了。现在她只能依靠刘志恒，寄希望于他能东山再起。就在这时，先前的守卫折返了回来，示意他们可以进门了。孙俪这才推着王明的轮椅，带着他跟着守卫向里走去。进了王明的卧室后，却见王明刚刚起床，正在刷牙洗脸，几人只好等在一边。等王明洗漱完毕后，他才扔下毛巾，示意几人在茶几前坐下。王少，这次真是多亏您为我们仗义直言，要不然我们父子恐怕就要折在云海市了。刘振东满脸感激道。王明只是笑了笑，我们是亲戚嘛，互帮互助是应该的。说着，他的眼神不经意地落在孙俪的身上，在她丰腴的身材上扫了一眼，这个目光被孙俪敏锐地感觉到了。她马上后退了几步，躲在了刘志恒身后，不敢去看他的眼睛。这时刘振东试探地开口道：王少，您看我们刚到金陵，还没有找到住处，您能不能先帮我们小小安排一下？哦，这个没问题，小菜一碟，我会通知手下给你们准备好房间，
你们之后就在我们家住下便是。听见王明的话，刘家父子都是心头一喜，终于找到了个落脚之处，心里也算安定了。王少，如果没有别的事，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刘振东俯身说了句。他们一路上都没有睡过好觉，他现在就想找张床好好休息一下。哦，去吧。对了，志恒你留一下，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你聊。王明开口道。等其他人离开后，王明才负着手，微微笑着道：志恒，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为你们说话，亲自和曹贤讨要一个面子吗？这我不太清楚。刘志恒摇了摇头，说起来他也觉得很奇怪，他们和王家关系并不算深，按理说王明是没有必要非要顶着云海市2大巨头的压力强行把他们保住的。王明闻言便蹲在他的身边，笑容更加邪意。上次见面时，其实我就对你身边这个女人非常感兴趣了，你不介意的话，能否把她让给我几天？我想和她交个朋友。一听这话，刘志恒表情顿时一变。王少，您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王明淡淡问道。听了这话，刘志恒身体一僵，他说王明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心？原来他是在打孙俪的主意啊！真是狼子野心。刘志恒气得直咬后槽牙。如果是以前，王明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这种对他老婆图谋不轨的话，他肯定会当场翻脸。但是现在他寄人篱下，也只能扯出一个笑脸。王少，您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我们什么都愿意做。如果您对丽丽感兴趣，我可以说服她，让她陪您几天。好。王明眼前一亮，志恒兄待我不薄，我自然要投桃报李。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对了，你的伤我也会找人帮你尽量治好。说着，王明亲热地搂住刘志恒的肩膀，好像他和刘志恒是亲兄弟一样。等刘志恒被人推出门，等在门口的孙俪才开口问道：老公，里面没出什么事吧？我看你好久没出来，还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呢。老婆，王少答应帮我们在金陵站稳脚跟了。刘志恒犹豫了一下，开口道：不过他提了一个条件，可能需要你做一些牺牲了。第66章家长会。要我做什么？孙俪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当听见刘志恒转述王明的要求后，他脸色顿时一白。老公，答应了。刘志恒低声道：现在是特殊时期，要不然你先去陪王少2天。你放心，等我在金陵站稳脚跟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到时候你就是我们刘家的功臣，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孙俪没想到刘志恒居然会说出这一番话，他顿时有些心灰意冷，脑海里忽然想起楚玉曾经劝他离开刘志恒的话。当时他听了之后只是不以为然，现在他才知道楚玉看人的眼光有多准。这刘志恒果然是一个为了自己往上爬，连他都可以随意当做工具用的人。我知道了。孙俪说完便一眼也不看他，默默推开王明的房门走了进去。刘志恒见状，心里则是稍稍松了一口气。他害怕孙俪不识趣跟他大吵大闹，现在看来他的担心倒是多余的了。次日一早，楚玉正盘腿在床上修炼时，房门忽然打开了一个缝，紧接着一个古灵精怪的小脑袋探了进来。爸爸，你睡醒了吗？奇怪，今天你怎么没睡懒觉？楚玉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嘿嘿，我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不光把被子叠好了，还把地板拖了一遍。圆圆邀功道。真的？楚玉半信半疑的起身打开门看了一眼，果然地板刚刚拖过，锃光瓦亮。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怎么表现这么好？楚玉纳闷地看着他，这小懒虫平时哪里会这么积极表现？不对，事出反常必有妖，你是不是在外面闯什么祸了？楚玉怀疑地看着他。不是。小家伙用力摇头，接着说道：我们今天下午5点要开家长会，爸爸你能来吗？今天下午？昨天你怎么不和我说啊？楚玉怔了一下。昨天你不在家呀。圆圆幽怨地看着楚玉，我放学回家就在等你，结果睡着了你也没回来，我没时间告诉你啊。楚玉闻言这才恍然，昨天他跟着许红衣从曹家出来就去夜店蹲曹彤彤了，晚上回去的时候圆圆已经睡觉了，确实是没时间和他说上话。不好意思，我的，我昨天太忙了。楚玉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爸爸，你今天下午能来陪我参加吗？圆圆眼巴巴地看着楚玉，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来。看着他惨兮兮的样子，楚玉哑然失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下午5点是吗？这是你到新幼儿园的第一次家长会，爸爸就算再忙也一定到。真的吗？圆圆面露惊喜，得到楚玉肯定的回答后，他这才开心的去洗漱了。见状，楚玉这才意识到自己这几天从医馆回来就一门心思投入在修炼之中，无意间却忽略了女儿，以至于小家伙想让他来参加家长会都要如此忐忑不安。意识到这一点后，楚玉心里有些愧疚，
开始盘算着得等哪天周末单独抽出一天时间陪小家伙出去好好玩玩了。圆圆去幼儿园之后，楚玉便去了一趟曹家。曹贤本来正在练拳，见到楚玉来了，他刚要收起拳势，便见楚玉摆了摆手，没事，你练你的，我就是来问问明天拍卖会的名额搞定了没？放心吧，楚先生，我都安排好了，拍卖会明天3点开始，您的名字已经在入场嘉宾的名册里了。看他办得如此靠谱，楚玉不禁满意的点了点头，有劳了，曹家主。小事一桩。对了，楚先生，我记得上次您来的时候说我的拳法里看不到拳意，择日不如撞日，您现在就给我展开讲讲吧。楚玉闻言点了点头，负手围着他缓步而行。太极的精髓在于以柔克刚，4两拨千斤。你的拳法打得很漂亮，很标准，却少了那股最为精髓的柔劲，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说你的拳法过于平庸的原因了。简单来说，你练的拳法强身健体，绰绰有余，但是想真正运用到实战里，难度很大，这一点你能明白吗？听了楚玉的话，曹贤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就是觉得自己的拳法过于刚猛，上线已经看到了头，所以才想拜师武当山，想让自己的拳法再上一层楼。不过，虽说他已经把恩师黄真人所教的太极拳式学到了70%，可一到实战里，他还是下意识用自己以前是大力沉的拳法战斗。至于他的太极，总觉得不是很对路，有些拿不出手。楚玉这番话可谓是直接说到了他的痛点。楚先生，以您来看，我该怎么改进？你的拳法练得有点歪了，一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楚。这样吧，我练一试，你练一试，你慢慢感受，我教你的和你练的有何不同之处。听了这话，曹贤顿时打起精神，连连点头。接着，楚玉在他面前站稳，抬手打出第一式。曹贤立即有样学样，跟着打了起来。等一套拳法打完，楚玉面不改色，曹贤却已经满头是汗。楚玉教给他的动作看起来轻飘飘的，软绵无力，但真正学起来才能感觉到这一招一式有多困难。等他完整的跟着楚玉打完一套拳法后，再回头看他以前练的所谓太极拳，哪都别扭得很。他这才懂得为什么楚玉刚开始会给出平庸的评价。楚玉的评价名副其实啊！现在跟着楚玉打了一套，曹贤心中豁然开朗，仿佛以前一直困扰着他的一堵墙突然崩塌了一般。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拳法精进了一大步。楚先生，我要是早点遇见您就好了，那样就不用走这么多弯路了。曹贤激动道，要不然您再给我看看我的八卦步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在楚玉要说话时，曹家突然有人匆匆跑了过来，激动地对曹贤禀报道，家主，黄真人到了。第67章，人比人气死人。我师傅来了。他人在哪？曹贤面色一喜，就在门外，马上就到咱们家了，您出去迎接一下吗？当然要接。曹贤说着便对楚玉道，楚先生，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去迎我师傅。说罢，他便匆匆出门。看得出来，曹贤还是十分尊师重道的。楚玉对这种人并不讨厌，闲来无事，他便在院子里打量了起来。这里打扫得很干净，落叶在墙角堆积成堆，看起来观感非常舒服。尤其有一棵参天老槐树，树大遮阴，分外瞩目。而且不知是不是树灵使然，楚玉站在槐树前，也能清晰地感觉到附近的灵气变得充盈许多。就在楚玉想着要不要在自己家门前也移植一棵老树时，曹贤已经领着一行人走了进来。除却几名武当的弟子外，最为显眼的便是2位老人了。2人都梳着发髻，鹤发童颜，其中一个老神在，不怒自威，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威严；另一个则是眯着眼睛，面上始终带着淡淡笑意。相比另一人，他则显得和蔼可亲多了，很难让人产生距离感。这2人之中，神色冰冷的老者是武尊小乘境界，他应该便是曹贤先前提过的师傅黄真人。另一个笑眯眯的老者则有些奇怪，楚玉从他的身上完全感受不到威压，此人便仿佛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一眼难以看出深浅几何。武当山居然有这样的高手！楚玉面露惊讶，他原本以为曹贤的师傅黄真人便已经是武当山的门面了，没想到和他随行的而来的这一位实力更加深不可测。一时间，楚玉不禁有些手痒，有点想和这个老人过上2招，看看他的战力到底有多厉害。就在这时，曹贤带着2人来到楚玉面前，开始为他介绍道，楚先生，我帮你引荐一下，这位就是我和你提过的黄真人了。这一位望向黄真人身边的老人时，曹贤卡了个壳，显然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姓张，算是黄宇的师兄吧。另一位老者微笑道，见过张真人。曹贤一听此人居然是自己师父的师兄，便赶忙行礼。楚玉也随他一起拱了拱手。黄宇见此，只是点了点头，目光并没有在楚玉身上多停留，只是他身边的这位张真人，目光扫过楚玉时，忽然轻咦了一声。
这位小兄弟，你的修为，他有什么特别的吗？黄宇诧异问道。你再看看他。张真人如是道。黄宇这才多看了几眼楚玉，这一看不要紧，很快他便不可思议地惊呼出声：宗师境界？怎么可能？你也是武尊宗师？不，这个小伙子的气息有点特别，不像是寻常的武尊。张真人轻轻摇了摇头。我走的是炼气一途，修的是止玄宗师。楚玉适时开口道。原来如此。张真人恍然，怪不得，我觉得你和我们有些不同，但又有点说不上来是哪不一样，简直不可思议。没想到我居然能在小小的云海市见到一位这么年轻的宗师，而且还是一位极为稀少的止玄宗师。此等天赋堪称惊世骇俗，我也是头一次见。小兄弟，不知你是出自哪个隐世宗门？楚玉先是一怔，接着笑着摇头道：我哪个宗门的人也不是，无门无派。这不可能啊！黄宇面露错愕，你没有隐世宗门的资源倾泻，境界怎么可能如此突飞猛进？你莫非是在晃点我们两个老头子？楚玉苦笑道：我真没骗你们。难道我没有，还硬生生的编一个出来吗？我虽然无门无派，但会的东西比较杂，对炼丹也略懂一些，是靠一枚破戒丹突破到了止玄境界，这就怪不得了。张真人点了点头，越来越欣赏楚玉了。小伙子，你的天赋真的很不错，没有门派可惜了，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武当？我可以亲自指导你修炼。听到这话，其余几个武当弟子都对楚玉投去了惊羡的表情。这位大能可是极少会亲自教导后辈修炼的。楚玉若是点头，轻而易举的便会成为武当山的真传弟子，地位直接碾压他们这些内门弟子不知多少，这才是人比人气死人。要知道，正常情况下，想从外门升至内门，不知道要打多少次门派大比，要熬多久的资历。即使如此，想成为真传，还要有过人的运气。楚玉能一步登天，这绝对要把几乎所有武当山的弟子羡慕到眼红。然而，楚玉闻言却想也不想的便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前辈，我对加入宗门没有兴趣。小子，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位是谁吗？黄宇听了这话，不禁有些恼火，语气也有些趾高气扬。尽管楚玉的境界和他相差不多，然而像楚玉这种无门无派的散修，他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这种散修不过是境界修为高，论实战能力和经验，是不可能比得过他这种老狐狸一丝一毫的。因此，他完全不把楚玉放在眼里。楚玉则是很是客气：我没有看不起武当山的意思，我就是单纯的自由散漫惯了，不喜欢被人拘束。没关系，你没有兴趣，我们也不会强求。张真人摇了摇头，显然他的脾气比身边的黄宇要好多了。即使被楚玉一口拒绝他的邀请，他也没有一点动怒的意思，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上层境界。这种人非常可怕。相比之下，这个黄宇倒是让楚玉有些失望。几位进客厅聊吧，我让人准备一下。曹贤怕楚玉和他们起冲突，赶紧打了个话茬，想转移一下话题。不料黄宇摆了摆手：不急，我看你穿着练功服，刚刚在练拳吗？现场给我打一套，我看看过了这么久，你的拳法是精进了还是倒退了？听了这话，曹贤不禁有些犹豫。这第68章，狂到极致，不自量力。怎么，你的拳法真的倒退了？黄宇皱眉问道。这倒不是。曹贤有些吞吞吐吐，他每天都会练拳，拳法倒退倒是不至于，只不过楚玉刚刚才帮他修改了动作，现在他已经找不回以前打拳时的感觉了。如果真的打上一套，让黄宇看出来的他的路子不对，肯定是要发火的。师傅，我今天有些不舒服，要不然改天我打给您看。曹贤试探道。放屁！黄宇瞪了他一眼，少在这装腔作势，你身体有没有问题？我难道看不出来？快点打一套我看看，你到底退步了多少？是。曹贤无奈，只能照做。等他开始演练拳法后，黄宇马上就看出了不对劲。曹贤一半还没打完，就被他开口叫停。等等，你打的这是什么东西？我当初是这么教你的吗？谁给你修改的动作？曹贤赶忙解释道：师傅，是这样的，我前阵子碰见了一位高人前辈，他说我的拳法还有改进的空间，所以给我修改了动作，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别人给你修改动作？一听这话，黄宇面色顿时一黑。你说的这个前辈他在哪里？姓甚名谁？我教的东西还要他来改？简直胡来！他是什么东西？难道他对太极的领悟比我还要深吗？师傅，我只是觉得他说的好像有些道理，就想按照他的想法试试。您若是不喜欢，我改回去就是了。曹贤陪笑道。我问你，他是谁？黄宇冷冷地看着他，显然是一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就在曹贤要想理由把这关混过去时，楚玉淡淡的声音响起：是我帮他修改的动作。一听这话，曹贤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坏事了。黄宇的性子有多傲，
曹贤这个徒弟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楚玉这话一出，绝对要炸锅。果然，黄宇闻言便将目光投向楚玉，森寒目光仿佛是刀子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你，曹贤这套乱七八糟的动作是你教的？你对他原本的打法有意见？楚玉轻笑道：意见谈不上，就是觉得他原先的太极拳法有些平庸，所以就忍不住说了几句，想帮他改良一下而已。闻言，黄宇的表情瞬间变得精彩无比。他就是你口中的高人前辈？黄宇对曹贤冷冷地喝问道：我的好徒弟，你宁愿相信这个不知哪来的毛头小子，也不相信我这个太极宗师教你的东西？要是这样，我即刻告辞，以后你也不要来找我拜师学艺。曹贤正要说话，楚玉便不紧不慢地开口道：黄真人，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实事求是，错了就是错了。你是权威，难道凡事就一定对吗？你教他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就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在实战里作用十分有限。黄宇闻言立即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你少在这里废话，你懂个什么？我教他时没有半点藏私，我传授给他的太极拳法都是掌门亲自教给我的真传武功。你的意思，不光我教他的拳法错了，连我们武当掌门也错了？楚玉见此却没有半分退缩，而是看着他一字一顿道：如果真按你所说，那么看来你们武当掌门的太极拳也没有练到家。如果他肯亲自来向我请教，我或许可以帮他补全武当山的真传武功。楚玉的话音一落，现场顿时陷入了死寂。其余武当山的弟子都被楚玉这番话吓傻了，他们完全没想到楚玉胆子竟然这么大，不仅仅质疑他们师叔黄真人的武功，现在竟然还敢口出狂言，直言他们武当掌门的武功不到家，要向他来请教。滑稽，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放肆，找死！两名武当山弟子已然满脸愤怒地大步上前，要出手教训楚玉。在他们看来，楚玉这根本是在侮辱他们武当山，此等奇耻大辱，他们哪里能忍？退下！黄宇挥了挥手，二人这才停住脚步，面色不甘地重新退后。紧接着，黄宇对楚玉露出一抹森然的笑意：好，很好，想不到你这小畜生居然如此牙尖嘴利。既然你说我武当的功夫是花架子，不如这样，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楚玉歪头问道：打什么赌？黄宇冷冷开口：我原地不动，让你全力打上3拳。若是你的拳劲能让我后退半毫，我立即向你道歉，承认我的功夫没有练到家。不过如果你做不到，我要你跪在地上向我武当磕头道歉，你敢应吗？看到黄宇咄咄逼人的目光，楚玉点了点头：有趣，不过3拳有点。怎么嫌少？黄宇一脸讥讽道：没事，我看你是个散修，可以再给你放宽一下条件，10拳、20拳，这样如何？不，你误会了，我不是嫌少。楚玉对他报之一笑，一脸人畜无害道：我是觉得3拳太多了，我觉得你连我1拳都接不住。此话出口，在场众人又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完蛋了！曹贤心如死灰，他知道楚玉这个人也很傲，但他做梦也没想到楚玉居然傲到了这种地步。不，这已经不是傲了，是狂，而且还是狂到极致啊！如他所想，听了楚玉一脸认真地说自己连他1拳都接不了后，黄宇立即被气得浑身发抖。可以，就按你说的，1拳。你记好了，这1拳你打不动我，要向我武当下跪磕头，磕到我满意为止。到时候你可不要耍赖。楚玉对他笑眯眯道：别担心，我不会耍赖的，我真做不到，任你怎么处置都可以。好，年少轻狂，那就来吧，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几分本事，敢对我说出这种话。黄宇说罢，便在院子中间的空地上站好，双手背负于身后，等待楚玉出拳。曹贤见他们要动真格的，马上到了另一位老者身边，急声道：张真人，您快劝劝他们吧，楚先生和黄真人都是我的贵客，千万别伤了和气啊。他并不是担心自己师父丢人，而是怕楚玉翻船。毕竟楚玉虽然境界高深莫测，但无论是境界的稳固程度，还是武学的领悟，黄宇都胜楚玉一筹。楚玉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啊？楚玉刚刚的那番话，说好听了是年少轻狂，说难听点就是不自量力啊。第69章3拳，打你，我1拳足矣。曹贤，你别管这件事。黄宇听见他的话，顿时怒喝了一声。今天他就是要当着众人的面好好羞辱一下楚玉，让他知道境界相仿并不代表他的实力能和自己相提并论。他要好好教育一下楚玉，要这狂口小儿知道何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谁拦他和谁急眼？张真人见此只是笑着道：没事没事，让他们过过招也好，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有趣？曹贤听了这话，心想您老的心真大啊，
楚玉哪有资格和黄宇这位武当山的真人过招？这不是找死吗？奈何黄宇亲自发话，他也不敢再继续劝，只好用眼神暗示楚玉服个软，找个台阶下。只要楚玉低头道歉，他再出面调停。他相信自己师父也不会真的和楚玉过不去。然而楚玉像是没看见他的暗示一样，已经开始活动身体了，居然还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行，那你需要准备一下吗？还是说我随时都能动手？准备？你太看得起自己了吧？接你一拳，我还需要准备？黄宇冷笑一声，大喝道：有能耐就尽管来，能让我后退半步，算你本事。好，那我得罪了。楚玉说罢，身影顿时化作一道残影，转瞬之间便来到了黄宇面前。这一幕把黄宇吓了一跳，好快！他刚刚并没有眨眼睛，却根本没有看见楚玉是怎么近他身的。未等他有所反应，楚玉的拳风已然向着他的面门而来。此时的楚玉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这一拳凌厉至极，霸道至极。出拳时，空气都发出一道道音爆声，拳头挥出的刹那，甚至掀起了一道恐怖的风浪，毁天灭地，摧枯拉朽。不好！黄宇面色惨白，他完全没有料到楚玉的拳法竟然如此了得，一拳竟能平地起狂风，有如此鬼神之威。奈何他的话已经放出去了，眼下也只能硬着头皮尝试用太极推手化解楚玉这汹涌的拳劲。轰！随着黄宇强行接上楚玉这一拳，下一秒他整个人就像被一个一脚踢飞的皮球，随着一声巨响，整个人都倒飞而出，扑腾一声狠狠摔在地上。刚刚爬起来，便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血。师叔！见此，一众武当弟子一拥而上。也是这时，他们才震惊地发现，黄宇刚刚向着楚玉拳头伸出的手臂，眼下正在剧烈发抖，每个毛孔都在向外渗着鲜血，很快就将他的2条手臂染成血红。没错，黄宇不仅败了，而且败得惨不忍睹。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接不住他的拳头？黄宇却根本没有在意自己的伤势，而是梦呓一般自言自语，仿佛遭受了莫大的打击，整个人都一蹶不振了。黄真人，不要紧吧？楚玉也没想到黄宇被他打成了这样。黄宇算是他面对的第一个同境界武者，因此楚玉没有半分留手。刚刚那一拳，他是使出了10成的力量，现在他已经有点后悔了。早知道黄宇这么不抗打，他就收敛一些了。也幸好黄宇境界够高，不然这一拳8成会把他当场打死。这样一来，楚玉绝对会和武当结下血仇。你还敢来？看见楚玉还假惺惺的来问黄宇的伤势，几名武当的弟子当即恼羞成怒，抽剑出鞘，要对楚玉动杀手。把剑放下！却在这时，张真人的声音响起，他的话便仿佛是定海神针，顿时让几名武当的弟子动弹不得。几人显然是对楚玉恨极，巴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然而在张真人的命令下，他们最终还是颤抖的将剑收回，强行将滔天怒火压制住了。随后张真人便来到黄宇身边，查看了他的伤势，取出一枚疗伤丹药喂入他的嘴中。刚刚吃下没多久，黄宇的血便止住了，状态也好了许多。掌门师兄，对不起，我给武当丢人了。黄宇一脸难堪，垂头丧气道。听了这话，楚玉瞪大眼睛，你是武当掌门？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一名武当弟子咬牙切齿道，今天若不是掌门拦着，我等定要用3才剑阵将你碎尸万段。张真人却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而是好奇地问道，小兄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刚刚对黄宇用的是我武当的真武纯阳拳吧？听了这话，不光几名武当的弟子愣了，连黄宇都呆了一下。武当的绝学不只有以柔克刚著称的太极拳，更有以刚猛霸道闻名的真武拳法，以及凌厉万分的浩然游龙剑。只是真武拳法和浩然剑一样，都是武当早就失传了的独门绝学。由于年代已久，即使是如今身为武当掌门的他，也只是持有其中的几张残卷。楚玉这个外人是怎么学会的这种不传之秘的？楚玉没想到张真人居然能认出他用的拳法，便点头承认道，没错，我刚刚用的正是真武纯阳拳。果然如此。张真人眼前一亮，对楚玉意味深长道，小兄弟，看来你还对我们隐藏了不少事情。要不这样，你和我切磋一番，如果我能侥幸略胜你一筹，你便把这拳法从何而来原本说与我听，如何？楚玉来了些兴趣。好，怎么来？也是你接我一拳吗？不，我说了，只是切磋而已，搭个手即可。张真人微笑道，搭手正是武者间的一种试探切磋的方式，其方式便是限制武者招式，不准使用拳脚功夫，只允许用小臂相互较量。由于实力越高，出手便越难把握力度，很容易便会出现损伤，就如同先前被楚玉打伤黄宇一样。为了避免无谓伤亡，点到为止。宗师之间用搭手切磋已成常态。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武学大师才会用的礼仪方式。此时，张真人这位武当掌门亲自向楚玉提出搭手，可见在他眼里，楚玉并非是什么后辈，而是一位能和他平起平坐的武道宗师。第70章，掌门令牌。虽然楚玉能确定张真人的境界是绝对比自己高的，不过既然二者同样是宗师级，楚玉自然也没有虚他，便欣然点头同意与他搭手。但二者交手未到5个回合，楚玉便被一道巨力震飞出去。只见他噔噔噔倒退了10几步，在即将摔倒前，顺势靠住了那棵参天老槐树，这才堪堪稳住身形。好在楚玉在飞出半截时，便将张真人的力气划去了七七八八，不然这一撞的力量绝对足够把这棵坚固的参天大树拦腰撞断。不愧是武当掌门，我输得心服口服。楚玉面露苦笑，开口道：“他刚刚并没有放水，而是确实用了全力。只是楚玉没想到，张真人的化力水平已入真境，竟是全靠借力打力，便轻而易举地将楚玉击飞而出。这才是一代宗师。张真人的战力比之楚玉刚刚交手的黄宇，简直多出了几层楼的高度。如果二者不是搭手，而是真正的交起手来，楚玉必然要遭重创。”张真人依旧是笑眯眯的，看向楚玉的眼中已然平添几分赞许。虽然他和楚玉都是宗师，但他步入宗师的时间却已有几十年之久，境界之浑厚，远非楚玉能比。然而即使如此，楚玉也能在他的手下走上5个回合，且还能无伤化去他的力道，这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楚小友，不知现在可否方便告知贫道，你这身神通的来历？张真人开口问道。楚玉点了点头，愿赌服输，将他继承鬼谷一仙的传承一事说与张真人听。张真人面露讶然，不禁咂舌，原来你是继承了那位前辈的衣钵，怪不得你会懂我武当的不传之秘了。这位鬼谷一仙，张真人是听说过的，此人当年和武当掌门关系莫逆，也在江湖风雨飘摇时在武当做过一段时间的代掌门，武当的绝学对他而言自然不是什么秘密。楚小友，贫道有一事相求，能否请你帮我武当补全这些失传绝学的残章？事成之后，贫道必有重谢。闻言，楚玉爽快地答应道：“这个没问题，不过我怎么帮你补？哪天我去你们武当山？不用那么麻烦，贫道随身带着呢。你现在帮我补上残章就好。”说着，张真人便取出几个卷轴交到楚玉的手上。楚玉倒是也没和他客气，直接拿起笔便在卷轴上写了起来。见此，其他的武当弟子们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楚玉手中拿着的卷轴是只有掌门才能掌管的武当山不传之秘啊！掌门现在竟然让楚玉这个外人随意在上面书写，掌门师兄，这样恐不妥吧？黄宇见此有些担心道：“他的记忆万一有问题，书写出错，我们按照他写的功法修炼会走火入魔的呀。”张真人倒是一点也没有担心的样子，我既然拜托楚小友帮忙，自然是完全相信他的。放心好了，这种错误楚小友是不会犯的。待楚玉将这些残章完全补全时，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张真人重新拿起这些补全过的功法卷轴翻看了起来，看完以后他不禁惊喜不已。有了这些完整版的功法，他的实力必然能再上一个大境界。多谢楚小友帮忙，我们整个武当都欠你一个大人情，他日若你有事相求，我武当必全力相助。张真人面色认真地说道。楚玉帮他们完善补全的这些早已失传的功法残章，说是他们武当的恩人也不为过。此等大恩，张真人自然要以重礼相谢。楚小友，这是我从武当前辈们的功法中得到启发，独创出来的内功心法，名为太乙神功。你若不嫌弃的话，便收下吧。说话间，张真人将一个卷轴交到楚玉手上。楚玉打开翻看了起来，看完以后，他不禁惊为天人。这个名为太乙神功的内功心法，当真是将武当的所有的集大成者。修炼此功有养气、护体，甚至延年益寿之功效。功法修炼的层级越高，使用者的内力也就越发浑厚。这也是为什么张真人可以这么轻松的便将楚玉击败。如果张真人的内力是一片汪洋大海，那么楚玉和他相比，几乎等同于一个小水潭。同时，太乙神功作为纯阳至刚的功法，修炼成功以后，也有浩然正气护体，不经邪魅近不了身。当功法修炼至一定程度，甚至可以做到百毒不侵的恐怖境界。这一点对楚玉也十分有用。虽然他现在是宗师境界，肉体强度和气血的充盈程度已经很高，但如果有专门用毒的宗师对楚玉下黑手，楚玉也是会中招的。有了太乙神功相护，哪怕不练到巅峰，楚玉也免疫大部分的常见剧毒。这种能力堪称变态。能创造出这种功法的张真人，本身就是天纵奇才级别的存在了。多谢张掌门，这本太乙神功我就收下了。改日有空，我必上武当亲自拜访，再与掌门切磋一番。楚玉面色一正，开口说道。
张真人抚须笑道：“好好，我在武当等你，希望下次见面时，楚小友可以与我好好过上几招。对了，这样东西也给你。”说着，张真人又将一块洁白的玉牌交给楚玉。这是？楚玉愣了一下，这是我们武当的掌门令，见此令牌，如见掌门。张真人微笑道。一句话吓得楚玉手没拿稳，差点把令牌摔在地上。这一幕看得黄宇血压骤升。掌门师兄，您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了？他又不是我武当的弟子，就算他对我们武当有恩，也不至于。楚玉听了也连连点头。张掌门，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我一个外人不好吧？我有点不太敢拿呀。张真人却笑了笑，开口道：“无妨，这样东西原本也是在那位医仙前辈的手上，楚小友作为医仙传人，自然是有资格持有此物的。”说罢，他看向武当其他弟子：“你们听好，以后楚小友在我武当地位如同掌门，你们若是敢对他不敬，我定不饶他。听清楚了吗？”第71章，总有一天，你我都要仰望他。武当的一众弟子们先是一惊，接着只得点头称是。无论他们是否看楚玉顺眼，掌门的话他们还是要听的。楚玉见此，也只好收下这枚掌门玉牌。他倒是能猜出来，张真人把玉牌给他的意思，感谢他对武当做出的贡献是其一，还有一层含义，也是想用这种方式让他在武当挂上名。这样一来，哪怕楚玉并不想加入武当，也算是半个武当的人。张真人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他指望楚玉将来能以一人之力让武当名震天下，只是想为武当再添一位宗师级的强者资源。这些资源未必是要真正启用的，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作为威慑，让其他想动武当的人在动手时必须要先三思而后行。楚玉倒是并不觉得自己是被他利用了，毕竟张真人给楚玉的待遇也十分丰厚，不仅有武当顶级内功太乙神功，还有掌门同级的待遇。将来他如果有祸，武当自然也不会视而不见。如此想来，他并不亏，甚至很赚。张真人看楚玉没有拒绝，马上让武当的一众弟子为楚玉奉茶行礼。楚玉现在地位和掌门相同，尽管他并没有加入武当，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的。其他武当弟子倒是没有什么抗拒，虽然他们都不太喜欢楚玉，但楚玉的实力却是实打实的。只有黄宇苦着脸，拿着一杯茶，磨了半天洋工，才磨磨唧唧地走过来，不情不愿地递上茶盏：“楚掌门，请喝茶。”这声掌门，他叫的可谓是异常别扭，表情和吃了只死苍蝇一样恶心。看来他还为不久前被楚玉一拳打翻的事耿耿于怀。楚玉对他咧嘴一笑：“黄真人，别这么客气，叫我楚玉就行，以后多关照哦。”说罢，便接过他递来的茶，一饮而尽。随后，曹贤又让厨房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款待张真人等人。黄宇全程都拉着个脸，终于扛到宴会结束，离开曹家，他才终于忍不住对身边的张真人问道：“掌门，为什么您对这个楚玉这么好？我不能接受。就算他实力不错，帮了我们武当大忙，也不至于对他这么客气吧？他在您的手下，还不是连5回合都撑不下去，非要把这种人留在我们武当，还给他掌门玉牌，要是让其他宗门的人知道，不得笑话死我们武当无人。这件事就离谱。”说实话，黄宇内心狠狠的不平衡了。他在武当任劳任怨这么多年，也没想过掌门之位。楚玉这个外人，轻而易举的就拿到掌门令牌了，他哪里能够接受的了？张真人哑然失笑：“凡事不要只看当下，你相信我的眼光，这个叫楚玉的年轻人，未来必然不是池中之物。或许有一天，不光是你，连我也要仰望他。到了那时，你就知道我为我们武当找了一枚多么宝贵的护命符了。”听到张真人对楚玉评价居然这么高，黄宇目瞪口呆：“您不是在和我说笑吧？就他能成为我们武当的护命符，您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他了？我们武当也没落魄到需要他来保命吧？不是还有您在吗？”张真人并未再过多解释，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只是这种话和黄宇说再多，他也是听不进去的。他相信会有一日，黄宇能明白今日他的这番良苦用心。从曹家出来以后，楚玉便回家洗了个澡，因为下午要开家长会，所以楚玉就没去医馆，而是打算在家修炼一会儿，等时间差不多就去幼儿园了。恰在这时，楚玉的手机响了，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是他妈妈打来的。接通以后，楚玉就听见老妈关心的声音：“儿子，最近怎么样？缺不缺钱啊？没什么事吧？”楚玉的父母都住在老家，他有钱以后并不是没有想过把父母都接过来享福，不过他爸妈都在老家住惯了，死活不想来大城市。楚玉没有办法，只能寄过去一笔钱，给他们在老家盖了一栋2层别墅。钱的来历，楚玉只说是离婚时要到的补偿。孙俪的事，楚玉没有瞒他们，毕竟离婚这么大的事，他想瞒也不可能瞒得住。当然，楚玉也没把他现在卡里有多少钱告诉爸妈，这个数字实在太吓人了，他说了父母也不会信。
而且有些事情不知道远比知道要好。听见老妈的声音，楚玉的嘴角不禁露出一抹笑意。我好着呢，最近在朋友的医馆里找了个工作，学了点手艺，能养活自己。现在我和女儿都住在朋友的公寓里，别担心，我这里什么事都没有。楚玉的妈妈一听，不禁叹了一口气。我早就说了，你离婚拿了钱，自己存着点，付个首付在城里买房也行，给我们寄过来盖房子干什么？没事，我们现在不是有地方住呢吗？你老住在朋友家里也不是个事。哎，这个孙俪也真是的，离婚干嘛要把房子要走？那套房子当初明明是我们掏钱买的，他怎么能这么干呢？妈，别提他了，都过去了。对了，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没事就不能关心一下你吗？老妈没好气道，还不是你爸爸为你的事操碎了心，知道你现在老大不小了，怕你以后年纪大了没人要，整天托人给你介绍相亲。明天你有时间没？去见个姑娘，她的条件挺好的，照片我也看了，姑娘长得挺水灵的，你得好好把握一下。相亲？明天吗？楚玉皱眉，妈，没必要吧，我的事您别担心。你儿子现在可抢手了，想要的姑娘都得排着队。楚玉妈妈闻言，噗的笑出了声音。你这孩子怎么离婚以后变得油腔滑调的，吹的都没边了？你离异还带着个女儿，连套自己的房子和车子都没有，再不抓紧找以后就真找不到了。行了，听话，介绍人是你同乡的孙叔叔，靠谱，他现在在云海市干工程，门路广，我把他的手机号发给你，你快点和他联系一下，和那姑娘的见面时间地点，听话啊，别让妈妈着急。第72章，你这么穷，将来也是打工的料。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没过多久，一个电话号码发到了楚玉的手机上，楚玉心里无奈至极，只能听老妈的话，给对方打了通电话过去。喂，孙叔叔，我是楚玉，我妈妈说您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哦对，你爸爸托我找了好久，我才找到了这个姑娘，人家条件很不错的，长得也好看。你一会儿加我微信，我把照片发给你看。不是，我是想说，能不能把这个相亲推了呀？我现在不太想谈女朋友。这哪行，我都和人家说好了，你不想谈也至少应该来见见吧。明天早上9点，见面地点是云海市第2步行街的猫屋咖啡厅，记得早点来，别迟到了。楚玉微微皱眉，不过想到对方也是好意，他才在心里叹了口气，答应了下来。算一算，明天他去金陵的飞机票是在中午，早上9点这个时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加了孙叔的微信后，没过多久，对方就把一个女孩的照片发过来了。楚玉扫了一眼，这个女儿的颜值确实不错，看起来挺可爱的。不过本人能有照片的几分还原就不知道了。修炼到下午，看着时间差不多了，楚玉才伸了个懒腰，换了套衣服，准备前往圆圆的幼儿园给她参加家长会。另一边，幼儿园门口，虽然距离家长会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这里的停车位已经停了好几辆的100万级以上的豪车。楚玉给圆圆找的幼儿园是云海市最好的私立幼儿园，入园费高的离谱，能有资本让孩子来这里上幼儿园的家庭非富即贵，因此这个幼儿园也有贵族幼儿园之称。圆圆进的也是班级，也是12个小班里最好的 S 班，里面的孩子都是全幼儿园家庭条件最好的，随便拎出一个都有千万甚至上亿级别的身价。或许是常常和父母耳濡目染，几个孩子此时坐在班级里，聊的内容都是类似我家又谈了一笔几亿的生意，又或者是我爸今年又买了几辆豪车，几套豪宅。其中被几个小朋友众星捧月在中央的是一个身穿花格子衬衫和背带裤的小男孩，他叫黄飞，小朋友们都叫他飞哥。倒不是因为他的年纪比其他小朋友大，而是因为他的老爸正是有黄半城之称的黄墨龙，因此班级里的小朋友们对黄飞相当客气，俨然是把黄飞当成整个 S 班的老大看待的，丝毫不敢得罪他。他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黄墨龙的影响力有多恐怖，他们家里要是得罪了黄家，黄墨龙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的家族破产。圆圆并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上流社会的联谊会，因此在他们的聊天里也插不上什么话，只是一直乖巧的坐在旁边看着他们聊天而已。对了，你叫圆圆是吧？聊天半截，黄飞看向圆圆，好奇的问道，我都没听你聊过你家是什么情况，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开啥公司？是啊是啊。其他小朋友也都满脸疑惑，你能进 S 班，你家里肯定也很有钱吧？你爸妈怎么也不给你买几件名牌？我看你这身加起来也没1000块钱吧？我爸爸不是大老板。圆圆摇了摇小脑袋，啊，不可能吧？其他小朋友们听了都是一脸不信的样子，不是大老板怎么可能送孩子来 S 班？这不是开玩笑呢吗？我爸爸真的不是。圆圆认真道，他是一名医生，开了一家很漂亮的医馆，改天我可以带你们去那里玩。看圆圆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一行孩子都愣了。接着黄飞扑的笑出了声，你是认真的？你爸就是个臭瞧病的。我说你怎么一身穷酸气，合着你爸砸锅卖铁都把钱花在入园费上了？笑死，
我们班怎么还有这么穷的人啊？其他小朋友也跟着笑。圆圆闻言，气得蹭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辩解道：我爸爸不是臭瞧病的，他救过不少人的命，而且他给穷人看病从来不要钱，是我心里最伟大的人。还不要钱？你爸做慈善的。黄飞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行了，别装了，你爸看病不要钱，你们全家难道喝西北风？我说你怎么从来不跟我们一起聊天，原来你家这么穷啊。对了，你爸送你来这里上幼儿园，是不是把房子都卖了呀？哈哈哈！圆圆气得小拳头紧握，但最终也没说什么，心里十分委屈。这时一个马尾女生走过来对黄飞道：飞哥，这周你值日，垃圾桶该到了，我陪你一起去吧。哦，不急。黄鑫说着突然看向圆圆，便嬉皮笑脸道：圆圆，垃圾桶满了，你去倒吧。圆圆怔了一下，然后弱弱道：可是这周不是你。我说垃圾桶满了。黄飞笑着看向他。这时一个小朋友忍不住踢了他一脚，十分不客气道：飞哥让你倒垃圾去，你聋吗？这个班里就你家里最穷，你不多干点活？听了这话，圆圆只好站起身，看向其他人：你们谁和我一起去啊？你自己啊。黄飞答道：垃圾桶不是要2个人倒吗？圆圆愕然问道。教室里的垃圾桶都快有他们1个人高了，虽然有滚轮，但一个孩子推着还是很费力，更何况倒垃圾时也得有人搭个手，因此每次都是2个人一起倒的。圆圆一个人显然很难搞得定，让你去你就去，你一个人多干点活，对你是有好处的。黄飞翘着2郎腿，笑嘻嘻道：你家里这么穷，长大以后你也是给我们打工的料，现在多干点活，手脚练得麻利点，对你是有好处的。我们这是锻炼你，知道吗？什么锻炼我？明明是欺负人嘛。圆圆心里嘟囔了一声，却也不敢和他对着干，只好一个人委屈的去推垃圾桶了。第73章，楚玉到场，众星捧月。看着圆圆一个人费力推着垃圾桶往外走的样子，有个女生心有不忍道：飞哥，要不然我去帮帮他吧，我看他一个人好像弄不了。对啊，飞哥，我们出个人去帮帮他吧，万一他出去告老师，说我们合起来欺负他怎么办？马上就开家长会了，要是被点名批评，我爸肯定得打我屁股。没事没事，咱们聊天，不用管他。黄飞满不在意道：他老爸是个穷鬼，你还怕他去告老师？哼，我谅他没这个胆子。见黄飞都这么说了，其他几个小朋友只好作罢。这时从窗外刚好可以看到幼儿园门口，依稀可见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家长，他们仿佛是在等什么人一样，都聚在一起聊着天，甚至连幼儿园的园长都和他们在一起，等着迎接什么人。他们这是在等谁啊？一个小朋友奇怪地问道。这时马上有人道：还用问吗？肯定是在等飞哥的老爸黄爷啊。对了，我爸昨天晚上也和我说过，要我今天在幼儿园里老实点，他说我们之中有一个孩子的家长来头很大，要我千万不能得罪他，这说的应该就是飞哥了吧？除了飞哥还能有谁？飞哥家里的产业加在一起，云海市除了蓝家以外谁能比？对，我爸也和我说了差不多的话，他虽然没点那个人是谁，但我马上就想到飞哥了。不是飞哥，难道还是那个去倒垃圾的小穷鬼？一行人说到这里都哈哈大笑，黄飞也笑呵呵的，看起来十分受用众人的吹捧。我爸排场一直都很大的，每次都要人迎接，麻烦死了。对了，我家在云岭山庄还有一栋1号别墅，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游泳池，改天有时间我请你们去玩。一听这话，其他小朋友们都激动坏了，那可是云岭山庄的1号别墅啊，听说坐落于山峰之巅，被云雾笼罩，宛若人间仙境，他们老早就想去玩了。幼儿园门口不少家长已经在这里等了好久，站得腿都酸了。他们都是些坐办公室的大老板，平时恨不得去趟厕所都要坐专车，哪里像现在一样在一个地方罚站这么久过。不少体质差点的人已经满头虚汗，有些头晕眼花了。园长注意到了这一幕，不禁开口道：几位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先去我办公室休息一下吧，离这里不算远，吹吹空调缓口气。听了这话，几人都是摇了摇头，婉拒道：算算时间，楚医生应该要到了，我们再等等。对，那么久都等了，也不差这一会儿了。你们说的这个楚医生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连黄爷都要敬他数分，不就是个开医馆的吗？医术厉害点也不至于排场这么大吧？这时有个胖子挠着头开口问道，显然他的级别还不够参加兰家寿宴，没听过楚玉的名字，自然也不懂这些人为什么对这个叫楚玉的医生如此尊敬。听了他的话，一个家长淡淡道：你没见识就别乱说话，楚医生可不只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别说黄爷了，他在兰家都是顶级贵宾的待遇。另一人也开口问道：前2天曹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你应该有所耳闻吧？这个我听说过，不是说是曹家的千金被人绑架了吗？都说许家嫌疑最大，当天曹家好像都出动了上千人去找许家兴师动众，
只是最后好像也没闹出什么事情。胖子点头，这是因为有人在中间斡旋调停。那人微笑开口道：“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调停这两大世家争端的正是楚先生。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迎接他吗？”闻言，胖子家长面色震惊：“真的假的？他一个人可以让两大世家都给他面子？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当然是真的，你应该庆幸，你刚刚那番话没有被皇爷听见。他对楚先生的尊敬绝对不亚于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人。他要是听见你对楚先生出言不敬，你今天绝对要吃不了兜着走。”一人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一番话吓得他脸色煞白：“几位，我真的不知道这楚先生如此厉害，你们得帮我兜着点，别让皇爷知道我刚刚的那番话啊。”一众家长都连连点头，胖子这才感激地看了他们一眼，对他们不停道谢。这时又有一辆车在停车场停了下来，这是一辆白色宾利。几人见此，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黄墨龙的车，都迎了上去。因为这辆宾利全云海只有一辆，是特别定制款，价格1000万以上，连车标都是用钻石制成的，说是集工艺与奢华为一体的艺术品也绝不为过。只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和黄墨龙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年轻人。显然这个年轻人并不像是司机，他是和黄墨龙并肩行的，正与对方谈笑风生，甚至黄墨龙看起来还要微微弯着些腰，始终不敢比他走快半步。二人的地位等级一目了然。黄总，这位是……一人仿佛想到了什么，开口试探道：“哦，我来和你们大家介绍一下。”黄墨龙热情洋溢道：“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先前和你们提过的楚先生，我和楚先生顺路，就载着他一起来了。”众人一听这话，赶忙上前，纷纷开口道：“原来您就是楚医生啊，我早就听过您的名字了。对，听说您不光医术高明，为穷人治病还不取分文，简直是高风亮节，令我佩服不已啊。楚先生，大家的小孩都在一个幼儿园，以后有机会还请您多多关照。行了，别一拥而上了，七嘴八舌的，楚先生不烦，我都烦了。”黄墨龙大大咧咧的开口道：“没事，聊聊天也好。对了，我女儿在哪个教室？”“在 S 班，楚先生跟我来。”园长赶忙道，说着便在前面亲自为楚玉引路。路上，黄墨龙摸着鼻子道：“楚先生，真想不到咱俩的孩子在一个幼儿园，而且还是一个班，这不是缘分吗？正好您还没见过我儿子呢吧？一会儿我给您介绍一下。”“行啊。”楚玉点了点头，他和我女儿应该差不多大吧？差不多，我要是早知道这要巧，就让他在学校里多照顾一下圆圆了。您放心，他们俩的孩子肯定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黄墨龙嘿嘿一笑道。第74章，一句话长人生死。说话间，楚玉一行人便已经来到了 S 班的门口。里面的小朋友们看到家长们都进来了，赶忙都到了各自的位置上坐好。老爸，黄飞挥了挥手，对黄墨龙打了个招呼。等黄墨龙到了他身边，他才小声问道：“老爸，这周末能不能让我去1号别墅玩？”“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我都和他们说好了，说带他们去1号别墅的游泳池里玩。”“这个不行。”黄墨龙摇了摇头。“为什么啊？”黄飞满脸不解。黄墨龙只得道：“1号别墅我已经送出去了，你要去得经过人家同意，我说了可不算。”听了这话，黄飞大吃一惊：“送人了？老爸，你在开玩笑吧？什么时候的事啊？那座别墅不是你花了天价订购的吗？怎么能说送就送啊？你管这么多干嘛？我自己的别墅，我想送谁就送谁，还得经过你的同意。”黄墨龙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他。黄飞听了这话，这才蔫巴了下来。楚玉环顾一周，见教室里没有女儿的身影，便对园长问道：“圆圆是在这个班吗？我怎么没看见她？”“是啊，没错的。”园长说着便对其他小朋友问道：“你们有谁看见圆圆去哪了吗？”听了这话，一行小朋友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说话。园长看到他们的样子，仿佛猜到了什么，眯起眼睛问道：“到底出什么事了？圆圆现在在哪？”就在这时，教室门口响起了一声弱弱的声音：“报告！”楚玉扭头看去，却见回来的正是他的女儿圆圆。只是此时的圆圆衣服满是污垢，身上也脏兮兮的，小腿还受了伤，正在流血。“圆圆，你这是怎么了？”楚玉赶忙过去问道。“我去倒垃圾了，不过垃圾桶太重了，我倒的时候摔了一跤。”圆圆垂着头，捏着衣角，听起来快哭出来了。楚玉看了一眼他的小腿，好在是擦伤，伤口并不深，没有什么大碍。接着他又看向走廊里那个和他女儿差不多高的垃圾桶，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园长，你们幼儿园连倒垃圾都要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去做吗？这么大的一个垃圾桶，你让这些孩子去倒？”园长吓了一跳，赶忙对楚玉解释道：“楚先生，您误会了，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锻炼孩子的协作能力和责任心。倒垃圾是由每周的值日生去做的，而且每次都是2个孩子一起去倒，按理说是不会出现这种事的呀。”说着他看了一眼值日表，
惊愕地对黄妃问道：“黄妃，今天的值日生不是你吗？为什么是圆圆去倒垃圾？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她一起去？”听了这话，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黄妃。黄妃站起身，支支吾吾道：“我们整个班级里，就她家里最穷，她多干点活怎么了？混账！”黄墨龙勃然大怒，气得一掌拍在桌子上，吓得黄妃猛然打了个激灵。黄墨龙本来还指望自己儿子能和圆圆搞好关系，这样一来，他和楚玉的交情又能再上一层。结果这小子倒好，非但没有和圆圆成为好朋友，反而还在班里欺负他，甚至还当着楚玉的面说出这样一番话。这不是坑爹，什么是坑爹？黄妃仿佛还不知道自己老爸为什么这么生气，委屈道：“我没说错啊，他爸就是个臭开医馆的，我们班里除了他以外，谁穿这么一身廉价地摊货啊？”住嘴！黄墨龙牙齿都要咬碎了，用几乎要杀人的目光瞪着他。黄妃这才不敢继续说下去了。这时，黄墨龙悄悄看了一眼楚玉的脸色，却见此时楚玉只是冷着脸，虽然他一句话也没说，但黄墨龙能感觉得出来，楚玉是真的动了怒意。圆圆是楚玉的逆鳞，谁敢欺负他，谁就是在找死。这时，园长赶忙叫来了一名女老师，让她领着圆圆去换一身干净衣服，顺便去医务室处理一下腿上的伤口。等老师带着圆圆走后，黄墨龙终于忍不住了。只见他熟练地将皮带从裤子上解了下来，接着暴跳如雷地追着黄妃满教室跑，逮住他之后便将他按在地上，抽得他哭爹喊娘。黄墨龙也动了真怒，因此手上根本没有一点留手，是把自己儿子往死里打。很快，黄妃的身上便有几处可见的淤青。看见这一幕，其他孩子吓得瑟瑟发抖，园长也一脸不知所措。按理说这个情况他是应该上去劝一下的，不过动手的可是黄墨龙啊。这位爷的脾气本来就够暴躁的，眼下又在气头上，他怕自己上去拉架，黄墨龙连他也一起打。直到楚玉开口，黄墨龙这才擦了擦汗，对楚玉道：“楚先生，您别替这兔崽子说话，今天我非得打他个半死不行。行了，你再打下去，你儿子就真让你给打死了。”楚玉摇了摇头道。闻言，黄墨龙才踹了一脚黄妃：“听见了吗？这次是楚先生给你说话，不然我今天饶不了你。人家圆圆哪一点不比你强，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人家？我现在摆明了告诉你，我的那栋1号别墅就是送给了楚先生。楚先生的背景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要是得罪了楚先生，他一句话，我们黄家都要倒，你知不知道？”这话黄墨龙既是说给自己这不成器的儿子听的，也是说给楚玉听的。他很聪明，知道这次自己儿子闯了滔天大祸，因此他在楚玉发怒之前便替楚玉把他儿子往死里打了一顿。不然若是他护犊子拉偏架，等楚玉亲自动手，那就不只是教训他儿子那么简单了。就如他所说的一样，现在的楚玉想要云海的一个族灭亡，哪怕强如他黄家，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已。一句话可令人生，一句话可令人死。黄墨龙怎能不惧？第75章，所有人的小公主。黄妃听见自己老爸的话，惊得目瞪口呆。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家那座顶级豪宅居然是送给了圆圆，更没想到楚玉这个医生来头这么大，连他老爸都对其敬若神明。至此，他也醒悟过来自己是惹了什么样的大祸，心里也后悔万千。他怎么知道圆圆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姑娘居然是这个 S 班里背景最深的人？早知如此，他哪里敢对圆圆那么说话。这时圆圆已经从医务室处理好伤口回来了，因为她腿上有伤不好洗澡，所以带她去医务室的女老师就用湿毛巾沾着温水帮她把身上的泥垢擦了一遍。现在换了一身新衣服后，圆圆总算又变得干干净净了。看着女儿腿上缠的纱布，楚玉蹲在她身边温声问道：“疼吗？”“不疼。”圆圆摇了摇头。这时她身边的女老师也开口道：“圆圆特别勇敢，在医务室里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也没有哭闹，连医生都夸了她呢。”“真的吗？”楚玉笑着看着她。圆圆被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扭扭捏捏的，看起来非常可爱。黄墨龙瞪了自己儿子一眼，黄妃赶忙上前对圆圆连声道歉。这时园长对他问道：“圆圆，告诉我是不是他欺负你了？园长叔叔替你出气。”虽然黄墨龙来头很大，不过大小王他还是分得清的。这时候在楚玉面前，他一定要秉公处理，根本不敢对黄妃有任何徇私行为。圆圆看了一眼紧张的黄妃，注意到了她身上被打的淤青，沉默了一下后对园长摇了摇头：“没有人欺负我，黄妃肚子不舒服，我是主动替她去倒垃圾的。”听了这话，黄妃愣了，其他人也愣了。他们没想到这时候明显被欺负了的圆圆居然主动帮黄妃抗下了这件事。“圆圆，你别怕他，没人敢报复你，有黄叔叔在这里替你做主，不管是谁欺负了你，我都绝对帮你出气。”黄墨龙立即开口表态，但圆圆还是摇头。
坚称他是自己要去倒垃圾的。楚玉见状便微笑道：“既然孩子都这么说了，那么今天这件事就这么一笔接过吧。我希望园长你可以加强一下管理，我不希望再看见今天的事情发生了。”院长连忙点头：“放心吧，楚先生，我以后会安排学校的职工负责垃圾的倾倒，不会让孩子们来负责这件事了。”黄飞心中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是逃过了一劫。要是圆圆把他欺负自己的事说出来，黄飞还得再挨上一顿狠打。黄墨龙对待自己儿子从来没有过溺爱，该打的时候他丝毫不会手软。他很清楚，像他这种家世背景，孩子一定要严加管教，不然以后就会像刘志恒一样四处惹是生非，做事不计后果，毁了一个家族。不过既然楚玉都说这件事过去了，那他也就没有继续找黄飞麻烦。这时园长才干咳一声，说带着家长们去参观幼儿园的设施，算是转换一下心情。等家长们都走后，教室里的孩子们才把圆圆围了起来，每个人都像是看英雄一样崇拜地看着他。圆圆，你刚刚好帅啊，要是没有你，飞哥这次绝对死定了。我听飞哥爸爸说，他们家的1号别墅送给你住了，真的假的？圆圆，你老爸这么厉害，你之前怎么没说？我看黄爷见到他都点头哈腰，像个小跟班一样。听到众人七嘴八舌的话，圆圆歪了歪头道：“那座别墅是黄飞爸爸送的吗？我也是刚知道，不过我可以随时欢迎你们来我家玩。”真的？众人都惊喜不已。这时黄飞挤了上来，挠着头对圆圆道歉：“对不起圆圆，之前是我不对，我不该说你爸爸的。今天你的救命之恩我记下了，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我能做的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绝对不含糊。”真的吗？圆圆想了想，然后说道：“那我能玩玩你的游戏机吗？”黄飞的游戏机是他老爸才给他买的，黄飞当个宝贝一样，谁都不能碰一下。之前圆圆也就是搬着板凳看他玩过，根本不敢提出自己上手。现在听黄飞这么说，便提出自己想玩游戏机。听到这话，黄飞马上去书包里把他的游戏机拿了出来：“你随便玩，只要你喜欢，送给你都可以。”见此，其他小朋友也都献宝似的，纷纷开口道：“圆圆，我有塞尔达的卡带，你要玩吗？”“你的不行，我的卡带里有满级林克。”“圆圆，你玩我的。”“圆圆，我家里有我爸花了3000块钱买的进口冰激凌，你要是吃的话，我明天上学的时候给你带1盒过来。”看见他们这么热情，圆圆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这多不好呀！不过这些小朋友却根本不在乎，他们都是从小便跟着父母在上流圈子里见过世面，知道什么样的人他们一定要拼了命的巴结。以前是黄飞，现在毋庸置疑只有圆圆。黄飞都得靠边站，以前的飞哥现在恐怕要沦落成小老弟了。家长会结束之后，楚玉和圆圆一起搭着黄墨龙的车回了家。一进家门，圆圆就捧着游戏机哼着歌坐在沙发上玩了起来，看起来心情很好。小家伙在班里唯唯诺诺了这么久，自己也没想到开了一次家长会，他就变成了全班的小公主。楚玉对他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圆圆今天确实可以睚眦必报，当场报复黄飞。不过这么做的话，最多只是让黄飞退学，还会让班里其他人对他心有恐惧，不敢和他交朋友。现在他不仅收获了黄飞的大人情，还在班里成为了焦点，这可比报复黄飞要赚得多。当然小家伙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单纯觉得黄飞很可怜而已，不想对他赶尽杀绝。这种单纯和善良难得可贵，最起码他没有和孙俪一样势利刻薄，这是最让楚玉欣慰的。第76章尴尬的相亲。为了奖励圆圆，晚上楚玉第一次没有修炼，而是让人买了现成的生肉串，在家里给他做烤肉吃。二人玩到了很晚，直到小家伙吃饱喝足也玩累了，才抱着他去休息。收拾完烤架和没吃完的肉串，楚玉也回房间睡觉了。虽然在见识张真人的高深境界，得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后，楚玉有了奋起直追的念头。不过圆圆的事也让楚玉认识到了自己对他的陪伴不足，修炼的事可以往后推一推。至少这一晚，楚玉想把时间都交给圆圆。这一晚，楚玉睡得很是香甜。第二天，楚玉起了个大早，出门时许家派来的保姆已经到了。楚玉去金陵，自然不可能带着圆圆一起。虽然如今楚玉已经有了宗师级境界，不过金陵是他第一次踏足，人生地不熟，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他怕自己到时候出了状况，不能顾及到女儿，才没有带上圆圆一起。因此他特意拜托许红衣从许家找了最靠谱的保姆来帮他照顾圆圆一天。圆圆去上学时，刚好曹家的电话打来了。接通后听见是曹彤彤的声音，楚玉怔了一下后问道：“怎么是你打来的？你爸爸呢？”“哦，我爸爸说他临时有急事，所以让我陪你一起去金陵。”说着他赶忙又补充道：“我的权限很大的，楚玉哥哥你不要担心，如果到时候拍卖会上有需要用钱的地方，我有能力拍板，从曹家调用资金。而且
我和你保证，我到时候绝对不会乱跑，不会给你添麻烦。听见他和小孩子一样，哀求大人带自己去游乐园，楚玉有些忍俊不禁。好吧，你跟着我也行，身边带个漂亮的小姑娘，总比带着你老爸要养眼很多。真的？曹彤彤惊喜不已。那楚玉哥哥，我现在去接你。不急不急，机票不是订的中午的吗？我临时有个人要见，你到时候来猫屋咖啡厅来找我就是了。好的，我记住了，那我们咖啡厅门口见。说着，他才开心的挂断电话，美滋滋的去梳妆打扮的。紧张兴奋的样子倒不像是陪楚玉去金陵参加拍卖会，而是出去和心爱的男朋友约会一样。楚玉之后又给兰家发了条信息，要他们到时候来咖啡厅门口会合，随后才骑着电瓶车启程前往相亲地点。等楚玉赶到时，刚好是卡着点，从老远他就看见门口有个中年男人在张望。见到楚玉，中年男人顿时对他挥了挥手。楚玉也下了车，笑着道：孙叔叔，好久不见了，你现在比以前体面不少了呀，没少发财吧？这个人正是楚玉老爸的好友，也是这次给他介绍相亲的孙有才。楚玉印象里，孙有才还是那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种田时的样子，而不是现在这种西装革履，腰间还加了个皮包的成功人士形象。听见楚玉的话，孙有才忍不住笑了一声：发个屁财啊，真正有钱人不会穿成我这样，我都是穿给别人看的，要不然谁跟你签合同？说到这里，他上下打量了楚玉一眼，不禁皱眉：你小子怎么回事？不是和你说了今天是相亲来的吗？你怎么骑了辆电瓶车就来了？好歹也出去借一辆车撑撑面子吧，要不然人家姑娘哪看得上你？这次我给你找的姑娘家庭条件挺好的，你样子得过得去啊。而且你这身衣服也太休闲了吧，怎么就穿了套运动服就来了？你这样肯定不行啊，赶紧出去换一套行头。楚玉闻言看了看自己这身衣服，我这行头咋了？不是挺干净的吗？孙叔叔，你不是才说有钱人不会穿得特别浮夸吗？我这叫低调。行啊，你小子还会调侃我了。孙有才忍不住在楚玉肩膀上轻轻捶了一拳。你的意思是，你现在是有钱人了？你卡里不会刚好有个几千万吧？几千万不止，我卡里有10个亿呢。楚玉笑眯眯道。他这话倒不是胡说八道，许红衣给他的那张花旗银行的黑卡里还真有这么多钱，而且这还不算那20亿的透支额度。孙有才听了则又气又好笑道：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行了，赶紧去换身衣服，打扮得像样点，钱不够孙叔叔借你点，咱别在外表上让人看扁了。楚玉刚要说些什么，这时咖啡厅里走出来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她看到楚玉忍不住错愕道：孙叔，这就是您说要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她打眼扫了楚玉这身不起眼的廉价运动服以及身边都掉漆了的老电瓶车一圈，心中大失所望，有些生气道：您不是说他条件还可以，人又高又帅吗？这怎么是个土鳖啊？孙叔，你耍我呢吧？听见这话，孙有才赶忙对他安抚道：晴晴，你稍安勿躁，楚玉是我好朋友的儿子，人靠谱得很，知根知底，老实又勤奋，你们先进去喝杯咖啡聊聊天，了解一下也不迟啊。了解个屁啊！被叫做晴晴的女孩翻了个白眼，我不是和您说了吗？我要找个至少1.9米的长腿欧巴，这才叫最萌身高差，他这1.8米都没有吧？在男生里这都算是残废了，你把他叫过来干嘛呀？孙有才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寻思着，你这小个子不也才1.6米吗？你有啥资格舔着脸非1.9米不要？晴晴，你给叔叔一个面子，人家来都来了，你们得聊聊再说啊，别这么说话，让楚玉听见了不好。咋了？有啥不好了？他这个土鳖穷得和条狗一样，我说实话他还不乐意。我摆明了和您说吧，这是没戏，我看不上这小子。说罢他就要走人。孙有才好说歹说，他才终于愿意进咖啡厅和楚玉聊几句。不过进门时他就低下头玩手机，一眼都不看楚玉。一时间桌上的气氛变得格外尴尬。第77章，你这普信男真恶心。晴晴，别玩手机了，楚玉大老远来了一趟，你们俩好歹聊聊天呀，别冷场了呀。孙有才在一旁看得有点着急。晴晴闻言头也不抬的便对楚玉问道：楚玉，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工资多少啊？我自己开了一家医馆。你开了店？听到这话，晴晴这才抬起头，惊讶问道：一个月能有多少钱？楚玉耸了耸肩：这可说不准，我开医馆是为了悬壶济世，不是为了挣钱，大部分人来找我看病我都不收费的。什么？晴晴大失所望，一脸鄙夷道：你装什么呢？都啥年代了，还在这悬壶济世？你以为你是谁？扁鹊在世，不收钱我嫁给你，你怎么养得活我？这个车子呢？你有吗？门口的电瓶车算吗？房呢？没有，我现在和女儿住在朋友家里，没车没房，还带个拖油瓶，是这个意思吧？晴晴说到这里翻了个白眼，心里简直想要大喊救命了。楚玉点了点头，并不否认，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他本来对这次的相亲也没有什么兴趣，
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来的。因此看到晴晴脸上毫不掩饰的嫌恶，楚玉也并不生气。对了，你叫晴晴对吧？聊聊你吧，你现在在哪工作？楚玉喝了一口咖啡，问道。工作？我中专毕业后就没工作过。中专？楚玉愕然。是啊，怎么了？女生上中专有什么奇怪的？哦，没什么，我只是听孙叔说你对男方的要求底线是2本大学毕业，所以我以为你的学历也差不多是这样嘛。我要找2本毕业的男生，是想筛选掉那些学历低没素质的区男，有什么问题吗？晴晴冷笑道，我只是没想到大学生还有你这种没用的废物，看来光有学历也没什么用了。楚玉笑容依旧，那你如果结婚以后有考虑过未来的打算吗？打算？晴晴一脸茫然，结婚不就是生孩子吗？有什么好打算的？你不会想让我结婚之后去工作挣钱吧？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我结婚以后也不会去上班的。我爸说了，让女人挣钱的男人是最没用的男人。楚玉被这姑娘清奇的脑回路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小妹妹完全是含着金汤勺长大的温室花朵呀。思量了一会儿，楚玉这才开口道：晴晴，我觉得咱们2个可能真的不是特别合拍。不过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你这种想法是给人当二奶的想法，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多多少少还是要有点志向才对。晴晴怔了，你在教训我？不是教训你，是想给你几句劝告而已，你听不进就算了。孙叔，今天的相亲要不然就这样吧，我还约了人，一会儿他们就要到了。说着楚玉便站起身，有了离开的想法。晴晴见状，表情顿时极其精彩。他还没说什么呢，这个楚玉居然嫌弃他。羞怒之下，他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叫道：你牛什么牛啊，拽得跟258万似的，你以为你是谁？我告诉你，我爸1个月挣的钱是你这种穷狗一辈子都挣不到的。你看不起我，老娘还看不上你呢。你这种人就是典型的普信男，普通却又那么自信。晴晴的声音立即吸引到了咖啡厅里的客人目光，见到这么多人都将眼神看向楚玉，晴晴心里笑嘻嘻的想到，屈男敢教训我，这下老娘让你当众丢人现眼。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楚玉的脸上并没有什么气愤或者羞窘的神态，那副看向他眼神平淡如水，宛如是在看着一个小丑一样。孙有才都看傻了，他没想到他屁股还没坐热，这次相亲就谈崩了。这时咖啡厅的服务员见他们似乎要走，便将账单拿了上来。我来结账吧。孙有才见状心里叹了一口气，顺势接过账单，但不看不知道，一看他直接吓了一跳。服务员，你账单打错了吧？我们就点了几杯咖啡和点心，怎么花了3000多？你们这是漫天要价，我要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你们。听到孙有才的话，服务员心里骂了一声土鳖，脸上却带着职业的笑容道：这位先生，你们点的咖啡是本店最贵的麝香猫咖啡，具体价目都在这个菜单上，您可以一一对照。孙有才拿过菜单看了一眼，血压顿时暴涨。他这才发现晴晴来了以后，咖啡和点心都是直接点的这家店里最贵的一档，这不是把他们当冤大头仔吗？怎么了？钱不够吧？晴晴看了楚玉一眼，脸上满是讥讽。放心好了，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乡巴佬是第一次来这种高端咖啡厅消费，我就没打算让你们这些土鳖结账。说着，他从自己的包包里优雅地掏出一张咖啡厅的贵宾卡，道：服务员，这里面有钱，刷这张卡吧。服务员见此，立即面色一变，将其奉若上宾。要知道，这张白金贵宾卡可是在店里消费过10万才有资格办理的，这种大客户他可不敢得罪。刷卡完毕后，他恭恭敬敬的双手将卡缝还给了晴晴。怎么样？晴晴冷冷地看着楚玉道：楚玉，你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还有孙叔，下次别给我找这种普信男了，我看着就恶心。说完，他提起包就往外走。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太着急，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并没有怎么看路，直接和几个搬着一个花瓶往外走的人撞到了一起。只听咔嚓一声，花瓶在地上应声而碎，晴晴也被他们撞得没站稳，一屁股摔坐在了地上。哎呦，疼死我了！你们几个屈男没长眼睛啊！他刚要破口大骂，突然话音戛然而止，因为这时他才注意到，这几个男人都是身穿黑西装、满脸凶气的恶汉，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没长眼睛的是你吧？这时，一个戴着金链子的男人满脸怒意的从一辆迈巴赫里走了下来，咬着牙道：老子刚买的花瓶就让你给碰碎了，你知道这花瓶多少钱吗？把你这贱人卖了都赔不起，懂吗？第78章，楚玉才2000多万，我还以为2个亿呢。男人名叫洪涛，平时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收集瓷器、国画一类的珍品好物。这件被碰碎的花瓶来头并不一般，而是他花了好大代价才托人拿到的海外回流瓷器元青花。因为这个元青花收到的价格极贵，他让人别人送到家都不放心，这才自己开车带着人亲自来搬。却没想到
花瓶刚搬出门，还没上车，就被一个不知道哪来的没头苍蝇碰碎了。洪涛心里有多火大，可想而知。晴晴听了这话，也心生火气。你骂谁贱人呢？不就是个破烂花瓶子吗？多少钱啊？你说吧，我赔给你不就得了，狗叫什么呢？洪涛怒极反笑，你赔？好，我告诉你，这个元青花是我花了2800万买到的，你掏钱吧。什么？晴晴尖叫道，你穷疯了是吧？一个破花瓶，你花2000多万？你自己当怨种，别拉着我一起。这破花瓶我最多给10万，多一分没有。洪涛冷冷道，花瓶的真伪不用你来怀疑，我是让国内专家亲自过了几遍眼才确定的，价格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花瓶碎片都在。你不信的话，可以带着去任何一家专业机构估价，要是估出来的价格比我买到的价格低，我把脑袋砍下来给你当球踢。他也算是老玩家了，敢说出这话，肯定是对自己的眼光有自信的。这时，旁边的一家古董店老板也走了出来，亲自看了看地上的元青花碎片，然后一脸惋惜道，小姑娘，你这次真的闯大祸了，这花瓶确实是极品元青花，2800万买到绝对是不亏的，比这个成色稍差点的一个元青花，在国外的一个拍卖会上曾经拍出了3600万的天价，那次拍卖会也被国内的新闻报道过了，你随便在网上搜一下都能看见。围观的群众一听，都赶忙掏出手机搜索，果然看到了那条拍卖的信息，都震惊的开口道，我操，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在讹人，没想到这花瓶真这么贵啊！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真没想到一个花瓶可以卖到几千万啊！小姑娘，赶紧让你爸妈卖房吧，这花瓶你是真的赔不起啊！听见众人的话，他也赶忙打开手机搜索，看见真的有这条新闻，而且拍卖出的元青花确实也和他碰碎的这个差不多，他的心都凉了。这可是2000多万啊，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起的。他家只是有点小钱，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么多啊！大哥，我真不是故意的，这件事我们再商量一下，花瓶你能便宜点吗？2000多万，我实在掏不出来啊！晴晴终于慌了。洪涛冷笑一声，死死盯着他，一字一顿道，一分也不能少，你要是掏不出来，就去老子的夜总会里当小姐，用你的身体给我还债。说着，他的目光在晴晴凹凸有致的身材上一扫而过，心里顿时有了股邪火，想要发泄。圆圆吓得脸色惨白，不要！但洪涛却根本不和他废话，直接挥了挥手，把他给我带走。他的命令一下，几个大汉顿时一拥而上，抬手便要将他抓起来扔上洪涛的车。这时，楚玉听见外面的骚乱，从咖啡厅里漫步而出，看见洪涛正让人把晴晴抓上车，便愕然问道，出什么事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楚玉，他们用一个破花瓶讹我，你要是个男人就快点救我啊！洪涛直接上去给了他一个耳光，贱人，你胡说八道什么呢？破花瓶，你碰碎的可是我花了大价格的元青花，谁他妈讹你了？楚玉闻言忍不住摇了摇头，笑着说，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不就是个花瓶吗？算了，这个花瓶多少钱，我替他给吧。闻言，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接着不少围观的群众都忍不住低头笑出了声。你们听见这小子的话了吗？他说他要掏钱，你们看他这身廉价运动服，估计是从哪个夜市上买的，他估计都不知道1000万以上是什么概念。这小子我知道，刚刚我在咖啡厅里看见他正在和那个女孩相亲，就是个普信男，还是骑电瓶车来的，让人家女孩好一顿骂，丢死人了。我要是他，尴尬的要找根绳子吊死。哈哈，他要是听到这个元青花的价格，恐怕吓得尿都出来了。晴晴被楚玉气死了，大骂道，你脑残吗？你以为这花瓶是几百块钱的地摊货？废物，赶紧去报告执法队，让他们来救我。他刚说完，身上就挨了一脚。报告执法队？你碰碎了我的花瓶，要报案也是我吧？说罢，洪涛便让人把晴晴带走，并对楚玉挥了挥手，威胁道，小子，我奉劝你别多管闲事，赶紧给我滚，这花瓶你赔不起。楚玉疑惑地看着他，你连价格都不说，怎么知道我赔不起？听了这话，洪涛被气乐了，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真想和我碰一碰？行，我告诉你，这个元青花我花了2800万，你掏得起吗？闻言，孙有才赶紧拉了拉楚玉的胳膊，压低声音对他道，楚玉，别管这桩闲事了，这群人看着就不好惹，咱们还是赶紧走吧。你要是出了点事，我没法和你爸爸交代啊。没事，孙叔叔，这件事我能摆平。说罢，楚玉便玩味地看着洪涛，不紧不慢地说，看你婆婆妈妈煞有其事的样子，我还以为多少钱，才2000多万。你不说，我还以为这破花瓶你花了2个亿呢。话音甫落，楚玉便取出一张黑色的银行卡，在洪涛面前晃了晃，直接刷这张卡，密码6个0。闻言，洪涛愣了，孙有才愣了，晴晴愣了，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愣了。才2000多万，这说的是人话？晴晴简直要被气死了，这世界上怎么有这种奇葩啊？
他忍不住大声骂道：“楚玉，你分不清场合吗？这是你能装逼的地方吗？你掏出一张破卡充什么大尾巴狼？你找死别害我一起死啊！”然而一直气焰极其嚣张的洪涛看见这张卡却变了脸色。这张卡你是从哪弄来的？朋友送的。楚玉微笑着补充道：“一位姓许的朋友。”听到这话，洪涛如遭雷击，心里马上有了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想法：你难道是……第79章，他的钱我不敢收。这张黑色银行卡别人可能并不认识，但洪涛这个身价的人自然是接触过的。这是花旗银行的最高级贵宾黑卡，寻常的贵宾客户是没有资格办理的。能申请下来的不仅需要在银行存有大量资金，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说整个云海市持有花旗黑卡的人屈指可数。听见楚玉说这张卡是一位姓许的朋友送给他的后，洪涛马上猜到了这个人是谁。除了许弘毅以外，别无他人。能让许家的这位许爷送出这么珍贵的礼物，楚玉的身份自然也就呼之欲出。难道他就是传闻中帮许弘毅治好了腿上，在许家被奉若上宾的那位小神医？洪涛心中惊诧地想到。一念至此，他赶忙令手下放开了秦晴。老大，钱还没收到呢，现在放了他。手下满脸懵逼地开口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钱？赶紧放人！”洪涛咬着牙道。楚玉见此，奇怪地问道：“怎么？你刚刚不是说要我赔偿这个花瓶的损失吗？现在改变主意了？”是。洪涛对楚玉讨好的笑道：“楚先生，刚刚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一个破花瓶而已。要是知道这位姑娘是您的朋友，我绝对不敢难为她。这件事就这么一笔带过吧。”说到这里，他压低声音道：“许先生那边，请您为我保密，千万别让他知道我在街上冒犯过您。”洪涛能有今天，全靠许弘一提携了一手。他现在也是靠着许家这棵大树，才能把生意干得如此红火。要是让许弘一知道他敢对楚玉这么无礼，可想而知许弘一雷霆震怒后他会是什么下场。这时候他哪里敢和楚玉要钱？他可没到要钱不要命的程度。看见洪涛突然对楚玉服软了，秦晴看得目瞪口呆。等洪涛带人离开后，他才反应过来，不可思议地开口道：“楚玉，你那张卡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个人一见了以后态度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楚玉瞥了他一眼，将卡收好，淡淡道：“和你没有关系。”说完他便准备离开。秦晴赶忙叫住了他，红着脸道：“楚玉，谢谢你救了我，你现在有时间没？要不我们回咖啡厅里再聊一会儿？”孙有才见状眼前一亮，他本来以为秦晴和楚玉已经没有希望了，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现在哪怕是他这个局外人都看得出来秦晴是对楚玉感兴趣了。这时候楚玉只需要顺水推舟，二人的事基本上就成了。然而未等他高兴太久，楚玉的声音便响了起来：“没什么可聊的，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觉得你以后还是不要联系我为好，我们两个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明白吗？”听见了这话，孙有才心里咯噔一声，秦晴则是惊愕的说不出话。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大美女主动对楚玉示好，楚玉竟然和个木头一样，居然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你是不是还在因为咖啡厅里的事生我的气，所以才这么和我说话？他不服气地追问道。楚玉摇了摇头：“我没你这么小肚鸡肠。另外，既然你的家境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么你这张嘴还是管好为妙。这一次有我救你，下一次就不一定了，记住了吗？”显然今天这件事不至于会闹成这样。如果秦晴在碰碎花瓶后马上和洪涛道歉，洪涛也不至于会这么咄咄逼人。是他自己火上浇油，这才导致差点失身。因此楚玉才会提醒他以后不要再这么乱说话了。不是每一次他的运气都能这么好。然而在秦晴的耳中，楚玉这番话完全是在讥讽，像是扇了他脸上一记耳光，令他的脸火辣辣的疼。看着楚玉插着兜看也不看他，便准备离开。秦晴恼羞成怒，大声叫道：“你装什么装？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了？给脸不要脸的东西！怪不得你老婆要和你离婚，你这种死直男活该单身一辈子。我看下辈子也不会有女人眼下看得上你这种屌丝，你就一个人过一辈子去吧。”我呸！听见身后的秦晴跳脚大骂，楚玉只是摇了摇头：“我的事不用你来操心，就算再怎么样，我也看不上你这种人。”旁观的众人看见这一幕，都忍不住窃窃私语道：“这个小子也太装了吧，他以为他是谁啊？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主动投怀送抱他都不要。天哪，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钢铁直男，他这种人居然还能结婚。兄弟，你这个性格绝对有问题，我劝你还是改一改吧，别老教训别人，要不然没有女人会看得上你的。”听见四周的人都在为他说话，秦晴得意极了。然而令他恼火的是，楚玉却从头到尾都没有再看过他一眼。“晴晴，楚玉这孩子心情不好，他没有别的意思，要不然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等明天我让他给你打电话。这时，孙有才上前对晴晴如是说道，似乎还想再帮楚玉争取一下。晴晴却直接一口拒绝道：“别了，他清高，他了不起，哼，以后就算他主动求我，我也不会再看他一眼的，死直男，我看着就想吐。我看孙叔你也别努力了，这种人没有女人会喜欢的。”就在他话音刚落时，却见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停在了路边，而后车门开启，一位身穿职业套装、美得不可方物的冷艳女总裁从车里迈了出来，所有人都看呆了。她的身材极好，修长的白腿上穿着一双巴黎世家的黑色冰丝长袜，紧绷绷的，极具勒肉感，刚好将她完美的腿型衬托得淋漓尽致。居然是蓝初然小姐！晴晴俏脸微红，心情顿时激动了起来。蓝初然可是她心中的偶像，是名门天之娇女的代表，她自然是认识的。只不过，蓝初然来这里干什么？就在她想到这里时，只见下车的蓝初然突然向着一个人走去了，一个她做梦也没想到的人。第80章，修罗场，天之娇女与千金小姐抢男人。楚先生，我来接你了。我没来晚吧？蓝初然开口问道。没有，你来的刚好，我正好打算离开了。楚玉看着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惊讶道：“咦，你今天化妆了吗？”听见这话，蓝初然点了点头，略微有些紧张道：“出门前化了一个淡妆，怎么样，好看吗？”楚玉闻言便煞有其事地轻轻捧起他的脸，仔仔细细地左右端详，最后点头评价道：“完美，比之西子胜3分，好看极了。”听见楚玉的话，蓝初然的脸唰的一下红透了，但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甜。看见这一幕，周围的人全都傻了眼，晴晴和孙有才更是惊得宛若石化。楚玉和蓝初然这番亲密的举动，完全像是一对正在热恋之中的小情侣啊。然而，未等众人回过神时，一辆玛莎拉蒂又在街边停下，旋即一个身穿牛仔短裤、青春靓丽的小美女从车里走了出来。“楚先生，我来。”她说到一半，这才注意到楚玉身边像小媳妇一样红着脸站着的蓝初然，心中顿时警惕性拉满，对楚玉惊疑不定地问道：“是谁啊？”“一位朋友。”楚玉耸了耸肩，对曹彤彤道：“他是蓝家的人，这次是他代表蓝家陪我一起去金陵。”“蓝家的人？”曹彤彤听了这话，气鼓鼓地垂下头，小声嘟囔道：“蓝家搞什么呀？他们家没人了吗？怎么派了一个臭女人过来啊？”他原本以为这次会是和楚玉二人的甜蜜出行，哪能想到还有一个女人跟他一起去。更可气的是，这个女人虽然比他大几岁，但身材也比他更加完美，更具女人味道，像是熟透的水蜜桃待人采摘一般。这不是搞事情吗？虽说曹彤彤也是个10分级别的美女，然而她这种小美女更偏向可爱甜美的小猫咪风格，在性感无敌的蓝初然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蓝初然听见她毫不遮掩的嫌弃之意，环抱双臂，也满满敌意道：“楚先生和我是老朋友了，这次我陪他去金陵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我很早就开始接管家族生意，不像某个小女生一脸懵懂，分明是来凑数的。我反倒还想问问4大世家之一曹氏门阀，怎么让你这个未经世事的小丫头陪楚先生参加这么重要的拍卖会呢？是你曹家对此事不够重视？”说到这里，他的美眸似是无意间瞥过曹彤彤略显平坦的胸前，旋即唇角平添一抹笑意。看见这一幕，曹彤彤要被气死了。论口才，他根本说不过蓝初然这个女强人。被戳中痛点的他急得直跺脚，大叫道：“你叫什么叫？这次的金陵拍卖会名额是我爸爸弄到的，你多大了呀？开口爸爸闭口爸爸，这次你爸爸让你和楚先生去金陵，是他烦透了你，想让楚先生帮忙带孩子吗？”蓝初然微笑问道：“你？”曹彤彤被他对得都快哭了。见状，楚玉只得开口道：“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准备一下一起去机场吧，别耽误了正事。”听见楚玉开口，蓝初然听话的点了点头。曹彤彤也暂且放下了对蓝初然强烈的成见，但临上车前还是像小孩子抢玩具一样把楚玉抢到了自己的车上。临上车前还对蓝初然吐了吐小舌头，一脸得胜的样子。看着二女的车缓缓开走，众人才从凌乱中反应过来，我刚刚看见了什么？蓝家的天之娇女居然和曹氏门阀的千金小姐在大街上为一个男人争风吃醋，而且还是一个刚刚还被他们嘲笑的死直男。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在场所有男人心里都开始悲鸣。我操，这个小子到底有哪点好，能被这2位极品尤物同时看上啊？晴晴也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不可能，这不可能！凭什么？那姓楚的有什么长处？凭什么能被他们2个看上？我不相信！孙有才也满脸茫然。楚玉居然认识首富的女儿和世家门阀的千金，他也根本对此事毫不知情啊！如果要是知道，他哪里会为楚玉准备什么乡亲？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是楚玉打来的。孙叔叔，忘了一件事，我的电瓶车还在咖啡厅门口呢，麻烦你一会儿帮我推回家吧，我车没锁。哦好，你家住在哪？云岭山庄1号别墅。你住在云岭山庄的1号别墅？孙有才惊得脱口而出，楚玉，你没拿叔叔开玩笑呢吧？那地方可不是我这种人能随便去的啊。楚玉微笑着道，孙叔叔，我和云岭山庄的保安打过招呼了，你去了以后他们就会带你上山，不用担心进不去门。对了，孙叔叔，还有一件事，我在云海的事，我希望你可以对我爸妈保密，我现在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他们不知道我的情况，对他们反倒更好，您能理解吗？听到这话，孙有才才从震惊中回过神，他连忙点头，颤声道，我理解，完全理解，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对你爸妈说。好啊好啊，楚家的小子，你现在可比你孙叔叔要出息多了，以后孙叔叔还得靠你关照啊。没问题，小事一桩。您是做工程的是吧？我刚好认识一个叫黄墨龙的人，他是做地产生意的，你们应该会有很多机会合作，不知道孙叔叔你意下如何？孙有才激动道，这感情好啊，黄爷可是云海最大的地产商，能和他合作，我当然求之不得。挂断电话后，孙有才还有些飘忽忽的，怎一个春风得意，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贵人居然就在他的身边。秦晴完全把刚刚孙有才和楚玉的谈话都听在耳中，一见孙有才挂断电话，就急忙追问道，孙叔，楚玉刚刚说他住在云岭山庄的1号别墅，真的假的啊？第81章，震惊的孙有才和秦晴。当然是真的。孙有才挺直腰杆，笑着说道，不仅如此，我这位侄子还认识黄墨龙，要介绍他给我认识呢。黄墨龙？不可能吧，那位黄爷不是我们云海市的顶层级大佬吗？楚玉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接触到了他？秦晴蹙眉问道，你若不信，可以和我去云岭山庄看看，我正打算给他送车回去。孙有才如实道，其实他对这件事也是抱有一点怀疑的，毕竟虽然楚玉确实是被2个女神级别的千金小姐接走了，可如此年纪就住在云岭山庄的1号别墅，而且还可以随意对黄墨龙这种级别的人发号施令，怎么想都有些离谱的。秦晴听了这话，自然是同意了的。20分钟后，二人推着电瓶车心惊胆战地到了云岭山庄门口，还未上前，他们就感觉到了一阵压力，像是接近了军事重地一般。就在他们观望时，一名腰板笔挺的保安朝着他们走了过来，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在这里看什么呢？住在云岭山庄的人他都认识，这2个人一看就不是这里的住户，自然引起了他的警惕。我是来送车的。孙有才指了指自己的电瓶车。保安先是一愣，接着摇头一笑，你开玩笑呢是吧？我们这种级别的别墅区会有人开你骑的这种破车？赶紧滚远点，别在这里晃来晃去，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孙叔，我们赶紧走吧，我就知道他在吹牛。秦晴连忙道。就在孙有才打算推着车离开时，忽然一个看起来像是保安队长的男人追了出来。等等，你们是楚先生安排送车回来的人吧？楚先生？你是指楚玉？孙有才小心地问道。拦住二人的保安闻言也愣住了。队长，他们的这辆车是楚先生的？他有点不敢相信，毕竟楚先生可是住1号别墅的大人物啊，怎么会骑这种掉漆的电瓶车？至少他是没看见过的。当然是，楚先生给我留了信息，你们几个跟我来吧。队长说着便令人打开巨马，引领着孙有才和秦晴进入了云岭别墅，带他们亲自来到了云岭山庄最顶峰那座云雾缭绕的1号别墅前。二人都被惊得说不出话，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别墅，这哪是人居住的地方，分明是神仙隐居的洞天福地啊！把车停在车库里，你们就能走了。保安队长说话间用密码打开了楚玉的车库，这个车库的大小足以放下10辆顶级豪车。孙有才没想到这么大的车库，楚玉居然是用来停电瓶车的，这都不是杀鸡用牛刀了，是打苍蝇用迫击炮啊！停好车后，孙有才的手机响了，是一个他从没见过的陌生号码。接通之后，对面便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孙有才吗？你是黄墨龙？对方简单明了地回答道，黄爷，您是黄爷本人。孙有才面色大变，他虽然听楚玉说过会介绍他和黄墨龙认识，却也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给他打电话了，而且还是黄墨龙这位大佬本人亲自给他打的。这云海市还有人敢冒充我吗？黄墨龙轻轻一笑，接着便要孙有才明天上午11点前来他的公司找他，到时候他会专门和孙有才谈一谈后续合作的事情。孙有才一边听一边点头，心情激动至极。等挂断电话后，他大笑几声，眼角都有些湿润了。他从老家到云海市混迹了这么多年，白手起家到现在，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白眼，而今一朝成龙，竟然只是因为楚玉的随口一句话。秦晴看见这一幕，
如遭雷击，彻底相信了楚玉的话没有半分水分，也瞬间明白了为什么洪涛一见到楚玉的银行卡便吓得连钱也不敢要，赶紧让人放开他，逃一般的离开了。为什么楚玉会对他主动投怀送抱，还根本看不上眼？正如楚玉所说，他与这个男人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啊！想到这里，他才明白他到底错过了什么。孙叔，我爸妈和您交情这么好，您再想想办法跟楚先生介绍一下我吧。他急忙抓住孙有才，卑微道：我不要名分也可以，只要楚先生想要，让我做什么都行。听了他的话，孙有才只是叹了一口气。晚了，青青，不是我不想帮你，如果你在咖啡厅里能听我的话，和楚玉好好聊聊，没有对他几次讥讽，就算你们的事成不了，你们也能当个朋友。现在你在他的心中印象已经差到了极点，他不可能再和你见面了，你死了这条心吧。青青闻言彻底绝望了，他又看了一眼面前这座奢华的1号别墅，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楚玉来头这么大，他使尽浑身解数也得傍上啊。如果成功了，现在他不就成为这座豪宅的女主人了吗？离开云岭山庄后，青青还有些失魂落魄的，像是丢了魂一样。孙有才送他回家后，便给楚玉的妈妈打了通电话。老孙，我家楚玉和你介绍的那姑娘谈得怎么样了？楚玉妈妈马上迫不及待地问道。别提了，没谈成。啊？怎么回事？是那姑娘看不上我儿子吗？不是，是你儿子看不上人家。孙有才故作埋怨道。您找我的时候怎么没说你儿子有女孩子在追啊？他相亲的时候人家都找过来了，而且还有2个。什么？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亲眼所见，还会骗你吗？楚玉妈妈有点懵，回想起昨天打的那通电话，楚玉好像确实说过他现在有人在追。当时他只以为这小子是在油嘴滑舌，没曾想这居然是真的。老孙，那2个姑娘长得怎么样？他忍不住好奇地追问道。孙有才笑着道，漂亮着呢，一个赛一个好看，而且条件比我介绍的这姑娘好太多了，这下你放心了吧？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道，你儿子的本事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呢。第82章见家长，二女相争。老实说，孙有才还是很想把楚玉如今在云海市如此风光的事情告诉楚玉爸妈的，毕竟他和楚玉爸妈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也没有替人保守过什么秘密，现在属实心痒难耐，想让他们一起高兴高兴。不过他也清楚得很，楚玉如今地位这么高，如果他的父母信息透露在外的话，那些和楚玉为敌的人拿楚玉没有办法，就必然会从他父母身上动手。那样一来，这对楚玉爸妈并不是件好事，而是一大祸事。由此，楚玉才会对外只口不提他父母的事情，就是为了不给这2人添麻烦。孙有才几乎是云海市里仅有的几个知道这个情报的人，其责任有多重大，孙有才心知肚明。他可不敢多嘴，万一因为他多事让楚玉父母遇到麻烦，到时候不仅仅楚玉不会放过他，他自己也会自责至极。楚玉妈妈也听出了孙有才好像有什么事欲言又止，不过知道儿子在云海市里一切都好好的，终身大事也不用他操心，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一会儿又给楚玉打了过去电话，先是故意嗔怒，责怪楚玉对他们守口如瓶，明明身边有2个那么好的女孩，他昨天却只字未提。妈，这不能怪我，我和您说过了，您不信我的话呀！楚玉大喊冤枉。少贫嘴，什么时候？你把2个姑娘带回家，让妈妈看看。楚玉妈妈期待地问道。你要不知道选哪个，我和你爸给你出主意，我们都是过来人，比你更清醒，哪个更适合过日子？妈，这有点太快了吧？楚玉不禁有些汗颜。快什么快啊？找时间你得把2个姑娘领回来给我们看看，记住了吗？我也想亲眼看看那2个姑娘有多漂亮，能让你孙叔叔评价那么高。好好，改天一定。楚玉只得点头。楚玉妈妈这才心满意足地挂断电话。这时楚玉与曹彤彤、蓝初然刚好到机场门口，因此楚玉的对话都被他们2个竖起耳朵听见了。楚先生，刚刚来电话的是阿姨吗？是您家里出什么事了吗？蓝初然不知道事情来龙去脉，便关切地问了一句。曹彤彤也不甘落后道，楚玉哥哥，你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尽管找我，不管是要出钱还是出人，我们曹家绝对不会含糊。没事没事，不过其实还是和你们2个稍微有点关系。楚玉揉了揉太阳穴，还是把他妈妈催他相亲，以及楚玉把这2个小丫头当挡箭牌的事说了，似乎是为了怕他们生气。楚玉还补了一句，你们放心，我就是随口和我妈一说，混过这一关就是了，不会真要你们跟我回家的。没关系啊。蓝初然俏脸一红，小声道，楚先生您需要我帮忙，我随时可以答应，和您回家见见阿姨也没什么啦。臭女人！曹彤彤一听这话，心里顿时大骂了一声，头顶上仿佛都冒起了一个大写的 V， 也顾不上害羞了，直接大声道，
楚玉哥哥，我可以当你女朋友。蓝初然一听这话，美眸里顿时现出一抹杀机，感受到二女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楚玉只得开口道：好了好了，如果我真需要带女孩子回家应付我爸妈的话，我一定带你们两个一起去，这下可以了吗？一言为定，二女异口同声道，接着又互视了一样，同时冷哼了一声，看得楚玉着实有点哭笑不得。等一行人乘飞机抵达金陵后，楚玉不禁深深呼吸了一口。金陵不愧是省会级城市，风水比云海市要好上许多，空气里的灵气也较之更加浓郁。不过云海市临海，空气里有股凉丝丝的海腥气，比金陵的空气更加清新，这一点是金陵比不上的。在一家餐厅简单吃了点东西后，楚玉一行人便准备去参加拍卖会了。另一头，拍卖会现场，不少金陵市本地的豪门、大族、商会已经抵达了这里，提前开始端着酒杯聊起了本次拍卖会的种种爆点。孙俪和刘志恒也在其中，只是此时的孙俪虽然还是跟着刘志恒身边，但脸上已经没有平日里对刘志恒的依恋和爱慕了，甚至他连看对方一眼都会觉得恶心。刘志恒显然也知道自己把他当成条件出卖给了金陵王家的王明，属实是非常不要脸，因此也刻意没有提这件事，而是讨好的对他道：丽丽，开心点，今天我就是专程陪你出来散心的，一会儿拍卖会上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你尽管开口，我一定帮你拿下。要知道金陵拍卖会可是金陵最上流的交际场合，金陵的所有强族和势力都会到场，一般人可是根本没有参加资格的。我们今天便尽管好好享受这场拍卖会吧，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好吗？听了他的话，孙俪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就在这时，他的余光瞥向了拍卖会的入口，刚好看见了楚玉一行人的身影。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但揉了揉眼睛，他才确认自己没有眼花。他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了？刘志恒奇怪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见到楚玉后，他的表情也和见了鬼一样。不可能啊，楚玉这小子也就是在云海市有点能耐，在金陵他根本连乞丐都不如，他怎么可能有资格参加这种上流的拍卖会？不过在看到楚玉身边跟着的曹彤彤，他才和吃了死苍蝇一样，好像明白了什么，咬牙道：原来是曹家帮了他，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就是曹家的千金曹彤彤，绝对是曹家帮他弄到了入场的名额。我就说这个楚玉怎么有能耐来这里，原来是吃了女人的软饭，哼，真不要脸。听到这话，孙俪扫了他一眼，略带讥讽的开口道：刘志恒，你也好意思说这话？你刘家是怎么留在金陵的，你忘了吗？第83章祸国殃民的妖精。听了孙俪嘲讽的话，刘志恒顿时十分尴尬。丽丽，那件事我也不想的呀，我们人在屋檐下，如果违逆王明的要求，咱们都得死在这里啊。孙俪面露冷笑，她现在对刘志恒的话可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了。她死死盯着不远处和两个女人谈笑风生的楚玉，心里的情绪复杂至极。她没想到自己过得这么惨，楚玉反而越来越风生水起，不光在云海市地位水涨船高，现在身边居然跟了两个姿色、身材、气质都全面吊打他的女人，这让他心里对楚玉更加怨恨。没有什么比前任比自己过得更好，更能吸引仇恨的了。他讨厌刘志恒，但他更希望楚玉不得好死。一念至此，他立即对刘志恒道：你想哄我开心是吗？那今天的拍卖会上，你就要给我让楚玉狠狠丢人现眼，不要让他从拍卖会上买走任何东西，你做得到吗？听到这话，刘志恒的笑容微微凝固。怎么，你心疼钱了？孙俪眯起眼睛，当然不是，只要你开心，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刘志恒连忙道。刚一说完，他就面露难色。可是那个楚玉身边跟着云海首富蓝家的人，和他拼财力，我恐怕不是对手啊。废物！孙俪摇了摇头，接着毫无留恋的便抛下了刘志恒，启程前往王家的专属包厢。王明见孙俪主动来找他，立即面露喜色，主动来到门口，问道：丽丽，你怎么来了？王少，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孙俪一改和在刘志恒面前冷漠的样子，眼下面露春意，千娇百媚，简直像是一只祸国殃民的祸水妖狐，把王明迷得不要不要的。听说拍卖会现场有一个孙俪的死敌，王明立即开口道：放心好了，你告诉我他是谁，只要有我在，他别想在这次拍卖会上买到任何一样东西。王少！孙俪面露惊喜，不过很快他有故作为难道：可是这个小子身边跟着两个女人都很有财力，其中一个出自云海市首富，另一个则是来自曹氏门阀，您能拿得下他吗？这么有来头？王明惊讶了一下，但很快便不在意的笑着道：那又怎样？云海市到底是个边陲小城，这些乡巴佬怎么可能同我们金陵王家相提并论？如果要拼彩礼，哪怕这两个家族绑在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王少，你对我真好。孙俪马上抱住了他，像是要融化在他身上一样。
王明也忍不住对他上下其手。要不是包厢里还有他爹和姐姐在，他肯定要马上把孙俪带回房间。门口那个和明儿黏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我怎么头一次见？这时正在喝茶的一个中年男人注意到了这一幕，忍不住皱眉问道。他正是金陵王家的现任家主王天和。虽然他已经把儿子视为继承人，对儿子王明一向管教宽松，然而见到孙俪这种一脸媚相的女人接近自己儿子，他还是有些不悦。闻言，为王天和煮茶的少女便将孙俪的来历说了一遍。听了之后，王天和忍不住摇了摇头，哼，又是个有妇之夫，这个明儿怎么偏偏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简直丢尽了我王家的脸面。爸，需不需要我去提醒一下她？少女温声开口。算了，明儿既然喜欢，就由她去吧。王天和摇了摇头，虽然他不喜欢孙俪，不过既然王明喜欢，他也懒得去管了。爸，您是不是太纵容她了？听见这话，少女忍不住开口道。不然怎样，我还能强行让她和那个女人分手？王天和哑然失笑，握住少女的手道，小雨，以后你弟弟就是我们家的家主，你这个当姐姐的要好好帮他才是，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就不要和他计较了。好吧。王宇点了点头。待楚玉入座完毕后，拍卖会也终于拉开帷幕。金陵拍卖会作为全金陵最豪华的上流圈子盛会，参与拍卖的物品自然也是包罗万象，有金银首饰、珠宝玉佛，也有各种各样的天才地宝，甚至连武功秘籍都有。只是这些先后展示的武功秘籍，虽然名字听着都很唬人，但在楚玉眼里都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好武功，只能骗骗外星人，和张真人送他的太乙神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此楚玉并没有什么兴趣可言。之后也有几种药材参与拍卖，但对楚玉并没有什么用途，因此他也没有出手。就这样1件、2件、3件，整整10余件拍品后，别说传说中会出现的炼丹炉了，连一样楚玉有兴趣的东西没有见到，这让他微微皱起了眉头。看了一眼时间，他为了这场拍卖会可专程从云海市跑了过来，甚至连女儿都暂时托付给别人照顾，就是为了能有一番大收获。若是空手而归，一念至此，他心中不禁有些焦急烦躁。蓝突然注意到了这一幕，不禁小声道，楚先生，我们继续往下看，拍卖会上好东西都是排在后面的，这次的压轴拍品有大概率便是那座高品质的炼丹炉，我们绝对不会白来一趟的。楚玉点了点头，轻轻叹了一口气，希望如此吧。楚玉刚刚说完，便见拍卖场的人抬上来了一块巨石。下一样拍品是一块分量很足的彩色巨石，造型非常稀有，很适合喜欢收藏这一类的老板入手嘛，十分具有观赏性。起拍价60万，现在开拍。主持人说完，台下却冷场了。这种情况还是拍卖会开始到现在第一次出现。诚然，这块石头在灯光下泛着彩色光芒，有些像是神话里女娲补天石用的补天石，不过说到底还只是一块石头而已。就算有喜欢收藏这一类东西的人，听见这50万的价格也有些踌躇不决了起来。花50万买一块石头，这多少有点冤大头了。何况拍卖会上的好东西还在后面，现在把资金消耗在这块石头上，显然是十分不明智的行为。这家拍卖会怎么回事？连一块石头都能当成拍品拿上来？曹彤彤嘟囔了一句，不过他刚说完就愣住了，因为他惊讶地看见楚玉此时正死死盯着这块石头看，眼中竟然第一次出现了一抹兴奋的光芒。第84章，有眼无珠，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界。在其他人眼里，这块巨石不过只是一块造型别致的普通石头，不过楚玉却能看到巨石内部有一阵莹莹白光，内有乾坤。尽管此时场内也有几位宗师及修为境界的武者，不过他们都是武尊宗师，并没有看穿巨石表层的能力，这是楚玉这样的只玄宗师才能做到的事。因此全场也只有楚玉才察觉到了这块巨石到底隐藏了多大的秘密。另一边，台上的主持人见自己报价以后，过了几乎半分钟，台下仍旧没有人叫价，顿时有些慌了，心里暗骂负责筛选拍品的人怎么把这块破石头放进来了，这不明摆着要让他难堪吗？就在他尴尬的要开口再鼓动一下气氛时，一道声音响起，100万，这块石头我要了。听了这话，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向了说话之人，此人正是楚玉。楚先生，您要花100万买一块石头？蓝突然一脸茫然地看着身边的楚玉，不明白为什么楚玉会突然出价。贵宾包厢里的王明通过屏幕看到现场楚玉叫价的一幕，也面露诧异。他也没料到这个楚玉在本次拍卖会第一次叫价居然是要买一块石头。王公子，孙俪看了一眼王明，王明微微一笑，立即会意，轻轻按动面前的叫价按钮。150万。
此话一出，全场顿时哗然。台上的主持人立即面露喜色，贵宾包厢的客人出了150万，其他老板有没有想要继续出价的？台下的众人面面相觑，都没有什么叫价的想法。开什么玩笑，50万买一块石头已经是大冤种行为了，更何况花150万。然而楚玉却没有犹豫，举起号牌开口道：“300万。”什么？王明没想到楚玉居然还会继续竞拍，而且还是一口气直接把价格抬了1倍。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他真要花300万买这块破石头？王明心中顿时惊疑不定，心想此人怕不是故意抬价，要我跟他，然后让我花高价买下这块破石头。不过想到这是在孙俪面前大出风头的好机会，犹豫了几秒后，他还是再度按下竞拍按钮。400万！呵，楚玉闻言面露一抹饶有兴趣的笑意，他没想到居然有人会跟他竞拍。不过从对方犹豫的样子来看，此人应该并不知道这块石头内另有乾坤。一念至此，楚玉也懒得和他继续墨迹，拿起号牌再度竞拍。1000万！死！楚玉话音甫落，全场顿时响起了数声倒吸凉气的声音，包括贵宾包厢里的王明都是一脸难以置信。1000万买块破石头？疯了！这绝对是疯了！明儿别乱花钱，我们的资金要用到刀刃上。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天和淡淡开口提醒道，似乎是怕王明一时上头，继续跟楚玉竞价。爸，我明白。王明点了点头。其实不用王天和提醒，他也不会继续跟了。此时他几乎已经确定这个楚玉就是故意搞他，如果他再跟的话，楚玉绝对会放弃竞价，当场耍他一顿，让他颜面尽失。丽丽，这个石头既然他那么想要，就让给他算了，1000万买块破石头，也只有这种土鳖能做得出来。王明缓声道。孙俪点了点头，轻轻嗯了一声。虽然让楚玉把他想要的东西拿到手，让他心里有些不甘心，不过想到楚玉是花1000万买了一块普通的石头，他心里也不禁对楚玉充满鄙夷。土狗就是土狗，哪怕攀上高枝也上不了台面。台上主持人喊了3遍，见无人继续追价，当即一锤定音，1000万成交。这块神秘巨石归这位6号先生所有。说着他试探地看向楚玉，这块石头需要我们现在帮您抬下来吗？我自己来拿。说着楚玉便缓步上台，轻轻将这块石头捧在手心里，闭上眼睛，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蕴含在石头内那宛若寒冰一般的阵阵凉意。极品！楚玉心中暗暗道了一句。看见楚玉对这块石头爱不释手，王明忍不住主动打开包厢大门，笑着道：“你叫楚玉对吧？本少冒昧地问一句，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听见这话，不少人噗的一声跟着笑了出来，都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台上的楚玉。王明，你说话注意点！曹彤彤顿时站起身，怒视王明的方向。王明却根本不在意，反而继续趾高气扬道：“本少有说错吗？呵呵，花1000万买一块石头，脑子正常点的人会做出这种事吗？这种蠢货也配你们曹家帮他特地争取一个入场名额？曹彤彤，不是我说，你跟这种人走这么近，不觉得丢人现眼吗？”听他这么一说，果然有人对着曹彤彤和蓝初然的方向指指点点。真不知道这2个女人看上这小子哪了？这姓楚的根本就是个人傻钱多的废物，他是仗着有女人给他买单才敢这么乱花钱吧？姐妹，听我一声劝，别和这种人走那么近，总有一天你们会被他坑死。就是2个小妹妹，你们要是想男人了，可以看看我哦，我不比这个姓楚的好，至少我不会花1000万买一块破石头。哈哈哈！你们曹彤彤被这些人奚落得俏脸涨红，气得娇躯狂颤。就在他要发作时，蓝初然轻轻握住了他的手，对他摇了摇头。要是曹彤彤现在大闹一场，就正中了王明的算计，他刚好可以借此以楚玉等人闹事为由，将他们一行人赶出拍卖会。这些人的话都被楚玉收入耳中，见他们都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楚玉禁不住摇了摇头，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聒噪至极。也罢，既然如此，今天我便让你们开开眼界。说罢，楚玉骤然抬手，一掌拍在了这块石头上。第85章无价之宝，羊脂白玉。只听轰然一声，整块石头立即被楚玉拍碎。王明被楚玉的动作看愣了，这小子在干什么？怎么把他刚买的石头给拍碎了？其他人也同样是一头雾水。不过同在台上的主持人却仿佛发现了什么，他轻轻拨开石头碎块，只见里面还有一块纯白色的石头。这块石头通体冰凉，在灯光的照射下几近透明，富有光泽，绝美至极。握在手里，顿时有一种温润至极的油质感，入手即出油，温润如羊脂。这是昆仑冰玉的原石啊！见多识广的主持人立即瞠目结舌地惊呼出声。
听到他的声音，在场不少人的笑容也僵硬在了脸上。昆仑冰玉，也称和田冰玉、天山冰玉，是夏国昆仑特产宝玉，有玉中之王之称，因其拥有软玉之中最有通透的质地，宛若一块不会融化的千年玄冰，这才得名冰玉。拍卖会现场有很多喜好玉石的玩家，他们对和田玉都不陌生。然而，市场上流通的和田玉大多是普通成色，因此价格也没有特别夸张。真正被炒到天价的和田玉共有2种，第一种是和田玉的稀有种和田红玉，第二种则是和田玉之中的极品，也是价格最为昂贵的一种羊脂白玉。这种和田玉不仅仅颜色精致，宛若凝固的羊脂般洁白无瑕，手感也是其他玉石绝对无法比拟的。在古时，夏国的人们便对羊脂白玉视若至宝，甚至以君子如玉相遇。主持人记得很清楚，他们这里曾经拍卖过一小块由羊脂白玉制成的小块玉牌，当时就轻松地拍出了上千万的高价。眼下楚玉的这一块足足有拳头大小的和田白玉原石，其分量远超当时的白玉玉牌，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怎么可能？这块石头里面怎么可能藏着一块羊脂白玉原石？王明满脸都是匪夷所思，他只听说过石头里能开出翡翠，什么时候石头里连和田玉都能开出来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这时，王家的包厢内，一名特聘的鉴定师开口解释道，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确实是会形成石中玉的情况，只是这种概率非常小。显然这个叫楚玉的人是一开始就看出了这块石头里藏了一块稀世罕见的宝玉原石，因此他才会这么自信的豪掷千金，好将这块宝玉收入囊中。听到这话，一名王家的人悔得直拍大腿，我们要是一开始和他竞争到底就好了啊！他的财力远不如我们王家，如果我们全力相争，他必然不是我们的对手啊！你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谁知道那块破石头里居然还有这种宝贝？王明瞪了对方一眼，别说是他们了，就是把这块石头送过来拍卖的主人，想必也是不知道这件事的，不然他怎么可能会以50万的价格起拍？这不是和白送一样吗？如果是单独以这块纯度极高的羊脂白玉原石拍卖，别说是排在第10位了，甚至把这块白玉原石当做本场拍卖会最后登场的压轴拍品都绝对够格。楚玉能用1000万的价格买下来，绝对是捡了本场拍卖会的第一个大漏。交完钱后，楚玉便拿着这块白玉原石回到了座位上。他刚刚坐下，便有一人主动来到楚玉这里，询问他有没有意出手这块原石。此人正是金陵第一玉商吴川，他给的价格也十分夸张，并没有打算慢慢磨价，而是很有诚意的直接报出了7000万的高价。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这块白玉，想买下来自己收藏的。听到这个价格，曹彤彤都悄悄对楚玉道：“楚玉哥哥，这个价格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放到外面也不一定能卖得更高，要不然你就……”楚玉闻言却是想也未想，便对吴川道：“不好意思，吴老板，这块白玉原石我不卖。”吴川急道：“小兄弟，你是嫌我的价格不够吗？价格可以慢慢谈啊。”这一大块白玉原石显然是有价无市的无价之宝，虽然它的价格已经出得足够高，不过如果真能让楚玉动心，他再出一大口血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误会了。楚玉微笑道：“我买下这块白玉，只是想为我身边的这2个朋友做2件玉事，因此没有出手的打算。”听见这话，蓝初然和曹彤彤都是愣住了，他们2个都没想到楚玉买下这块玉石居然是为了他们2个。吴川听了，终于放弃说服楚玉，苦笑道：“美玉赠美人，也是美事一桩，既然如此，我就不坚持让楚先生改变心意了。”说完，他便行了一礼，回到了自己座位上。“楚玉哥哥，你想送给我们玉饰，也不需要用这么名贵的白玉啊。”曹彤彤忍不住道：“刚刚直接把原石卖给他，可以净赚几千万呢。”财迷。楚玉调侃地戳了他的俏脸一下：“我既然要送你们2个礼物，那便一定要选最好的材料，这块玉石价值几千万也好，上亿也罢，我都不在乎。”听了这话，二女的心跳都骤然加快，面上又喜又羞。刚刚还质疑二女挑男人眼光的客人，现在看向他们的眼光则完完全全变成了羡慕嫉妒恨。孙俪看到这一幕，心里也像是打翻了醋坛子一样，至少刘志恒甚至王明是绝对不会舍得送他这种无价之宝作为礼物的。王少，接下来你可要盯死这个楚玉，别让他再买走任何一样东西。孙俪急切道。王明对他点了点头，放心吧，丽丽，这小子看东西确实有点门道，不过之后只要是他看上的，不管是什么，本少都会用重金买下。哼，想跟我金陵王家比财力，这姓楚的根本不是个儿。第86章，豪掷千金，王明上头。虽然不知道这个楚玉是怎么看出这块石头里蕴含了这么一块堪称无价之宝的白玉原石的，不过既然知道了这个小子的能耐，王明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只要是这小子需要的，他都买下，就绝对错不了。抱着这个想法，他也便不在乎后面的拍品是什么了，只让人死死盯着楚玉。只要楚玉开口叫价了，那么也就是他动手的时候。过了10几分钟后，沉寂已久的楚玉终于再度出价。这一次，他看上的是一株300年年限的龙舌草。这株龙舌草对楚玉来说是不错的炼丹材料，因此听到起拍价80万后，楚玉直接出价200万。此时拍卖会里盯着楚玉的还有不少人，一看楚玉出价了，他们纷纷也开始摩拳擦掌。显然他们都是把楚玉当成了指路明灯。不过未等他们报价，一道声音便直接盖过了全场，500万。听到这话，几个本来想竞价的药商都不禁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报价的人正是王明。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回他报价异常爽快，势如破竹，显然是想直接靠雄厚的财力压倒楚玉。楚玉闻言，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举起手中的号牌1000万。这道声音落下后，全场一片死寂，包括那些药商也都是一脸瞠目结舌的表情。虽然这猪龙舌草年限很高，可顶了天也不值1000万啊！和先前楚玉买到的那块阳之白玉原石不同，这猪龙舌草只能说是珍贵，却算不上是有市无价。500万的价格已经能在外面轻松买到同等年限，甚至年限更高的龙舌草了，更别说1000万了。这分明是有钱没处花啊！又玩这套！楼上的王明见此，咬牙切齿。上次你就是用1000万把我吓退，现在故技重施，以为我还会中招？楚玉，你对我王家的财力根本一无所知。一念至此，他马上就要按动竞拍按钮。就在这时，包厢里的鉴定师急声开口道：“等等，王少爷，这猪龙舌草价值远不到1000万，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争，直接让给他便是啊。”让？王明瞥了他一眼，上次我让了，结果错过了一块阳之白玉原石，现在还要我让？凭什么？你说不值？难道那姓楚的看不出来吗？他既然这么爽快的出1000万，这龙舌草就必然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次，本少绝不会让他如愿以偿。说罢，他按动按钮，朗声报价：1300万。楚玉笑容更甚，毫不犹豫的再度抬起号牌：2000万。你……王明心里都想吐血了。别人加价都是几十万起步，你直接一口气加几百万，哪有你这么竞拍的呀？王少，不能再加了。鉴定师急忙拦住王明，他看得出来，现在的王明已经上头了，让他继续和楚玉拼下去，王家必定要损失惨重。王天河也皱眉道：“明儿，要不然还是算了吧，这龙舌草看起来也不值2000万，他想要你直接给他不就行了吗？”然而王明却顾不上这么多了。爸，你相信我，这龙舌草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不然这姓楚的怎么可能这么急着想要把它拿下？说到这里，他直接按动按钮继续竞拍，2500万。楚玉闻言，直接放下号牌，摇了摇头，不再竞拍。主持人问了3次，见全场无人再度出价，便一锤定音，宣布这猪龙舌草归王明所有。见状，王明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对楚玉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姓楚的，你刚刚那嚣张的劲儿呢？怎么蔫了？”没过多久，拍卖会的工作人员便将他拍下的龙舌草送到了王明的包厢内。王明立即将其交给鉴定师来看：“老师，你好好长长眼，这龙舌草到底有何特殊？”鉴定师戴上金丝眼镜，仔仔细细查看了好一会儿，而后才凝重地对王明道：“王少，恕我眼拙，我实在看不出这龙舌草有什么特别的。如果要我说，这龙舌草最多值300万，您花了2000多万买，简直亏到家了呀！”“不可能！”王明急声道：“这龙舌草肯定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什么特殊种类？要不然那姓楚的怎么可能抢得这么凶？”“王少，您要是不相信我的判断，便另请高明吧。”鉴定师叹了一口气，如是道。王明一气之下，立即对手下道：“去将药材大王江川请来。”江川也在拍卖会上，他是金陵最大的药材老板，全金陵80%的天材地宝都是经由他手推向市场的。常年和这些灵草打交道的江川，判断绝对会比他们请的这位鉴定师更加准确，因此王明才会请他来看。听说王家有请，江川马不停蹄的便赶了过来。见王明要他鉴定他刚刚拍下来的龙舌草，江川立即来了兴致。他本来也看上了这株龙舌草的，不过由于价格抬得太高，他根本没有出价机会。现在看王明要他来鉴定，他当然乐意。他也想看看这龙舌草到底蕴含了怎样的秘密，为何那楚玉这么急着想要买下。不过在仔仔细细查看了一番后，江川却皱起了眉：“怪了，怎么了，江老板？你看出什么了？”王明马上追问。江川犹豫了一下，才对他道：“这龙舌草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仅如此，其成色也算不上好。
如果是我估价的话，我想最多。说到这里，他突然有点不敢开口了。怎么了？你能出多少你倒是说啊！王明急了，催促了一句。江川只得道：王少，如果是我来看，这龙蛇草我最多估160万。放屁！王明大怒，一把攥住江川的衣领子。你是不是故意给我压价，想要从我手里低价把这猪灵草买走？江川马上求饶道：王少，您真是冤枉我了，我敢这么说，自然是有把握的，成色比这猪龙蛇草更好的，我店里至少也有10余株，怎么也不可能卖出2000万的高价。你……王明气急败坏，就要对他大打出手。够了明儿！王天和终于开口，黑着脸道：你还没看出来吗？这是那姓楚的给你设的圈套，你被他给耍了。第87章压轴拍品九龙丹炉。显然这一次楚玉是看准了王明会给他找麻烦，所以才故意毫不犹豫地把价格抬得越来越高。他吃准了王明绝对会上钩。王明轰的一声推开包间门，怒视楚玉的方向，却发现此时的楚玉也在笑眯眯地看着他，眼中的嘲弄毫不遮掩。你这乡巴佬竟敢耍本少，简直找死！王明怒得几乎要将后槽牙咬碎。亏损这2000万对于他来说伤害并不算大，侮辱性却极强，成功让王明破了个大防。接下来在随后的几次天才地宝的拍卖中，楚玉又故技重施，每次都率先把价格抬高，故意引王明与他竞争。王明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依旧和楚玉死磕到底，不想让他收走任何一样拍品。结果就是王明自己买了一大堆根本用不上的东西，而且每样都是一出天价，少则100万，多则上千万。短短的半个小时过后，王明就已经亏损出去了上亿资金。见此一幕，王天和终于开口，让王明就此打住，不要再和楚玉争下去了。他看出来了，自己儿子根本不是这个楚玉的对手，完全被楚玉拿捏得死死的，和他继续竞争只能是白白送钱出去。王明闻言，尽管心有不甘，却又不能公然违背王天和的命令，因此只能恨恨地看着楚玉。少了他和楚玉捣乱，不久后楚玉顺利地以正常价格买到了几样他很需要的修炼资源和炼丹材料。至今为止，楚玉花的全部都是自己的钱，他现在卡里有10亿现金，目前才只花出去不到1亿不到。目前看来还并不需要蓝家或曹家给他资金援助。就在拍卖会快到尾声时，主持人清了清嗓子道：接下来要为各位老板介绍的便是我们本场拍卖会的最后一样压轴拍品，其名九龙丹炉。他的话音刚落，便见4、5个壮汉一同费力地抬着一尊巨大的4足黄铜丹炉缓缓入内。当这尊丹炉真正放在拍卖会的展台上，众人才瞪大眼睛，有不少人甚至已经忍不住站起身，满脸都是匪夷所思的表情。从这尊丹炉的样式以及上面很明显的褪色痕迹来看，并不像是近代产物。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尊4足丹炉表面纹刻出的9条5爪金龙，每一条都狰狞可怖，雕刻工艺极高，仿佛随时都会从丹炉上飞出来一般。这尊丹炉据我们拍卖会的鉴定师鉴定，却为秦时所制，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最为难得是，这尊丹炉的保存程度极其出色，除了褪色的痕迹以外，找不出任何磕碰，乃至于锈痕。据提供此丹炉的持有者说，这尊丹炉是秦时宫廷炼丹术士徐福为始皇帝嬴政炼制长生不老丹时所用丹炉，不仅只是可以作为一样十分精美摆件，同时如果在座的各位有懂炼丹之术者，亦可使用此丹炉炼丹。看见这尊丹炉出现，王天和眼前大亮，王家的其余人则是同时对王天和道：恭喜家主，只要我们王家得到这尊丹炉，一定能炼制出神丹，治好您的病。王天和抚须点头，笑容满面。这尊丹炉正是他此行的最终目标。他立即看了儿子王明一眼，王明当即会意，朗声道：爸，您放心好了，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一定会把这尊丹炉买下来。另一头，蓝初然也看向楚玉，问道：楚先生，这尊丹炉可符合您的心意？楚玉点了点头，不过又摇了摇头，这让蓝初然有些看不懂。您的意思是，丹炉的确是好东西，只不过……说到这里，楚玉的声音顿了顿。此时在他的眼中，这丹炉四周有阵阵漆黑气息升腾而起，这种气息极为邪祟阴郁，显然不像是什么好兆头。不过即便如此，这尊丹炉也是极其难得的宝器，因此楚玉还是动了心。见拍卖场内沸沸扬扬，气氛已经被调动了起来，主持人这才开口道：既然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我也不废话了。这尊秦朝黄铜丹炉起拍价5000万，现在开拍。他一说完，马上有人举起号牌：6000万、6800万、8000万、1亿3000万。显然今天参加拍卖会的人全部都是有备而来，对他们而言，这尊丹炉哪怕不用来炼丹，也是一样稀世罕见的收藏品。
因此前面还多少有些客气的众人，此时为了这尊丹炉，已然争得双眼泛红，完全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了。就在这一片喧闹声中，一道声音贯穿众人，高声在每个人的耳畔响起：“本少出武艺。”声音甫落，全场死寂。就在这时，王明也走出包厢，对着所有人行了一礼：“不好意思，各位，这尊丹炉我王家有大用，今日我们势在必得。我希望诸位可以给我王家3分薄面，把这尊丹炉让与我们。当然，如果有谁一定想要和我王家争上一争，我自然也会和你奉陪到底。”说罢，他便气定神闲地返回包厢。当关门声响起，刚刚还惊讶到面红耳赤的众人，眼下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全都没了动静。这不光是因为王明亲自开口向众人索要一个面子，更是因为他出的这武艺实在有点超出了许多人能承受的范畴，并非是谁都能有魄力随意砸上数亿买一个自己用不到的收藏品。即使有实力竞争的，听到王明对此物势在必得，也不免没了想法。且不说他们的财力是否能胜过王家，哪怕侥幸赢了，被王家记恨上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事。眼见拍卖场里没了动静，王明嘴角不禁流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意。哼，算你们这群人识时务。就在他以为这尊丹炉已经稳稳被他收入囊中时，一直默不作声、冷眼旁观的楚玉不紧不慢地举起了他的号牌，淡淡开口道：“10亿。”一语落毕，全场皆惊。第88章100亿大局，王家的决心。本来以为这场拍卖会已经结束的主持人闻言登时面露惊喜：“6号先生出了10亿，有人要继续竞拍吗？”听见这一席话，拍卖场的所有人目光都汇聚在了楚玉的身上。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外来人竟然会顶着他们金陵第一家族的压力竞拍，而且一出手便将竞拍价格生生翻了1倍。要知道，王家出的可不是5000万，而是5亿啊！先前楚玉用了些手段，让王家亏损了1亿，王家倒是不会因此报复他，因为1亿对王家而言只是9牛1毛罢了。现在情况则大不相同，这个价格报出来，不仅仅是当着众人的面打了王家的脸，同时也可以当作是对王家的一种羞辱，一种挑衅。小兄弟，你是不是不知道王家在金陵是什么地位？我建议你最好收回你的报价，不然你恐怕不能活着离开金陵啊！有人好心的对楚玉提醒道。楚玉却对他淡淡一笑，不以为意。楚玉，包厢内，王明看到楚玉在这时候出来打岔，气得几乎要七窍生烟了。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不怕死的人。气急败坏下，他用力按动竞拍按钮，16亿、20亿、23亿、28亿。几个回合后，楚玉和王明已经将价格抬到了惊人36亿。这一次，即使是王明都有些吃不消了。要知道，本次来拍卖会，他们一共准备的可流动资金便是50亿，但是看楚玉报价的态势，如果要继续和他争下去，这50亿绝对打不住。爸，要不然把这尊丹炉让给他。不过，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会让他没命把这尊丹炉从金陵带走。王明本来是不屑于用这种杀人越货的方式，不过这个叫楚玉的狗东西既然给脸不要脸，那么他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不，王天河摇了摇头，此时他的脸色已然阴沉的可怕。有趣，敢和我王家硬碰硬，我倒想看看他到底能出多少钱。让财务去银行开票，准备100亿给我，我今天要和他拼到底。听到这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要知道，即使是他们王家在这么短时间用出如此一大笔钱，也绝对会元气大伤，这根本不值得呀。然而王天河此时却根本不管这么多，他平生最为好胜，楚玉还是头一个敢和他比财力的。他倒想看看这个楚玉到底能调动多大数量的资金。爸，我去见他一面，你们暂时不要竞拍。这时王宇起身说了一句，便匆匆走出包厢。此时在场的众人都已经被这以亿为单位的金钱较量震惊得口干舌燥，包括曹彤彤都有些傻眼。这么一大笔钱，要是只有他们曹家，短时间内也是凑不上来的。好在有蓝初然在场，要不然他们还真拿着金陵王家没有半点办法。蓝小姐，你这里还能继续拼下去吗？楚玉开口问道。蓝初然点了点头，对楚玉坚定地说：“放心吧，楚先生，有我蓝家兜底，您尽管和他们拼。这次出来钱，爷爷就告诉我，他已经做好了倾家荡产的准备，绝对会保楚先生拿到您想要的东西。正所谓千金散去还复来。”作为云海市最成功的商人，蓝沧海对这句话感悟很深。金钱对他而言早就只是一个数字了，而且他能成为首富，也绝对不是靠节省省出来的。相反，他是云海市花钱最大手大脚的，因为他总能把每一笔钱都花在该用到的地方，这也是他的钱为什么能越花越多的原因。
在蓝沧海看来，如果能用全部家产换到楚玉这尊大能，那么他们蓝家这一次即使破产，也绝对是值得的。听到蓝初然这一席话，曹彤彤叹了一口气道：“算了，我也给我爸打电话，让他快点卖掉几家公司，再多凑点钱吧。”蓝初然讶异道：“现在还不需要呀，你别担心，我们蓝家的资产还够撑好一会儿的。”笨蛋，谁担心你了？曹彤彤气得骂了一句：“你们蓝家倾家荡产，和我也没有半毛钱关系。只不过楚先生的事也是我们曹家的事，你们蓝家别想把风头全都抢走。”楚玉闻言不禁哑然失笑，心想这妮子果然是货真价实的嘴硬心软，明明心里担心蓝初然，面子上却还是在逞强。就在这时，王宇的倩影款款来到楚玉面前：“楚先生，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得知他的身份后，楚玉好奇道：“王小姐，你来找我是想……我想请您高抬贵手，把这尊丹炉让给我们。”王宇微微低头道：“少做梦了。”曹彤彤张牙舞爪道：“我们都看上了这尊丹炉，凭什么要让给你们？真想要就凭实力来抢。”楚玉闻言却侧目问道：“王小姐，你们王家为什么一定要拿下这尊丹炉？”“因为这是我父亲的救命稻草。”王宇面色无奈道：“我父身染重疾，急需上等丹炉炼制救命丹药，为了寻找这种级别的丹炉，我们已经花去了10余年的时间。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也要拿到这尊丹炉，希望楚先生您能理解。抱歉。”他言真意切，说到最后，俏脸上已然尽是悲伤。连一开始态度强硬的曹彤彤，此时都有些迟疑了。他没想到王家需要这尊丹炉，居然是要用来救命的，这就难办了呀。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共享吗？蓝初然开口问道。应该不行。王宇摇了摇头，我爸那个脾气，他不会同意和他人共享这尊炼丹炉的，这就没办法了。蓝初然叹了一口气，王家需要这尊丹炉，楚玉何尝不是？就在这时，楚玉开口道：“让给你们，倒也不是不行。”一听这话，王宇顿时面露惊喜。不过未等他开口道谢，楚玉的声音便再度响起：“不过我奉劝你们，还是不要买下这尊炼丹炉为好。这尊炼丹炉非但救不了你爸爸的命，反而会置他于死地。”第89章，此等凶器，你王家镇不住。听了这话，王宇不禁怔住：“楚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楚玉耸了耸肩，如实说道：“这尊丹炉缠绕着极为不祥的煞气，恐怕沾染了脏东西，此等凶器，你们王家是镇不住的。如果强求，你父亲恐怕会因此死于非命。”听了楚玉的话，王宇心中有些恼怒，在他看来，这分明是没来由的诅咒。不过他并未发作，而是很是客气道：“多谢楚先生的忠告，不过我们家一向不信鬼神之说，您的这番说辞恐怕很难让我们就此退却。我不是要劝退你们。”楚玉对他微微一笑：“我只是给你们一句忠告罢了，你们听或不听，与我无关。如果你们知道此事，还是想要买下这尊丹炉，我可以让给你们。”王宇面露喜色，立即对楚玉道谢。等他离开后，蓝初然才错愕地问道：“楚先生，我们真要把这尊丹炉让给他们？您不是也……没事，给他们也无所谓。”楚玉笑了笑，意味深长道：“等他们知道这尊丹炉的煞气有多重后，我想他们会主动让我把这尊丹炉带走的。”曹彤彤和蓝初然听得一头雾水。楚玉哥哥，这尊丹炉真有你说的那么可怕，能让王家遭遇血光之灾？曹彤彤皱了皱小鼻子，问道：“何止？”楚玉表情认真道：“如果他们王家运气不好，家破人亡也不是没有可能。”看楚玉不似是在开玩笑，二女都被吓到了。他们又看了一眼那尊九龙丹炉，实在看不出这丹炉到底邪异在哪里。难不成那位炼丹术士徐福的鬼魂附在这上面了？买了以后就要被鬼魂索命。另一头，王宇已经回到了包厢，对王明开口道：“你可以出嫁了，这一次楚玉不会再来竞争。”“姐，你和他说什么了？这小子真的认怂了？”王明还有点不敢相信，这不像是楚玉这小子的性格呀。没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我们需要这尊丹炉救命，他便同意让给我们了。王宇摇了摇头道：“你去求他了？”王天和表情怪异的看着王宇：“爸，我是不想咱们多花这么多无谓的。”王宇刚要解释什么，便被王天和粗暴打断：“混账！我王天和什么时候需要你去低三下气的去求别人把东西让给我了？你这是在打我的脸？难道他楚玉不让，我王天和就拼不过他？”王明闻言也摇头道：“姐，你糊涂啊！我们王家什么都可以不要，唯独脸面不行。老爸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是宁可和楚玉拼个两败俱伤，也不想要你去和他求来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东西拿到手不就好了吗？”王宇并不理解自己老爸为什么如此倔强。王天和瞪了他一眼，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失望：“你真是一点也不像我，你应该多和你弟弟学学什么叫骨气。”
我们王家能走到现在，不是靠别人施舍来的，而是靠我们自己拼出来的。连这一点都弄不懂，你连你弟弟1%都比不上。听王天河把他数落得一文不值，王宇心里委屈至极，垂下头，小声道：“比不上便比不上，反正因为我是女孩，你本来就没想过把家业交给我继承。”说着，他便推开门，匆匆离开了包厢。见状，王家的一名保镖赶忙对王天河说了一声，便赶忙追了出去，生怕王宇一个人出去发生什么意外。哼，真是翅膀硬了，还敢和我甩脸色！王天河一脸烦躁，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王明见状，面上虽然不动声色，内心却窃喜无比。他心里很清楚，王天河几年前其实是犹豫过该把家业交给谁的，因此他刻意模仿王天河的样子做事，成功博得了王天河的喜爱。而他的姐姐王宇就没有这么聪明了。如今王天河又对王宇如此失望，这么看来，未来他继承王家的家产已然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如果不是时机不合适，他真想开一瓶香槟，好好庆祝一番。在王家让人交接这尊丹炉时，王宇则在保镖的保护下站在拍卖会的外面透气。他对继承家产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只是不喜欢父亲对弟弟那么明显的偏爱，更不明白明明他几番话便为王家节省了几十上百亿，父亲却反而对他发火。面子真就那么重要吗？就在他兀自在外面生闷气时，楚玉也离开了拍卖会，专程朝着他这里走来。站住！你要干什么？见此，王家的保镖立即警惕地拦住楚玉。等等，不用紧张。王宇见状便让保镖退下，接着对楚玉问道：“楚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还是丹炉的事？”楚玉开口道：“我只是想告诉你，这尊丹炉真的是不祥之物，你们如果一定要带回去，恐怕会因此家宅不宁。”王宇刚要开口，楚玉便继续道：“你不用着急反驳我，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不过以你的能力，只要稍微用心调查一下，应该就能查出关于这尊丹炉的一些事。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你可以随时联系我，我这2天都会在金陵。”说着，楚玉便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了他，而后便重新回到了拍卖会里，准备去取自己先前买下的天才地宝了。看着楚玉的背影，王宇神情复杂，想了一会儿，他还是将楚玉的联系方式记下。同时，王家的人已经把这尊九龙丹炉装上了专车。就在楚玉拿好他买到的所有东西，准备带着二女离场时，一道带着笑意的声音自他背后响起：“真可惜，不是你把这尊丹炉买走，否则的话，本少就有拿走你这条小命的理由了。”楚玉回头一看，只见说话的人正是王明。见到孙俪也在他的身后，楚玉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人在拍卖会几次三番的针对于他了。于是楚玉也露出了一道淡淡的笑意：“楚某的人头一直都在这里，你如果有能耐，欢迎随时来取，只要你不怕死的话。”第90章，临死前你可有遗言？楚玉，我记住你了，我会让你知道在金陵和本公子作对是什么下场。王明狠狠地盯着楚玉道。临走时，孙俪也瞪了楚玉一眼，眼中的怨毒一览无遗。回到车子上，孙俪便对王明哭诉道：“王少，这个楚玉是害死了我妈妈的凶手，您一定要帮我报仇啊！”放心，丽丽，不用你说，我也不会轻饶了这个小子的。王明面色森冷道：“在金陵这地界，敢不给我王明面子，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今天晚上我就要他付出代价。”说到这里，他看向前面驾驶座位上的司机，命令道：“这件事交给你去做了。”是。司机只是轻轻点头。交给他，他行吗？孙俪满脸都是怀疑。他听说过了，这个楚玉是有点能耐的，连他们云海地下世界的皇帝龙韶华都不是对手。王明的一个司机能对付得了楚玉？听见他的怀疑，王明并未急着解释。刚好这时，一只苍蝇顺着车窗缝隙飞了进来。注意到这一幕，驾驶位上的司机只是轻轻拈起一根牙签，屈指一弹，只听咻的一声，一道破空声响起。下一秒，在孙俪震惊的目光中，那只刚刚还四处乱飞的无头苍蝇便被这根牙签死死插在了车窗上，而且是被直接爆头，当场瞬杀。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吓得全身发凉。便在这时，坐在他身边的王明才轻轻搂住了他的腰肢，笑着道：“宝贝，看见了吗？我的司机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他正是我王家4大宗师级强者之一，有他出手，这个姓楚的王八蛋就算有100条命也不够他杀。”听到这席话，孙俪才幸福地靠在王明的怀里：“王少，你对我真好，只要你帮我杀了这个楚玉，以后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听了这话，王明顿时按耐不住，马上催促司机赶快开车回家，同时一只大手伸过，将孙俪狠狠地搂进了怀里。与心里全是女色的王明不同，王宇回到家后，
脑海里一直都回想着楚玉和他说过的话。虽然楚玉的话听起来就十分不可信，他肯定是不相信这尊九龙丹炉有什么诡异之处，会害得他们家破人亡。不过见楚玉说的这么言之凿凿，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找了几个人，让他们开始调查这尊丹炉的主人是什么身份，想弄明白楚玉为什么会对他说这一席话。另一边，离开拍卖场的楚玉和曹彤彤与蓝初然暂时住进了金陵的一家高档酒店之中。曹彤彤本来是提议和楚玉一起出去玩玩的，不过楚玉却并没有这个想法。他买了一些雕刻和制服工具，准备把那块买到的和田白玉原石雕成玉符。楚玉之所以一定要这块和田玉不可，一是因为他想送给二女最好的玉石作为礼物，二是因为阳之白玉级别的和田玉几乎没有任何杂质，是天然的辟邪宝玉，非常适合作为制作护身玉符的材料。制作完成后，很适合曹彤彤和蓝初然这种普通人佩戴，有驱邪避难、百病不侵、蚊虫不进之功效。而且这种级别的宝玉佩戴时间越长，玉的保护作用也就越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常年贴身佩戴玉佩，积年累月后，玉石不仅会变得更加丰润，而且还会隐隐长出类似血丝一般的纹络。曹彤彤看楚玉在认真工作，也就没有继续打扰他，只好和同样闲着无事的蓝初然一同出去逛街了。等二女买完东西回来后，天已经快黑了。这时楚玉的桌子上已经多出了许多废料，2块拇指大小的精致玉符雏形已成。楚玉制作玉符只取白玉原石最精华的一小部分，剩下的则全部成了碎末粉料。不说别的，光是被楚玉丢弃不用的部分都价值数千万了。要是让金陵的玉石行会老板吴川看见这一幕，怕是会当场血压飙升，大骂楚玉暴殄天物。看楚玉这么全神贯注的制作玉符，曹彤彤便把买回来的牛排放在了桌子上，而后便悄然同蓝初然一起退出房间，轻轻关上了门，生怕打扰到了楚玉。几乎在二女出门后的不久，一道鬼魅般的人影便出现在了酒店的走廊里。此人便是白天为王明开车的司机。作为金陵王家的4大守护神之一，他想查到楚玉住在哪里，轻而易举。眼见房间里只有楚玉一人，他便露出一抹笑意，大步向楚玉的房门而去。当他的手刚刚放在门把手上，正在房间内工作的楚玉手中的动作便骤然停止。他在入住酒店后，便将自己的真气凝聚成无数道人眼完全看不到的细微游丝，横纵在自己房门四周。这样一来，不管是谁靠近他的房间，楚玉都会第一时间通过这些气丝察觉到。像二女亦或者酒店来回走动的服务生是不会触发楚玉感知的。然而门口的人却不一样，尽管他在进入酒店时刻意压制了自己的境界，没有引起楚玉的注意，但当他无意间碰到楚玉设置的丝线后，他的境界便在楚玉面前暴露无遗，居然是一位宗师。想不到这王明为了对付我还泼下了一番血本。楚玉自言自语道。在王明留下狠话后，楚玉就猜到了大约今晚他就会派杀手过来。只是楚玉并未想到，他派了一个修为境界这么高的强者。几乎是同一时刻，楚玉的房门的门锁咔嚓一声被外面的人用气劲生生破开，随着大门缓缓敞开，外面的男人背负双手，闲庭漫步一般走入楚玉的房间。当他完全入内后，房门便无风自动，轰的一声死死关闭。临死前，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男人旁若无人地坐在沙发上，倒了一杯酒，慢条斯理地问道。仿佛在他的眼里，坐在工作台前的楚玉已然是一具尸体了。第91章，惹到了不该惹的人。楚玉摇了摇头，并未起身看他，而是继续制作手上的玉符。我在忙，没空和你动手，你现在自己滚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听了楚玉的话，来人眉头微皱，显然他杀过不少人，却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临死的人会是楚玉一样反应的。怪，他再度试探地查看楚玉的境界，然而却什么都没有感受到。此人也不像是个武者，莫非只是单纯的蠢？他心中如是想到，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他摇晃着手中的酒杯，看着杯中鲜红如血的酒液，打趣道：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存在？对了，来之前少爷嘱咐过我，你们这一行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除了你以外，和你一起的这2个小妞就在隔壁房间吧。或许在杀了你以后，我还可以好好玩玩他们，然后再回去交差。你说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听了这话，楚玉本来如同止水般毫无波澜的眸子骤然蒙上了一层寒意。你是在找死？他的声音抚落，一道滔天杀意顿时自他的身体爆发而出。不光是此人手中握着的酒杯，连房间内的所有玻璃、桌椅板凳全部都开始剧烈的颤抖，如同的见到君临的臣子。这一刻，来人的表情彻底变了，因为他察觉到了楚玉的境界在一瞬间陡然来到了宗师级别。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感觉充斥他的全身。在王家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如此要命的感觉还是头一次。你到底是什么人？此人瞬间从沙发上起身，再也不敢拖大。与此同时，楚玉也缓缓站了起来，冰冷的目光落到了他的脸上。同一时刻，仿佛是已经到了极限。来人手中的酒杯咔嚓一声被楚玉的压力生生碾碎成粉，漫天酒液宛若血花绽放。刺目瘆人。未等此人来得及反应过来，楚玉便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好快！此人眼皮狂跳，大惊失色。同为宗师境界，他竟然完全捕捉不到楚玉的身影是怎么进他身的。一念至此，他心里不禁暗道糟糕。原本他说出那番话不过是看楚玉如此淡定从容的样子不爽，才想激怒他，欣赏他无能狂怒跳脚的样子。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番嘴贱竟然激怒了一头嗜血的吃人凶兽。等等，感受到了楚玉扑面而来的杀意，他连忙开口想要解释什么。然而他话还没说完，便感觉手腕一疼。在他不可思议的注视中，他的右手已然被楚玉的手刀齐齐斩下。一时间鲜血狂喷，整间屋子都被血腥气息笼罩。死！来人疼的脸皮都抽搐了一下，立即用内力封住伤口，飞快令手腕断节处结出血痂。做完这一切后，他的脸色已然一片惨白。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身为宗师级强者，在楚玉这个年轻人面前，竟然只是一个照面便被他斩断一手。有此一招，他也完全认清了自己同楚玉之间拥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是不可能赢得了面前这个人的。如果刚刚楚玉斩的并非他的手，而是他的脖子的话，此刻他已经死了。你不该拿我朋友开玩笑，这只手是给你的教训。楚玉冷冷凝视着他，面无表情道：滚回去告诉王明，要他给我收敛点，再敢惹到我的头上，楚某必然亲自去拜访他。听清楚了吗？男人闻言赶忙点头，根本不敢有任何违逆的动作。见状，楚玉才对他下了逐客令。滚吧！男人这才赶忙捡起地上的断手，逃一般的飞速离开了这里。看着满地的鲜血，楚玉摇了摇头，只手一挥，一道强风便将所有血水清理干净。这时刚好蓝初然路过这里，见楚玉的门开了，屋里还一片狼藉，仿佛是被暴风席卷过一般，不禁错愕道：楚先生，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房间里这么乱啊？没什么，来了个客人。楚玉轻轻摇了摇头，并对他微笑道：顺便请你去一趟酒店前台，告诉他们我的门锁坏了，让他们帮我换一个新的。蓝初然哦了一声，马上乖巧地按照楚玉的话去做了。另一头，袭击楚玉的男人也跌跌撞撞回了王家。眼下他断掉的手已经被接了回去。像他这种宗师级强者，肉体的恢复能力远超普通人，只要不是当场被瞬杀，被斩断的手脚捡回去，在短时间内是可以重新接好的。楚玉也是知道这一点，这才斩他一手，以示威慑。毕竟楚玉能斩他的手，当然也能斩他的头。此举是要告诉他别太嚣张，哪怕他是宗师，在楚玉面前想要他死也是一念之间。推开王明的房门后，王明看到自己派出去的杀手此时这么狼狈地跑回来，不禁面露惊愕道：柯阳，你这是怎么了？少爷，我失手了。柯阳脸色难看的将他的事说了一遍。听完之后，王明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震惊问道：柯阳，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那个楚玉有宗师级的境界，而且还有一瞬间杀死你的能力，这怎么可能啊？在他的印象里，宗师至少都是40-50岁的超级强者，这个楚玉才多大，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深厚的境界？少爷，我怎么敢拿这种事开玩笑？柯阳苦笑着开口：我是捡了一条命，这个人的境界我根本看不透。虽然我和他同为宗师，但不知为何他的境界却比我要深厚太多太多，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你也别对他有想法了，千万别招惹这种人，太危险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啊？王明不甘地攥紧拳头，咬着牙道：你不行的话，那我金陵王家4大宗师一齐出手又当如何？难道你们4个宗师还拿不下这个小小的楚玉？第92章暴雨夜，少女情思。听见王明的话，柯阳还是摇头。从我和他交手的这次，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我们王家4大宗师一起出手，他能不能赢我不敢断言。但如果他想走，我们4人一齐出手也极难留得住他。如果他的人因此在这场战斗里受到波及，他第一个报复的必将是您。少爷，您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一照面便能斩掉我一只手的敌人，在暗处窥视着您，时时刻刻想着要夺走您的性命，该是何等可怕的场景。听到他的话，王明立即打了个冷战，不敢继续想下去了。见此，柯阳才缓缓道：所以我说我不建议您和他闹到不死不休的地步。不过
如果您一定要和他决一死战，便请下命令吧。我是王家的守护神，王家的命令对我而言至高无上，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会全力一战的。王明赶忙道：不急不急，等我再想想。是，那我先倒退了。说着，柯阳行了一礼，身影转瞬间便消失在了王明面前。王明颓然坐在座位上，不知不觉额头已然遍布冷汗。他怎么也没想到，孙俪惹上的居然是此等可怕的对手。也怪不得在云海市根深如此深厚的刘家，因为得罪了楚玉，居然会被连根拔起，狼狈地逃到了他们金陵。另一头，楚玉的门锁已经换新，在月色高悬，几乎要至深夜，他也终于把玉符制作完成。于是他将蓝初然和曹彤彤都叫了过来，一边吃着饭，一边把玉符交给了他们。羊脂白玉级别的和田玉本就精致异常，再加上楚玉的制作工艺传承自鬼谷一仙，手法精湛至极，因此一拿到楚玉的玉符，二女都非常惊艳，马上爱不释手地戴在了脖子上。楚玉哥哥，我们要在金陵逗留多久呀？曹彤彤坐在楚玉对面，双手托腮问道。楚玉想了想，而后看金陵王家什么时候联系我吧，以我估计就是这2天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还能在金陵玩2天喽。说到这里，他满脸都是期待。楚玉哥哥，明天你要是没有事情的话，就陪我一起出去玩吧，我今天在金陵发现好多好玩的地方，你不去看看太可惜了。行啊。说着，楚玉看了一眼蓝初然，初然小姐，你明天有事情要做吗？你们去玩吧，我在这里看看书就好。蓝初然对楚玉摆了摆手，正好我们公司的财政报表发给我了，我明天能腾出手处理一下。闻言，曹彤彤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叹了一口气，开口道：算了，明天你也一起来吧。哼，要是把你一个人扔在宾馆，你也太可怜了。蓝初然好奇地看着他，奇怪，你不是一直不喜欢我吗？怎么会主动邀请我和你们一起出门呢？那是以前，今天和你一起逛了逛街，我感觉也没那么讨厌。曹彤彤避开他的目光，嘟囔道：不过我也不喜欢你就是了，你不想去就算了。蓝初然嫣然一笑，既然是曹大千金亲口邀约，我肯定会给你面子，那就明天见喽。说着，他伸了个懒腰，仿佛是要炫耀自己的身材一样。傲人的曲线在曹彤彤面前一览无遗，这一幕简直气得曹彤彤要冒烟了，心里恨恨骂道：臭女人，不就是比我大了一点吗？嘚瑟什么啊，以后我发育起来了，肯定比你要大。蓝初然回了房间，便洗了个澡，定好闹钟，准备明天起早帮楚玉准备早餐。虽说他和曹彤彤看起来似乎一片和气，但这一切都是假象，只是做给楚玉看的而已。实际上，二女心里都憋了一股劲，彼此都想把楚玉争到手。明天起一个大早，为楚玉送上一份爱心早餐，便是蓝初然的小心机。以曹彤彤那只小懒猪的性格，明天肯定要睡到10点才起。细节决定成败，只要我把楚先生照顾得足够细致，你这个小丫头根本竞争不过我。等他哼着歌，裹着浴巾从浴室里走出来时，外面已经下起了瓢泼大雨，夹杂着电闪雷鸣，看着着实有些吓人。蓝初然检查了一下窗户是否关好，而后才坐在梳妆台前用吹风机吹着头发。然而就在这时，酒店的灯光却突然间熄灭。这突如其来的停电吓得蓝初然尖叫了一声，他马上扶着墙打开门，发现酒店走廊也是漆黑一片，看来是暴风雨导致酒店的供电设施出了问题。该死，这种级别的酒店难道就没有发电器吗？蓝初然暗骂了一句，关好房门。就在他准备摸到床上裹好被子睡觉时，外面又是一道惊雷，吓得他的娇躯几乎瘫软，靠着墙恐惧地蹲了下去。蓝初然从小就怕打雷，因为那时候蓝家的业务很忙，有时候他会被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大别墅里，这种令人窒息的空荡孤独感，再加上窗外恐怖的雷声，是他心里一直无法抹去的阴影。长大以后，对这种雷雨交加的夜晚，他依旧有些发怵，尤其是现在又置身于一片漆黑，近乎伸手不见五指的小房间里，这种感觉很快便令他全身都开始止不住的发抖。一时间，之前看的所有鬼故事、看的恐怖电影全都涌上他的心头，哪怕他捂住耳朵刻意不去想，也还是控制不住。终于在他快要承受不住时，他心里才冒出一个想法，要不然去找楚先生吧，只要有楚玉在，他就有无穷的安全感。可是这么晚了，他又刚刚洗完澡，现在去找楚玉，万一楚玉对他做了什么，该怎么办？当然他并不是讨厌楚玉，而是还没有做到和楚玉到那一步的准备，而且他是要和曹彤彤公平竞争，根本不想用这种手段得到楚玉。然而随着窗外又是一道惊雷闪烁，他终于忍不住了，到底还是摸着墙出门，来到了楚玉的房门前，深吸了一口气后，他红着脸对着房门轻轻敲了2声。第93章，王天和，我是无神论者。过了一会儿，楚玉的门开了，
当楚玉打着手电看见门口脸色苍白中带着些微红的蓝初然时，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异样。初然小姐，你怎么来了？楚先生，能让我进去和您暂住一晚吗？说到这里，他的脸渐渐变得通红一片，声音也细若蚊蝇，羞得抬不起头。我一个人在房间，有些害怕。这……楚玉犹豫了一下，看他真的怕得要命，才点了点头，道：好吧，你进来吧。进入楚玉的房间，蓝初然这才松了一口气。不知为何，房间是同等规格的，但楚玉的屋子里便像是有小火炉一样，暖洋洋的，根本不像他的房间一样冰凉可怕。红着脸坐到楚玉的床上后，他忍不住用手摸了摸铺开的被窝。楚先生的床好温暖啊！就在这时，他好像摸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触感非常奇妙，以至于他忍不住轻轻捏了一下。随后，楚玉的被窝里立即响起了一声女人的嘤鸣。啊！蓝初然吓得像是被踩住尾巴的小猫，腾的一下从床上跳了下去，尖叫道：有人！楚先生，你的床上有人！不是有女鬼啊！你才是女鬼！本小姐这么可爱，哪里像鬼了？随着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被窝里探出了一个小脑袋。借着窗外的一缕月光，蓝初然认了出来，这是曹彤彤的脸。惊吓过后，他的脸色顿时阴沉如水。曹彤彤，你在楚先生的房间做什么？听了这话，曹彤彤理直气壮道：停电了呀，我来楚玉哥哥这里看看有没有蜡烛可以借。借蜡烛你借到床上去了？蓝初然忍无可忍，咬着牙道：而且你为什么在楚先生的被窝里还一丝不挂？听到这里，哪怕曹彤彤脸皮再厚，也不禁俏脸微红，小声嘟囔道：切，你要是不来打扰，今晚过后楚玉哥哥就是我的了。曹彤彤，你太卑鄙了！蓝初然气得真想捶他一拳。他那么讲武德，心里想着哪怕是和曹彤彤这种女人争男人，也不想胜之不武。这死丫头倒好，完全不管那么多，居然主动趁着这个机会溜进楚玉房间，甚至还卑鄙无耻的打算色诱楚玉。幸好他及时赶到。说起来，蓝初然，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这里也没蜡烛，你要是没事就赶紧回去睡觉吧，别在这里碍眼。曹彤彤忍不住催促了一声。听了这话，蓝初然冷哼一声，直接坐在了他的身边，还拍了拍他的小脸蛋。今天晚上姐姐我也不走了，你别想做坏事。你……曹彤彤虎视眈眈地看着蓝初然，气得真想上去咬他一口。好了，你们两个别闹了，你们要是不想回去，今天晚上我们三个就一起挤一挤吧。楚玉无奈道。说着似乎是怕二女误会，他又说道：你们放心，我今天会穿着衣服睡觉，不会对你们动手动脚的。没关系，我相信楚先生的人格不会干出越线之事的。蓝初然点了点头。一起睡觉，好哎。曹彤彤的声音则显得有些有气无力，完全没有一开始那副千娇百媚的样子。显然看着身边的电灯泡蓝初然，他是一脚丫把对方踹下去的心思都有了。另一头，金陵王家的别墅内，灯光还亮着。王宇正穿着真丝睡裙，抱着笔记本，半躺在床上，看着手下刚刚发来的情报。虽然此一行他的人并没有查出这尊九龙丹炉的卖家是谁，不过他们却查出了更加惊人的情报。原来在这尊丹炉登上金陵拍卖会前，就已经有过几次被卖掉的历史了，而且收购这尊丹炉的都是非富即贵、身价过亿的收藏家。然而每一个买下丹炉的人，最后竟然全部都死于非命。最恐怖的是，他们死相全部都惨得瘆人，有和鬼上身一样无缘无故自己上吊自杀的，也有在自己床上满身淤青，像是被什么东西生生掐死的，更有甚者是穿着红嫁衣跳楼而死。而且不知为何，这些死亡的消息都被人有意压了下去，这才没有造成轰动性的报道。看完这些情报，王宇遍体生寒。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楚玉会说这尊丹炉煞气过重，他们王家镇不住。一念至此，他赶忙抱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父亲王天和的房间。此时王天和正在泡脚着脚看电影，一见女儿进来了，便奇怪地问道：小雨，大晚上不睡觉找我干什么？爸，那个丹炉我们家不能留，会出事的。他顾不上那么多了，赶忙到了王天和身边，将笔记本塞给了他。王天和看完情报后皱眉问道：这些消息你都是从哪打听到的？靠谱吗？肯定靠谱，是我派我们王家专业搜集情报的人员去做的，他们难道您不放心吗？王宇说着，又把白天楚玉对他说过的话和王天和转述了一遍。旋即才一脸担忧道：爸，这尊丹炉我们家真的不能留，依我看明天还是把它交给楚玉吧。我真的怕。你怕什么？王天和一脸不以为然道：难道你还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我一直都是无神论者，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吓不到我的，要是真有，你让他来我面前晃一晃，我倒要看看这女鬼到底有几分姿色。
看见王天河都到了这时候了，还有心情开玩笑。王宇忍不住道：“爸，您别不当一回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好了，你回去吧，这件事我知道了。依我看，这八成是那楚玉故意装神弄鬼，让你以为丹炉有问题。你要是真信了他的鬼话，那才是上了他的当了。王天河摆了摆手，道：“去吧去吧，别自己吓唬自己。你爸爸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想用这种小儿科的东西吓到我，他楚玉还太嫩了。”哼。第94章，血月高悬，丹炉流血。王天河本质上是不信什么神神鬼鬼的，因此看到女儿王宇搜集的这么多离奇材料，他也根本没有当一回事。要知道，他可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大多数所谓的神鬼事件背后都是人在操控。不管怎样，九龙丹炉是他花了大价钱才购得的，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让。见王天河根本没有放弃九龙丹炉的想法，王宇也只好放弃劝说。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安排了王家的4大宗师夜晚轮流到王天河的房间和存放九龙丹炉的仓库4周巡视。这样一来，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他们也能及时应对。时至午夜，暴雨渐歇，万籁俱寂，唯独天上一轮血月，悠悠悬挂，分外诡异，仿佛映照着今晚将不会那么平静的度过。当时间推到凌晨3点左右，柯阳起床交班，开始负责巡视王家4周。他先是用神识覆盖整个王家，见其中没有陌生的气息存在，心便安定了数分。大小姐也太过谨慎小心了，我王家哪里是外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怎么可能有人敢打我们王家的主意？他打了个哈欠，心中发了句牢骚。一念至此，他来到了仓库，刚刚推开门，他便不禁怔了一下，却见此时九龙丹炉的表面已然覆盖上一层粘稠的红色液体。柯阳走近用鼻子闻了闻，这味道异常腥臭刺鼻，简直像是血液一样。丹炉流血，这种事他可是从未听闻过呀。无端的，他只觉得后脊发凉，他这才注意到整个仓库的气温比外面要低上10几度，冷得诡异，简直像是身处于冰柜之中。就在他屏气凝神，打算走近观察一下这个丹炉到底有什么诡异之时，突然一阵痛苦的微弱呜咽声传入了他的耳中。这道声音的来源并非是来自于这个房间，而是自王天河的房间方向传来。糟了！柯阳心中一沉，蒙上了一层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旋即他一个瞬身，眨眼间便冲至王天河的房门前，伸手要推门时，却见房门都被一层寒冰死死冻住，连门把手都冒着刺骨寒气。给我开！柯阳上去便是一脚，房门顿时被他强行破开。待他冲进王天河的房间里，他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一幕。只见这时王天河整个人都被吊在房梁上，而缠住他脖子的正是一缕缕漆黑色的凌乱长发。老爷，我来救你！看王天河还有一口气在，柯阳瞬间飞身而起，一掌便将缠住王天河脖子的头发斩断。王天河被放下来后，立即痛苦地呕了一声，吐出了一滩黏糊糊的黑色粘液与诡异长发的混合物。这时王家的其他人也被这里的动静吸引了过来，而王天河此时虽然缓了一口气，却还惊魂未定，脸色惨白至极。柯阳见他通体冰凉，赶忙让人取了一件大衣裹在了他的身上。良久，他才缓了过来。这时柯阳赶忙问道：“老爷，您怎么会被吊在房梁上？您看清楚是谁动的手了吗？”听了这话，王天河仿佛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惊魂未定，将自己晚上遇见的事和在场的众人说了。他是半夜觉得口干舌燥，这才从睡梦中苏醒，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嘴里全都塞满了女人的头发。不仅如此，这些头发仿佛像是活的一样，不停从他嘴里往外冒，最后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吊了起来。要不是柯阳境界高深，听见了他微弱的求救声，王天河这次必死无疑。听了这话，众人都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不符合常理啊。柯阳从地上抓起一缕长发，这的确像是女人的头发，只是不管怎么看，他也不太觉得这些头发能自己动起来，还差点要了王天河的命。不过如果不是这样，也无法解释王天河为什么会被吊在半空中，总不能是他自己用这些头发上吊了吧？爸，你现在相信我昨天和你说的话了吧？王宇一脸焦急道：“您还是快点把那个破丹炉处理掉吧。”听他说起丹炉，柯阳马上将他看到丹炉流血的事说了。不过等一行人赶到仓库时，却见丹炉的表面并没有柯阳说的粘稠血迹，而且仓库里的温度也恢复了正常。这柯阳自己都愣住了。王家的人倒没有怀疑柯阳是在说谎，反而觉得此事更加诡异了起来。毕竟王天河这个普通人或许还有中了幻觉的可能，可柯阳这个5尊级强者却不会那么容易中招。如果真如柯阳所说，在王天河遇到袭击时九龙丹炉开始冒血，
那便可以100%确定这丹炉绝对有大问题。爸，我刚好认识一个风水先生，我之前找他算过字，挺灵验的，要不然我请他来看看。这时王明开口插了一句。王天和闻言眉头微皱，如果是往常，听见这话他肯定想也不想便会拒绝。然而亲自从鬼门关走了一趟，经历了这么诡异的事情，有些事他不想信也得信了。犹豫片刻后，王天和还是点了点头，同意王明去请那位先生来看看。爸，你别听他出的馊主意。王宇见此立即道，他说的那个风水先生我知道，是个有名的大骗子，在外省人人喊打，名声都臭了，才来我们这里继续行骗。找他有什么用？要我说，还是请楚玉来吧。他昨天在拍卖会上就看出了这丹炉有问题，他一定有办法帮我们解决这个麻烦的。王明一听这话就不乐意，姐，你别胡说八道。那位先生给我测过字，刚一见面，他就把我的生辰八字算得清清楚楚，连我几时出生的都知道。而且我亲眼见过他让一朵枯萎的花重新绽放，那一幕简直像是神迹一般，他怎么可能是骗子？依我看，你口中的这个楚玉才是骗子吧？搞不好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他搞出来的，就是为了从我们手里把丹炉骗走。第95章，姐弟生戏。王宇叹了一口气，你王明在金陵这么出名，想提前弄清楚你的生辰时间哪里是什么难事？你看到的什么枯花绽放，也只是他玩弄的小障眼法。你还真把他当成活神仙了？我知道你蠢，但是却没想到你蠢到了这种程度，连这种人你都相信。就你这种看人眼光，你有什么能力当王家的继承人？王宇这番话是恨铁不成钢，并没有其他的意思。然而王明却急了，我看人有没有问题，用不着你来评价。我就算当不上王家继承人，也轮不上你这个女人来当。我还怀疑你是不是和那个楚玉有一腿，要不然你怎么和他只见一面就一直给他说话？王明，你再说一遍。王宇脸色立即黑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王天和烦躁的开口，就按名儿的意思来，我不相信那个楚玉。爸，王宇还想再说什么，但王天和却摆了摆手，表示他心意已决。他对这个楚玉的印象本就不太好，再加上他很清楚楚玉的目标就是他的丹炉，因此他是不愿意找这个人帮忙的。况且天底下能人异士这么多，难道此事就非楚玉不行了吗？王明见到老爸这么支持他，立即对他拍着胸脯保证道，爸，您就放心吧，这位柳先生绝对是我见过神通最大的人，那些所谓的不好传言我也听闻过，都是别有用心之人对柳先生的恶意污蔑，此人绝对可靠，您相信我的眼光吧，我是不可能看走眼的。王天和点了点头，旋即就被柯阳扶着回房间休息去了。王明也准备走了，离开前他还得意地看了一眼王宇，面带冷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爸爸面前诋毁我是什么意思，我明摆着告诉你，王家的继承人只有可能是能为王家传宗接代的我，你没有1/1000的可能拿到这个位置，趁早死了心吧。王宇被他这番话气得全身发抖，他哪里想过要什么继承人的位置，他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根本不感兴趣。他生气的是王明为了争一时之气，居然要请一个骗子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哪里是能胡闹的？不行，等天亮以后我还是要去拜访一下楚玉，不然要坏大事。他心中自言自语地想到。楚玉醒来的时候天早就亮了，却见自己不知何时已然从床中间躺在了床边，而蓝初然和曹彤彤正和一对亲昵的小情侣般搂在一起，睡得格外香甜，连太阳照到他们雪白的小脚丫，二女都毫无察觉。曹彤彤不知道梦到了什么，脸上还带着傻笑，口水流了蓝初然一身。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楚玉无奈之下对着他们两个的小屁股轻轻的一人拍了一巴掌，成功将二女从睡梦中叫醒。发现彼此抱在一起后，楚玉的房间顿时响起了几声尖叫。该死的曹彤彤，你口水流了我一身，恶心死了，赶紧给我擦掉。曹彤彤则像条美女蛇一样，白皙的娇躯裹在被子里，笑哼哼道，什么叫口水？那是本小姐的圣水，你应该感到荣幸。你给我滚下床！凭什么？又不是你的床，这是楚玉哥哥的，你凭什么叫我下去？楚玉叹了一口气，洗了一把脸，然后和酒店的服务员要了早餐。看二女还在床上厮打，他忍不住道，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闹了，赶紧吃饭，吃完了我和你们一起去逛逛金陵。听到这话，他们两个才暂时休战，乖乖下来换好了衣服。金陵作为省会城市，确实是比云海市热闹不少，有很多可以去逛的地方。楚玉主要还是为了陪两个小丫头散心，顺便给女儿买点纪念品回去，要不然出去好几天什么都没带回去，小家伙肯定要生气。一直逛到了中午，楚玉才和二女回到酒店。刚进酒店大厅，他便见到休息区坐着一道熟悉的倩影，正是王宇。他显然在这里等了楚玉好久了，
一见楚玉回来，便急忙放下手上的咖啡，起身道：“楚玉先生，方便借一步说两句吗？”楚玉看他脸色有一层淡淡的黑眼圈，便打趣道：“王小姐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王宇点了点头。半夜被惊醒后，他就没怎么睡过了，现在只觉得特别疲倦，刚刚坐在沙发上都差点睡着，这才要了一杯咖啡提神。于是楚玉就让曹彤彤和蓝初然先回去了，而后他和王宇在休息区找了个位置坐了下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说那座丹炉煞气重了吧？楚玉笑呵呵地问道。王宇点了点头，一脸后怕：“被您说中了，昨天我爸差点因此连命都丢了。”说罢，他将昨天王天河遇见的事情以及丹炉流血的事都和楚玉说了。楚玉闻言，眉头也微微皱起：“这么严重吗？如此看来，幕后策划此事之人手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许多。楚先生，您既然知道这个丹炉有问题，那您也有解决的办法吧？”王宇开门见山地问道。楚玉点了点头：“我可以帮你们了结此事，不过我不会白白出手。此事完毕后，丹炉归我所有，你们王家有意见吗？”王宇仿佛猜到了楚玉会这么说，毫不犹豫的便点了点头。这么邪门的丹炉，他宁愿楚玉把它拿得越远越好，也不想把它继续放在家里面了。谈拢之后，楚玉便站起身道：“下午3点，你来这里接我，没事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说罢，他便准备回房间。“楚先生，请留步，我还有一件事要问。”见此，王宇连忙起身叫住了楚玉。“什么事？”楚玉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第96章，我的死活与你无关，其实是一件我个人很在意的事情。我们家遇见的事真的是鬼怪作祟吗？王宇蹙着眉问道。他以前是绝不相信世上有什么神鬼之类的东西，然而昨晚过后经历了那种事情，他不禁寝食难安，脑子里一直控制不住的在想这个事情。而看楚玉的样子，他似乎是知道一些内情的，因此他才忍不住开口询问。楚玉闻言哑然失笑：“人之鬼恐怖，鬼晓人心毒。即使世上真的有鬼，其也是远远及不上人类黑暗面的1/1000。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王宇仔细品味了一下楚玉的话，豁然开朗。下午3点，王宇准时开车来到了酒店门口，接楚玉前往王家别墅。抵达目的地以后，楚玉一下车便刚好看见王天河正躺在别墅前的庭院里晒太阳。昨天的事让他现在身子都不断发冷，今天天气又不错，他这才想晒晒太阳，补充一下热量。一见楚玉到了，王天河先是一怔，接着立即看向楚玉身边的王宇：“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来我们家？”“爸，楚先生，我请来帮咱们处理那尊丹炉的。”王宇马上解释道。听了这话，王天河立即警觉了起来：“解决什么丹炉？他是想把丹炉从我们家搬走？不可能，你让他死了这条心吧。这丹炉是我买来的，谁来了我也不给。王小姐，你们还没商量好吗？”楚玉讶异地对王宇问道。王宇对楚玉讪讪一笑，小声道：“您给我点时间，我去说服我爸爸。”说罢，他来到王天河面前，焦急道：“爸，你怎么还老想着你那个破丹炉？他昨天不是差点还要了您的命吗？要我说，不如让楚先生直接把丹炉带走，以绝后患。我说了，这丹炉我不可能让。”王天河固执道：“我还需要用它炼制丹药救命，而且我也很喜欢这丹炉的样式，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转手。”见王宇还想说些什么，他直接摆了摆手，打断道：“行了，你别说了，这件事便交给你弟弟负责，他不是去请那位柳大师了吗？你让这个姓楚的回去吧，我们家的事不用他来操心。”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车在别墅前停下，正是王明的车。随着王明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位须发皆白、颇有仙风道骨的老人，此人便是王明提及数次的柳大师。只见此人身着一身灰色道袍，身上还有淡淡的檀香味道，看起来确实像是得道高人一般，至少比楚玉看上去要专业不少。同时，他的身后还有2名唇红齿白的小道童为他提着袋子，里面装满了朱砂、符纸、狼毫笔等物品。一见此人到了，王天河赶忙从躺椅上爬了起来，激动地迎上前去，开口道：“您就是柳大师吧？真是久仰大名了，听闻您道法高超，我们王家这次可就仰仗您了。您一定要帮我度过这次危机，事成之后我必有重金奉上。”柳大师闻言笑呵呵地开口：“无量天尊，王家主客气了，您是金陵有名的大善人，平日善举无数，今日您有危难，柳某必然会全力相助，不取分文。”王天河眼前一亮：“柳大师，您真是高风亮节，不过我怎么能让您白跑一趟？您里面请，我先让人为您看茶，咱们慢慢聊。”“好的，王家主请。”说着，二人便要向别墅里而去。很明显，王天河对待柳大师的态度和对待楚玉时截然不同。王明注意到楚玉也在，
立即猜出了是王宇请他来的，不禁冷笑了一声，道：“姓楚的，你来我们王家凑什么热闹？这里的事和你没有半点关系，自己滚吧。”说着，他挥了挥手，做出了一个送客的手势。一直候在旁边的柯阳与另外一名宗师级武者顿时对着楚玉的方向上前一步，要送他出门。王宇眯起眼睛道：“大胆，楚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凭什么赶他走？”王明笑容满面道：“姐，你还没看出来吗？老爸看中的是柳大师，根本不是这个小子，他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用？自取其辱吗？我要是他，肯定不会厚着脸皮继续待在这里。”楚玉挑了挑眉，刚要开口，便听见别墅里面传来一声凄厉的声音：“家主，不好了，仓库里的那尊丹炉又开始流血了。”一听这话，柯阳等人面色一变，也顾不上楚玉这里了，立即前往到了别墅里，准备保护王天河的安全。王天河一听这话，明显有些慌了。柳大师却呵呵一笑，淡淡道：“王家主，请莫惊慌，有贫道在，绝无任何魑魅魍魉能够伤得到您分毫，请为我带路，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里作祟。”听到他的话，王天河心中安定了不少，幸好有柳大师在，这边请。说着，他便带着柳大师向仓库方向而去。楚玉见状，也跟上了他们的脚步。到底仓库门口不远的地方，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里的气温比外面要冷上不少，和昨天晚上我见到的情况一样。柯阳面色一沉，他那天夜巡时在仓库里见到的便是这股诡异的寒气。此时这股寒气再度出现，且丹炉又开始冒出血水，一定会有大事即将发生。好重的阴气！楚玉面色严肃，立即便要前往仓库。不料他刚走到一半，就被柳大师拦住了：“年轻人，前面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你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别给我添乱。”楚玉扫了他一眼，皱眉道：“添乱的人是你，我是来帮你们解决麻烦的。里面的情况非常危险，你去了是找死，别碍我的事。”放肆！楚玉的话刚刚说完，一名道童便厉喝道：“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吗？”王天河也勃然大怒，指着楚玉骂道：“我用得着你来帮忙？多管闲事的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赶紧给我滚！我的死活与你无关。你若再敢对柳大师有半点不敬，休怪我对你不客气。”第97章恶鬼现，云日遮。听见王天河的话，柯阳心里不禁狠狠捏了一把汗。楚玉可是一个实力远胜于他的宗师级强者啊！王天河当着他的面敢这么骂他，要是楚玉心中恼怒，对他动手，柯阳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及时救下他。因此他第一时间进入了战斗准备，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他也能行动。不过楚玉听了倒是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道：“王家主，仓库里面的那个东西，这里只有我有能力解决。不过你如果这么相信这位柳大师，我也可以袖手旁观便是了。万一到时候出现什么意外，你可不要反过来求我救你哦。”王天河冷笑一声：“放心好了，就算真有什么意外，我们王家有4大宗师在此，轮也轮不到求你这个外人帮忙。”而后他便看向柳大师，轻声示意对方可以开始除魔了。柳大师轻抚白须，得意地看了一眼楚玉：“少年人，多学点东西，为人谦逊一些，不要总是动不动便口出狂言，惹人笑话。下次出来行骗，你好歹也换身让人容易相信的行头吧。”显然楚玉是被他当成来这儿骗钱的铜墙了。楚玉只是耸了耸肩，一笑置之。而后柳大师便带着自己的2名道童向着仓库方向走去。越是逼近，寒气也就越重。等他们到达仓库门口时，周围不光冷得刺骨，隐隐的好像还能听见里面有断断续续的女人哭泣声。“师傅，里面不会真的有鬼吧？”这时他身后的一个小道童小声问道。另一个道童虽然没有说话，不过从他苍白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也有些害怕了。“你胡说八道什么？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鬼，全都是心理作用和自然现象罢了。这些有钱人就是喜欢胡思乱想，我们赚的就是这份钱。行了，一会儿进去走个过场，我们就打道回府。王家可是金陵的大户，这次我们保准能赚个盆满钵满。”柳大师回头低声道。安抚完2个小道童后，他才转身，一把用力将仓库大门推开。大门刚刚敞开，迎面便扑来一道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令柳大师等3人下意识闭上眼睛。待他们睁开眼时，却看到了令3人一辈子也忘不掉的画面。只见丹炉此时已然被鲜血浸透，无数诡异的黑色长发正在从丹炉的口子里往外冒，看起来极其惊悚诡异。“师傅！”2个道童吓得瑟瑟发抖，这情况怎么看也不像是什么正常现象。“别怕，都是障眼法，都是假的。”柳大师不断念叨着，强行压制住了心中的胆怯。眼下他也是骑虎难下，见这密密麻麻的头发里仿佛藏了什么东西，于是他壮着胆子走上前。正当他打算用手中的桃木剑轻轻撩起长发时，他听见身后传来了惨叫声。
回头一看，却见是他的一个道童，眼下被头发缠住了脖子，几秒的时间就将他勒得脸色发青，口吐舌头，眼看就要被活活勒死。柳大师赶忙过去，想要帮他把头发割断，然而这头发此时却和铁丝一般坚硬，他用了吃奶的力气去拽，甚至手掌都被割破，头发依旧完全没有任何要断掉的迹象。不知是不是吸收了鲜血的缘故，黑发生长得越来越快，简直像是茂密生长的藤蔓，疯狂向外蔓延。与此同时，茂密的黑发丛中缓缓伸出了一只惨白的人手，这只手掌瘦得和皮包骨无异，指甲却全被拔光，仿佛是有什么东西要从丹炉里爬出来一般。看到这一幕，柳大师终于崩溃了，他也顾不上自己的道童是死是活，惨叫一声，掉头就跑。王天和见他匆忙跑了出来，正想问问他出了什么事，却见他直接推开了自己，头也不回的便朝外面疯狂逃去，只恨爹娘少生2条腿，完全没有刚刚见面时那份气定神闲的大师做派。正当王天和不知所顾时，仓库的大门嘎吱一声无风自动缓缓打开。也是这时，刚刚还晴空万里的天空刹那间便被乌云笼罩，看不见半点阳光，仿佛只一瞬间便从白天变成了黑夜。同时仓库里有一道人影缓缓爬了出来，她的骨架看起来有些扭曲，甚至于畸形，只能勉强看出是女性，头发长到几乎将整个仓库的地板铺满，几乎将大半边脸都盖住，仅露出的脸也可以看出腐烂的程度相当之高，甚至空洞的眼窝里还有蛆虫蠕动。王家的诸人都看傻了，等他们反应过来时，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像是被灌满了铅水一般，根本抬不起来，包括王天和在内。看着仓库里爬出来的怪物是冲着他来的，他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呆若木鸡。保护家主！这时柯阳大吼一声，挣脱了束缚，和其他3个宗师一起向着仓库里的怪物攻去。然而这怪物仿佛是透明的一般，他们的拳头刚刚挥出，便从他的身体穿了过去，根本碰不到他分毫。未等几人弄懂这是怎么回事，几道长发便像绳子一样捆住了他们。柯阳用尽全身力气，竟然也无法挣脱。不知是不是捆住这4位宗师级武者消耗了太多，在场很多动弹不得的众人，有些也都终于恢复了知觉。王明感觉恢复自由后，想也没想的便掉头就跑。有几名对王天和忠心耿耿的保镖挡在了他的年轻，用尽力气对王天和道：家主，您快走，我们帮您拖延时间。王天和满身是汗，他也想用力挪动脚步，然而这怪物仿佛就是盯着他来的，在对方的凝视之中，他根本完全爬不起来，只能瘫坐在这里等死。眼见自己的几个保镖也被打飞，王天和心中彻底绝望，完了，都完了。却在这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扭头看向身后那道正负着手笑盈盈的旁观这一幕的人影，此人正是楚玉。他看起来完全没有被这个怪物控制的迹象，看着眼前可怕的一幕，神色也毫无波澜，甚至这些蔓延全场的头发仿佛都惧怕楚玉一般，无形地绕开了他，以至于楚玉的4周几米都是一片真空地带。这一刻，王天和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他错怪了楚玉，楚玉才是那个真正能救他性命的人啊！第98章掌心雷，养鬼杀人。楚先生，求您救我一命，只要您能帮我，我愿意把丹炉双手奉上。王天和顾不上那么多了，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对楚玉哀求道。楚玉挑了挑眉，微笑问道：怎么，你先前不是还叫我滚吗？现在怎么反倒求起我了？不过很遗憾，我现在没有心情帮你。见到楚玉没有出手的想法，王天和如遭雷击。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刺骨的凉意，扭头一看，那怪物竟然已经逼近他的面前，一只手正向他的脖子缓缓抓来。王天和惨叫了一声，吓得拼了命想往后爬，然而他用尽力气也没办法将身体挪动半分半毫，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只手离自己越来越近。就在这时，有人一把拉住了他，拼命将他往外拽。王天和回头一看，此人正是王宇。小宇，你快点跑，别管我了。王天和哆嗦道：这个怪物是冲着我来的，你跟我在一起，你也会死的。我不管那么多。王宇咬紧牙关，一点点的将王天和往外拽。我不会看着你死的，我一定救你出去。便在这时，一缕头发顺势而起，几下便死死缠住了王宇的脖子，直接将他吊了起来。小宇看着空中被吊着的王宇，表情痛苦，身体抽搐，眼看就要被勒死了。王天和双眼血红，却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嘲讽的是，他一共只有2个孩子，其中一个也是他最看重的儿子王明，在第一时间就弃他而去。在生死关头，依旧离他不离不弃的王宇，却也马上就要被吊死在他面前。
看着女儿挣扎的动作越来越微弱，王天和目眦欲裂，他再度看向楚玉，痛哭流涕道：“楚先生，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您出手救我家众人一命，只要您肯出手，不管是什么，我都答应您。”见状，楚玉叹了一口气：“也罢，你应该庆幸你生了个好女儿。”说到这里，楚玉屈指一弹，便有一道气劲将吊着王宇的头发斩断。在王宇即将落地前，楚玉飞身将他接住，此时他的脖子已然被勒出一道醒目的淤青，整个人也昏迷不醒。好在搭救及时，并没有生命危险。接着，楚玉将他放在地上，向不远处的怪物漫步而去。老实说，我确实低估了你的实力，没想到你居然有能匹敌宗师级武者的实力。看来幕后操纵你的人来头应该也不小吧？如果是普通的宗师遇见了你，想必真的会被你残杀在此。楚玉看着他，嘴中自言自语，期间有无数道像刀子般锋利的长发如疾风骤雨向楚玉的脖子斩去。然而他们刚刚触及楚玉身体周围，便会被一道无形气浪斩断，仿佛在楚玉的面前，哪怕是倾盆暴雨也要逆流。可惜你遇见了我。楚玉脸上虽然笑容不减，但眼眸深处却已然杀意四溢。嘶！怪物发出了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像头发狂的野兽朝着楚玉扑了上来。楚玉抬手咬破指尖，飞快在掌中画了一道符印，对着迎面来的怪物便是一巴掌扇了上去。给我滚！随着一声平地惊雷炸响，怪物惨叫一声，宛如是被雷劈中般痛苦地摔在地上，脸上也一片焦黑。楚玉再度抬起手掌，掌心里的血符印神光大作，隐隐还有一道道雷鸣之声滋滋作响。此符印正是武当奇门遁甲之术中最为迅猛的降魔之术掌心雷。此术法对人类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却极为克制魑魅魍魉，因为破坏力巨大，武当将此术设为不传之秘。当然，对于曾经当过武当代掌门的鬼谷一心而言，并非是什么秘密。楚玉得了他的传承，自然也会施展此术。而且楚玉还是当时罕有的指玄宗师，以气入道，刚好适合施展这些呼风唤雨的奇门玄术。因此这个在王家其他5尊宗师眼里难缠至极，甚至根本束手无策的怪物，在楚玉看来只如待宰羔羊。一击奏效后，楚玉根本不给怪物逃走的机会，掌中雷光大作，又是几道掌心雷狠狠地拍在了对方身上。当最后一击落在了他的印堂处时，怪物终于惨叫一声，彻底化作无数咒印灰飞烟灭。随着怪物身死，天空终于的乌云终于消散，拨云见日，院子里的诡异黑发也随之化作一滩滩宛如泥浆的黑色粘液。王天和也终于能活动自如，看着面前这一片狼藉，他不禁有些恍惚。柯阳等人也第一时间来到他的面前，关切问道：“家主，您没受伤吧？”“啊，没有。”王天和摇了摇头，这才从失神中惊醒，对楚玉感激道：“多谢楚先生救我，要不是您，我真要被那个姓柳的老骗子害死了。”提到那个柳大师，王天和就有一股无名之火涌起。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像是世外高人的柳大师，居然真的是个狗屁不会的老骗子。于是他立即开口，要人封锁全城，务必要把这个柳大师抓住，绝对不能让他逃出金陵。闻言，楚玉开口道：“先不急找这个人，你先去让人搜索一下四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操控那个怪物想要你性命的施术人应该就在这附近，而且现在身受重伤，逃不了多远。这个怪物自然不是什么自然而成的鬼怪，而是有人操控，养鬼杀人。”楚玉在击杀怪物时清楚地听见了不远处有一道吐血的声音响起，也是因此楚玉才如此笃定幕后操控这一切的人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王天和一听这话，立即命令道：“柯阳，你带着人去给我地毯式搜索，如果这个人在我们王家附近，绝不能让这狗东西跑了。我要看看到底是谁想杀我王天和，我一定要他不得好死。”第99章，一定要得到丹炉的理由。是。柯阳马上行动。很快他就提着一个人回到了王家。此人身穿一身休闲服，脸色惨白，身上全是喷出来的血，看起来受了重伤。家主，这个人在我们家附近鬼鬼祟祟的，而且身上还有伤，我看8成就是他了。柯阳大声道。王天和看了他一眼，皱眉问道：“你到我们家四周做什么？”“我刚好路过而已。怎么，这附近的地皮都是你们王家的地产，其他人不能来吗？”对方一脸不在意道。居然还在嘴硬，那你身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楚玉笑着问道。这一次他却是答不上来了。王天和见状也懒得和他废话，直接对柯阳命令道：“把他给我押下去，你来给我好好审问他，一定要他知道的东西都给我撬出来。”柯阳咧嘴一笑，不顾此人反抗，立即带着他离开了。
作为宗师，柯阳想逼一个人说出他想要的情报，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他自信，哪怕是嘴再严的人，在他面前说出秘密也是早晚的事。解决完此事后，王天河便客气地问楚玉需要什么报酬，不管是什么事，只要他能做得到的，他便一定没有二话。是吗？楚玉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如果我说要你把家主的位置让给我，你也答应吗？听了这话，王家众人都是一愣，王天河也是如此。不过他马上便点了点头，爽快道：只要楚先生开口，我马上照做，绝无虚言。家主，王家的众人有些坐不住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呀！王家这么大的产业交给一个外人，这怕不是要引发大乱子啊！楚玉看到他们紧张的神情，忍不住笑着道：好了，不逗你们了，我对你们家的产业没有兴趣，我只要带走那顶丹炉就行。他也不会真的憨到要王家产业，自然只是说着玩玩。王家是金陵第一家族，宛如一棵参天古树，枝繁叶茂，外人想要入主王家可没有那么简单，这不是王天河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事。毕竟王家这么大的体量，其中有能力有资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是王天河的儿子或者女儿来做继承人，他们是不会服的，搞不好王家会因此而四分五裂。因此王天河根本不怕楚玉提出要他家主位置的要求，他知道哪怕楚玉实力极强，也绝对是坐不稳这个位置的。听到楚玉除了丹炉以外便再无其他要求，王天河还有些意外，他本来都做好了楚玉对他狮子大开口的准备了，于是他直接让人把丹炉装箱，让人帮楚玉寄回云海。这个不急，楚玉打断道：王家主，我可以问一下，你得的是什么病吗？为什么一定要这座丹炉不可呢？其实不能算是病，应该说是中了蛊毒吧。王天河苦笑道：蛊毒？楚玉有些意外地看着他，显然没想到居然是这个答案。王天河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年轻时的事了，我曾经去过一次南域苗疆，因为不懂当地的风俗禁忌而犯下大错，也是那时我被人下了蛊，下蛊的人并没有想要杀我，而是想要折磨我，会定期触发我的蛊毒。蛊毒发作时，我会感受到百虫噬心一般的痛苦，每次都像是要丢掉半条命一样。我为了解除蛊毒，寻访了很多名医，他们都束手无策。最后一名游方术士告诉我，我的蛊毒是寻常的药是治不好的，需要上等的炼丹炉炼制出的丹药才有破解的可能。也是因此我才开始寻找这种级别的丹炉。虽然即使有了这种炼丹炉，我们家也没有炼丹术士能炼制出化解我身上蛊毒的丹药，不过多多少少也算是有了些念想，不会和以前一样绝望了。楚玉听完面露深思，他得到的传承里确实也有关于南域巫教的相关信息，不过哪怕是巫教中有能力对王天河种下如此毒辣的蛊毒者也屈指可数，至少也得是巫教中地位位于高层级别的存在。如果王天河只是犯了当地的风俗禁忌，按理说是不可能被种下这种蛊的。一念至此，楚玉意味深长地问道：王家主，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有和我说？楚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王天河愣了一下，问道：您当时在苗疆犯了什么风俗禁忌，会被巫教下如此恶毒的蛊毒？想必不会是寻常的禁忌吧？毕竟如果是寻常的禁忌，对方当场要了你的命便是，对方却要你生不如死。老实说，我对这一点很是好奇。楚玉缓缓道。听了楚玉的话，王天河沉默了一下，道：楚先生，唯独这件事我实在不好和您说，倒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只不过此事事关重大，我真的不能乱讲。楚玉还是第一次看到王天河露出如此为难的表情，不禁越发好奇了。可是您如果不说，我实在不好决定要不要帮你炼丹，把你的蛊毒解掉啊。楚玉无奈道。听了这话，王家众人都是一愣，接着王天河不可思议地开口道：您是说你有办法炼制出破解我身上蛊毒的丹药？正是。楚玉点了点头，鬼谷一仙的传承里的确有很多可以克制蛊毒的丹药秘方，而王天河中的蛊毒虽然毒辣，但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太久，蛊毒的毒性也没有当初那么猛烈，帮他彻底治愈对楚玉而言不成问题。只是楚玉在不知道他是做了什么事的前提下，不可能会轻易出手帮他炼丹。如果王天河是在苗疆做出了极为伤天害理的恶事，楚玉是不会帮他治疗的，这是原则问题，和多少报酬都无关。听到这话，王天河的脸色顿时复杂了下来，显然是在犹豫要不要和楚玉吐露实情。楚玉眉头一挑，看来此事背后真的另有隐情，只是到底是什么事让王天河直到现在都犹豫不敢开口。第100章种下蛊毒的理由。楚先生，这件事我爸和我们也没有说过，不过我相信我爸爸的人品，他是不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恶事的，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为他担保，请您出手帮我们炼制丹药吧。王宇立即急切道。
王家其他人也开口道：“对啊，老爷他真的不是坏人，直到现在他已经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出了上亿资金，用来开设学校，资助他们上学。我们也能用性命为老爷保证，求楚先生出手。”见此，楚玉还是摇头，他捐了多少钱和我没有关系，我必须要知道他被下蛊的原因，否则我不会帮他炼丹。听到这里，王天和叹了一口气，道：“楚先生，那便请随我到书房，借一步说话。我可以把实情告诉您，但希望您听完以后一定要保密。”楚玉点了点头，随即便跟随王天和来到了他的书房内。在确认这里没有人窃听后，王天和这才开口为楚玉讲述了他不肯详细说明的原因。原来当年的他去南域苗疆并非是突然起意，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那时王家还没有今天在金陵唯我独尊的地位，王天和的父亲也已经年事已高，身体越来越差，因此他才希望自己儿子王天和能尽快继承家业。而且他在即将退隐时，还将王天和的未来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只要王天和按照他规划的计划来，便可以顺利过渡权力交替，以最快速度掌握整个王氏财团。这不是挺好的吗？楚玉奇怪地问道。掌握住这么大的一个财团，哪怕是家族产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父亲帮你把交接的事项都安排妥当，不是省了你很多麻烦吗？王天和点了点头，面露无奈。话虽如此，不过我父亲安排的实在过于详细，他甚至连我该娶哪个家族的女人都帮我定好了，而且完全没有问过我的任何意见，这让我感觉我像个被他操控的傀儡。当时的我还有些年少轻狂，叛逆心理很重，而且对接管家族的事也没有兴趣。我去南域实属是不想按照他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走，是去那儿逃避家族的恩怨争端。毕竟苗疆是巫教的地盘，哪怕是我父亲也没有能力派人强行来苗疆大闹一场把我带走。楚玉点了点头，只能说王天和的想法确实也没有错。我在去苗疆前曾经听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千万不能招惹苗疆的女孩。原因很简单，苗疆的女孩不容易对外人动情，但一旦动了真情便会一片痴心，倘若这时候背叛了他们，下场会非常凄惨。说到这里，王天和仿佛想起了什么往事，语气也变得苦涩了起来。我当时对此并不以为意，那时的我只想在这片远离家族争端的地方好好放松一番，并不知晓苗疆的蛊术有多可怕。所以您是？楚玉仿佛明白了原因。王天和点了点头。我是在酒吧遇见他的，他在酒吧里做调酒师，我喝得烂醉时便把自己的事乱七八糟的都和他说了。他一直都在安静的听我说话，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也是那天，我第一次，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动了真心。后来我每天都会来这家酒吧，靠着不懈的毅力，终于将他追到了手。也是那时，我才知道他真实身份居然是苗疆巫教的圣女，来这里调酒不过是业余的爱好而已。我当时真是被吓了一跳，不过仔细想想，那时候确实也没人敢在酒吧调侃，甚至离他太近。只有我这个愣头青每天缠在他的身边，想必当时其他的本地人看我也像看一具尸体一样吧。确认关系后，我便打算留在苗疆，不回金陵了。我们两个在苗疆的那段时光，是我这辈子最快乐也是最难忘的一段日子。说到这里，他似乎追忆起了什么往事，神情变得十分悲伤。转折是在1年以后，我家里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父亲已经病危，要我回家见他最后一面。我当时看到了信，便急忙收拾好了行李。而她身为圣女，和外面世界的人谈情，已然是巫教的特赦，是不可能和我一起去金陵的。因此我答应过她，事情解决完以后一定会回来找她。楚玉听到这里，仿佛明白了什么，开口道：所以你父亲的事是假的，你最终也没能回苗疆吧？王天和自嘲道：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为了骗我回去，连自己病危的事都能编出来。我一回金陵，他便把我关在了家里，要我即刻去娶他看中的女人。我把我苗疆的事和他说了，他也根本不在乎。为了让我听话的接受他的安排，他甚至让人绑着我和那个女人举办了婚礼，领了证件。哪怕成为家主后，我也在他的授意下被家族强者的监视，不得踏出金陵半步。所写的一切信件也全部被扣留，完全和外面与世隔绝了。我当时心里全是对他的恨意，也没有碰那个女人半根手指，只想有一天等我彻底掌控家族后，便和这个女人离婚，去苗疆亲自接她来金陵。等我真正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时，已经是5年以后了。那是我父亲离世的那一天，同时王家也已经成为了金陵的顶级强族，我不需要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了。于是我派人送信去苗疆，想把这些年我的苦衷与他说清楚。然而我派的每一个人都没能回来，全部都死在了南域。那时我便知道了他对我的恨意有多深。我知道不管是什么理由，我都没有兑现当时许下的承诺，因此为了化解误会，也为了当面道歉，我决定亲自去苗域和他解释。费尽努力，我终于见到了他。
他看向我的眼神十分陌生，满是冷漠。也是那时，他在我的身上种下了这种蛊毒。他并不想要杀我，他想要我生不如死，一辈子被蛊毒所折磨。第101章，罢免王明。楚玉点了点头。这么说来，这也只能算是一场误会。王天河已经尽了他最大努力，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可惜对方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如此看，他被中蛊，其实也算是有些冤枉了。一念至此，楚玉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王家主，您刚刚说过，您结婚以后并没有碰过那个强行安排给你的妻子，那你的2个孩子又是？”这就是我不想当着他们面说的原因了。王天河叹了一口气，这2个孩子都是我后来从孤儿院里领养的。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我对结婚已经没有什么念想了。不过，我的家业还是要有后代继承的，这也是我希望您能保密这段往事的原因。这件事是我让我的心腹秘密去做的，连我们王氏很多族人都不知道，他们还以为这2个孩子是我在外面的私生子。如果他们并非是我亲生血脉的事情传出去，会给他们带来很大麻烦的。至少，以后我把家族的事情交接给他们时，必定会有人站出来借题发挥。楚玉恍然大悟，开口道：“事情我来龙去脉我已经清楚了，我可以帮您炼制丹药。”真的？王天河有些惊喜。不过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您怎么确定我不是在说谎？楚玉微微一笑，在我面前，你说不了谎。人在说谎时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异样的，这些异样可能连说谎者自己都察觉不到，却逃不出楚玉的感知。总的来说，王天河还是比较老实的，没有和他隐瞒什么内容。否则，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楚玉都不会答应帮他炼丹。敲定之后，楚玉便在纸上给王天河列了一份清单，要他按照清单上的药材去准备炼丹材料。王天河得到清单后，便马上交给了一名手下，要他以最快速度去做准备。手下拿到以后，看了一眼清单，这一看就吓了一跳：“家主，您确定这个楚玉没有问题吗？”“怎么了？”“您看他在清单上列的这些药材，10样里面有8样都是剧毒之物，寻常人只要吃上一口，当场就会一命呜呼，这哪里是要给您炼丹救命，分明是要害死您啊！”王天河皱了皱眉，呵斥道：“楚先生想杀我，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按照他写的去准备，不要多话。”手下闻言只能点头应允，依令而行。这一幕被楚玉看在了眼里，他不禁点了点头，对这个王天河的印象倒是好上了许多。没错，他让王天河准备的药材里有很多都是致命毒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蛊毒这种东西，用寻常的丹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唯有用更狠的毒素以毒攻毒才是最行而有效的方法。那位鬼谷一仙也正是一位使毒高手，只要毒素掌控得当，要命的毒药也可以变成救命的仙药。当然，这一切的前提也要王天河对他有足够信任才行。普通人得知楚玉开的全是可以轻易置人于死地的剧毒，恐怕早就会被吓得魂不守舍。王天河有这样的胆识，倒是有些出乎了楚玉的预料。炼丹的材料准备齐全后，楚玉便准备在王家别墅的庭院里起炉炼丹。王天河也打算在旁边观摩一下。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告说那位柳大师已经抓到了。王天河冷哼了一声，开口道：“把他带过来。”没过多久，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柳大师便被人带到了王天河的面前。显然，他脸上的伤势是王家的人抓他时打伤的。同他一起来的还有王明。爸，我当时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着不能让这个老骗子跑了，好在人抓住了，现在他就交给您来处置。王明马上道，仿佛他当时逃跑真的是为了去抓这个柳大师一样。这时和他一起进来的手下也赶忙道：“是啊，家主，这次多亏有少爷及时擒住了这个姓柳的神棍，不然恐怕就真的要让这个神棍逃了。”看着一脸讨好笑意以及和他沆瀣一气的手下，王天河面无表情，根本没有搭理王明，而是打量了一下柳大师，笑了笑：“啊，柳大师啊，你可把我害惨了。你说你没有那个本事，冲什么活神仙？要不是这次有楚先生在，我就死定了，你知道吗？”柳大师扑腾一下跪下去了，哀求道：“王家主，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行骗了。我保证，这次离开后，我再也不会出现在金陵，求求您放过我吧。”想金盆洗手是吧？行，我帮你一把。王天河说到这里，厉喝道：“去，把他的舌头给我剪了，让他再也不能行骗，然后将他逐出金陵，以后若是在金陵看见他，杀无赦。”柳大师大惊失色，赶忙要磕头求饶，但王天河却根本没有给他机会，直接让人将他拖走了。听着外面柳大师的惨叫声，王明心里直打鼓，尴尬地站在原地，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却在这时，王天河淡淡开口道：“明儿，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是，谢谢爸爸，看见您没事真是太好了。”王明说完，心中松了一口气。就在他以为这件事过去了时，王天河的话再度响起：“从明天开始，
公司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全都交给你姐姐小雨负责。一听这话，王明猛然回头，惊声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吗？王天和冷冷地凝视着他，强压怒意道：在家族危难关头，你却只顾自己活命，你这种性子让我怎么放心把王氏的未来托付给你？爸，我当时不是为了逃跑，是为了抓住那个神棍啊！这话你骗骗自己也就行了，真以为我会相信？王天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不用再说了，明天务必把交接做好，知道吗？明儿，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说到最后，王天和长长叹了一口气，其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晓。第102章，最毒妇人心。以前他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儿子王明，他有能力，更有野心，除了年轻些、经验少一点以外，是最合适的接班人选。因此，王天和有意在培养他，家族的很多产业也都交给他来运营。然而，今天生死关头，王明的表现在他这里可谓是交了0分白卷。相反，相比王明，缺少他许多关爱的王宇，却不顾自己性命也要救他离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王宇的责任心是要远远胜于王明的。危难关头，王明连他的父亲都不救，以后家族若是出了事，怎么能指望的上他去保全家族的其他人呢？能力对于一族之长固然重要，但王天和是不敢任命一个只会临战脱逃的懦夫来做他的接班人。看到王天和决然的眼神，王明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最后到底还是垂下头，道了一声：是，我明白了。说着，他转过身，没走几步，便刚好迎面撞上迎面来的王宇。怨恨地看了对方一眼后，王明连个招呼也不打，便离开了这里。爸，王明他又发什么病了？王宇不禁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心想自己也没招惹他，怎么这小子看起来好像打算一口咬死自己一样。当听王天和说起他已经让王明明天把公司的事都交给自己后，王宇不禁吓了一跳。爸，您没开玩笑吧？公司的事情一向不是王明负责的吗？我这方面没他经验丰富呀。没经验可以慢慢练习吗？反正现在精灵也没有什么事情，你有很大的试错空间，多学总会上手的。你弟弟一开始不也什么都不懂吗？可是王宇还想推辞，他倒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而是他确实对抢继承人的事兴趣不大，一直以来都是王明单方面把他当成了假想敌，处处都想在王天和面前踩他一脚，好拔高自己在王天和心里的地位。他仅有的几次和王明竞争，也只是不爽他挑衅的太过分了而已。王天和真要选他当继承人，他还是有些抗拒的。王小姐，你就答应吧，你爸爸选你来接手家族的公司，也有他的打算，你听他安排便是。而且这是你应得的，你不必和你弟弟那种人客气什么。楚玉开口说道。听楚玉都这么说了，王宇只能点头答应了下来。等王宇走后，楚玉便笑着道：王家主，你的这个女儿可比儿子要强上不少，不过你最看好的继承人还是王明吧，什么都瞒不过您。王天和苦笑了一声，王宇什么都好，能力也不差，可偏偏性格太过温吞，没有王明那种锐气和野心。坦白讲，王明这种人才最适合做王家掌舵人。王天和这次敲打他，也正是想对他磨砺一番。他这一路上都太顺利了，跌一跤也好。倘若他能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王天和再把家族交给他也不迟。当然，如果他死性不改，那就另当别论了。回到了房间，王明便大发雷霆，一脚把书桌踹翻了，抓起东西便开始砸。等孙俪进屋时，王明的房间已经一片狼藉。他有些茫然地问道：王少，出什么事了？我的继承人之位没有了，被我姐姐那个贱人抢走了。王明咬着牙恨恨道：怎么会这样？孙俪意外无比，他也看得出来王天和是非常看重王明的。王宇哪里比得上？而且王明可是他的儿子啊，他怎么可能会选王宇？他可没见过有哪个强族的族长是由一个弱女子来担任的。听说事情的经过后，他不禁蹙起了眉，这就难办了。显然这一次王天和是动了真怒，如若不是一时之气，那么王明的继承人位置可真要危险了。这对他而言也不是件好事，他还指望着王明当上王氏族长，而后借他之手除掉楚玉呢。要是让和楚玉关系更好的王宇当上继承人，那这金陵王家不也是要成为楚玉的助力？那样一来，他就更不可能动得了楚玉了。王少，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孙俪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什么办法？王明马上看向他。孙俪呵呵一笑，脸上满是狠毒之意。反正你父亲只有2个孩子，你只要让他没有选择，你的位置不就稳了吗？你的意思是？王明有些没弄懂。孙俪慢悠悠道：既然他现在这么喜欢那个王宇，你动手把他给除掉，事情不就解决了吗？我就不相信他会放着你不用，反而让一个外人当王氏的族长。
听到这话，王明不禁惊声道：“你要去杀王宇？这怎么可能？”虽然他看王宇非常不爽，可他到底还是自己的姐姐啊，手刃至亲这种事他干不出来啊。王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现在不行动，等你族内的4大宗师都站到他那一边，你想杀他就没有机会了啊。孙俪急声道。王明闻言心乱如麻，你让我再好好想想。他现在脑子乱糟糟的，根本做不了决定。好，王少，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孙俪说完便退了出去，心里对王明多了几分鄙夷。他以前以为王明是个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现在一看，倒是他看走眼了。这个王明只是看起来强势，实际上当他失了势后，软弱的一面便全都暴露无遗了。可惜现在的他想要除掉楚玉，也只能寄希望于王明上位，因此他只能等王明自己想通了。如果王明实在下定不了决心，他也可以带他动手，除掉这个王宇。天色渐暗，王家准备的药材也全都被楚玉投入了炼丹炉内。王家主，我已经控好火了，今天你们不用动丹炉，等明日我再登门调整火势。好，辛苦楚先生了。王天河满是感激，说着便要亲自送楚玉出门。便在这时，柯阳匆匆赶了过来，对王天河开口道：“家主，那个要害您的人身份已经问出来了，这个人有些难办。”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楚玉闻言不禁停顿了一下脚步，他有些好奇，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来头，居然能让身为5尊宗师的柯阳说出难办2字。第103章，隐世宗门之中的败类，玄天丹宗。家主，这个要害您的人叫徐道华，他出自于一个隐世宗门，且在宗门内他还是骨干地位。这个宗门名为玄天丹宗。听到这个名字，王天河的脸色骤然一变。他对这个宗门并不陌生，虽说大多隐世宗门都很少和世俗接触，不过也有极个别的喜欢在世俗界以大欺小、耀武扬威，其中玄天丹宗便是最臭名昭著的。他们宗门凭借掌握了在夏国已经近乎失传的炼丹之术，大肆招收门徒，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派门中高手去夏国各大家族售卖丹药。当然，他们卖出的丹药都是品质很低的一类，但是却标出了极高的价格，少则100万，多则数千万，每次都是强买强卖。谁敢不买，不出3日，玄天丹宗的强者便会亲自登门，将其一族搅得鸡犬不宁。因此，很多隐世宗门都将玄天丹宗视为耻辱，不屑与其为伍。而他们却根本不在乎对世俗界的人出手丢不丢脸，靠着这种敛财手段，一年他们都能赚上几十上百亿，宗门的人也因此过得相当滋润。不过1年前，玄天丹宗的老宗主闭了死关，至今生死不明。失去这位大靠山的玄天丹宗这才收敛了很多，不敢和以前一样目中无人了。不过即便如此，玄天丹宗里面依旧还是有很多隐世高手，哪怕是他们精灵王家也绝对不想招惹上这种硬骨头。至于王天河买到的丹炉，则是玄天丹宗的镇宗之宝，他们正是靠着用邪术在丹炉里养鬼的方法，等丹炉卖出不久后便开始遇鬼杀人。等购买丹炉的倒霉蛋家里人都死光了，他们会上门将丹炉回收，并用自己宗门的影响力压下世间热度，使得他们可以反复用此伎俩大肆敛财。这种方法赚钱确实非常快，一次至少能赚上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王天河就是这个差点被灭门的倒霉蛋，如果不是有楚玉在，现在的王家恐怕早已是一片尸山血海了。这个玄天丹宗真的是……楚玉听完有些哭笑不得，在他的印象里，隐世宗门都是和武当这种不问世事、专心求道、与世无争的状态，却没曾想还有这种只会在世俗界欺软怕硬的败类。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宗门的那位老宗门闭关对他们的影响确实很大，要不然他们也不至于落魄到要在自家宗门的镇宗之宝里养小鬼的地步。修道之人多少还是要点面子的。以前玄天丹宗去各大家族卖丹药，虽然本质是强买强卖，名义上却还有些体面，算是还穿着一层遮羞布。而今在失去靠山以后，他们可以说是脸都不要了，为了搞钱连养鬼杀人都用出来了。如果他们那位老宗主还能出关，听说此事也必然会被这群大聪明给气个半死。王天河听说此人是出自玄天丹宗之后，眉头就皱了起来，显然他是不想招惹这群疯狗的。不过难道要他就这么把这个想要他命的小子给放了？他咽不下这口气啊！把那个徐道华给我带过来。想了一会儿，王天河还是开口道。没过多久，满身是伤的徐道华便在柯阳的押送下来到了王天河的面前。虽然此时他是王家的阶下囚，但徐道华的脸上却没有一点阶下囚该有的样子。
依旧是鼻孔朝天，一脸大爷一样的表情，仿佛他笃定了王家不敢扣他太久。王天和看到他这一脸吊样，心里就不爽到了极点，然而最后还是忍住了怒气，开口道：徐道华，我可以看在你宗门的份上，不和你计较你想要我性命之事，不过你们宗门的丹炉我必须要扣下，当做赔偿，这是我底线。一听这话，徐道华当即笑了，不可能，这顶九龙丹炉乃是我们玄天丹宗的镇宗之宝，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想据为己有？你有这个资格吗？王天和气得直瞪眼，我凭什么不能要？这丹炉难道不是你们送上拍卖会的？我凭真金白银买下，为什么要归还给你？难道你们要把钱退给我，让我把丹炉还给你们？徐道华听了这话，就像听见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一样，笑得前仰后合。老东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们玄天丹宗是什么级别的存在啊？从来只有别人把钱送进我们宗门里，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不怕死的敢和我们宗门伸手要钱。我告诉你，今天我人要走，丹炉也要带走，至于你花的钱，我也一分都不退。你若是不答应，那就等我家宗门的前辈亲自来你精灵王家，和你好好论论。不过我家的前辈可没我这么好说话，到时候你就不只是要给丹炉了，说不定你这老狗的脑袋也要因此分家。哈哈哈哈！看见他目中无人的猖狂大笑，王家的一众人都气得全身发抖，王天和的脸黑到了极点，柯阳以及其他3大宗师更是早已杀意沸腾，恨不得马上出手要了这个小子狗命。讲道理，为了不和玄天丹宗结仇，王天和已经退得足够多了，然而徐道华却根本一点情面也不给，甚至他还要蹬鼻子上脸，已经狂妄到了连样子都不屑于做一下，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真当他们王家是泥捏的？以前可从来没有人敢当着他们的面这么侮辱他们王家的家主，这已经不是不把他们王家放在眼里这么简单了，这分明是把他们王家的脸按在地上踩啊！楚玉闻言挑了挑眉，虽说丹炉现在已经是他的所有物了，要他交出来，他是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他并没有说话，他想看看王天和会如何处理这件事。面对一个隐世宗门，到底是要认怂，还是选择争一口气和玄天丹宗刚到底呢？第104章，学不会低头，活该你穷一辈子。柯阳沉默良久后，王天和开口。徐道华闻言懒洋洋道：少在那儿摆架子了，赶紧让你的人把老子身上绑着的绳子解开，让这个打了老子的武尊给老子磕头谢罪，狗一样的东西也敢伤害我高贵的身体。听见这话，王天和顿时上前一脚踹在了他的胸口上，这一脚直接将他踹飞了出去，当时摔了个七荤八素，头晕眼花。把这不知好歹的东西给我关好了，他3天3夜。王天和咬着牙道：你是疯了吗？你敢关我，我家宗门长辈马上就会找上门，到时候你要承受他们的擎天之怒。徐道华大叫道：好，我等着。王天和狠狠瞪着他，勃然大怒道：我金陵王家还没窝囊到要给你们这些隐世宗门提鞋的地步，有本事你们就派人上门把我们王家杀干净，把他带走。听见这话，王家的众人都十分提气，立即拍手叫好。显然他们都忍这个徐道华很久了，作为金陵第一家族，他们何时受过这种窝囊气？徐道华被关起来后，柯阳便对王天和面有担忧道：家主，您真的打算把他一直关到死吗？虽然王天和那一脚看得他也很解气，不过和玄天丹宗这种隐世宗门为敌，哪里有什么好果子吃啊？不然呢？王天和摇了摇头，对他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刚刚很莽撞，是靠一时意气用事？不敢。柯阳马上摇头。王天和见此，笑呵呵道：柯阳，有的是我们可以忍，哪怕胯下之辱我也能受，但有的事我们不能忍。如果今天我向玄天丹宗低头，任他羞辱，那么明天他们就敢再次登门，把我们王家往死里欺负。对于这种吃软怕硬的东西，太过忍让是会吃大亏的。而且他们宗门的老宗主早就进了死关，至今都没有出关迹象，8成是修炼失败，身死道陨了。他们丹宗群龙无首，我们王家为什么要怕？哪怕他们宗门的高手上门，我们4大宗师难道还没有一战之力吗？闻言，柯阳面有深思，楚玉则点了点头，我也认同王家主的看法。如果到时候玄天丹宗上门找你们王家麻烦，我不会坐视不管的。一听这话，王家一行人都面露喜色。柯阳是最清楚楚玉的实力有多强的人，楚玉到时候站在他们王家这一边，他对上玄天丹宗的胜算则又会高上一筹。楚玉出门时天已经黑了，他刚出去没多久，便听见一个惊奇的声音在自己身后响起：楚玉，是你吗？楚玉回头一看，叫住他的人是个西装革履的眼镜男，李浩。
楚玉认出了他，你怎么到金陵了？李浩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也是学霸一级的存在，成绩一直和楚玉不相上下。高三时，班里有一个保送上金陵大学的机会，最有竞争希望的便是楚玉和李浩了。不过，最终拿到这个名额的还是楚玉，也因此李浩对楚玉怀恨在心。后来他高考失利，没有达到金陵大学的分数线。大学毕业以后，他走了关系，进了一家跨国企业，而今已经爬到了高管的位置，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李浩则笑着道：“公司安排我到金陵发展，算是升了一级吧。你呢？听说你老婆孙俪和别的男人跑了。”楚玉讶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地球人都知道了，你被你老婆踹了的事都在班级群里成笑话了。哦，你没加群是吧？那你不知道也正常。说起来，你来金陵做什么啊？”楚玉耸了耸肩：“我来这里找朋友谈点事情。”你这里能有朋友？他看了一眼四周，忍不住扑地笑了：“哥们儿，你别吹牛逼了，你知道这是哪吗？这里是金陵王家的私人别墅区，王家可是金陵第一世家。你要是能认识王家的朋友，我都得叫你一声楚爷。”说到这里，看见楚玉还是一身不值钱的破运动服，他忍不住笑着道：“哎，你好歹也是金陵大学的高材生，怎么现在混得这么惨啊？还不如我呢。你要真混不下去了，不如来投奔我吧，我可以在公司里给你安排个闲职，平日里没啥事，就是扫扫厕所，倒倒垃圾，给我擦擦鞋，挺好的，咋样？”说着，他故作亲热地搂住楚玉肩膀，好像真在真心实意为楚玉谋出路一样。正是想看看楚玉被他羞辱后气急败坏的表情。然而楚玉却微笑着撇开了他的手，淡淡道：“不必了，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需要你来介绍工作，我最近不怎么缺钱。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我朋友还在酒店等我呢。”一听这话，李浩立即一脸猥琐的表情：“你酒店里还有朋友等你？真的假的？是不是两个小美妞啊？”“还真是。”楚玉哑然失笑，说着便插着兜离开了这里。他身后的李浩则啐了一口唾沫，一脸鄙夷道：“真他妈能装！我随口一说，你还承认了？废物，学不会低头，活该你穷一辈子！”说完，他便上了路边的奔驰车，扬长而去。另一头，楚玉刚回到自己房间，便看见曹彤彤和蓝初然坐在桌子前，大眼瞪小眼。桌上还没有没开封的饭菜，显然他们两个都在等楚玉回来，一起吃晚饭。一见楚玉，二女饱含怨念的眼神同时投了过来：“楚先生，您怎么现在才回来啊？你出门前不是说过要回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吗？”蓝初然虽然语气还是那么温柔，但还是能听出来其中是含了一点幽怨的。曹彤彤就更直接了，板着小脸道：“我还以为你要和那个王家大小姐去吃烛光晚餐了呢。”大猪蹄子第105章四个怪物。看着两位小美女怨气满满的样子，楚玉顿时有些头大。实际上蓝初然和曹彤彤都可以说是女神级的存在了，但两个一起给压力，楚玉还是有点遭不住。不过在听楚玉说完今天的奇幻遭遇后，曹彤彤人都傻了。他以前只觉得养鬼这种事情只有小说和恐怖电影里才会有，却没想到现实里居然真的有人这么干，而且竟然还是用来杀人。看到他震惊的表情，蓝初然笑着道：“其实养小鬼这件事并不算是罕见了，娱乐圈里经常有女星这么做，只是其他人不知道而已。不说远的，我身边的圈子里其实就有朋友介绍我可以去供奉暹罗国的佛牌转运。其实这个佛牌就是用夭折的小孩骨头制成的，据说是暹罗的妖僧用邪术将小孩的魂魄困在了佛牌之上，以此供养小鬼来帮佩戴者发财，听起来挺玄乎的。我当时觉得有点吓人，就没有过多了解便是了。”楚玉点了点头：“你没有去养是对的，这种鬼佛牌即使能短时间助人逆天改运，久而久之也会出事，轻则霉运连连，财运尽散，重则久病不起，甚至一命呜呼。没有一定境界的人养小鬼，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曹彤彤脸色都有点发白：“你们能不能换个话题啊？听得我好害怕。”看了他的样子，楚玉不禁觉得有点好笑。没想到这小丫头平时看起来呜呜喳喳，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居然会被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吓成这样。你不用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而且我不是送给你一个玉符吗？只要你贴身佩戴着玉符，寻常的小鬼是进不了你身的。楚玉安抚道。听到这话，他才安心了不少。同一时刻，金陵王家一间黑屋内，被打得满身是伤的徐道华蜷缩在墙角，冷得瑟瑟发抖，饿得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就在他要将睡去时，忽然听见窗口好像有什么东西穿过防盗栏落在了窗台前。徐道华抬起头，看见那是一只纯白色的纸鹤，他立即匆匆起身推开窗户，将纸鹤拿了进来。
很快，纸鹤便化作了一片光团消散。与此同时，一段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响了起来。这只纸鹤并不寻常，而是修道者使用的一种千里传音之术。此术法的厉害之处便在于，即使不知道对方位置，也能将纸鹤送到目标手上。徐道华听完纸鹤里的声音，整个人便从颓废变成了狂喜。师兄，你们终于要来了！哈哈哈哈！精灵王家，你们的末日到了。等我的几个师兄亲自莅临你们王家，到时候，今日你们给我羞辱，我要千倍万倍的奉还给你们。这只纸鹤正是来自玄天丹宗，他刚刚触碰了纸鹤，对方也自然可以因此感知到他的位置。如此一来，最多只要1个晚上，玄天丹宗的人必定便会亲自来踏破精灵王家的大门。外面负责巡视的王家守卫似乎听见了里面徐道华的狂笑声，他顿时不爽地踹了踹门，骂道：“你鬼叫什么呢？你还指望你的什么师兄来救你？我们王家可是有4位武尊，你的几个师兄来了也屁用没有，你死了这条心吧。”闻言，徐道华的脸上满是轻蔑，心中不屑地想到：“哼，区区武尊，不过土鸡瓦狗罢了。等我师兄到了，你们就会知道，你们王家的几个世俗界的垃圾武尊和真正的修道之人差距到底有大。”一念至此，他的身体也因为激动而开始发抖，仿佛他已经看到了王家这一众人全部跪伏在他面前的样子了。次日，金陵的天空刚刚破晓，便有一行人缓步而来。他们一共4人，梳着发髻，身着满是熏香味道的道袍，和现代人的样子完全格格不入，仿佛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一般。最令人注目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无喜无悲，宛如庙堂之上供奉的神佛，始终面无表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脚下的云云蝼蚁。当他们来到王家附近时，便有一名守卫发现了他们，并拦在了他们面前。等等，这里是精灵王家的私人领域，你们几个倒是来做什么？让路！领头的人淡淡开口，步伐却根本没有停顿的意思。我的话你听不？守卫刚要对他动手，然而未等他伸手，他便觉得脖子一凉。起初只是一道细微的血线，等几人走出数步后，血线才无限扩大，最后他整个脑袋也咕噜一声从脖子上滚落坠地。扑腾！随着他倒了下去，血染一地，其他王家的守卫也都迅速聚拢到了门口。在抓住徐道华后，王天河便加大了王家的守卫巡视力度，因此在发现出情况后，立即有人按响警报。随着一声声急促的脚步声，王家门口顿时以最短的时间聚拢了上百人，将这4道人影团团围住。王天河等人也立即穿好衣服，来到了王家的门口。当看到自己手下竟然有一人已经身首异处后，王天河顿时满脸怒意：“你们几个是什么人？怎敢一上来便杀人？人在哪呢？我怎么没看见？”4人之中，领头的阴翳老者怪笑了一声：“不过我刚刚确实是随脚碾死了一只蚂蚁。”呵呵。听到他的话，立即有几人暴怒握刀，便要动手为自己的同僚报仇。等等！这时，柯阳突然开口拦住了他，因为就在这一刻，他感受到了这个老者的气息非常不同寻常，这种诡异的感觉和令他窒息的压迫感，简直和当日他面对楚玉时一模一样。但不同的是，那时他遇到的只是楚玉一个，而现在站在他面前却是4个境界如此相仿的怪物。第106章卑劣小人。这一行人有什么不对劲吗？王天河见到柯阳表情如此异常，不禁开口问道：“家主，如果我没猜错，柯阳一边说，额头上一边有冷汗滑落，这些人应当便是来自于玄天丹宗的修士。”哦，阴翳老者笑容越发戏谑，看来你们这群垃圾里倒是也有些聪明一点的，可以猜出我等的身份吗？垃圾？喂，你们几个！听到老者的话，王家的一名武尊便一脸怒意的要对他动手。在他看来，反正对方的气息波动也是宗师级别，他也没什么可怕的。而且像他这种境界的人，多少都是有些傲气的。他也想领教一下，所谓的丹宗强者到底和他们世俗界的武尊有多大的差距。见此，老者依旧挂着诡异的笑容。柯阳见状，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便开口道：“等等！”几乎是他的话音刚落，便听见扑哧一声，王天河的肩膀处仿佛中了一枪，登时炸开了一片血花。就在王家众人惊愕之时，老者不紧不慢的声音响起：“现在这里所有人的命都在我的手里握着，你们这4个武尊，谁敢再向前踏出一步，我保证下次炸开的就是这个人的脑袋。”“你到底做了什么？”一名武尊震怒问道。他完全没有看到玄天丹宗的4人有谁动过手，因此也没有看懂这些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当着他们的面伤到了王天河。我知道了。柯阳仿佛明白了什么，脸色发白，这4个人应该便是传说中的指玄宗师。
芷璇和武尊的战斗方式并不一样，他们可以将真气凝结成刀，杀人于无形。虽然我们看不见，但这一刻家主四周应该已经被他布置好了无数把夺命利刃。方才那一幕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教训，让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现在他也明白为什么他见到这4人会有和当时见到楚玉同等的压迫感，因为楚玉也是芷璇宗师，居然把家主抓作人质，你们心里难道就没有宗师的骄傲吗？听了这话，王家的其他5尊都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堂堂宗师级高手居然会抓一个普通人做人质威胁他们，这种下三滥的招数简直有辱宗师之名啊！王天和闻言倒是并不感觉有什么意外，本来玄天丹宗便是隐世宗门之中最为卑劣下作的门派之一，出自这个宗门的人用出什么龌龊手段，他都不以为奇。老者听了他的话，却是哈哈一笑，手段什么的并不重要，我向来不在乎这些，最重要的是行之有用。说到这里，他对自己身后的3名宗师道，去封住这4个武尊的境界，不要让他们企图搅局。3人听罢便立即上前动手，柯阳等人自然不愿意就这么被他拿捏，然而顾及到王天和的安危，他们最终到底还是没有选择反抗。随着玄天丹宗的人封住了他们的经脉后，柯阳等人的气息波动瞬间和普通人无异。柯阳闭上眼睛，试着冲破自己经脉的封印，却见这道封印十分牢固，如果想强行冲破的话，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至少也要1个时辰，而在这段时间内足够玄天丹宗的人杀他们1000遍的了。这群卑鄙小人！柯阳咬着牙恨恨看了一眼玄天丹宗的4人，他想过自己可能不是这些人的对手，但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输得这么窝囊。其他3个武尊也是和他同样敢怒不敢言，面对他们愤怒的眼神，老者却根本完全不在意。虽然他自信自己这一方的实力必然是能碾压这些世俗界的武尊，不过此事事关他们能否带回镇宗之宝，他不会允许有任何意外出现。因此他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以王天和的命要挟这4人，趁机封印了他们的实力。如此一来，此刻王家所有人的命便全都在他的一念之间，只要他想杀，一瞬间就能让此地血流成河，任何人也无法阻止。想到这里，他倒是不急着动手了，而是微笑着对王天和道：王家主，我们4人远道而来，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吗？王天和阴沉着脸道：柯阳，为4位宗师带路。是。柯阳不甘心地应了一声，率先转身向前。等这4人跟着柯阳进入王家别墅之内，王天和才看向身边的王宇，压低声音道：小宇，去找楚先生，现在只有他能救我们一家人的性命了。王宇如梦方醒，连连点头，又看了一眼王天和，这才迅速转身悄然而去。看着女儿离开，王天和这才跟随几人的脚步而去。到了客厅时，只见玄天丹宗的4名修士已经登堂入室，正大马金刀的坐在最中央的4个座位上，俨然是以主人的姿态打量着王家的其他人。王家主，你还扣了我们玄天丹宗的一位年轻人吧？去把他带过来。老者淡淡开口。王天和叫了一个手下，让他去令人。这时刚好有一王家的少女颤抖着端着茶壶要为他们沏茶。见此，老者按住茶杯，看向王天和，这个小姑娘手不稳，王家主，要不然你来为我们4人奉茶，如何呀？你们几个听见这话，王家的人个个满脸怒容，王天和却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接着他接过少女手中的茶壶，将4杯茶一一沏好，而后双手先端给了那端坐的丹宗老者。上师，请用茶。你倒是挺上道的，呵呵，不错。老者很受用的点了点头，满意的看了他一眼，单手接过了茶，只喝过一口便放下了。接着王天和又将其余3杯一一端给其他人。徐道华走进门，看到这一幕后顿时讥笑道：这不是王家主吗？我一个眼花还以为是个臭杂役呢，怎么干起沏茶的活了？王天和没有说话。徐道华见状心头一怒，冲过去便是一脚。妈的，老子问你话呢，你哑巴了？第107章，你绝对惹不起的人，小人得志的东西。王天和挨了一脚后，腰杆却挺得笔直，看向徐道华的眼神也充满了轻蔑。你！徐道华大怒，没想到现在有丹宗的师兄罩着他，这个王天和竟然还敢对他露出这种表情。就在他要对王天和大打出手时，端坐在前的老者不禁恶狠狠地骂了一声：行了，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多吗？我平时就告诉过你多少次，光凭御鬼之法高超，自身境界却不够，你是走不远的，你每次都不听，若不然你会沦落到这种田地，还需要我们来搭救你。这位老者在玄天丹宗的地位显然很高，被他骂了以后，徐道华顿时没了脾气。邱长老，我知错了，不过这个金陵王家对我们丹宗真的一点尊敬都没有，我被他们扣下时已经搬出了丹宗以及邱长老您的大名，
可是他们却根本不以为然，而且还对您打大肆羞辱，说您就算来了，也要被他们王家的这几个破武尊轻易抹杀。他们这哪是打我的脸，这是打咱们丹宗的脸，打您的脸啊！这口气，您一定要替我出了。看见徐道华居然在这里搬弄是非，恶意抹黑他们，柯阳简直气得牙痒痒，恨不得一掌把这个卑鄙小人直接拍死。邱长老听了这话，扫了王家众人一眼，接着冷笑道：“虽然我们丹宗的这个小辈品行不怎么样，不过打狗还要看主人。你们几个明明知道他是出自玄天丹宗，却还敢这么对他，莫不是真不把我们丹宗放在眼里？”听见他的话里蕴含杀意，王天和立即道：“我们绝无此意。实不相瞒，当初我们在得知他是玄天丹宗的人时，我是打算放他走的。然而此子嚣张至极，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这才总该要有个说法的。”邱长老笑眯眯地打断了他的话：“你们世俗界的人这么羞辱我们丹宗弟子，如果不把这个场子找回来，你说以后我们丹宗还如何在大夏立足呢？”您的意思是？王天和微微皱眉。邱长老看了他们一眼，淡淡道：“我要你们王家所有人向道华叩头道歉，并且我要你们把我宗遗失的九龙丹炉双手奉上，并赔偿我宗50亿精神损失费。”听到这话，王家的众人面色震惊，包括王天和在内，都是一脸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的表情。要他们王家所有人向徐道华这个小人口头道歉，还要把丹炉还给他们，并赔偿50亿。要知道，他们买下这个丹炉就花了近40亿，现在这个邱长老张口便要拿丹炉，还想再狠狠宰他们一笔，这是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啊！邱长老，你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王天和忍着怒气问道。过分？哼，我觉得挺好的，一点也不过分。你们这么对待我们玄天丹宗的骨干，我本来是打算将你们抄家灭族的，现在我给了你们一族一条活路，怎么？你难道还心疼这点小钱？邱长老说罢，便端起茶杯吹了吹，不紧不慢地喝了起来，全然不管此时的王家众人目光有多凶狠。徐道华笑得嘴都歪了：“好好好，就这么办！哈哈，快点，老东西，叫你们王家的这群狗崽子一起给老子磕头道歉！”王天和无动于衷，他不说话，王家的众人自然也没有任何动作。怎么，王家主，你是要违逆我的命令吗？邱长老眯起了眼睛。说到这里，他突然抬手，一把便抓住了王家的一个少女。这个少女正是先前准备为他倒茶，却吓得全身发抖的那个。眼下，邱长老一只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锋利的指甲已然深深扣进了他的肉里，鲜血的血液一点一点的从伤口流出，很快就将他的脖子染得鲜红一片，仿佛只要邱长老再用力一些，这个少女的脖子就要被轻易捏断。你……王天和见到他的动作，顿时忍不住要上前一步。快点给我跪！邱长老冷冷呵斥道：“10秒钟，要是你们再不跪下，我就杀了他，然后再把你王家所有人一个个全部杀光。”哼，你最好不要试探我对你们王家容忍的底线在哪里。听见他森然恐怖的笑声，以及眼中的冰寒杀意，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此人绝对不是在说笑。如果他们不按照这个人要求的做，他绝对会对这里的所有人下杀手。爸，快点跪吧！王明第一个忍不住了，扑腾一声跪了下去，紧接着又有不少人跟着他一起跪服，小声抽噎。短短几个呼吸间，全场便只有王天和以及4位武尊没有下跪。见此，邱长老又加重了手掌的力道：“怎么，姓王的，你想要看着我把这个小姑娘杀掉？爸，你快点跪啊！你不跪，他真的会把我们全杀光啊！”王明颤声喊道，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见此，王天和终于咬紧牙关，扑腾一声跪在了邱长老的面前。见到王天和都这么做了，柯阳等4人也只能忍着屈辱跪了下去。哈哈哈哈！邱长老得意的大笑了一声，抬手将掐着的小姑娘扔到了一边，居高临下的看着王家的一行人。他就知道，在他的压迫感下，王家没有人敢和他对着干。当王家所有人都跪下这一刻，就注定了王家的脊梁已经被他打断。接下来，他可以任意榨取王家的所有剩余价值，这就是他的目的。你们之前不是很狂吗？啊，现在怎么都不说话了？徐道华猖狂地看着面前的一众人，嘚瑟的样子，连邱长老身旁的3名丹宗前辈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王天和忽然嘶哑开口：“邱长老，你要求的第一件事我们已经做到了，50亿我也可以让人凑齐给你，不过归还丹炉之事我做不到。”为什么？邱长老错愕地问道。王天和摇头一笑，冷冷地盯着他：“因为你来晚了一步，丹炉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王家了，而是属于一个你绝对惹不起的人。”第108章一掌拍死。听了这话，丹宗的一行人勃然变色，他们没想到都到了这个时候，王天和居然还敢
和他们玩嘴？老东西！徐道华上前便扇了王天河一个耳光，大声骂道：“你在放什么屁？邱长老可是指玄宗师，弹指间便可把你们这里所有人全部杀光。这里还有邱长老惹不起的人？他在哪啊？你让他出来我看看。”这时柯阳也忽然笑着开口：“家主说的没错，楚先生如果到了，就算是这个邱长老，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我和楚先生交过手，他的境界有多恐怖，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是了，虽然这个邱长老给他的压迫感与楚玉极为相近，也是因为他们同是指玄宗师，不过细细分辨，二者给他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当时他奉命去酒店杀楚玉时，楚玉并未动用全部实力，却已经给了他一种根本不可能战胜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要远远胜于这个邱长老给他的压迫感，那是一种真正的王者气质和绝对的傲意。邱长老和楚玉看似相近，实际上二者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如果楚玉赶到的话，他相信邱长老绝对不是楚玉的对手。楚先生是谁？邱长老皱起眉看向徐道华，徐道华也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邱长老，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整个金陵哪里有人是您的对手？我看他们就是在虚张声势罢了。楚先生很快就到。王天河算了算时间，王宇现在也应该到酒店了，便笑着开口道：“不好意思，在你们进门时我已经派人去请他了。等楚先生来了，你们的死期就到了。不想死的话，你们现在滚还来得及。”其实楚玉能否是这些人的对手，他心里也没底，但楚玉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也只能强作镇定，试着能不能吓退这群人。有趣，我当真好奇，你说的这个楚先生到底有什么神通，让你敢在我面前这么说话？你说他马上就到了是吗？那好，我邱某便在这里候着，等他来，顺便送他一份见面礼。说着他对徐道华命令道：“去，把王家主的头割下来，悬挂在他们王家的门口，顺便也告诉其他人，这就是和我玄天丹宗对着干的下场。”徐道华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他就爱干这种活儿。捡起一把刀后，他立即走到了王天河的面前。家主，柯阳等人顿时要保护王天河，然而刚准备起身，便感觉到自己身上仿佛压了一座大山般沉重。正是邱长老向他们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动弹不得，包括王天河自己在内，连手指头都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徐道华握着刀离他越来越近。王家主，你要是现在给我磕几个，说上几句好话，我心情好了，说不定可以给你和邱长老求求情，暂且饶你一条狗命，如何啊？徐道华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王天河，他就不信，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王天河还敢看他不起。然而王天河闻言却用尽力量冲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要我向你这种小人低头，下辈子吧。”王天河讥讽地笑着道：“你找死！”徐道华气炸了。说到这里，他想到了什么，恶毒地笑了：“对了，我没记错的话，你有个女儿，长得还不错吧？放心好了，等你死了以后，我会好好照顾她的。我要让你的女儿给我这个你最看不起的小人生孩子，可惜你是没机会看到那一天了。”听到这里，王天河的脸色变了：“你敢动小雨，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不好意思，我本人就是个遇鬼的高手，你就算变成厉鬼，我也要你永世不得超生。”徐道华说到这里，终于向着王天河的脖子狠狠挥刀，然而这一刀却并没有斩断王天河的脖子。徐道华只觉得自己手腕一凉，下一刻他握刀的整只手便应声落地。我的手啊啊！徐道华疼得惨叫出声。也是这时，众人才惊然发现，不知何时王天河的身前已然多出了一道人影。此人正是楚玉。在听说王家被玄天丹宗找上门后，他便以最快速度赶了过来。王家的人见到楚玉到了，都是一脸喜色。徐道华却暴跳如雷，表情扭曲道：“你敢斩断我的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要碎尸万段！”聒噪！楚玉闻言，抬手便是一巴掌扇了下去。砰！一声巨响后，徐道华直接被扇飞而出，咔吧一声，脖子断裂，当场殒命。而且他的尸体便刚刚好好的落到了邱长老的脚下，而他的表情则难以置信到了极点。他没想到，居然有人当着他的面，一掌便将他丹宗的门徒拍死了。看着徐道华的脸上依旧是一脸叫骂的表情，邱长老怒极。这一刻，不用旁人介绍，他也知晓了来人的身份。你就是他们口中提到的楚先生，你安敢一来便杀我门徒？楚玉却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一样，诧异的看向王家的其他人：“你们跪在这里干什么呀？”“楚先生，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王天河苦笑着将邱长老提出的要求说了。楚玉这才了然：“楚先生，我们的境界被他们给封住了，您能帮我们解开吗？”这时柯阳急声开口：“如果楚玉能解开他们经脉的封印，他们4个也能成为楚玉的战力。如此一来，他们对上玄天丹宗的这4人，
胜率也就更高了。这个简单。楚玉点了点头，便走过去要帮他们解封。邱长老看到楚玉，居然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着他的面就要解开他们给王家4个武尊设置的封印后，他终于忍不住了。我和你说话你没耳朵吗？你既然杀了我宗一个人，那我现在就要这个王天河的命。说罢，他只手一挥，之前他设置在王天河4周的所有气刃便瞬间启动，化作无数道致命刀芒，齐齐向王天河斩去。第109章杀指玄宗师。家主柯阳马上察觉到了汹汹杀意，然而此时的他实力还未恢复，根本无力救到王天河。就在王天河即将命死当场时，楚玉冷哼一声，一脚狠狠踏出一步，破。随着他的话音响起，一道气浪以他为中心，迅速向着4周扩散开去。邱长老施展的气刃，转眼间就像被击碎的玻璃板，瞬间消散。你也是指玄宗师？见此一幕，邱长老面色巨变。武尊宗师是不可能阻止的了，他杀王天河，楚玉能轻而易举地击碎他的气刃，显然楚玉也是一位实力绝对不亚于他的玉器高手。然而楚玉这么年轻，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位有指玄宗师境界的人啊。邱长老能有现在的境界，那可是进行了60余年的艰苦修炼。楚玉这小子才多大啊？或者说此人只是外表年轻，实际上也是一个老妖怪。就在他惊疑不定时，却见楚玉已然顺步来到了他的面前。就在楚玉要动手时，邱长老却惊呼一声：“且慢动手！”干什么？楚玉皱眉问道，不知道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只见这时邱长老完全没有刚刚的嚣张和目中无人，而是露出一脸紧张的神情。误会，都是误会。你我都是指玄宗师，何必兵戈相见？有话好好说啊。你的意思是，你想谈判解决这件事了？楚玉笑了笑，问道：“不过我刚刚才杀了你宗的一个小辈，你邱长老不打算要我给你一个交代吗？”那是他该死。邱长老讪讪笑道：“这小子大逆不道惯了，我早就看他不顺眼，死了也就死了。”王家众人看见这一幕，人都看傻了。他们哪里想到，方才动不动便要杀他们王氏一族的霸道修士邱长老，在楚玉的面前居然变得这么好说话，连他们宗死了一个骨干都能这么轻飘飘的一笔带过，真是脸都不要了。楚玉也被他的脸皮厚度惊到了。正所谓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眼下邱长老主动示弱，楚玉也懒得继续施压，便准备转身去帮柯阳等人解开封印。便在这时，本来还像狗一样一脸讨好笑容的邱长老忽然面露杀意，蓄力一掌向着楚玉的后脑重重拍去。出手！即是杀招。见此，柯阳等人都面色大惊，然而此时他们想出口提醒都已经来不及了。邱长老此人向来以稳健著称，在面对王家的4个武尊时，明明他们这一边占据了绝对的境界优势，可他仍然以王天河的性命要挟，设计封印了这4人的境界，彻底将王家拿捏在了手里。此时面对楚玉也是一样，在确认楚玉也是指玄宗师，且境界绝对不比他弱时，他便知道正面交手他获胜的概率不算太大，因此他才对楚玉示弱，目的就是让楚玉看他不起，放松警惕。在楚玉转身的瞬间，他才早有准备的一掌拍出，先发制人。由此一来，他心中便有80%的胜算，可以在这一击便杀掉楚玉。这一套计划环环相扣，遍布杀机，他料定楚玉已然必死无疑。见楚玉死到临头，还没有察觉到他已经出手，邱长老的嘴角都不禁冒起一抹笑意。小子，你的境界虽然高，可惜的是你太过年轻，实战经验远远不如老夫，这就是你输给我的原因。我要让你知道，光有境界是没有用的，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就在他的手掌即将拍到楚玉脑袋上时，楚玉的脚步忽然一顿，毫无征兆的回身一掌拍出。轰！当二人力量碰撞在一起时，王家的客厅登时掀起一道滔天音浪，客厅内的桌椅板凳全都应声而起，转眼间整个王家都像是被龙卷风席卷而过，客厅所见之处尽是一片狼藉，连一片能落脚的地方也没有。这便是指玄极宗师的交手。你……邱长老看着楚玉一脸冷漠的表情，仍然不敢相信楚玉居然反应过来了。这小子的反应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不，这不能是他的反应快，而是他的计划早在一开始就被楚玉看穿了。因此楚玉在转身时已然蓄满了力量，因此才能做到以这么快的速度挡住他这致命一掌。我竟然被这小子钓鱼了！心中想到这里，邱长老又羞又怒，反正都撕破脸了，他也不在乎那么多了。只见他大喝一声，将全身气力完全灌注于这一掌内，便是要在此使尽浑身解数强杀楚玉。然而楚玉面对他的全力一击，神情依旧轻松自如。随着楚玉目光中闪过一道战寒锋芒，一道远超邱长老的力量排山倒海一般向他涌来。
怎么可能？感受到这道不可匹敌的霸道力量后，邱长老惊呼出声，下一刻便被彻底碾压，整个人倒飞出去好几米，方才挥出的整条手臂全都被力量反震至粉碎骨折，当场废掉。方才看似是二者的力量碰撞，实际上是内力的比拼。按理说，邱长老是修炼过正统的指玄宗师内功的人，内力不可能会输给楚玉这种无门无派的野路子宗师。然而他却不知道，楚玉不仅不是野路子，反而继承了鬼谷一仙传承，修炼了一套完整且等阶极高的内功心法。不仅如此，不久前楚玉又得到了武当掌门的亲传，修炼了武当派的不传之秘太乙神功。此时楚玉的内力已如汹涌不绝的黄河般澎湃，邱长老想和他比拼内力，和自如其辱也没有什么区别。我就知道你这卑鄙小人会使阴招，你真以为我会放你活着离开这里吗？楚玉来到邱长老面前，寒声说道：“不要杀我！”邱长老刚想求饶，楚玉便已经一掌拍到了他的胸口。只听一声闷响，邱长老当即圆睁双眼，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瞳孔失去了焦距。宗师级武者，自愈能力极强，只要不是受了致命伤，都不会轻易被杀。因此，这一掌楚玉直接拍碎了他的心脏，杀伐果断，完全没有给他任何活命的机会。邱长老死了。其他3个天玄丹宗的修士见到这一幕，全都看傻了。第110章，丹宗臣服，跪地求饶。他们3人的境界只是初窥指玄境界，远不如邱长老一般实力深厚，也插不上手。因此刚刚只是在一旁看，他们本以为邱长老这种高手就算拿不下楚玉，也不至于会把自己搭进去。然而他们却错了，在楚玉面前，邱长老甚至连一句求饶的话都没说完，自己就已经身死当场。如此看来，就算刚刚他们3个同邱长老一起上，也未必会奈何得了楚玉，反而会让此地再多上3具冰冷尸体。你们3个也想和我交手吗？正在他们处于震惊和慌乱之际，楚玉淡淡的声音在他们耳畔响起。眼下柯阳等人的境界封印也已经被楚玉解开，面对着虎视眈眈的众人，3人吓得腿都软了，赶忙跪在楚玉面前，齐声道：“前辈饶命，丹炉我们不要了，求前辈放我们一条生路。”楚玉闻言哑然失笑道：“这个九龙丹炉不是你们的镇宗之宝吗？怎么就这么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几人拼命摇头，心里却像滴血一样疼。这尊九龙丹炉乃是无价之宝，他们哪能说不要就不要啊？然而此时的情况也由不得他们不点头。要是他们死咬不放，楚玉今天不可能会放他们活着离开。行吧，既然你们态度如此坚决，那么我就勉为其难，替你们把这尊九龙丹炉收下好了。楚玉点了点头，戏谑地看着他们：“前辈，既然丹炉的事解决了，那我们能走了吗？”走？楚玉奇怪地看着他们：“我说过要你们离开了吗？”一听这话，几人本来都有些放下了的心，再度掉到了嗓子眼：“前辈，我们不是已经一码归一码，丹炉的事情解决，王家的事情，你们还没给我一个说法呢。”楚玉说着，背负着手走到王家众人之间，淡淡道：“你看，你们今天一来就杀了王家数条人命，还险些要了王家家主的性命，难道你们不打算交付一些赔偿吗？”赔偿？怎么赔偿？几人心中忐忑不已。楚玉屈手一指：“就用你们3个的命吧。”听了这话，几人差点没吓尿了。但很快，楚玉又笑着道：“开玩笑的，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你们表现又不错，我犯不着杀你们。对了，不如就按你们先前自己提出的要求，赔偿给王家50亿，作为损失费，你们觉得如何？不过分吧？”啊！3人面面相觑，都不答话。楚玉侧头问道：“怎么，不愿意吗？”不，楚前辈，我们没有不愿意，我们自然是愿意赔偿楚家的。不过这50亿实在是太……一个人为难地开口道：“是了，他们天玄丹宗以前确实富裕，但那是他们宗主没必死关前呀。而今天玄丹宗的宗主生死不明，早已濒临没落，要他们一口气掏出50亿，这实在是有些难办啊。觉得为难，这就奇了怪了。你们先前要挟王家时也没替王家考虑，这50亿他们能否出得起，不是吗？”楚玉说到这里，面上平添一抹冷意：“还是说我对你们太好了，没有用你们的命相要挟？不，楚前辈，您给我们3天时间，我们一定凑齐这50亿交给您。”一人急忙道：“楚先生，别信他，这肯定是缓兵之计，小心他们出尔反尔。”柯阳这时上前一步，对楚玉提醒道。楚玉闻言点了点头：“王家人考虑的也有道理，不如这样吧。”说着，楚玉屈指一弹，3人的眉心便同时多了一道印记。我在你们3个的身上留下了印记，我给你们3天时间，如果你们离开金陵便逃之夭夭，到时候不出现在我面前，到时候我就会触发印记，让你们炸成一片血雾。
这样如何？听了这话，三人同时脸色惨白，下意识想要内视自己，尝试抹除这道印记。别试了。楚玉看出了他们的想法，淡淡说道：我留下的印记，凭你们几个的修为是抹不掉的，现在轻举妄动，说不定印记会提前引爆哦。一听此言，三人吓得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只能苦着脸点头答应了楚玉的要求。楚玉这才示意他们可以走了。待着三人逃一般的离去后，王家众人才围到了楚玉身边，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劫后余生的惊喜。楚先生，这次多亏有您及时赶到，不然我们王家危矣啊！王天和激动道：这次天玄丹宗的50亿，我们王家分文不取，全都交给您吧。这就不必了，我有丹炉足够，这50亿本来就是我给你们要的赔偿，你们不必和我客气。楚玉摇了摇头。王天和马上道：不行不行，我们哪有资格拿这笔钱，这50亿您一定要收下。见他如此坚持，楚玉只好同意。这时王宇也赶到了，他的脚力没有楚玉快，得知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小宇，这次你也是我们王家的大功臣，要不是你去找到了楚先生，我们王家这次绝对在劫难逃，爸爸给你也记一头功。王天和立即对他表扬道。王宇闻言不禁有些受宠若惊。爸，我也没做什么啊，就只是跑去把咱们家的情况告诉了楚先生，之后的事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怎么说也担不起头功啊，还是好好犒劳一下楚先生吧。王天和笑眯眯道：这就足够了，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临危不乱，你已经很了不起了，至少你比我们家某个动不动就跪在地上磕头求人家饶命的软骨头强。听到这话，众人都忍俊不禁。虽然王天和没有点名这个人是谁，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此时王天和说的就是当时在邱长老的威逼下第一个跪下磕头求饶的王明。第111章铤而走险的计划。诚然，当时的情况，王家一行人是不敢和玄天丹宗对着干的。然而最让王天和上火的是王明当时的态度实在太过卑微，第一个跪下去不说，后来又怕引火烧身，不顾尊卑的开口要王天和也快点下跪，仿佛生怕被王天和害死一样。这种行为简直懦夫到了极点，以至于王天和在事件解决后还要单独挑出此事，再当着众人面刺激王明一句。王明闻言脸色一片铁青，马上低下头离开了。老爷，用不用我去？柯阳怕他想不开，打算过去看看他的情况。王天和却冷着脸摇了摇头，不用管他。哼，我今天刺激的就是他，不当着众人的面训他一顿，他这骨头还得继续软下去。说着，王天和便提议要大摆宴席，请楚玉在金陵最好的酒楼吃上一顿大餐，尝尝金陵的特色美食。楚玉闻言便问能不能带上朋友，他可没忘了酒店里还有2个小妮子呢，要是他们2个知道楚玉背着他们和王家吃大餐，肯定又得埋怨他。好好好，带几个都行，今天楚先生是我们王家最贵重的客人，您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圣旨。王天和大笑道。在王家其乐融融时，玄天丹宗的3人已经快步到了距离王家几千米以外的地域，暂时安全后，他们这才稍稍停顿了下脚步，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如丧考妣的落寞神情。齐师兄，我们真的要弃宗派至宝不顾，再凑50亿给他们吗？一人咬着牙开口问道。这件事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被叫做齐师兄的人叹了一口气，我们当前最要紧的还是快些回宗派，看看有没有办法解除他给我们留下的自爆印记。至于九龙丹炉的事情，还要从长计议，只能智取，不能和他们硬来。一听这话，立即有人表态道：齐师兄，你拿主意吧，要是有办法能为邱长老报仇，我一定全力相助。我也是。除了邱长老以外，这一行人中只有齐恒在宗派内的地位最高，因此其余的2人自然也都把决策的权力交给了他。齐恒闻言沉思了一下，说起来，我确实有个办法能杀掉这个姓楚的，不过我这个计划需要王家的人在内部配合我才有可能做得到，这也太难了吧。2人听了都皱紧眉头。从今天和王家的接触来看，这个金陵王家内部可谓是铁板一块，极其团结，而且今天他们又对王家如此羞辱，按理说这金陵王家的人应该是恨透了他们才对，想让王家有人给他们当内鬼，这不比登天还难。要是有人假意答应，关键时刻再背刺他们一手，他们不反落陷阱，插翅难飞，这风险也太大了。师兄，没有别的办法吗？一人犹豫地问道。要是有更好的办法，我还用得着这么铤而走险？齐恒无奈地开口，这次折损了邱长老，对我们丹宗而言都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我们如果不能带回宗门秘宝，宗门一定会拿我们血祭邱长老的英灵，因此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次是背水一搏了。而且你们没看出来吗？这王家内部倒是确实有一人有可能会被我们说动，此人在王家地位也似乎不同凡响，如果他肯相助，我这个计划便有70%的把握了。
听到他的话，其他二人都是一脸茫然。齐师兄，您指的是？算了，此事以后再说，先回宗门吧。齐恒摇了摇头，并未急着点破，率先向着玄天丹宗动身了。闻言，二人也只好跟随他的身影，快速离开了金陵。另一头，楚玉回了酒店，告诉二女有饭可以蹭，而且还是金陵王家请客。二女顿时来了精神。楚玉哥哥，真是王家的人请吗？那感情好呀，我要吃满汉全席，吃死他们！曹彤彤挥舞着粉拳道。他看王家一向不爽，眼下能有机会宰王家一顿，他当然不会和对方客气。蓝初然则好奇道：怎么好端端的，王家要请客了？您和他们家的关系走得这么近了吗？楚玉道：今天我帮了他们家一个大忙，算是对王家有救命之恩，他们这才要大摆宴席。王天和还说会介绍几位金陵的朋友给我认识。蓝初然这才恍然，不禁面有激动之色。这么说来，这次宴会上应当会有几位金陵的大人物到场。楚先生，这可是您在金陵站稳脚的好机会啊！如果整个金陵都站在您这一边，我们手上便会又多一张强有力的底牌。作为省会城市，金陵的势力错综复杂程度虽然比不上云海，但论底蕴而言，金陵可以说是全省的经济枢纽。夏国赫赫有名的金沙银行总部也设在了金陵，这可是夏国最大的商业银行组织，可以申请到上百亿的贷款，资金雄厚程度甚至可以同花旗银行掰掰手腕。总之，在金陵站稳脚跟，对楚玉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本来他还在发愁楚玉无名无号，是接触不到这些金陵上层的大人物的，现在有金陵王家愿意在中间为楚玉介绍，这些问题便全都烟消云散了。王天和作为金陵首屈一指的强族之长，他的话具有极强分量，他亲自推举楚玉，无论是金陵的哪位大佬，都会给足他的颜面。一念至此，他像是想到了什么，马上回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带着一套刚刚崭新的西服跑了回来。楚先生，这是我昨天特意找人为您定制的西服，您试试合不合身？你突然为楚玉哥哥买衣服干什么？这次也不是正式场合啊，不就是王家请楚玉哥哥私下吃顿饭吗？曹彤彤奇怪地问道。再者说了，楚玉哥哥可是王家介绍的大人物，哪用得着打扮？就算是穿着背心去，谁敢瞧不起楚玉哥哥？第112章昔日同窗。笨蛋！蓝初然一脸认真道。这次虽然名义是私下聚会，但也算是很重要的场合，楚先生穿的正式一些总是没错的，最起码给其他金陵大人物的印象就很好，不会显得虚浮。如果穿着普通，其他人虽然表面上会给王家面子，不会多说什么，心里肯定是会以为楚先生是哪个乡下来的土老帽呢。我昨天就想着楚先生在金陵可能会见一些大人物，这才提前定制了一套西装备用，只是想不到今天就能用上了。楚玉没想到蓝初然居然为他想了这么多，倒真像极了一个能贤惠到将所有事情都打点的面面俱到的小娇妻。没有蓝初然的话，楚玉本人这个随意的性格自然是不会想到这一层的。谢谢你蓝小姐，你有心了。楚玉感激地说道。蓝初然俏脸微红，小声说，没关系了，我爷爷叫我来就是为了帮楚先生忙的，我能有作用是最好了，我还怕楚先生觉得我多事呢。怎么会呢，我去试试衣服。说着，楚玉便去卫生间换衣服去了。曹彤彤看到这一幕，心里醋意大发，这个臭女人又在和我争宠。然而这一次他却只能看着干着急，因为他本人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并没有蓝初然这么温柔贤惠，而且他也不像蓝初然这种嘛，从小就接受过贵族教育的千金小姐，可以贴心的帮楚玉想的面面俱到。看来回去以后也要让老爸请人给我恶补一下这些事情，不然迟早有一天我要被他给比下去。曹彤彤心里气呼呼的如是想到，他自己倒是也没想到，向来对这些繁文缛节不屑一顾的他，有一天居然会为了和另外一个女人争宠而想恶补这些知识。楚玉换好衣服后便同他们一起出发了。王天和请客的地点是一座名为清风阁的酒楼，这是金陵最奢华的地方之一，开包厢的消费门槛是100万起步，因此只有上流圈子的人要请贵客用餐才会选在这里。楚玉等人抵达后，便见柯阳早就在门口酒后多时。清风阁并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入内的，王天和怕楚玉到时候被保安卡在门口，这才专门派人在这里迎接楚玉，和柯阳一同坐上电梯。没过多久，楚玉便走入清风阁的最顶层贵宾包厢内。这个包厢是专属贵宾包厢，只供王家使用，其他人哪怕有再通天的权势，没有王家点头也用不了这个包厢。推开门，楚玉便见桌前除了王天和以外，已经坐了几道人影。眼下王天和正与他们谈笑风生，见到楚玉到场，他马上起身为楚玉一一介绍这些人的身份。楚先生，这位是金陵的刺史郑先生，这位是金沙银行的岳行长，这位是金陵商会的周会长。在座的这几人显然是已经从王天和那儿听闻过了关于楚玉的事，因此此时都对楚玉十分客气，丝毫没有摆任何架子
都主动上前同楚玉握手，递上名片。对于楚玉这位医术通神还通晓炼丹之道的指玄宗师，他们当然不敢怠慢。蓝初然在旁边早已看得傻眼，这几位在金陵都是随意跺一跺脚，金陵就要地震的大人物啊！他没想到王天河的面子这么大，能把金陵最顶层的几位大佬全都喊过来了。和蓝初然的如坐针毡不同，楚玉倒是显得平和许多，与他们一一握手后，表现也是不卑不亢，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对他们刻意讨好，反而是以一种平等，甚至于是凌驾于这些人之上的态度同他们说话的。这种态度倒是并不令他们讨厌，反而他们见过的谄媚者实在是太多了。楚玉这种态度反而令他们心里对其更加敬畏。如果楚玉对他们一副讨好的世俗模样，他们还会对楚玉看低几分呢。酒过三巡，楚玉便觉得包厢里的气氛有些不太舒服了。倒不是他融入不进去这些人的谈话，而是他本身便对这种交际不感兴趣。而且他看得出来，这些大人物对他还是有些怕的。他坐在这里，他们也不敢放开了聊天。于是楚玉便放下酒杯，说了一句要去趟卫生间，而后便径自下楼到走廊里眺望楼下风景，呼吸新鲜空气去了。与此同时，在距离楚玉不远的一处包厢内，也有几人在此聊天。其中一人便是楚玉在不久前在王家别墅前见过一面的李浩。坐在他对面的则是一个身着一身花衬衫、满脸锐气和酒意的年轻人。此人名为陈毅，和楚玉、李浩在高中时都在一个班里上学，不过三人的关系并不算特别好。楚玉和李浩不用说，是竞争关系。陈毅则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在学校里是有名的刺头，是走家里关系近的学校，是来混日子的。和楚玉还有李浩这种学霸，当然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不过他却和楚玉有过一段过节。那时他有一个喜欢的女生，对他爱答不理，却对楚玉表白了。然而令他大跌眼镜的是，面对这个校花级别的女生，楚玉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了她。见此，陈毅便一气之下叫了一群社会上的人把楚玉打了一顿，他也因此被学校开除。最嘲讽是，他喜欢的女生却并没有因此有过任何感动，反而说他多管闲事，活该被除名。这都是因为那个女生的家世还不错。而那时的陈毅虽然家里有点小钱，但在云海市属实算不上是什么名门的阔少，这才热脸贴了冷屁股。也是这件事使得他退学以后便一改本性，开始认真利用家族关系慢慢往上爬，是要活出个人样。由于生意上的原因，他经常会在金陵和云海两头跑，这使得现在陈毅在金陵与云海都积累了不少人脉，在这两座城市里都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地头蛇。因为有同学这一层关系，李浩来到金陵后，第一个要巴结的自然便是陈毅了。饭菜都上齐后，李浩马上给陈毅添了一杯酒，笑着道：“对了，毅哥，你知道我前2天在金陵碰见谁了吗？我说起来，你肯定感兴趣。”第113章，得一人助，金陵无人敌。遇见谁了？陈毅头也不抬地问道。李浩笑了笑，吐出了2个字：楚玉。听了这话，本来还在夹菜的陈毅动作顿时一顿，接着他看向李浩，眼中有些错愕：“你说的是哪个楚玉？”“当然是当初和咱们一个班的那个楚玉啊。”李浩笑眯眯道：“毅哥，你知道他被老婆踹了的事吗？”“这个自然是知道的，听说他过得挺惨，连老婆都嫌他穷，没本事，跟别的男人跑了。”陈毅如是说道：“他也来金陵了，现在过得怎么样？”楚玉的事早就被发到班级群里当作乐子了，他当然也看过。李浩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不怎么样，还是那么穷。上次我看见他时是在王家别墅旁边，不知道这小子贼眉鼠眼的到王家去干什么，搞不好是想摸进去偷东西。不过他是真的能吹，刚一见面就和我说他认识金陵王家的人，还说他酒店里有2个小美妞等他回去，给我整无语了。”陈毅听了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这小子现在这么落魄，真看不出来。他当初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不是挺好的吗？李浩一脸不屑道：“他那是读死书，脑袋都读傻了，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的废物东西，混成这样可太正常了。可惜这个小子不在这里，不然我真想看看他见到一个现在这么辉煌会露出什么表情，恐怕得嫉妒到眼睛都红了吧。”就在这时，一道倩影匆匆推开门走了进来，刚一进屋便坐到了陈毅的身边，娇声道：“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出门前多化了一会儿妆。”见到这个女人，李浩连忙道：“文姐，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还是这么漂亮啊？你现在和一哥在一起了吗？”“嗯。”女人点了点头，俏脸微红道：“我大学毕业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还是阿姨聘我当秘书的。我爸身体不好，阿姨知道后直接给他换了特护病房，对我特别好，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就对了，你当初上学时就该和一哥在一起，那时你喜欢谁不好，非得喜欢楚玉那个废物，
这小子能有什么出息？现在连一哥的半根手指头都比不上。李浩道：这个被他叫做文姐的女孩名为赵雅文，就是当初高中时向楚玉表白被拒的女生。陈毅那时也是为了她出头，这才被学校开除。只是那时的他家庭条件优越，看不上家境比他差的陈毅。然而在赵雅文读大学时，他家里就因为生意上被骗而赔了一大笔钱，几乎家本都搭上去了。赵雅文的爸爸也因为一气之下进了医院，使得他大学没毕业就要被迫出来勤工俭学，要不然他家就真的要卖房子了。而陈毅则混得风生水起，刚好四处碰壁的赵雅文面试到了陈毅的公司。本来他的面试是没有通过的，陈毅知道他来过的事后，便亲自让人事经理给他打电话，要他来公司里给陈毅做秘书。做着做着，他变成了陈毅的女朋友了。现在的他自然不会和当初一样看不起陈毅，早知道陈毅现在能这么有出息，他当初就该和陈毅好了。听起李浩提起这件事，赵雅文摇了摇头说：别说了，都是当初我太年轻，不会看人，阿姨对我一片痴情，哪里比姓楚的差了，我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了那个姓楚的。可不是吗，文姐，你是不知道，那个楚玉现在混得可惨了，我看他那状态绝对是走投无路，穷得要当裤子上街要饭了。改天我碰见他，肯定要把他领到你面前，让你好好看看他现在是什么尊容。李浩调笑道：行了，别提他了，咱们几个老同学好不容易见次面，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陈毅摆了摆手，李浩知道他是不想提当初上学时的那档子事，因此也就闭上了嘴巴，没有继续再聊这个话题。这时服务员推门走了进来，手里还端着一瓶红酒。陈先生，我们清风阁的老板知道您在这里用餐，特地让我给您送上一瓶他的个人收藏美酒，供您品尝，请您慢用。说着，他轻轻把酒放在了桌子上，鞠了一躬，缓缓倒退。李浩闻言不禁面露惊愕：一哥，您和清风阁的老板还有交情呢？倒是认识。陈毅呵呵一笑：他的清风阁还有我投资的一笔钱呢，说起来我也算是清风阁的一个小股东。李浩闻言震惊不已，清风阁可是金陵甚至全省最奢华的酒楼之一，能在清风阁注资，背景自然不必多言，凭借清风阁现在的经营状态，有此一股，说是可以躺着数钱也不为过了。更关键的是，像清风阁这种级别的顶级酒楼，一般人是不可能有注资机会的。从此可见陈毅在金陵的地位非同一般，甚至比李浩事先想象的还要高。一念至此，他心中暗喜不已，心想自己花了大价钱请陈毅来这里吃饭是绝对值得的，只要陈毅肯助他一臂之力，他在金陵必将一帆风顺，无人可敌。一哥，我敬您一杯，以后小弟在金陵还得请您多多关照啊。李浩赶忙起身，便拿着开瓶器为陈毅开酒。陈毅只是微微一笑，搂住身边的赵雅文，淡淡道：好说，咱们同学一场，你有需要帮忙的，我会尽力而为的。只要你以后在金陵站稳脚跟后，不要忘记是谁抬你到这个位置的即可。闻言，李浩顿时心领神会，满脸堆笑。放心好了，一哥，我未来若是能在金陵有一番作为，定然会牢牢记住您的恩情，为您效犬马之劳。陈毅轻轻点头。就在服务员进门送菜时，他的目光无意间一瞥，刚好看见楼道里一道站在窗口的身影。他先是一愣，仔细打量后，越看越觉得这个背影眼熟。这时那人转过头看向走廊另一层，露出了一张清俊的侧脸后，陈毅这才认出他的身份，不可思议地开口道：楼道里站着的人是楚玉吗？他怎么会在这里？第114章，你当初就那么喜欢我？这里可是金陵最奢华的清风阁，不持会员卡甚至根本上不了楼。楚玉怎么看也不像是能来这种地方消费的人啊。不过看了一眼楚玉这一身西装，李浩像是明白了什么，笑着道：我知道了，这个楚玉是来这里当保安的，一哥要不要叫他进来喝一杯？你说呢？陈毅看了一眼身边的赵雅文，赵雅文露出一抹坏笑：叫他进来吧，我刚好有个主意，可以耍耍他。闻言，陈毅便对李浩点了点头。李浩立马出门过去拍了拍楚玉的肩膀：楚玉，这要巧啊，你也在这里？你啥时候来清风阁当保安了？保安？楚玉一脸懵逼，接着看了看自己这身衣服，然后摇头一笑：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这里当保安，我是跟朋友一起来吃饭的。行了，别装了，都是老同学，你就说实话吧，又不丢人。陈毅你还记得吧？当初也是跟咱们一个班的，他也在这里，要不要一起喝2杯，赏个面子呗？李浩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包厢：不了吧，我不太想喝酒。楚玉继续摇头，不过李浩却十分坚持，又拉了拉楚玉：来吧来吧，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不和老同学聚聚。见状，楚玉心中无奈，只能跟着他一起进了包厢。陈毅一看到楚玉便面露微笑，淡淡道：老同学，你在这儿当保安，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我和这里的老板关系很好，你和我说一声，我可以让他给你升职呀。哎呀，阿姨，你别问了，没看出来人家楚玉不想提这件事吗？他是觉得自己现在在这里当条看门狗，
很丢人，在你面前抬不起头啊。赵雅文满脸笑意，语气里全是讥讽。显然他还记恨着楚玉当年拒绝他的表白那件事，因此想在这里好好羞辱一番楚玉。陈毅哈哈一笑，当保安有什么丢人的？看看大门挺轻松的，反正比上街要饭要强不少呢。也是，他除了给人家看门和要饭，也没别的能耐了，是吧楚玉？说着，赵雅文贱兮兮地对楚玉道：“你还不知道阿姨现在在金陵有怎样的地位吧？要不然你求求她，让她给你分配个比保安体面点的工作吧。都多大的人了，还在这里看大门，多丢人呀！”楚玉叹了一口气道：“我真不是这里的保安，我是来这里用餐的。你来这儿用餐？”陈毅闻言便戏谑地问道：“可以呀，楚玉，这么多年没见出息了，都能在清风阁消费了。那你的包厢在哪里？要不然带我过去看看呗？”“你真要去？”楚玉讶然地看着他，他倒不是不敢带陈毅去，他只是怕陈毅知道里面坐的是谁，到时候不敢进门。这是当然，你说你在这儿吃饭，肯定是包了包厢的，我也想去见识一下，楚公子在这里包了一个什么级别的大包厢。赵雅文也笑嘻嘻地说道。显然他是笃定了楚玉是在吹牛，这才如此刨根问底。行吧，你们既然想去，我可以带你们过去看看，就在楼上。楚玉只得道。楼上？听了这话，陈毅先是一愣，接着脸色顿时沉了下去。楚玉，你是不是连楼上是什么地方都没搞清楚，就在这里胡说八道？毅哥，楼上的包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李浩面露疑惑。陈毅开口解释道，楼上的包厢是专属于金陵王家的，一般人不得擅闯。而且我听说今天王家在这里摆了一桌宴席，许多金陵的巨头都到场了，似乎是为了向他们推举一位年轻人。李浩闻言表情顿时极度震惊，王家亲自推举一个人？我靠，毅哥，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来头吗？怎么有这么大的牌面？不知道。陈毅摇头，表情复杂道，此人十分神秘，我调动了很多关系打听他的信息，都没有任何音信。不过我可以肯定，从今天开始，他绝对会成为金陵最年轻的一位巨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能结识到他，那就是一步登天了。说到这里，他冷冷地看向楚玉，像是看白痴一样，问道：“楚玉，你说你的包厢在楼上，难不成你就是金陵王家要推举的那位年轻人？”他也配？赵雅文直接笑出了声。他要是那位大人物，我把我的脑袋拧下来给他。李浩也对楚玉抱怨道：“我说兄弟，你下次装逼前能不能先做做功课呀？楼上的包厢是我们能乱闯的地方，得亏一哥提醒，要不然我们唐突上去惹恼了那些大佬，绝对必死无疑。你是想害死我们啊？”楚玉耸了耸肩：“是你们自己说要去我的包厢看看，我现在把包厢位置告诉你们了，你们又不敢上去，这难道怪我吗？”楚玉差不多得了。赵雅文一脸鄙夷地看着他：“我当初上学就说过，你就是个穷鬼的命，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哼，当年我是眼瞎了才会和你表白，我现在真庆幸你当初没有同意，不然我得恶心一辈子。你还和我表白过？”楚玉一脸茫然：“我都没什么印象了，那么长时间的事，你还记着呢？你当初就那么喜欢我？”赵雅文顿时被气得破防了，猛然站起身，歇斯底里地叫道：“你他妈瞎说什么呢？谁喜欢你了？别给你脸上贴金，你这种狗一样的东西，我会看得上你。”说到这里，他突然抓起面前的酒杯，将酒全都泼在了地面上，还在上面踩了2脚，把地上的酒液踩得浑浊不堪，这才指着楚玉的鼻子道：“我现在要你跪下来，把地上的酒舔干净。你要是不舔，我现在就要我男朋友阿义让清风阁的老板开除你。”李浩闻言立即对楚玉道：“楚玉，你惹上事了，义哥和清风阁老板是铁兄弟，你还是按照文姐说的做吧，赶紧跪下去把酒舔了。你也不想丢了你好不容易找到的饭碗吧？听见了吗？赶紧给我跪下！”赵雅文一脸怨毒地看着楚玉，说着还掏出了手机，打算录下楚玉跪在地上卑微地把地板舔干净的一幕。第115章，我不喜欢他用脏手碰我。楚玉闻言表情冰冷，到了这里他算是看明白了，李浩叫他进来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老同学叙旧，而是为了讨好赵雅文，让他出一口气。无聊，我要走了。楚玉再无任何兴趣，转身便要离开。楚玉，你敢走？赵雅文举着手机大声叫道：“你敢踏出这扇门一步，我一定让人把你的2条狗腿打断。”陈毅则是呵呵一笑，不紧不慢地走到了楚玉的面前，淡淡道：“楚玉，都是同学一场，我女朋友亲自赏你酒喝，你不给面子，不好吧？”说到这里，他又走了近了些，压低了声音道：“你还真以为现在还是学生时代，还有老师罩着你？当初就是你害得我被学校开除，这笔账我早就想和你清算了。今天地上的这滩酒，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你最好不要给脸不要脸，知道吗？”说到这里，他唇角上翘，露出了一道轻蔑的笑意。
还伸出手放肆的在楚玉的脸上拍了2下。他的力道拿捏得很好，不轻也不重，极具羞辱。楚玉见此，微微皱眉道：“把你的手拿开，我若是不呢？你能把我怎么样？”陈毅说罢，忽然收敛笑容，手掌猛然发力，俨然是想狠狠给楚玉一记耳光。然而未等他的巴掌落到楚玉脸上，楚玉便先他一步，一把攥住了他的头发，直接将他的脸往身边的酒桌上按了下去。轰！随着一声巨响，陈毅的脸顿时狠狠撞在了桌面上，整个酒桌也在这股巨力的冲击下轰然倒塌。这一下把陈毅摔得极惨，等他爬起来时，脸上已然全是血水，牙齿掉了好几颗，鼻梁都断了，看起来极为恐怖。楚玉，你敢打人！赵雅文惊怒交加，他万万没想到楚玉这个死保安居然还敢和他们动手。我说过了，我不喜欢他用那双脏手碰我。楚玉对着众人淡淡开口，他自找的。楚玉，你这是在找死！李浩也咬着牙道：“你知道一哥是什么人吗？你敢打他，赶紧跪下给一哥道歉，要不然今天你别想好好的走出这扇门。”楚玉闻言却是扬唇一笑，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去，打了哈欠，懒洋洋的开口道：“是吗？他这样牛逼吗？那我今天就坐在这里等他，我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楚玉说完，整个包厢便陷入了一片死寂。疯了！李浩像看死人一样看着楚玉，心底发寒的想到，这个姓楚的脑子绝对有病，他难道真以为一哥不敢在这里杀了他？李浩深知凭陈毅在金陵的地位，他想让楚玉人间蒸发简直再轻松不过。果然，陈毅听了便露出了扭曲的笑容：“好，你很好，姓楚的，你真有种！你今天既然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你给我等着，我马上找人弄死你这个狗东西。”说着，他掏出手机给清风阁的老板打了一通电话，听说自己的好兄弟陈毅在他的地盘被人给打了。清风阁的老板顿时勃然大怒：“陈毅，你放心，在这清风阁的1亩3分地，没人敢随便撒野，我马上派人过去。”挂掉电话后，3分钟不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便匆匆响起，仿佛像是地震了一样，极具压迫感。片刻后，包厢的门被人一脚踹开，旋即只见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一脸冷漠地走了进来，旋即是紧随其后的一群西装暴徒。短短几个眨眼间，整个包厢便站满了人。陈毅，是谁打的你？他？眼镜男人扫了楚玉一眼，问道。陈毅点了点头，恨恨道：“就是他，老婆，你帮我料理了他，多少钱你随便开，我之后给你打过去。咱们兄弟间谈这个干嘛？”被叫做老婆的男人哈哈一笑，接着便指着楚玉道：“动手，把这个王八蛋给我砍死！”他的话音一落，在场的西装暴怒们顿时掏出了明晃晃的匕首，便要向着楚玉的方向一拥而上。赵雅文握着手机录像的手都开始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激动，因为兴奋，仿佛他已经看到自己最恨的这个男人被活活砍死的血腥一幕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烦躁的声音响起：“蒲志文，你们在这里搞什么？弄得动静这么大，我们还吃不吃饭了？”一听这个声音，本来打算动手的众人都为之一愣。蒲志文赶忙出门，对来者不好意思的鞠躬道歉道：“对不起，王家主，打扰到你们了。我有个朋友在这里被人给打伤了，我想帮他出口气，这才……那也别在这里动手，拉出去随便你们折腾。我今天有贵客要请，知道我的意思吗？”王天和冷冷问道。“是，我明白，我这就让他们把那小子弄出去。”说着，他赶紧给手下一个眼色，让他们把包厢里的那个人拽走。也是这时，王天和无意间看到了包厢里面坐着的人，一看不要紧，他顿时吓了一跳：“楚先生，您怎么在这儿？我还想出来找您呢。”楚先生听了这话，所有人都愣住了。王家主，您认识这小子？蒲志文一脸懵逼。一听这话，王天和二话不是，上去便给了他一个耳光：“你眼瞎了？这位就是我今天宴请的贵客，合着你找了这么多人，是想对楚先生动手？蒲志文，你是不是活腻歪了？想死说一声，我马上成全你。”蒲志文被打得眼冒金星，他强撑身体站稳，捂着脸一脸难堪道：“他是您的朋友。对不起王家主，我真不知道这件事。”说到这里，他几乎用想杀人的眼神看向陈毅，咬着后槽牙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毅，你到底惹了什么人？”陈毅也傻了，他也是刚刚知道楚玉居然还认识王天和。想到这里，他整个人不由愣住，心中浮现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难道王天和今日要推举的年轻人就是楚玉？第116章楚玉的条件。这时，其他人也听见了下面的动静，以为出了什么事，急忙匆匆赶了下来。蓝初然和曹彤彤也在其中。眼见楚玉被这么多面色不善、手握尖刀的人围着，
二女赶忙推开众人，来到了楚玉身边。楚先生，出什么事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蓝初然惊声问道。楚玉摇头一笑，我有几个老同学说要请我喝酒，只是没想到他们说的酒是地上这一坛。说着，楚玉指了指地上那滩早已浑浊不堪的酒液。曹彤彤看了以后勃然大怒，这也太羞辱人了吧！陈毅目瞪口呆地看着此时护住楚玉的两个少女，一个是云海首富的千金，一个是曹氏门阀的大小姐，哪个也不是他能惹得起的存在。再加上金陵王家这座大山，一时间陈毅全身发寒，看向不远处的李浩，你不是说楚玉是这里的保安吗？这是什么情况？李浩此时也被吓傻了，他哪里知道这个楚玉的背景这么大，他要是知道，哪里还会招惹楚玉？巴结还来不及呢。你真是把我给害死了呀！陈毅心里悲嚎了一声，只觉得天塌了一样。这时曹彤彤也看见了他，不禁走了过来，一脸冷漠道：陈毅，原来你也在这里，这么长时间没见，你长本事了，合着就是你把酒泼在地上让楚玉哥哥喝的。彤彤姐，陈毅刚想解释，曹彤彤却根本不想听，上去便是一脚，这一脚刚好踹到了陈毅的要害上，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差点没昏过去。然而即使如此，他也不敢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甚至强忍着疼痛，连哼都没敢哼出一声。赵雅文还没搞懂现在是什么情况，看见陈毅挨打了，他马上大叫道：阿姨，这贱货谁啊？他凭什么打你？闭嘴！一听这话，陈毅差点没被吓死，敢骂曹彤彤是贱货，这要是在云海市被他爸爸听见了，陈毅可是要被碎尸万段的呀！你干嘛凶我？我是心疼你啊！赵雅文却委屈道：他随便打人，明明就是贱货，干嘛不让说？我他妈让你闭嘴，还嫌我死得不够快啊！陈毅气得给了他一巴掌，直接把他抽翻在地。曹彤彤见此，挂着一抹笑容，弯下腰对躺在地上的赵雅文道：你是陈毅女朋友吧？知道陈毅为什么不让你骂我吗？因为几年前他就是我的提包马仔，和我家养的一条狗没什么区别。别看现在他人模狗样的，只要我曹家想的话，一句话即可将他剥皮抽骨，万劫不复，懂吗？听见曹家这两个字，赵雅文脑袋嗡的响了一声。哪怕他再无知，也是听说过云海4大世家的。见到眼前这个被自己骂作贱货的女人，居然是云海曹家的人，他赶忙捂住嘴巴，脸色惨白，吓得再也不敢乱说一句话。曹彤彤见状，倒是懒得和这种蠢女人计较，他冷冷盯着陈毅，开口道：从今天开始，我曹家收回你在云海的所有地盘，你这种龌龊的老鼠，还是回你的下水道里去吧。听了这话，陈毅如遭雷击，他如今的一切都是靠抱曹家的大腿才获得的，现在曹彤彤一句话便把他打落地狱，而这一切的起因，只是因为他招惹了楚玉。想到这里，他颓然地瘫坐在了墙边，再也没有先前那副目空一切的傲然模样，面露颓色，后悔至极。他真想现在就给自己2刀，他怎么就那么贱，非要去招惹这个楚玉？现在好了，他什么都没了。看见陈毅此时落魄的样子，赵雅文知道他也完蛋了，不仅仅工作丢了，连他爸爸的医药费也没了着落。比起陈毅，此时的他才算是万劫不复。另一边，清风阁老板蒲志文心里也在骂娘：姓陈的，你污我呀！他打死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只是想随手帮朋友出个头，现在倒好，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且不提曹彤彤和蓝初然这2个人有多大的能量，光是金陵王家就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清风阁老板能招惹的呀。当时是那10块，他二话不说，扑腾一声跪倒在了楚玉面前，磕头求饶道：楚爷，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请您大人有大量，别和我这个小角色一般见识，原谅我这一次吧，赔多少钱我都愿意。楚玉摇了摇头，懒得和他一般见识，下次不要多管闲事，记住了吗？是，我保证，我以后绝对本本分分做生意，再也不掺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蒲志文哭丧着脸道。说着，他看了一眼王天河，滚吧。王天河摇了摇头。蒲志文这才赶忙对楚玉和王天河道谢，带着自己的手下逃一般的离开了。楚先生，我们也走吧。蓝初然说道。楚玉点了点头。就在他准备和众人一起离开时，赵雅文突然跑到了他的面前，跪了下去，带着哭腔道：楚玉，求求你帮帮我，我爸爸生了重病，现在陈毅破产了，我交不起住院费了，你本事这么大，一定能帮我想办法吧。我知道我做错了好多事，你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帮我这一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说到最后，他趴在地上泣不成声。曹彤彤一脸厌恶：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你爸的死活关我们什么事？滚一边去！说着，他抬起脚便将他踹开。等等！楚玉抬手拦住了他，接着打量着赵雅文，问道：你想让我救你爸爸？倒是不是不可以，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听了这话，赵雅文马上抬起头，不可思议地看着楚玉，真的？你真的愿意帮我？其实他开口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毕竟刚刚他接二连三地羞辱过楚玉，楚玉不肯帮他也是正常的。他万万没想到楚玉居然会同意，不管是什么条件，只要你开口，我都答应。激动之下，赵雅文立即开口道：先别这么着急答应，听了我的条件再说。楚玉微微一笑，看见这抹笑容，赵雅文心里忽然有了股不好的预感。第117章，卑微的人。我要你做的事很简单，你先前说要赏我一杯酒，现在我要你把这杯酒给我舔干净，一丝一毫也不能剩，你能做得到吗？楚玉淡淡开口道。听了这话，赵雅文娇躯一颤，目光看向地板上的那滩酒液。他知道楚玉说的就是这一滩，不过这滩酒不光他踩过，混乱之中又被很多人无意间践踏过，现在早已和一滩浑浊的污水无异。他看着就恶心，实在是下不去口啊。楚玉，你能不能换个条件？我可以去你住的酒店好好伺候你，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赵雅文咬着下唇道。曹彤彤闻言气得想给他一巴掌，你在放什么屁？楚玉哥哥需要你伺候，你是什么东西？他心想，要是真有这种好事，还轮得到你？本小姐肯定第一个上啊。楚玉对赵雅文摇了摇食指，我就要看这个。你不想的话，我也不会勉强你。楚玉为人处事的原则便是，别人怎么对他，他便怎么对人。赵雅文先前居高临下的要逼楚玉把地上的酒舔干净，现在楚玉自然也要他这么做。这件事没有商量。看到楚玉坚决的表情，赵雅文狠下心，点头同意。接着他趴到地上的那滩酒旁，闭上眼睛，伸出舌头一点点，把地上的酒液全部舔完。接着他才捂着嘴，忍着想吐的冲动，重新回到楚玉面前。楚玉，你的条件我完成了，我爸爸的病，放心，我不会出尔反尔的。说着，楚玉把他的医馆地址告诉了赵雅文，要他等楚玉回云海市后，带着他爸爸来医馆看病。你还会医术？赵雅文有些半信半疑地看着楚玉，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耍他。蓝初然开口道：放心好了，楚先生的医术我亲眼见识过，只要你父亲还活着，楚先生就一定能治好他。听见蓝初然这么说了，赵雅文才稍稍放心了下来。对不起，楚玉。楚玉刚转身打算离开时，他听见身后传来赵雅文细若蚊蝇的道歉声。赵雅文，你知道当初上学时我为什么会拒绝你吗？楚玉开口问道。赵雅文愣了一下，不知道楚玉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件事。难道不是你看不上我？他蹙眉问道。楚玉叹了一口气，你错了，我并不是看不上你，相反，上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你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而我家境贫寒，根本配不上你。我拒绝你只是因为那时的我非常自卑，仅此而已。听了这话，赵雅文不可思议地看着楚玉的背影，直到楚玉渐行渐远，他才发现自己脸上不知何时已然被泪水浸透。如果当初他不是恼羞成怒，而是再多了解一下楚玉，他一定能知道楚玉内心的真正想法。楚玉原本是可以成为他的男人，是他自己把楚玉推得越来越远。想到这里，他的心仿佛被一只手死死攥紧，生疼万分，鲜血淋漓。也是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然而现在已经太迟了。从他将酒洒在地上，想要用手机录像羞辱楚玉时，他和楚玉便注定只能成为陌路人。楚玉，我当初的眼光真的没有错，你果然是这人世之中的真龙，只可惜夏虫不可以语冰，你实在是太耀眼了。现在自卑的人是我呀。看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赵雅文梦呓一般自言自语道。经过这段小插曲，楚玉也没什么心思继续留下来吃饭了。刚好曹彤彤和蓝初然也都吃得差不多了，于是楚玉便准备向王天河告辞。王天河见状却是没有挽留，而是问楚玉还会在金陵停留多久。楚玉想了想道，帮你炼制的丹药最晚明天也能完成，等过2天天玄丹宗的事情解决完成，到时候我就准备回云海了。这样也好，2天之后刚好是我们王家的祭祖日，楚先生，到时候我们王家会大摆宴席，你有时间来参加吗？祭祖日是王家1年里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一日王天河会带着王氏一族的族人拜祖祠，并邀请金陵所有大人物来参加，以彰显王家的强盛，慰藉先人。如果楚玉这位指玄宗师到时也能来捧场，他相信王氏先祖们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楚玉这几天都没什么事，便点头答应了。王天河这才激动着点头，说着便要亲自送楚玉下楼。王天河在清风阁宴请楚玉的同时，王明的房间内眼下多了一个不速之客。
此人正是当日和邱长老一起来到王家的齐恒。王明自然认得这个人的脸，见到他居然这么快就回到了王家，而且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自己的房间，不禁吓得差点没尿了裤子，以为齐恒是专门来复仇的，便马上跪下求饶道：上师饶命，我和您无冤无仇啊，你们天玄丹宗的人也不是我杀的，是那个叫楚玉的人杀的啊，他现在不在王家，您要复仇就去找他吧。我不是来复仇的，我是专门来找你的。齐恒笑眯眯道：我来之前了解了一下关于你的事情，听说你本来是王家的预定继承人，只可惜现在换成了你姐姐。听了这话，王明的表情不禁僵硬了一下，他皱眉抬起头对齐恒问道：上师，你这话是？我没有来讥讽你的意思，我只是想问你，如果给你一个取代你父亲继承王家的机会，你想不想要？我当然想要了。王明想也不想便回答道，他做梦都想当王家的家主，可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垂下头道：王天河的性格他最了解，如今王天河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家族交给他了。话别说的那么早，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成为王家的主人，不过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齐恒微笑开口。第118章北域来人。什么条件？王明唰地盯住他的脸。齐恒张开手掌，将一枚白色瓷瓶递给了他。这是我们丹宗的秘制丹药，名为散功丸。2日以后，你们王家会召开一场祭祖大会吧？我要你秘密将这枚丹药混在汤中，让楚玉喝下。剩下的事就不需要你管了。你只要知道，等我们除掉楚玉，控制住你们王家后，我会推举你为王家的家主。你也不用担心有人会不服你，届时我丹宗强者亲自在王家为你保驾护航，谁敢质疑你的地位，我定要他人头落地。听见这话，王明微微皱眉，这枚丹药真的可以限制那个楚玉的境界吗？当然，只要他喝下混入散功丸的汤，哪怕他是指玄宗师，至少在3个时辰内，他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功力尽失。如果你想的话，让你亲手解决他，倒也不是不可能。齐恒笑呵呵道。见他说的如此笃定，王明不禁有些心动了。不过他也知道，他如果答应的话，那就是背叛了王氏一族，这可是家族的头等重罪。如果被查出来清算，他定然要小命不保。那时哪怕是他父亲王天河也绝饶不了他。能让我考虑一下吗？王明有些拿不准主意。说到底还是楚玉这个人的实力太强了，万一丹宗的人的丹药不管用，他岂不是要和丹宗这群人一起陪葬？风险实在太大了，他着实不敢轻易下决定。齐恒摇了摇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考虑。不过你既然知道了我们丹宗的计划，如果你和我等不成为同道，我也不能留你这条活口了。说到这里，齐恒眼中现出一抹森寒杀机。王明吓得连忙后退了几步，这可是我们王家，你要是杀了我，以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吗？齐恒大笑了2声，为什么不能？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们王家的4个宗师以及楚玉都不在这里吧？真可怜啊，明明你不久前才是王家的继承人，现在你父亲却根本不把你带在身边，只当你如条狗般放你在这里看家护院。哼，我就算在这杀了你，想必他一时半会儿也发现不了你的尸体吧？毕竟现在的你在王家的存在感接近于透明，你就算是死了也不会有什么人关心吧？齐恒带着笑意的话彻底激怒了王明，简直杀人诛心，字字都戳在了他心中的痛处之上。好，我答应你。沉默了一会儿后，王明咬着牙道：我希望你的计划成功后不要对我食言。放心好了，我堂堂宗师不会骗你的，而且你当上王家的家主对我们丹宗也有好处，我们2个是有共同利益的。齐恒说完，感觉到王家的人快回来了，便转身离开了这里。王明攥紧那枚白色瓷瓶，深吸了几口气，心中自言自语道：家主之位是我的，王天河，既然你不想给我，那就不要怪我自己来抢了。同一时刻，云海市曹家别墅门口，此时已经停了几辆猎豹指挥车，10几名身着迷彩劲装的战士正以跨立姿势站在王家4周警戒。而在别墅客厅，一位尖顶一枚金色将星的绝美女子正端着一杯茶细细品味，而向来不可一世的曹贤眼下却紧张地站在女子面前，额头布满了冷汗。他能清楚地感觉到面前这个女子的境界远在他之上，尤其是那份凌厉的杀气，即使是他也感觉到压力重重，近乎喘不上气。而他仅仅只是一位副官，真正令曹贤恐惧的是命令这个女子前来见他的那个男人。曹家主，您应该已经听闻秦帅上个月受封战神的新闻了吧？女子放下茶杯，嫣然一笑问道。是。曹贤点了点头，这个新闻他当然看到了。在北域一人敌7国，歼敌上万，杀到北域沙土都泛着猩红之色，此等杀神他怎能不知？女子见状慢悠悠地继续道：
你知道吗？秦帅在受封战神的那一日，脸上并无什么笑颜。授勋仪式结束后，他长长叹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今天曹家的那位小姐能来，该有多好！这是秦帅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他想和最重要的人一起见证。可惜，你曹家似乎并不给秦帅面子，明明请帖已经到了，跪千金那一天却并没有来，这是何故呢？”听见这话，曹贤的心顿时剧颤，马上开口道：“秦帅有所不知，那一日家女身患重病，实在无法经受舟车劳顿，真的不是我曹家不给秦帅面子，能收到秦帅的邀请，是我们曹家的荣幸。”看到曹贤紧张的神情，女子带着微笑道：“放心，我不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秦帅也不是这种小肚鸡肠的人。过几天就是秦帅的生日了，我希望今天能接贵千金去北域为秦帅庆生。曹家主，这个小小的要求，您不会不答应吧？”可是家女现在并不在云海啊。曹贤犹豫了一下，开口道：“我知道，秦帅很早以前就喜欢上了我家这个女儿，他无德无才，真的配不上秦帅啊。这还用你说吗？”女子冷声道：“秦帅身为战神，比你女儿姿色更高，家世更好的女人排着队想向他自荐枕席。然而，真正令他动心的，只有你的女儿曹贤。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和秦帅联姻，难道还委屈你了不成？”曹贤闻言，心中长长叹了一口气。女人口中的秦帅，其名秦飞鹏。5年前，曹贤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北域军的军团长了。那时的他在前线受了伤，这才退下来，被安排到云海市的战区医院养伤。当时负责在医院照顾他的志愿者，正是还在上学的曹彤彤。正是这段护理的经历，令秦飞鹏喜欢上了曹彤彤。于是，在他的伤势养好以后，他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登门曹家，向曹贤提亲。第119章，话须通神涅槃。秦飞鹏做出这个决定，可谓十分唐突。不过，他是一名战士，注定将人生大部分时间全部投在军中。同龄人谈情说爱的时候，他在战场杀敌，开疆扩土。以他的条件，也并非没有人向他介绍优秀的女孩认识。不过，他却根本没有感觉。虽然这些女孩都很漂亮，而且非常崇拜他，可他就是喜欢不上。曹彤彤是第一个令他心动的女生，因此他等不了那么久了，便自作主张的去了曹家，想把这件事敲定下来。曹贤当时可谓是被吓了一跳，即使5年前的秦飞鹏在夏国军中已然地位不凡，能和这样的大人物联姻，对他曹家绝对是有利无害。甚至有秦飞鹏的背景，他甚至能让曹家成为云海市第1世家。然而他却并不想将自己女儿当作家族的联姻工具，因此他还是先问了问自己女儿的意见。在得知女儿并没有这个意思后，他才婉拒了秦飞鹏。秦飞鹏听到他的答复后，叹了一口气，却并没有强求，只是说他不会放弃，等他变得更加优秀后，他会再回来追求曹彤彤的。之后，秦飞鹏便没有回过云海。曹贤本来都把这件事忘了，直到秦飞鹏封号战神后，向曹家发来了请帖。那时，曹贤是打算让女儿去参加秦飞鹏的授勋仪式的。毕竟不管怎么样，秦飞鹏贵为战神，杀伐无数，他亲自发来邀请，曹家不来，岂不是打了他的脸？然而，无论他这么说，曹彤彤都不想去。好在秦飞鹏并没有因此事找他们曹家麻烦。而今日，秦飞鹏令自己的副官亲自登门曹家，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是一定要接曹彤彤走的。无论如何，他也要再见曹彤彤一面。承蒙秦帅错爱，可是家女现在真的不在云海啊？曹贤道：“不在。”女子愣了一下，见曹贤不是说谎，便继续询问曹彤彤此时的下落。曹贤本来不想回答，但在对方的压力下，最终还是说出了金陵2字。得到情报后，女子便立即起身，显然是打算即刻前往金陵去找曹彤彤。见到他们收队离开，曹贤才赶忙打通了女儿的手机，将秦飞鹏的人即将去金陵找他的消息和他说了。听了这话，曹彤彤立即抱怨道：“爸，你干嘛要告诉他我在金陵啊？你直接说不知道不就行了？你以为我不想啊？你是没见到这个女人，在她的面前我根本说不了谎，哪怕只说一句也一定会被她拆穿。哎，秦飞鹏这次看来是铁了心要把你接走。彤彤，你快点让楚先生带你去躲一躲吧。”曹贤急声道：“好了，我知道了，这个秦飞鹏真是烦死了，甩都甩不掉，天底下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女人，他干嘛非得喜欢我啊？”曹彤彤嘟嘟囔囔的挂断了电话。听了这话，曹贤心里苦笑不已。秦飞鹏其人还是挺不错的，年轻有为，而今又是夏国最年轻的一位战神，配曹彤彤岂止是绰绰有余，简直可以说是曹彤彤高攀了。如果没有楚玉的话，曹贤说不定真的会撮合一下自己女儿和秦飞鹏。不过现在的曹彤彤已经心有所属，而且楚玉也不错，虽然现在还比不上秦飞鹏，但将来的事谁说得好呢？因此他才让楚玉
带着曹彤彤赶紧避一避风头。虽然楚玉的实力也非常厉害，然而现在的秦飞鹏恐怕比之楚玉还要更胜一筹。毕竟他的一位副官便有5尊级别的境界，他本人实力必然更加深不可测。另一边，曹彤彤挂断电话，便去找到了楚玉，将秦飞鹏的事和他说了。楚玉哥哥，老爸让你带我躲一躲，我们还是先离开金陵吧。可我在金陵还有事情没做完呀。楚玉摸了摸鼻子，道：那你就想看着我被秦飞鹏的人带走吗？曹彤彤委屈巴巴地看着楚玉，楚玉讪讪一笑，我寻思着，秦飞鹏这个人听起来也不错呀，人家那么喜欢你，也没对你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你就陪他过个生日怎么了？听到这话，曹彤彤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楚玉，气得跺脚，我不喜欢他啊，楚玉哥哥，你非得把我送进虎口吗？你要是都让我去陪他，那我就去好了，反正你也不在乎。说到这里，他便气呼呼地要走。楚玉见他这么不经斗，便赶忙拦住了他，我和你开玩笑嘛，放心好了，有我在，我不会让人把你带走的。真的？那是当然，和他是什么人没有关系，我不会允许有人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楚玉温声道。那拉勾勾。曹彤彤伸出雪白的小拇指，楚玉无奈，只能和他拉勾，他这才破涕为笑，一把抱住了楚玉。我就知道，楚玉哥哥对我最好了，嘻嘻。曹彤彤离开后，楚玉才闭上眼睛，继续开始修炼。宗师这个大境界内还有3个小境界的划分，从弱到强，分别为化虚、通神、涅槃。化虚是宗师第一个小境界，不过能达到这一步的宗师并不算多，大多宗师只能勉强达到半步化虚而已。诸如当日天玄丹宗的那4人，除了邱长老是化虚小成以外，其余的3人全部都是半步化虚。通神则是化虚巅峰后的下一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宗师已然如同神之一般，一人可破100万军。即使是不以肉体力量见长的指玄宗师，其肉体和气血强度也会达到一个恐怖的层次，莫说是被子弹击中，哪怕是被导弹轰击，也不会生死到云。楚玉见过最接近这个境界的人，应当便是武当的掌门人了。涅槃境界也就是宗师巅峰，距离破境只差1步之遥。只是哪怕是在鬼谷一仙的记忆里，也并没有几人成功踏出了最后一步。大多数宗师，包括鬼谷一仙自己在内，也只是止步于涅槃巅峰。至于楚玉，他的目标当然是冲刺涅槃境，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这种事他现在也只是想一想而已。目前他最大的目标便是稳固当前的化虚大成境界，冲刺化虚巅峰。第120章詹云出神丹城。不过从化虚大成修炼至化虚巅峰，其难度显然是要比楚玉以前突破境界时高出不少。尽管楚玉的修炼资源制备的比较齐全，但修炼至天黑时，他的修炼进度却依旧缓慢。不过楚玉并不着急，等明天他把为王天河炼制的解骨丹炼制完成，他便能帮自己炼制几枚极品丹药，以此大大提升修炼速度。与此同时，一辆迷彩指挥车缓缓驶入了金陵城。坐在后座的女子正是白天在云海市给曹贤带去巨大压力的绝美女人。此时的她正拿着手机，目光遥遥看向夜幕下的金陵万家灯火，朱唇轻启。秦帅，您且安心，我现在已经进了金陵城，等我查清曹家小姐目前的所在之处后，我会即刻带她前往北域，我保证会在您的生日前让您见到她。闻言，电话那头的秦飞鹏则轻轻一笑，林雪，你先按兵不动，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您要亲自来金陵？听了这话，邱林雪眸光一正，可是北域边关的战情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收尾的事交给其他人去做便是。总之明天我腾出手后便会乘坐专机和你会合，说服他去北域的事还是由我亲自来做吧。说完，秦飞鹏便挂断了电话。此时的他正坐在一架指挥帐篷之内，空气里还弥漫着阵阵硝烟的味道，以及北域战士们的谈笑声。战事快结束了，今夜也是一次小小的庆功宴。和帐篷外轻松的士兵们不同，此时秦飞鹏的心情则略显复杂。他的手中拿着的照片是今天刚刚收到的，上面拍到的人正是和曹彤彤一同出现过的楚玉。和照片在一起的还有一张表格，上面罗列了楚玉和曹彤彤的所有行动轨迹，包括他们去哪里用餐，晚餐一共吃了什么，甚至连楚玉和曹彤彤的聊天内容都一览无遗。这几年间，曹彤彤身边自然出现过不少异性朋友，甚至是态度火热的追求者。不过他们的情报最终都没有送到过秦飞鹏的手中，因为他们的威胁程度并达不到令秦飞鹏动容的程度。只有楚玉是不同的，因为以往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发展到和曹彤彤共住同一座酒店的程度，这让秦飞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了，以至于他在得知情况后便立马启动了情报系统，第一时间将有关楚玉和曹彤彤的所有情报全都罗列了出来，火速寄到了他的手上。
也是因为这个楚玉，他才改变主意，打算亲自前往金陵。他想亲自见一见这个楚玉到底是何方神圣，怎敢染指他的女人。秦帅，我们今天派去金陵的人已经到酒店前台打听清楚了。楚玉和曹小姐虽然是共住同一座酒店，但却一直睡在不同房间，二人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过火的越轨之事。您可以放宽心。一名战士来到秦飞鹏的身边，对他汇报道。秦飞鹏点了点头，目茫战寒。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子碰彤彤，他如果真敢碰彤彤半根手指，本帅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次日清晨，楚玉坐在窗前，目光遥遥看着楼下几个在酒店前来回走过的人影。这几个人楚玉特意留意过，昨天楚玉和曹彤彤出门时，他们便在附近一直跟着，只是他们的跟踪技巧非常之高，而且每次出现时都会做易容和变装处理，显然是受过专业的训练。若不是楚玉的神识范围足够广，且提前留意过他们身上的气息波动，否则即使是楚玉也无法察觉他们的存在。当然，他们把控的尺度很好，只是起到了一些监视的作用，并没有其他进一步的动作和打算。也是因此，楚玉才容忍他们几次在自己附近巡视。而且在听昨天曹彤彤提起的事情后，楚玉也大约猜出了他们是谁的人。吃过早餐后，楚玉便准备去王家炼丹了。不过这一次在离开前，楚玉将2张符篆交到了二女的手里，并告诉他们，如果今天出了什么状况，只要他们捏碎符篆，楚玉便能瞬间感知到，并在第一时间赶回来。楚先生，您给我们这个做什么？难道有人打算对我们动手？蓝初然满脸茫然。楚玉笑着摇了摇头，别乱想了，只是以防万一，你们今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便是。说完，楚玉便赶去了王家。刚一抵达王家，楚玉便闻到了满园的丹香。楚先生，今天一大早丹炉就有香气飘出来了，我们没敢乱动，您看看是不是丹药成了？王天和有些激动地开口问道。楚玉点了点头，前往丹炉旁，一掌拍在了炉身，丹炉的盖子瞬间开启，只见一缕青色丹云顺势而出，飘出很远才逐渐消散。这缕丹云正是丹成的象征。一念至此，楚玉便熄了火，将丹炉内的一枚滚烫的丹药取了出来。此丹的样子非常漂亮，丹身呈深红之色，细细观察，表面还有道道金色丹纹，若隐若现。王家的其他人此时早已看呆了，他们以前听说过真正的极品丹药丹成之时会有祥云升起，在以前他们一直以为这是炼丹术士的夸大其词之说，在亲眼目睹后，他们才终于知道这竟然是真实存在的。王家主，这枚丹药你拿去吃吧，吃完以后你的蛊毒就会解除了。楚玉说着便将丹药交给了王天和。王天和闻言便马上迫不及待地将丹药送进嘴里。他本来还有些担心这么大一颗丹药会十分不好吞咽，因此王宇已经提前帮他准备好了一大杯温水。然而他却没想到，这丹药放入嘴里，入口即化，很轻易的便被他吞入肚内。未过多久，他便全身冒汗，身体全身各处都有阵阵灼烧般的疼痛，使得他忍不住痛哼出声，面露难色。楚先生，王宇见到这一幕，不禁错愕地看向楚玉，心想，难道是楚玉的丹药出了什么意外？第121章反常的王明。看到王家众人担忧的表情，楚玉微微笑道，放心好了，这是正常现象，等一会儿王家主的蛊毒排出体外就没什么事了。听了这话，王家的众人这才放下了心。见王天和样子实在太难受了，柯阳便扶他进了客厅，找了个椅子坐了下去。王宇则打了一盆温水过来，用毛巾帮他擦汗。未过多久，众人便见王天和的毛孔里开始泛出黑色的浓稠粘液，这些粘液的味道很臭，像是被烧到融化的虫子尸体。随着这些黑色液体被排出，王天和的状态也随之好转。待半个小时过后，王天和体内的不适感终于消失。真是神了！王天和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只觉得全身上下异常轻松。本来他还有些腰酸腿疼的老病，现在这些问题也都不在了。这是因为楚玉给他的丹药品阶极高，不仅仅有驱除蛊毒的作用，同时对他这种普通人而言也是很强劲的滋补丹药，不仅仅可以治好他身上的杂七杂八的老病，甚至还能令他身体更加强健，以至于延年益寿。这对王天和而言是绝对的意外之喜了。楚玉帮他把了把脉，这才肯定的道，恭喜王家主，您体内的蛊毒绝大部分已经完全排出，剩余的一小部分倒是并不用担心，以后会随着您身体的新陈代谢一同慢慢排走，已经对您的健康构不成威胁了。说到这里，楚玉微微皱了皱眉，似乎欲言又止。楚先生，我的身体还有什么问题吗？王天和注意到了楚玉的表情，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不是，和您的身体无关，我觉得您现在应该先去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楚玉讪讪一笑道。王天和微微一愣，这才注意到自己全身沾满了黑色污垢，
已经将整个客厅弄得臭气熏天。王家其他人闻言也都跟着点头。王天和这才哈哈一笑，赶忙跑去浴室开始洗澡。这期间，王宇则请楚玉到了王家的茶室休息。煮茶时，他特意问道：“楚先生，您炼制的这种丹药有没有量产的可能？这种滋补丹药如果可以大批量上市，应该有不小的前景。”听了这话，楚玉摇头笑道：“你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这种品阶的丹药需要极为高超的控火技术，这是只有很高阶的炼丹师才能做到的，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做不到大量生产，只能供自己使用罢了。另外，耗材也是一方面，想要这种效力强大的滋补丹药，所需要损耗的天材地宝数量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可不是光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听了楚玉的话，王宇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说道：“是我漏怯了，我还以为这种丹药的炼制方法很容易学呢，哎，真是可惜，要是能大量生产，这绝对是一笔大生意啊。”楚玉听到这里，不禁调侃道：“王小姐现在对生意这么上心了，不愧是王家主钦定的继承人。哎呀，楚先生，您就别笑话我了，我就是随便问问嘛。”王宇俏脸微红，赶忙摆手。这时，王天和已经洗完了澡，大步走了过来，一见楚玉便不停道谢，直说楚玉简直是他的再生父母，一时间对楚玉简直敬若神明一般。他的比喻倒是并不算夸张，楚玉这枚丹药完全让他重获新生，简直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楚玉的丹药，最多5年，王天和就要被蛊毒折磨致死了。楚先生，您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开口，不管是钱还是其他什么，只要我王家做得到，我绝不皱眉。王天和十分爽快地问道。楚玉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他只要有丹炉就行了，也不缺钱。真要说的话，就是得暂借你们王家场地几天，我还得在金陵留2日，现在这丹炉我带回去也没地方放。楚玉想了想，说道：“这还叫是，我们王家地方宽敞，您随便放。这2天您需要什么天材地宝炼丹，也尽管可以和我们说，我马上让手下去采购。等哪天您要回云海了，提前和我说一声，我帮您把丹炉运过去。”王天和爽快道。楚玉倒是也不和他客气，便让人准备了纸笔，写了一个钦点给他。王天和看了一眼，便马上交给了王宇，要他马上安排人去为楚玉准备。刚好王宇出门的时候遇见了王明，见到王宇出门，他居然反常的打了声招呼，嘴角还带着一抹笑意，看起来心情不错，完全不是前2天那种阴翳、可怕以及憎恨王宇的样子了。这让王宇都有点惊讶，他什么时候调整的这么快？王宇还以为以王明的性子，至少1个月不会再和他说上一句话了。楚玉也注意到了这一幕，有些好奇道：“王家主，你家这位公子看起来心情不错的样子，这和前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呀。”这倒确实，王天和点了点头。昨天下午我们从清风阁回来，就见他是这副样子了，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不过他调整得快也是好事，如果他能变得成熟一些，我还是想把家主的位置给他的，可惜明儿就是太不成器了，哎。说到这里，他看向楚玉，问道：“楚先生，您觉得小雨和明儿哪个更适合当王家的家主？”“我觉得王宇不错，不过这是你的家事，我就不干涉了。你觉得谁好选谁就是了，这2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楚玉如是道。王天和点了点头，苦笑一声，正是因为他们2个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我才有些犹豫。目前来看，的确是小雨更适合。正当楚玉要说些什么时，突然之间他察觉到了一声脆响，表情顿时凝固，这是符篆碎掉的声音。他临走前送给蓝初然和曹彤彤的符篆，此刻被人捏碎了。第122章羞怒至极的丘凌雪。楚先生，出什么事了？王天和见到楚玉神情突然凝重，不禁错愕地问了一句。楚玉立即起身，来不及和你解释了，我有要事要立即动身，我忙完了再来这里炼丹。说完，楚玉便快步出门，几步便消失在了王天和的视线内。王天和不禁呆住，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楚玉露出这么急切的神情，不禁好奇无比。当然，他清楚能让楚玉神情大乱的绝对不是什么小事，他着急也帮不上忙，想强行掺和也只是添乱而已，便只能就这么目送楚玉离开。楚玉此时是以最快脚力往回走，几分钟的时间，他便从王家出现在了酒店的门口。只见此时酒店的周围已经变成了一片真空，街道上的路都被封了，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经过。而酒店的大门口此时已然有几十名身着迷彩服的战士把守。秦飞鹏的人来得这么快吗？楚玉皱了皱眉，旋即便向着大门的方向走去。不过他刚到门口，便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现在这里禁止通行，请你等我们执行完任务再来。我若一定要进去呢？楚玉说着便要一步踏出，却在这时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唰的一声已经对准了他的脸。擅闯者死！一人冷冰冰的开口，同时楚玉听见了一阵子弹上膛的声音。楚玉见此叹了一口气，你们以为
几把枪就能拦得住我吗？说罢，他的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几人面前。等他们回过神时，便惊愕地见到楚玉已经穿过了他们，径自向着酒店大厅内走去。与此同时，楼上也有一道倩影正在向下走，此人正是邱凌雪，他的身后还跟着曹彤彤。不知道曹彤彤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平常十分逆反的他，眼下竟然脸色苍白的乖乖跟着邱凌雪往下走，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见到了楚玉，他先是一怔，旋即朱唇轻轻颤动了2下。楚玉读出了他的唇语，正是救救我3个字。这时门口的战士们已经全部跑了进来，持枪将楚玉团团包围。你们退下！邱凌雪见状便挥了挥手，他们这才收起枪，后退了几步，但眼神还是警惕地盯着楚玉，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显然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硬汉，那份气场和杀伐便不是寻常的打手能够比拟的。楚玉也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没有为难他们。这些人都是夏国的钢铁壁垒，是极其可敬的人，如果不是被逼无奈，楚玉是不想对他们出手的。如果我没猜错，你就是楚玉吧？邱凌雪居高临下打量着楚玉，唇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说着，他走到了楚玉身边，淡淡说道：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伤到这位曹小姐的，她是我上次秦帅的朋友，我只是想带她去参加秦帅的生日会而已，等事情结束，我会亲自护送她回来的，所以请你不要碍事。虽然他的用词十分客气，但这番话出口后却完全是威胁的语气。邱凌雪也看得出来，眼前的楚玉也不是普通人，否则他也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的便突破他的这么多部下。此行他的目的是带走曹彤彤，这样一来，等一会儿秦飞鹏抵达金陵，第一时间便能见到他，这也算是邱凌雪给秦飞鹏准备的惊喜。他可不想节外生枝，出现什么意外。楚玉闻言摇了摇头，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是谁要见他，只要他不愿意，我不会让任何人强行带他走。邱凌雪叹了一口气，你还真是顽固，看来我有必要让你暂时休息一下了。说罢，他毫无征兆的一记手刀，凌厉的向楚玉后颈劈去。他的动作快若闪电，且凌厉至极，在这种距离下，他确认楚玉不可能躲得过去。当然，这记手刀他并没有要楚玉性命的打算，只是想让楚玉晕过去一会儿而已。不过他没想到自己这记手刀在即将落在楚玉身上时，便被楚玉抬手死死攥住了手腕。你！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楚玉，完全没想到楚玉竟然可以反应得过来。他立即便要将手腕抽出来，但楚玉的手掌此时却如铁钳一般，竟然攥得他生疼无比，无论他怎么用力，就是无法挣脱。于是他毫不犹豫，一记鞭腿向着楚玉的要害踹去。然而楚玉像是早就察觉到了他的动作，将身一闪，便出现在了他的身后，抬手便勒住了他的脖子，只用一条手臂便轻而易举地将他制服。邱凌雪只是宗师化虚境界小成，在楚玉眼里还算不上是什么厉害角色。为了不伤到他，楚玉也只有用这种方式先控制住他了。你快点给我放手！邱凌雪此时又惊又怒，她从来没有被哪个男人这么贴身地锁住脖子。这对和除了秦飞鹏外的异性有一些肢体接触都会马上皱眉，感到极其不适的他而言，简直像是生生揭开了他的逆鳞，使得邱凌雪在一瞬间便对楚玉生出了滔滔杀意。你想做什么？快点放人！这时其他邱凌雪的部下也马上将枪口对准了楚玉，同时楚玉还感受到远处的高台有狙击手将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你安排了不少人啊，果然是十面埋伏。楚玉打趣地对邱凌雪说道。因为二人现在离得非常近，楚玉说话时无意间的吐出的热气都能吹在他的耳根上，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顿时让邱凌雪全身燥热，脸颊很快红透了一大片，感觉到他的身躯变得酥软，呼吸也开始杂乱了起来。楚玉还以为是自己勒得太用力了，这才赶忙松开了他。你没事吧？我要杀了你！邱凌雪红着眼睛，羞怒至极，抬手便挥出一刀，直冲楚玉的脖子斩去。第123章，秦飞鹏到了。楚玉完全不懂为什么邱凌雪突然对自己动了杀意，他寻思自己也没伤到他，怎么突然就急眼了？面对这来势汹汹的一刀，楚玉只是抬起2根手指，便轻而易举地将刀锋夹住，接着手指发力，刀刃便咔嚓一声被楚玉轻而易举地震碎。接着楚玉反手握住其中一道锋利碎片，向着邱凌雪的方向便弹飞而出。邱凌雪面色一变，迅速急退出去了好几步，转眼间便被楚玉这抬手一刀逼退。几乎是邱凌雪退出去的一瞬间，远处的狙击手终于抓住了机会，对准楚玉的脑袋便是一枪。随着一声巨响，子弹刚刚好和楚玉的脸轻擦而过，轰然一声击碎了楚玉身后的窗户。这倒并非是他瞄准失误，
而是在枪响的瞬间，楚玉也轻轻侧了侧头，这才令这一枪落了空。这一幕被邱林雪等一行人看得分明，惊得他们目瞪口呆。这么远距离的狙击，他居然如此轻松的就躲了过去，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级别的反应啊？见到这一幕，曹彤彤被吓得全身发软，楼上的蓝初然也急匆匆的走了下来，满脸惊怒道：“你们为什么要动枪？难道你们真想在这里杀人不成？”刚刚的狙击真是看得他现在都后怕，如果不是楚玉躲了过去，这一枪可就正正好好打中楚玉的脑袋了。虽然楚玉自己清楚这一枪对他并没有什么威胁，凭他现在的肉体强度，即使他不闪不避，这一枪也伤不到他，但蓝初然和曹彤彤却不知道，在他们看来，楚玉是为了保护曹彤彤，而差点被邱林雪的人一枪打死。楚玉哥哥，你不要管我了。曹彤彤声音都在发颤，我跟他们走就是，你别跟他们对着干了。他可不想看到楚玉为了保护他死在这些人的手里。蓝初然则上前一步，对邱林雪咬着牙道：“今天这件事我一定要追究到底，你们北域军难道就能随便抢人了吗？”邱林雪见到这一幕也冷静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示意手下将武器全部收起来，接着对楚玉道了一声歉：“对不起，刚刚是我冲动了，不过我并没有下达对你开枪的指令，刚刚那一枪是我的人自作主张，我回去以后会严惩他的。”说完，他表情复杂地看着楚玉：“所以你还是要护着这位曹小姐吗？我奉劝你，还是把她交给我为好，否则等秦帅到了，他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知道吗？”听到他的话，楚玉笑着摇了摇头：“那就让那位秦帅亲自来和我说吧。”你邱林雪气急，他没想到楚玉的头居然这么铁，此人难道没听说过北域虎帅秦飞鹏的名号吗？其他战士也像看着白痴一样看着楚玉，和战神秦飞鹏作对，你有几条命够我们家秦帅杀的？楚玉哥哥，你别担心，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如果实在不行，看着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曹彤彤有些怕了，甚至后悔自己把楚玉牵扯了进来。早知道这一次秦飞鹏也会来金陵，他就不把这件事告诉楚玉了，也免得楚玉现在骑虎难下。听到他的话，楚玉揉了揉他的脑袋：“怎么了？你就这么看不起我的实力，觉得我会比那个秦飞鹏差，护不住你？我不是这个意思了。”曹彤彤脸颊微红，而后楚玉便对邱林雪问道：“你们家这位秦帅今天什么时候会来金陵？他如果到了，让他直接来找我便是，今天我就在这里等他。”邱林雪闻言，不知为何突然闭上眼睛，没有说话。就在楚玉奇怪他的反应时，他缓缓睁开了眼睛，有些怜悯地看着楚玉：“秦帅已经到了。”到了。楚玉愣了一下，旋即也闭上了眼睛，将神识扩散开来。原来如此，楚玉仿佛感知到了什么，不禁微微一笑。与此同时，在距离楚玉等人几千米以外的高空，一架战斗机正在飞速疾驰，秦飞鹏坐在后座闭目养神。正当战斗机的飞行员正全神贯注地向金陵机场而去时，秦飞鹏的声音忽然在他身后响起：“就是这里，我的目的地到了。”可是秦帅还没有到机场呀。飞行员怔了一下，面露难色：“这里没有可供飞机降落的地方，我没办法降落呀。”“不用你降落，直接开舱门。”秦飞鹏命令道。飞行员不解其意，不过还是按照他的命令开启了飞机舱门。秦飞鹏扫了一眼，而后便倏然纵身一跃，竟然只身便从几千米的高空一跃而下。秦帅！飞行员见此面色巨变，他看得分明，秦飞鹏可没有携带任何降落伞，他是直接跳下去的，这落下去100%会被摔成肉酱啊！而且负责此次护送任务的他也难逃其咎，一定会被以渎职罪严惩的。别担心，那可是我们北域军的虎帅，这点高度对他来说只是小意思罢了。这时坐在他旁边位置的战士咧嘴一笑，懒洋洋的，看起来根本没有一点为秦飞鹏担心的意思，仿佛这夸张的一幕他早就司空见惯了一样。你什么意思啊？飞行员脸色依旧惨白一片，并非是北域军的一员，只是单纯来担任此次驾驶任务的他完全无法理解对方这番话是什么意思。然而那北域军的战士却已经懒得和他解释，心中嘟囔道：“秦帅每次都要出这种风头，也不怕吓到他的宝贝曹小姐。”随着一声轰然巨响，一道宛若流星一般黑影重重砸在了酒店的大门口，正是从天而降的秦飞鹏。只见此刻的他，除了头发凌乱了些以外，全身上下都没有半处伤痕。这几千米的高度对他而言宛若机米一般从容。目睹这一幕的曹彤彤和蓝初然全看傻了，这还是人吗？楚玉则眼前一亮，这个秦飞鹏确实有点东西，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极强的武尊宗师，而且还将肉体力量锤炼至登峰造极，至少楚玉这种只玄宗师是没有办法保证从这么高的地方坠落还能毫发无损，是高手啊！
楚玉心中自言自语，对这个秦飞鹏愈发感兴趣了。第124章，若不滚如何？秦帅，邱林雪急忙带人出门迎接。秦飞鹏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不是命令过你，我没到的时候，你不许轻举妄动吗？邱林雪脸色一红，小声道，我想给您一个惊喜啊，不过我没想到出了些意外。说到这里，他忍不住狠狠骂了一声这个楚玉，要不是这个人横插一脚，他现在肯定已经把曹彤彤带走了。秦飞鹏摇了摇头，命令重于泰山，你违令之事，回北域以后，我再慢慢和你盘算。说罢，他便拂袖大步前往酒店大厅。看到秦飞鹏进门，曹彤彤立即躲到了楚玉的身后。见到这一幕，秦飞鹏面露苦笑，彤彤，我们这么多年没见过面了，刚一见面你就躲着我，不太好吧？别叫得那么亲昵，搞得我好像和你关系不错一样。曹彤彤满脸厌烦，他现在真后悔当初去当志愿者照顾秦飞鹏，要不然自己身边怎么会多这么一个牛皮糖，甩也甩不掉。而且寻常的狂热追求者他不是没有见过，只要知会一声，自然会有曹家的打手去帮他解决麻烦。然而最可怕的是，这个秦飞鹏的背景实在是太大了，连他们曹家都惹不起，打也打不得，这才是最令他头疼的。秦飞鹏叹了一口气，不过曹彤彤的反应似乎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向来肃杀冷漠的他，也只有在对待曹彤彤这个自己唯一喜欢过的女孩时，才会露出此时这样的温柔与无限的耐心。随后他的目光投向了楚玉，此时他便没有对待曹彤彤时那般客气了。你知道她是谁的女人吗？给我滚一边去！看着他毫不掩饰的不屑后，楚玉不禁一笑，我若不滚，你当如何？另外，曹彤彤几时承认过她和你有什么关系了？你凭什么把她当成你内定的女人，不允许她和别的男人有任何来往？这位秦帅，你的功绩我承认，不过你这对女人的控制欲当真有点可怕。曹彤彤她可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你没有权利限制她。听到楚玉轻描淡写的这番话，秦飞鹏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戾气，你在找死！说罢，他双脚猛然发力，整个人便像一头蛮牛冲至楚玉的面前，把臂要抓住楚玉的脑袋，似乎是想就这么将他扔出去。见他说翻脸就翻脸，楚玉却也不和他客气，顺势一拳轰出。这一拳看起来软绵无力，毫无力量。秦飞鹏不屑一顾，根本没想着躲。然而当楚玉的拳头轰至他的胸口时，一道汹涌磅礴的力量瞬间爆发开来，硬是让肉体力量强到可以从几千米坠落而毫发无损的秦飞鹏面色突变，被轰飞出去了10几米远。当他好不容易稳住身形时，面色已难看至极，看得出来他是极力在调整自己的内息。然而几个呼吸后，他还是忍不住噗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血。秦帅看到这一幕，邱林雪等人都面色狂变，尤其是邱林雪，他跟随秦飞鹏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什么场面都见过了。然而他却从未见过秦飞鹏被人一拳打伤，甚至伤到了吐血的程度。就在他想扶住秦飞鹏时，便见秦飞鹏抬手制止了他。而后秦飞鹏闭上眼睛，深呼吸了几口。等他重新睁开眼睛时，脸上已经恢复了血色，胸口被楚玉那一拳震到断裂的骨头也完全愈合。你到底是什么人？秦飞鹏眯起眼睛，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审视起了楚玉。楚玉并未答话，心中也对秦飞鹏的肉体力量的强悍程度咂舌。要知道，方才那一拳虽然不是他的全力一击，却也并没有任何收手。如果是普通的武尊，比如邱林雪，硬挨上这一拳，绝对会命毙当场。然而秦飞鹏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全调整了过来。楚玉交手了这么多武尊，还是头一次见到肉体力量如此恐怖的人，想必秦飞鹏的气血应该已经达到了10龙10虎的境界。不过可惜你的境界还是差我一筹，即使你的肉体力量再过强悍，你也不会是我的对手。楚玉摇头说道，语气颇为惋惜。倘若秦飞鹏的境界再高一些，说不定还能和他有一战之力。听到这话，秦飞鹏先是一愣，接着面色一黑，你是说我不是你的对手？你以为你一拳伤到我就能赢过我？可笑！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楚玉闻言伸出了食指，对着他轻轻摇了摇，你的肉体力量很强对吗？不如这样，你接我3拳，如果你能完全接得住，我可以不插手，你带走曹彤彤。倘若你接不住，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他。听到这话，邱林雪惊怒交加，混账话！为什么不是你接秦帅3拳？凭什么是你打？其他北域的战士也面露不平之色，显然他们是认为楚玉是在这里偷奸耍滑，如果让秦飞鹏轰他3拳，他绝对是接不住的，这才提出了这个要求。楚玉奇怪地看着他们，你们觉得
我是在占他便宜。这样也好，让他来轰我3拳也没有任何问题，这倒是更简单了。我只是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他会心有不服而已。当然，我并不是怕他因此事后反悔，我只是想赢得他心服口服罢了。听到楚玉这番迷之自信的话语，邱林雪已然按耐不住的自己的怒意，她立即看向秦飞鹏，开口道：“秦帅，请让我去讨教一下，他到底有什么高招？”刚刚他在楚玉手下吃了亏，自然是不服的，早就已经对楚玉心中怨意。此时又见楚玉出口挑衅，邱林雪便想亲自出手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第125章，玩得太小，我要和你赌命。不用，我要亲自动手。秦飞鹏摇了摇头，冷冷说道：“楚玉敢和他抢女人，他自然是要亲手教训此人了。从刚刚楚玉打伤他那一拳，他就看出这个楚玉绝对是个练家子，而且学的应当还是正宗的夏国古武，这才能有如此恐怖的爆发力。不过像楚玉这种练了几年古武就自以为天下无敌的蠢货，他见得多了。楚玉这种水平，莫说是3拳，便是30拳，他也能轻松接住。”于是秦飞鹏淡淡开口道：“你的提议很有意思，不过嘛，我觉得不够刺激。既然你想玩，我就跟你玩场大的，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楚玉侧目，好奇问道：“怎么说？”秦飞鹏负手于身后，缓缓走到楚玉面前，直视着他的脸，冷冷道：“我要你和我回去签生死状，你我每人3拳，一直打到有一方站不起来为止。我可以让你先打。”听到这话，邱林雪眸子一亮，立即明白了秦飞鹏的用意，这是要和楚玉不死不休啊！虽然秦飞鹏嘴上说的是打到有一方站不起来，但从他要楚玉签生死状可以看得出，楚玉即使是接不住，他也不会留手。楚玉如果敢答应，这一次他就算不死，也要丢掉半条命。这就是楚玉染指曹彤彤的代价。不愧是秦帅，好狠的手段！他是想一劳永逸，就在金陵把楚玉给解决掉。邱林雪心中如是想到，再度看向楚玉时，唇角便勾起一抹笑意。在他看来，楚玉是绝对不敢答应这个赌约的。和虎帅秦飞鹏赌命，全天下谁有这个胆子？其他北域的战士也讥讽地看着楚玉，期待看到他被吓得满脸窘迫的样子。然而令他们都没想到的是，楚玉闻言，脸上非但没有一点惧色，反而露出一道意味深长的笑容。既然这是你主动要求的，我就满足。好，我答应你的赌约。你答应了？秦飞鹏怔了一下，显然他也没有想到楚玉居然能答应的这么爽快。你小子是不是没听清我的话？我是说要和你赌命，到时候你是要签生死状的。秦飞鹏又重复了一遍。楚玉笑眯眯道：“当然听清了，不过到时候要签生死状的人不只是我，我希望你自己也能签一张。毕竟拳脚无眼，我怕到时候不小心把你给打死了，你的这些手下和我急眼。”楚玉这番话令秦飞鹏以及一众北域战士的脸色都变得精彩无比。让秦飞鹏签生死状，怕一不小心把他给打死，这他妈是碳基生物能说出来的话。秦飞鹏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狂的人，不禁怒极反笑，连说了3个好字：“我满足你的要求，我也会签生死状。这下你满意了吧？”可楚玉点头，表示自己再无要求。曹彤彤看见这一幕，不禁拉了拉楚玉的胳膊，一脸焦急道：“楚玉哥哥，你干嘛要答应他啊？为什么要和他赌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到时候绝对不会对你留手的啊！”蓝初然也一脸惨白，连声对楚玉道：“楚先生，这件事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这个赌注太大了，万一……没有万一，你们相信我吧，我既然答应他，那必然是有把握的。”楚玉淡淡说道。可是曹彤彤眼圈通红，还想再说些什么。楚玉无奈地捏了捏他的脸：“怎么，你还真认为我不是这个秦飞鹏的对手？我不是这个意思。”曹彤彤说着，忍不住抽噎了起来。他自然是信任楚玉的，可凡事都无绝对，万一楚玉真的死在秦飞鹏的手下，那该怎么办？他只是外表坚强，内心极其脆弱，他不知道如果真的有这种事发生，他要怎么面对这个惊天噩耗。看到曹彤彤担心楚玉，居然担心到哭出来，秦飞鹏心中顿时妒火大盛，对楚玉的杀意也愈来愈浓烈。楚玉，上车吧。他面无表情的开口，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这段话。楚玉闻言，便在邱林雪的陪同下登上他的专车，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秦飞鹏的车队开走，曹彤彤心急如焚，担心的看向身边的蓝初然：“初然姐姐，现在怎么办？我们难道只能这么干等着楚玉哥哥的消息吗？”蓝初然也有些魂不守舍，他咬了咬牙，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道：“我去给我爷爷打电话，你去给你爸爸打电话，我们2家一起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帮上楚先生。”“好，我这就去。”曹彤彤马上小跑上楼。另一边，酒店的不远处还有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也还是第一次看到北域军的车锋路，一直都在窃窃私语，
讨论着是不是有什么头号通缉犯流窜到了这附近，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阵仗？其中就有坐着轮椅的刘志恒，他本来是来医院做治疗的，看见这里封了路，就好奇的让手下推着他挤到前面，看看是出了什么事。等邱林雪的车开过去后，透过打开的车窗，他清楚看见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楚玉。一时间，他不禁愣住，不可思议的看向身后的手下：“你看见了吗？刚刚被带走的人是不是那个叫楚玉的王八蛋？”“是，少爷，我也看见了，看得分明。”手下连连点头。“好啊！”确认自己没看错，刘志恒激动的直拍大腿，笑得嘴都歪了。真是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楚玉，你也有今天。这次你狗胆包天，惹到了北域军这群杀神，不可能再有贵人，能就得了你的这条狗命了。哈哈！北域军是什么存在？那可是真正的杀戮机器，能让北域军出动这么大的阵仗，楚玉这次惹到的人绝对不是什么小角色，一定是北域军的大人物。这可不是惹祸烧身那么简单了，这是把天都捅破了呀！谁敢管这桩闲事，那就是在找死。在北域军的面前，什么精灵王家，什么云海四大世家，全都是狗屁，不可能有人就得了楚玉了。这一次，楚玉就算有10条命，他也必死无疑。第126章刘志恒的复仇计划。不过少爷，这小子是怎么惹到北域军的？刘志恒的手下挠了挠头，十分八卦地问道。刘志恒白了他一眼：“我上哪知道去，赶紧送我回去，然后以最快速度给我查。”是。手下连连点头，而后便推着轮椅火速送刘志恒回家。楚玉的事情倒是并不难查，当时酒店的服务员还有经理都在现场目睹了楚玉和秦飞鹏叫板的全过程，因此很快就有人把情报送到了刘志恒的面前。听完全过程后，刘志恒开心的全身发抖。好，太好了！我都没想到，他居然惹的是北域虎帅秦飞鹏，居然还是为了一个女人。楚玉啊楚玉，你是怎么敢的呀？哈哈！手下讨好的问道：“今天可是大喜之日啊，少爷，您的大仇终于能报了，还是大名鼎鼎的虎帅亲自出手帮您报仇雪恨，咱们高低也喝一场大的，好好庆祝一下。”刘志恒笑着摇了摇头：“不急，庆祝的事先往后放放，我要报复的人可不只是姓楚的一个。”说到这里，他露出了一抹森然的笑容，看起来格外恐怖。手下有些摸不到头脑，除了楚玉之外，还有谁啊？当然是许家和曹家。我们刘家被从云海抹去，光是一个姓楚的，能做得到吗？是这两家联手给姓楚的当狗，才把老子害到这番田地的。现在这个楚玉命不久矣，正是我向他们两家报复的大好机会。如果这次顺利的话，我不仅仅能让这两家元气大伤，还能让我刘家重返云海。刘志恒握紧拳头道：“说的也是，楚玉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许家和曹家也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他们绝对要被楚玉给连累。不过少爷，即使如此，凭我们现在的能力，也不可能扳得到这两家。我当然知道，所以我的计划自然不是亲自动手，而是驱虎吞狼，请一位大人物替我执刀。你要知道，云海是想要这两家死的，可不只是我一人。如今是大好时机，我必须尽快回一次云海。”说到这里，他马上命令手下为他安排车票。事不宜迟，他要今天就动身。刘振东回来时，刘志恒便激动地把楚玉的事情告诉他了。听说刘志恒打算回云海市，请一位大人物出手。刘振东马上明白了什么，问道：“你说的那位大人物是周爷吧？”刘志恒点了点头，笑着道：“正是。云海市一共有4大世家，原本由实力强弱划分，依次为陈、曹、许、周。由于许弘一曾经出过车祸，一直未能亲自主持家族事务，许家因此在实力争夺中败给了周家，成为4大世家中实力最弱的一姓。不过楚玉治好许弘一后，又促成了许家和曹家的联手，周家的势力范围如今已经被许家夺回了许多。虽然看起来周家依旧压了许家一头，但实际上周家已经显露颓势。更由于顾及到曹贤战在许弘一这一边排名第一的陈家对此也没有发声，周家这才强行忍下了这口怨气。而今楚玉惹到了秦飞鹏，和楚玉关系最好的许家和曹家肯定无法置身事外，必定会被牵扯进去。而今正是周家对许家开刀的大好时机。刘志恒着急回云海，正是想把这极为珍贵的情报送到周家那位老家主的耳中。毕竟曹家和秦飞鹏也存有芥蒂，而今正是多事之秋，曹家自己独自身难保，根本无暇再顾及许家。他相信周家在得知这个情报后，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等周家得手后，他至少可以借刀先除掉许家，而且还能借此机会求得周家的支持，让刘家重新在云海市立足，甚至有可能会取而代之，让刘家取代许家，跻身于4大世家的行列之中。到了那时，他们3大家族共同针对曹家一姓，
曹乾的好日子也就没有几天了。此番策划简直完美，连刘振东都不由感慨，儿子对机会的嗅觉实在是太灵敏了。好，就按你的计划做。魏父在金陵等待你的好消息。如果我们刘家可以在云海重新翻身，以后家族的大小事务便全由志恒你一人做主，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会举双手支持你。刘振东拍了拍他的肩膀，满脸都是赞许。谢谢爸，你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能让那姓许的老东西狠狠喝上一壶。刘志恒说罢，脸上便不由露出了一抹狞笑。在刘家父子商量他们反攻云海的大计时，楚玉正坐在车窗前欣赏着窗外飞逝而去的风景。邱林雪全程一言不发，脸上的神情十分冷漠。他要楚玉坐在他的车上，并非是给楚玉面子，而是为了看住楚玉，防止他在路上耍什么花招。余光见到楚玉看完风景，便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以及车内四处打量。邱林雪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抹厌恶的神情。管好你的眼珠子，你再敢乱看，小心我把你的贼眼挖出来。你干嘛这么凶啊？明明长得这么好看，性格却和个男人婆一样，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吗？楚玉打趣地说道。邱林雪的血压蹭的一下上来了，要不是秦飞鹏有令想亲自处置楚玉，他非得当场翻脸不行。关你屁事，管好你自己，都是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屁话怎么那么多？邱林雪银牙紧咬道。楚玉哑然失笑，照你说的，反正我都要死了，再不耍贫嘴，以后岂不是没机会了？对了，你以后要是实在嫁不出去，不如来找我，我不会嫌弃你凶，你就给我当个洗脚的丫鬟，以后专门帮我暖床。楚玉说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因为邱林雪已经猛踩一脚刹车，将要杀人一般的目光死死锁定住楚玉的脸，仿佛是一颗转瞬之间就要爆炸的炸弹一样。好了，我不说了，你好好开车。楚玉讪讪一笑，邱林雪这才重新启动车辆，心里则恨恨想到，等你死在秦帅手中后，我一定要将你这嘴贱的东西扔去喂狗，让你死无全尸。第127章，出去打，这里施展不开。终于在邱林雪度日如年的等待中，北域军的车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邱林雪专门为了给秦飞鹏住而临时租下来的公寓，不仅面积大，周围景色好，而且还有一片空间很大的地下室，刚好可以改成类似斗技场的场地，供秦飞鹏和楚玉使用。一进门便有一名战士将打印好的生死状取来，交到了秦飞鹏的手里。秦飞鹏扫了一眼后，便将其中一份丢给了楚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等你在这张纸上签了字，我就不会对你手下留情，这个就不劳你担心了。楚玉摇了摇头，提笔便签了字，径自向地下室的方向走去。秦飞鹏冷冷地盯着楚玉的背影看了一眼，接着冷哼一声，也在另一份生死状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等他带着邱林雪等人来到地下室时，却见楚玉已经找了个空地开始热身了。见楚玉有模有样的，仿佛真想和他们秦帅碰一碰，立即有北域的战士讥讽说道：姓楚的，与其在这里热身浪费时间，我劝你最好先提前给你自己订上一副棺材。对，你要是死在秦帅的铁拳下，可别指望着我们给你收尸。楚玉闻言却并没有什么反应，仿佛根本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一样。秦飞鹏并没有打算提前活动一下身体，在他看来，解决掉楚玉不过是几个回合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提前做什么准备。见楚玉热身的差不多了，他便随手解开外套，随手扔给了一名战士，接着身穿一身体能训练服，对着楚玉勾了勾手。你如果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向我出手，我让你先出3拳。说完，他便摆好姿态，等待楚玉出手。楚玉好笑地看着他，你就真的这么自信，能接得住我3拳？不怕这3拳都没接完，你人就直接倒下了吗？我看还是你先出手吧，要不然我怕你一点参与感都没有。秦飞鹏冷笑一声，过于自信的人是你吧？让你出手你就出手，否则不成了本帅欺负你了。见他如此坚持，楚玉也不和他客气了。如果说之前楚玉对他动手时心里还存有一些顾虑，那么现在见他亲自签完了生死状，楚玉终于可以全力出手了。他其实也想看看秦飞鹏这副锤炼至极致的肉体力量究竟可以扛得住他几拳。一念至此，楚玉深吸了一口气。这一刻，先前他脸上所有的打趣、戏谑神情全部都烟消云散，宛若变了一个人般，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见此一幕，本来对楚玉不屑一顾的秦飞鹏全身汗毛也根根炸起。不知为何，他居然从楚玉的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仿佛他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一堆随时会引爆的核反应堆。就在他刚刚提气摆好防御架势时，便见楚玉的身影化作一道弧线，一拳朝他迎面轰了上来。尽管秦飞鹏已经做足了准备，但硬吃上这一拳后，他还是感觉眼前一黑，仿佛有一顶巨钟在他耳畔轰然敲响。一刹那，巨大的音爆声席卷全场，恐怖的爆炸声响
连千米之外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而置身于地下室的人便更不用多说了。除了修为最高的丘凌雪以外，其他的北域战士都已经捂着头痛苦地躺在地上，只觉得耳膜随时都要爆炸了。一时间脑海里只有阵阵耳鸣之声，再也听不见其他声音。被拳风波及的秦飞鹏整个人更是直接飞了出去，一头撞开了地下室的大门。而他和楚玉这一拳硬汉上的2条手臂眼下已经全部扭曲折断，无力地耷拉了下来。秦飞鹏不可思议地看着楚玉，他从未想过自己居然能受这么严重的伤，而且还是被楚玉一拳所致。这时他哪里还看不出来，先前楚玉打伤他的那一拳根本就不是全力。有趣。秦飞鹏咧嘴一笑，表情略显狰狞。随着他的胳膊发出一声声骨头重组的鼓鸣声，几个眨眼后，他的2条完全折断的手臂已然恢复正常。你和我出去打，这里施展不开。秦飞鹏说完便向地上走去。地下室这种地方空间太过狭小了，而且还有他的不少部下在，要是再让楚玉轰出一拳，他的这些部下绝对会被余波震成重伤。这些人可没有他这么强的自愈能力，必然会落下终身残疾。因此他才在这一拳后立即要求楚玉和他去室外。当楚玉踏出公寓大门后，不禁抬起头看了看天空。刚刚还晴空万里的天上，眼下已经乌云密布，层层叠叠的乌云之中，无数道雷蛇汹涌翻腾，若隐若现。疾风呼啸，暴雨降临，你还有2拳。秦飞鹏死死盯着楚玉，用略显嘶哑的声音说道：只要再接下楚玉2拳，便轮到他出手了。到了那时，他一定要取楚玉的性命。楚玉仿佛看出了他的想法，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你恐怕等不到那时候了。说罢，他顺步而上，第2拳重重轰了出去。由于场地更加开阔，楚玉动起手来也更加方便。这一拳的气势显然是要远远盖过第1拳，即使只是感受到了如同狂风一般呼啸而来的凛冽拳风，也令秦飞鹏的脸勃然变色。理智告诉他，这一拳极为要命，绝对不能硬接。然而自己如果选择躲开，那么便等同是承认自己接不住楚玉3拳，便和认输无异了。因此秦飞鹏只得大喝一声，打起了10分精神，来应接楚玉这第2拳。当这一拳落在秦飞鹏的身上时，天空骤然响起了一声闷雷，旋即在无数条狂舞的雷蛇之中，瓢泼大雨倾盆而落。与此同时，洒向人间的还有一道道鲜红刺目的血雨。这是秦飞鹏的血雨。第128章拳意所致，雨水逆流。这一拳的力量更加恐怖，直接令秦飞鹏飞出去时便忍不住喷出了一大口血，鲜血与雨水混合，这才化为了血雨，淅淅沥沥而落。丘凌雪出来时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这一幕。秦帅！他惊慌失措地跑上去扶起了倒在雨水之中的秦飞鹏，却见此时的秦飞鹏胸口已经凹陷下去了一大块，整个人的脸色也是一片惨白。他从未见过一向无敌于战场的秦飞鹏受这么严重的伤，一时间不禁吓得眸子里都浸满了泪水。我无大碍，不用管我。秦飞鹏强行撑起身体，用尽力气修复自己胸口的伤势。这一拳有如此破坏力，是连他都没有想到的。再度看向雨雾之中的楚玉时，他的脸上已经写满了不解。他完全不明白，楚玉这个看起来根本就不是武尊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恐怖的爆发力？是了，寻常的指玄宗师是做不到一拳击尽要了秦飞鹏半条命。然而楚玉却不同，他得到的传承里也有不少夏国古拳法，其中便有以刚猛著称的8极拳、形意拳、半步崩拳等等拳法。在修炼之余，楚玉已然将这些拳法融会贯通。做到这一步的楚玉，对如何牵引自己的力量，如何让拳势更具有爆发力、破坏力，可谓是驾轻就熟。可以说，除了肉体力量不如同级别的武尊以外，楚玉的破坏能力甚至是要比寻常的同级武尊还要恐怖的。秦飞鹏便是不知这一点，才在楚玉这里吃了大亏。他如果知道楚玉的底细，是绝对不敢拖大，先让楚玉对他出上3拳的。此刻的他心中已经后悔了，不过话都出口了，他也没有收回来的打算。而且楚玉也只剩下最后1拳了，只要他顶住这一拳，便几乎是已经赢了大半。楚玉，这最后1拳，你若杀不死我，我一定要让你身死于此。秦飞鹏咬紧牙关，对楚玉厉声喝道。楚玉长长呼出了一口浊气，接着他开始向秦飞鹏缓缓走去，宛如一头雨雾之中的恶鬼。见到这一幕，丘凌雪心中有了前所未有的不祥预感，他立即上前，意欲阻止楚玉。不行，你现在立即收手，别碍事。楚玉完全无视了他，上前一步，巨大的气浪便将丘凌雪震飞而出。紧接着楚玉飞身一跃，一拳宛如飞降而来的陨石向着秦飞鹏当头砸下。这一拳轰出后，
所有向着二人倾泻而来的雨水都开始向反方向击飞而去。权意所致，气浪冲天，雨水逆流。当这一拳落下后，先前秦飞鹏的所站之处已然有了一道宛如只有遭到陨石轰击后才会产生的巨坑。躺在坑中的秦飞鹏表情痛苦，全身所有毛孔都在向外渗血，全身上下的所有骨头都被这道霸道的力量尽皆碾碎。几个眨眼间，他变成了一个血人，就连楚玉本人也气息混乱，满脸疲惫。他是头一次完全倾泻了自己的力量。除了秦飞鹏这种肉体力量强到爆炸的武尊以外，换做另外一个宗师，早已经被楚玉的拳劲生生打死了。不过即便是秦飞鹏，眼下也只剩下了半口气。他的伤势实在过于严重，他的自愈能力也是有限的。先前为了治愈楚玉两拳打出的伤，已经耗费了他太多精力。此刻的秦飞鹏完全没有任何余力再来恢复自己的伤势，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强行锁住这最后一口气，令自己暂且保住一条性命。邱林雪见到这一幕，整个人都傻住了。他跌跌撞撞地跑到秦飞鹏的身边，想帮他疗伤，奈何秦飞鹏的伤势实在过于严重，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哪怕邱林雪竭尽全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飞鹏的状态越来越差，气若游丝。秦帅，您坚持住，我一定会帮您治好伤。北域不能没有您啊！邱林雪说到这里，忍不住哽咽地哭了出来，像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盘。她从未感觉到自己有现在这般无力。就在她一边哭一边做最后尝试时，楚玉的身影缓缓走了过来。秦帅已经败了，你还想怎样？见到楚玉，邱林雪以为他还想动手，不禁狠狠瞪向他，心中的所有怒火全部引爆，恨不得将其生吞活剥一样。就在他想和楚玉拼命时，楚玉平静的声音响起，不想看着他死，就让一边去，我是来救他的，不是杀他的。听了这话，满腔怒火的邱林雪不禁怔了一下，接着他便被楚玉推到了一旁。检查了一遍秦飞鹏的伤势情况后，楚玉立即取出几根银针，分别扎向秦飞鹏的穴位之上。这几针落下后，本来气息奄奄的秦飞鹏气色明显的好转了起来，同时他早已枯竭的丹田内也重新涌现出了内力。我把我的内力输给你了一部分，剩下的事你自己处理吧，我要去休息一下了。楚玉说着，这才强撑起身体，摇摇晃晃地向公寓的方向走去。邱林雪也是这时才注意到，楚玉的脸色已然难看至了极点，嘴唇也开始发白，显然是虚脱了的表现。如果是寻常输送内力，楚玉不至于会变成这样。不过他先前那3拳已然让他有些精疲力尽，为了救秦飞鹏又损失了一大部分内力，这才使得他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走起路来都十分困难。我来扶你。邱林雪赶忙上前搀扶住了楚玉，带着他走进公寓，找了个沙发坐了下去。真是怪了，你对我居然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楚玉抬起眼皮，强行挤出一抹笑容。看见这一幕，邱林雪鼻子不禁一酸，还有心思贫嘴呢，就知道逞强。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这家伙了。你既然要救秦帅，干嘛把他打成这样？你给我等着，我去给你接杯热水。第129章，秦飞鹏的请求，一码归一码而已。楚玉对秦飞鹏出手，实属是无可奈何之举。抛去他对自己的成见不谈，楚玉对这种镇守夏国边关的大将还是很尊重的。见他还有救回来的机会，楚玉自然不会看着他死。至于他恢复之后是不是又要来纠缠曹彤彤，楚玉并不在乎。他若是还敢，楚玉便再让他长个记性便是。一念至此，楚玉便闭上眼睛开始调息。等体力恢复的差不多时，他才睁开眼，伸了个懒腰。只见此时天色都要黑了，秦飞鹏也从重伤的状态中缓了过来，眼下需要拄着一根拐杖才能勉强移动。目前来看，他已经没有大碍了，至少如果需要完全恢复，他至少还需要再休息一晚上。见到楚玉醒来，秦飞鹏立即起身走到楚玉面前，表情复杂道：多谢你救了我一命。说实在的，他真没想到楚玉会在关键时刻救他。明明他一开始就是奔着楚玉的命去的，而且和楚玉动手前他已经签了生死状，那时候楚玉就算看着他死，北域的人也不会为难他的。楚玉摇头道：我是一名医生，见死不救不是我的性格，反倒是你，我希望你可以遵守事先的约定，从今以后你就不要再纠缠曹彤彤了。放心，我会信守承诺的。秦飞鹏苦笑一声，我真想不到你的实力有这么强，倒是我自取其辱了，以后有你照顾彤彤，我也可以放心了。秦飞鹏的样子显然是已经打算放弃追求曹彤彤了。楚玉耸肩道：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并不是曹彤彤的男朋友，你如果要追求她的话，我并没有权利阻拦，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像今天一样强迫她做她不想干的事情而已。秦飞鹏闻言并没有多说什么，哪怕楚玉和曹彤彤不是那种关系，今天见过曹彤彤看向楚玉的眼神，他也能看得出来，
曹彤彤是绝对喜欢楚玉的。有楚玉这座大山在前，曹彤彤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因此，即使楚玉这么说了，他也对曹彤彤再没有任何的想法了。现在他更好奇的是楚玉的来历。要知道，普通人是绝对不可能在这么年轻就有楚玉这般修为境界的。至于秦飞鹏能有现在的境界，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拜了一位高人为师，得到了他的指点，这才有了今天的北域战神。我没有什么背景，不过我倒是和武当山有一些渊源，如今算是武当山的代掌门。楚玉随意道：“你武当代掌门？”秋林雪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显然是不相信楚玉居然有这一层身份。不过当楚玉将他的掌门玉牌给秋林雪看过以后，他这才算是相信了楚玉的话。秦帅，和你交手的时候，我有一些熟悉的感觉。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也修炼过武当的内功吧？楚玉问道。夏国古武里厉害的炼体内功有两种，一种是武当的内功，另一种便是少林的内功。如果秦飞鹏是修炼了武当的绝学功法，他能有这么强的肉体力量，倒是也不足为奇了。秦飞鹏微微皱眉，我确实不是很懂。当年我是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死里逃生，误打误撞走进了一座紫竹林内，见到了一位隐居的道人。他并没有正式收我为徒，只是为我疗伤时听说了我的身份后，便指点了我一番。可惜的是，等我伤势好了，他便离开了那里。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他姓张，而且实力极高，简直如同老神仙一般。姓张的道人，楚玉好像明白了什么，便将武当山的张真人样子向他描述了一遍。你当初见到的是不是这一位？好像是。秦飞鹏点了点头，又有些犹豫道：只是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乎10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和当初一样。那就是了。楚玉确定地对他道：那位张真人的真实年龄恐怕已经接近上百岁，他的样貌应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改变过了。这么说来，您认识当初救我一命的道人？秦飞鹏马上打起了精神，他这么多年也一直都在寻找那位救命恩人，很想亲自上门道谢，可惜一直没有消息。眼下见到楚玉似乎认识此人，他马上便想打听此人的身份。楚玉对他倒是并没隐瞒，而是直接道：这位张真人现在是武当山的掌门，我的这块掌门玉牌也是他交给我的。武当掌门？秦飞鹏瞪大眼睛，而后自言自语道：怪不得他的实力那么强。想到这里，他已经做好打算，等北域的事情处理完了，一定要找机会亲自去一趟武当山。一来是要亲自上门道谢，二来他也想再和那位张真人请教，能否得到一些适合普通战士修炼的炼体功法。他学到的这些对个人资质要求极高，向来当初张真人也是看出他的天资卓越，又是守护边关的战士，这才一时起意传授了他这套炼体功法。这么长时间，他也尝试过将自己的功法总结出来，交给其他战士修炼。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人能够修炼成功，唯一成功的便是他身边的秋林雪。如果他能从武当求得一套更适合普通人的炼体功法，绝对可以让他北域军的战力再上一个台阶。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震慑夏国周边的其他小小鼠辈，如果北域再有战事，他们北域军的伤亡率也可以降到最低。楚玉听说他的想法后，便笑着对他道：去上门道谢，应该不会有人拦你。不过功法之事，我想张真人恐怕不会写给你。武当是隐世宗门，所有内功心法全部都是不传之秘，只有武当山的弟子才能修炼。他现在将心法写给你，让你大规模传播，不是坏了规矩？这倒也是，是我想的不够周全。秦飞鹏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见此，楚玉的声音再度响起：不过你如果只是想要一副普通的炼体功法，我倒是应该可以给你写一套出来。听了这话，秋林雪和秦飞鹏同时看向楚玉。你说的是真的？秦飞鹏眼睛都亮了。第130章破格聘请。当然是真的，我好歹也是武当的代掌门，对武当的功法熟悉得很。虽然我不能将武当的心法原本的外泄给你，但编写一套普通功法的能力还是有的。楚玉笑着道：只要你信得过我，我可以帮忙。我当然信得过你，只要你能为我北域军编写出这套功法，我可以去为你申请编制，破格聘请你为北域军的副军团长。秦飞鹏立即道：楚玉能不计前嫌救他性命，而且完全不图他回报，便足以证明楚玉的人品了。而且楚玉的境界又高于他，他是绝对可以信任楚玉的。秋林雪闻言却面露惊愕：秦帅，这是不是不符合规矩啊？副军团长可是肩抗3颗将星的存在，寻常人在军中待上10几年，也未必能来到这个位置。楚玉加入北域军便直接肩抗3枚将星，这速度简直比坐了火箭还快啊！夏国军中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先例，秦飞鹏这个申请打上去，希望恐怕十分渺茫。秦飞鹏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凡事都有例外嘛。这位楚先生要是真能编写出适合普通战士修炼的炼体功法，
这可是能提高我们整体军队实力的大事。我们北域试点完成，甚至可以推广到全国，此等功劳惊天伟地，直升3星，我认为并不为过。倘若上面的人不同意，我会亲自去和他们谈，我有说服他们的信心。秦飞鹏在夏国军中拥有的话语权非常之重，他如果亲自出面帮楚玉打上去的申请，倒是确实有通过的可能性。楚玉听了他们的对话，便道：编写功法只是小事一桩，只是替我申请副军团长的事，还是算了吧。我对加入军方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且这也不合规矩，岂不是会招惹很多人的闲话？楚玉的考虑并非是多余。北域突然空降下来他这么一个副军团长，底下的战士能服他才有鬼呢。秦飞鹏哈哈一笑，这个不是你担心的事，有我在，谁敢不服你？而且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给你应有的荣誉也是我该做的事。再者说了，你编写的功法将来是很有可能作为全军的教材，到了那时，不用我说，我们夏国军方的高层也会来主动接触你，希望你加入军中。你现在加入北域军，将来也少了这些麻烦，毕竟没人敢来我的麾下挖墙脚，你懂我的意思了吧？秦飞鹏还是很会读心的，他知道楚玉拒绝的原因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事，也不想被规矩束缚，因此他才想让楚玉现在就在北域军里挂个名字，至少秦飞鹏是不会随意干涉楚玉的生活，可以给他极大的自由空间。无论怎么看，加入北域军对楚玉而言都没有什么坏处。楚玉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便点头同意了秦飞鹏的想法。见天色不早了，他便起身准备告辞，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编写功法的事，我这2天写好了会给你送过来。对了，到时候我是直接联系你吗？找我也行，不过我事情比较多，可能会腾不出手。不如这样吧，林雪，你以后就兼任楚先生的通信员吧，专门负责联络楚先生，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直接找你。我？邱林雪一脸茫然，怎么，你不愿意吗？这倒也不是。邱林雪一脸无奈，好吧，我答应便是了。说着，他便将自己的军线号码告诉了楚玉。楚玉没想到秦飞鹏居然把邱林雪这小妞直接分配给他当通信员了，忍不住对秦飞鹏小声道：你们北域就没有其他温柔一点的女孩了吗？能不能给我换一个人？虽然楚玉已经刻意压低了声音，但这番话还是被邱林雪听去了。你以为我愿意啊？他马上炸了，一脸不满道：这要不是秦帅的命令，你以为我想给你当通信员？你还不乐意了？秦飞鹏忍着笑意对楚玉说：我们这里女兵很少，林雪已经是我们北域军的军花了，我觉得除了她以外，应该没有更好的人选了。而且你应该是对她有所误会，其实林雪平常干工作时还是十分细心的，也很会照顾人。她在加入北域前可是卫生队出身，这一点你无需担心。我觉得她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楚玉又打量了一眼邱林雪，说实在的，她长得确实很不错，身材也好，可惜这副凶巴巴的样子实在不太讨喜。不过想到她也不会随时跟在自己身边，只是当个小传话筒，负责联络楚玉和军方，他也就点头答应了。另一头，刘志恒也抵达了云海市，隔了这么长时间再度踏上这片土地，虽然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改变，却让刘志恒有了些沧海桑田的感觉。他本以为自己这辈子也不会再回来了，收拾好情绪后，他立即让手下带自己前往云海周家。不过到了周家别墅的门口，他却被门口的周家打手拦住了。这里是周家的私人禁地，闲杂人等不许靠近，赶紧给我滚！我不是闲杂人等，我是刘志恒，以前的刘家大少。刘志恒有些恼怒道：刘家大少？一名打手嗤笑道：云海市哪有什么狗屁刘家，被人扫地出门的废物，你在我们面前狗叫什么？说着，他面色不善地来到刘志恒面前，冷冷道：赶紧给我滚！想找事情，小心老子把你屁股底下的破轮椅踹翻了。他的话立即惹得其他人大笑出声，刘志恒的脸色立即黑了。然而他现在有求于人，也不好发作，只能强忍着怒意道：这位大哥，请你去向周爷回报一声，就说我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报，需要当面告诉他。这个情报甚至可以改变你们周家在云海市的地位，请他一定要见我一面。第131章，大好时机。你能有什么情报？周家的打手面露不屑：你要是有这么大的能力，还会像条老鼠一样灰溜溜的滚出云海？赶紧滚蛋，死残废！刘志恒气急，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么着急赶回云海，此时居然连周家的大门都进不去，当真是世态炎凉。若是以前周家的几个普通打手，哪里敢这么和他刘家大少说话？就在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时，只见里面有一行人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个龙行虎步的中年男人，很具威严，正是周家的家主周天雄。一见到周天雄露面了，刘志恒也顾不上那么多，赶忙开口叫道：周爷，我有大事要向您禀报。周天雄闻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不是那个刘志恒吗？你在云海市做什么？我有个很重要的情报要和您说。刘志恒立即道：什么情报？听到这话，他看了一眼四周，面露为难。这个情报不太方便在这么多人面前说，您能不能让我进去？有屁就放，我正准备出去看电影呢，没时间和你耽搁。周天雄一脸不爽地说道。显然他也没觉得刘志恒能带来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因此态度也十分不以为意。刘志恒道：周爷，我要给您的情报绝对比您去看电影要重要100倍，您就信我一次吧。见他一直在卖关子，迟迟不肯说情报是什么，周天雄的耐心也被消耗殆尽，便不再理会他，径自向外走去。看见周天雄打算离开了，刘志恒忙连声道：我这个情报可以让您吞掉云海许家，您难道连这个都不关心吗？你说什么？周天雄错愕地看向刘志恒，接着面色一沉道：你是在和我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当然是认真的，所以您能给我点时间吗？好，让他进去，我就听听你到底有什么情报可说。周天雄点了点头，冷冷说道：不过要是你的情报没有你说的这么有价值，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耍您的。刘志恒心里松了一口气，而后他便被人推着轮椅来到了周天雄的书房。过了一会儿，周天雄便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坐在了书桌前，开口道：现在可以说了吗？刘志恒闻言嘿嘿笑道：周爷，这几天我虽然人在金陵，但云海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听闻许家已经和曹家联手，而且抢占了您几处很赚钱的地盘，此事可是真的？听到这话，周天雄立即皱起眉，这正是他最近最窝火的头等大事。如果光是一个许家敢这么嚣张的直接吞他的地盘，他肯定要和许家没完。然而再加上曹家，二者的实力便不对等了。为此他还特地去求过陈家的人，希望陈家那位大人物能替他出头，把他被吞掉的地盘要回来。然而那老狐狸却精明得很，只知道和稀泥，根本不想亲自涉足这趟浑水。无可奈何之下，他也只能借酒消愁，把这口气吞了下去。这几天他总是出门看戏玩乐，也是为了转移注意力。眼下听见刘志恒突然又提起这件事，周天雄顿时面露怒意。你提这个干什么？是来嘲笑我的？当然不是，我是很奇怪，明明您的实力和许家完全相差不多，怎么您能对此事无动于衷呢？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周天雄一掌拍在桌案上，震声道：他许家几斤几两，我还是能拿捏的。然而如果若是动了他，曹家必然是不会放过我的，我怎么敢对他许家动手？况且我听闻他许家还拉拢了一位极为年轻的宗师，实力比以前更强，我拿什么动他？说到这里，他看向刘志恒的眼神已经十分冰冷了。显然今天刘志恒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必然是要拿刘志恒撒气的。刘志恒见状并不惊慌，而是呵呵一笑：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的。说着，他把楚玉在金陵得罪了秦飞鹏的事原原本本的和周天雄说了。你是说许家新找的那位靠山现在被困在了金陵？周天雄挑了挑眉问道。不仅仅是被困住，他十有八九是要连命都得丢掉的。他得罪的可是北域虎帅秦飞鹏本人，和这种狠人抢女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不需要我多说了吧？如此一来，许家便失去了一大助力，想必现在的许家已经得知了这件事，正在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而且来的时候我特意去曹家看了一眼，此时的曹家门口全是北域军的人重兵把守，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显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根本无力再顾及许家的死活。现在不正是您拿下许家的大好时机吗？刘志恒的话立即让周天雄心动了，他马上让人去曹家确认刘志恒所说的是否属实。过了一会儿，得到了手下的肯定回复后，他的眼睛顿时一亮。怎么样，周爷，我的这个情报够不够分量？刘志恒笑着问道。够，绝对够。周天雄立即搂住了他的肩膀，十分亲密道：刘兄弟，还好有你，千里迢迢从金陵赶来，告诉了我这么重要的情报。等灭了许家后，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刘志恒的情报对他来说非常及时，如果没有刘志恒，等他知道这件事时，恐怕便已经晚了。因此此事若是能成，他当给刘志恒记上一次大功。一听这话，刘志恒的心里便是一喜，知道他重回云海的事情已经稳了。周爷，您打算怎么对付这个许家？要我说，不如直接趁这机会快刀斩乱麻，直接杀到他们家门口，直捣黄龙，一劳永逸。第132章秋林雪动怒。不急，许家也不是什么纸老虎，对付他们急不得。周天雄摇了摇头，接着便叫来了人，命令道：你们几个去带着人，拿着家伙给我把许家的几个大厂子砸了，砸得越烂越好。有人要是敢拦，就连他们一起砸。听了他的话，刘志恒立即知道
周天雄打算做什么了。今晚周天雄要是能得手，至少可以让许家的产业废掉一大半，整个许家的经济网络都要陷入瘫痪。要想恢复，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如此一来，许家就像是没了牙的老虎，市场上的份额全部都要被周天雄吞掉。接下来，许家对周天雄而言，无异于是待宰的羔羊，想怎么料理他们，完全凭借周天雄的意思了。即使曹家在那时候能腾出手帮他们，也绝对无力回天。周爷，您的这招钝刀子割肉真是高啊！许家这次要难受了啊！刘志恒连忙竖起大拇指。周家的打手动作很快，没过多久，他们便分头行动，到了许家的各个厂子里，飞快地开始打砸。如周天雄所料，此时的许家已然得知楚玉被秦飞鹏带走了。许弘一的精力全在这上面，根本没有想到周天雄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对他发难。等许弘一知道这件事后，他顿时大惊失色。家主，我马上带人去教训这群杂碎。阿南立即开口。不行，你现在不能动。许弘一皱着眉，摇了摇头。虽然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但他若是让阿南将家族里的精锐都带过去平息周家这群人，许家内部自然会陷入空虚状态。倘若这是周家的调虎离山之计，这空党族以他们强行闯入许家，将许弘一本人绑走了。可是我们也不能就让他们这么砸下去啊！阿南面露焦急。周家就是拿准了，他们现在家族事多，这才突然出手，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他们今天晚上不管，周家绝对会把许家的厂子全部砸烂。这样一来，许家的损失会更加严重。去给曹家打电话，问问他们现在能不能派人过来帮忙。许弘一立即道。阿南马上掏出手机，拨通了曹家的电话。得知许家出事以后，曹贤面露震惊。周家在这时候突然动手了？周天雄今天是犯了什么毛病？他怎么敢这么干的？曹家主，您快点派一些人来我们许家这里坐镇，我也好带着我们家族的人去看场子。阿南急声道。我恐怕帮不了你们。曹贤叹了一口气。我们家族的周围一天都有北域军的人看着，他们恐怕是担心我玩偷梁换柱，悄悄把彤彤接回家，这才命人在我们家族四周监视。我现在出不了人啊！阿南闻言，脸色顿时一白。当许弘一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的神情变得更加难看了。周家偏偏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动手，难道他们是知道曹家现在出不了人，这才如此有恃无恐？可是这不可能啊！曹家的事情，周家是从哪知道的？许弘毅还是很了解周天雄这个人的，此人最为谨慎，如果不是有确凿的情报，他是不敢直接有这么大动作的。现在他也没时间去想这些情报是谁告诉周天雄的，无可奈何下，他只能让阿南分出一小部分人先去救火，尽可能将损失降到最低。金陵，楚玉回到酒店时，只见门口的坑洞已经被人填好了，不过酒店里面却分外冷清，显然是之前秦飞鹏在这里闹得动静太大，把其他客人都吓到退房了。等楚玉回到自己房间时，刚好看见蓝初然和曹彤彤在一起，二女正在动用自己的关系，想去打听楚玉现在的情况。见到楚玉完好无损的回来后，他们先是一愣，接着都不可思议的来到楚玉身边，惊声问道：楚玉哥哥，你没事了？楚先生，秦飞鹏肯放你回来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您怎么一天都没有消息？看到二女如此着急的样子，楚玉心中一暖，抱歉让你们担心了。说着，他将今天自己迎战秦飞鹏的事简单的和他们说了一遍。蓝初然这才恍然，一把抱住了楚玉。楚先生，您一天没消息，我还以为您已经真是担心死我了。您没事应该提前给我们打个电话吗？是啊是啊，曹彤彤也气呼呼道，我今天都要被吓死了。楚玉哥哥，你下次不许这么自作主张，太危险了。听见他们的话，楚玉有些不好意思道，是我疏忽了，我当时太累了，便在秦飞鹏那里闭眼调息，我也没想到一睁开眼天都黑了。对了，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这里没有其他事情吧？这倒没有。蓝初然摇了摇头，呼出一口气，既然您没事，我就给我爷爷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他今天知道您被秦飞鹏带走了，也被吓了一跳，现在肯定还没睡着呢，我得和他说一声。说着，蓝初然便去打电话了。不过很快他便得知了什么事，惊慌的又跑了回来，对楚玉连声道：楚先生，云海出事了。说着，他将周家在今晚突然对许家发难的事对楚玉说了。什么？许家的厂子被人砸了？情况严不严重？很严重，我爷爷说曹家现在门口有北域军的人看着，派不出人。他在知道这件事后，已经让我们蓝家的人去帮忙了。可是我们家族的力量终究比不过周家，眼下许家的情况岌岌可危，要是放任不管，今天晚上许家的所有厂子都要被周家的人砸个精光。楚玉眉头紧皱，我来想办法。说着，他便打了一通电话给邱凌雪，将云海市的情况和他说了一遍。什么？还有这种事？邱凌雪听了
也是吃了一惊。他没料到云海居然有人利用了他们监视曹家的空档，这么无法无天。一时间他也面露怒色。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件事交给我了，我绝对让人把这个姓周的摆平。第133章乐极生悲。事实上，云海市这些家族的内斗，秋林雪都不感兴趣。不过既然这是楚玉开口相求，而且他又得知周家利用了他，这才动了真怒，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胆大包天的周天雄。云海市时间已过午夜，许家的场子已经有接近一半被周家的打手毁于一旦。时至如此，周家的人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更像是要趁曹家不能帮忙，要在一夜之间把许家的所有场子都砸成稀巴烂，直接废掉许家。周家别墅内，周天雄收到手下接连发来的捷报后，开心的一点睡意都没有。得知大功臣刘志恒还没吃晚饭，他马上安排周家的厨师为刘志恒做了一大桌丰盛的晚宴。陪同刘志恒用餐时，周天雄倒了一杯红酒，轻轻摇晃着，细细嗅着杯中飘散出的香气，看着刘志恒吃得狼吞虎咽，好像是逃难来的一样。周天雄忍不住摇头笑道：志恒兄弟，你这吃相也太夸张了吧，你在金陵吃了不少苦吧？是啊。刘志恒擦了擦嘴上的油，苦笑道：我们家只能金陵王家安排的小房子里，算是寄人篱下，平时哪里有大吃大喝的机会，我真是好久没吃过这么奢侈的晚餐了。慢慢吃，不着急，你帮了本家主这么大的忙，等我吞掉许家后，我会扶持你们刘家重新在云海立足的。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淡淡道：到了那时，我希望你们刘家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帮我一起对付曹家还有陈家。陈家？听到这话，刘志恒满脸错愕：周爷，您和陈家不是盟友的关系吗？为什么您要对付他们？陈家可是如今云海市4大世家之中排行第1的庞然大物，周家和陈家关系极好，这是连刘志恒都知道的事。因此一听见周天雄的这番话，他才如此惊讶。周天雄冷笑了一声：盟友？别逗我笑了，陈家不过是在利用我而已。曹家和许家联手后，许家吞并我的地盘，陈家连个屁都不放，这算哪门子盟友？而且你不会以为我会甘心一直当4大世家之中的吊车尾吧？早晚我是要收拾这个陈家的，不过曹家的优先级是要比陈家要高很多便是了。陈家十分精明，实际上帮周天雄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每年都要从周家吸上一大口血，相当于是收了周家当小弟。只要许家不是直接一口把周家给吞了，陈家都不会管周天雄的死活，这也是周天雄对陈家心怀怨恨的原因。对了，我今晚和你说过的话，你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吧？周天雄打趣地看着刘志恒。刘志恒马上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您今晚说的话我都会烂在肚子里，如果我刘家有崛起的一天，我们必以周爷您马首是岸。好，你很上道，行了，赶紧吃饭吧。周天雄笑得合不拢嘴。刘志恒倒是一条很懂事的狗，他打算再观察刘志恒几天，确认他可以用后，他不介意推刘家上位，让他们将许家取而代之。就在他准备端着酒去吹晚风时，突然听见外面有一阵骚乱声传来。没过多久，一行满头是血的人狼狈地走了进来，正是周天雄派去砸许家场子的几个心腹手下。看到他们的样子，周天雄不禁愣住：你们怎么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是谁打的？是我让人打的。这几人还没说话，一道响亮的声音便在门外响彻，随即一道脚踏作战军靴的壮汉阔步走了进来。此人又黑又壮，简直像是一头棕熊，而且脸上还有一道很明显的刀疤，看起来格外狰狞。你是北域军3团长郑勇。男人说着，取出了一个涂有迷彩喷漆的手机，拿到了周天雄面前。我们北域军的邱参谋要和你说话。一听这话，周天雄吓得赶忙伸手接过手机。很快他便听见了邱林雪冰冷的声音响起：你叫周天雄对吧？我听说你趁我们的人看住曹家的时候，趁机对云海市的许家动手了，你是什么意思？想把我们北域军的人当你的刀用吗？周天雄赶忙道：您听我解释，我真没有这个意思。这个许家和我有旧仇，不久前他们才吞了我不少地盘，我这是被他们逼到无路可走，这才……你放屁！邱林雪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少跟我废话，从现在开始不准你的人再打砸许家的产业，而且这个许家和楚玉的关系，那么许家也算是我的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听到这话，周天雄整个人都懵了。不好意思，邱参谋，我没懂你的话。你们北域军不是要杀楚玉吗？许家和他关系好，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谁告诉你我们要杀他了？邱林雪蹙眉道：我们秦帅很欣赏这个楚玉，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北域军的人了，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周天雄满脸震惊。秦飞鹏欣赏楚玉？这和刘志恒说的不一样啊，他不是说楚玉和秦飞鹏抢女人，
今天楚玉必死无疑吗？就在他满脸茫然之时，邱林雪又给了他当头一击。还有，今天你们砸了许家多少个场子，就赔偿给他们等价的地盘作为交换，明白吗？等等，邱参谋，这赔偿地盘是否太过？周天雄赶忙开口，他今天让手下可砸了许家接近一半的大场子，这要是等价赔偿地盘给他们，就相当于把周家的大半家业全都白白送给了许家。他要是真送出去，许家的势力就要远胜于他了，周家再也没有希望翻身，甚至到了那时，周家的实力恐怕连云海市的普通家族都比不上，将彻底沦为二流家族，连4大世家的地位都要不保，他怎么可能答应？怎么，你不乐意？要不然我和秦帅亲自去一趟云海，当面和你谈谈。邱林雪冷冷问道。第134章陈家三爷。这就不必了。周天雄吓得打了个激灵，赶忙道，这就完了。行了，处置方案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去和许家做交接吧。说完，邱林雪便挂断了电话。郑勇收起手机，对周天雄问道，我们参谋的命令你都记住了吗？是，我记住了，我会按照邱参谋的吩咐把我的场子等价赔偿给许家的。周天雄低着头道，说话时心里一阵抽痛，仿佛是在滴血一般。郑勇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带着人大步离开了周家。周天雄的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点，把姓刘的给我带过来。他咬着后槽牙开口道。很快，刘志恒便被人从餐厅里拽了出来，扔到了周天雄的面前。周爷，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刘志恒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还奇怪这周天雄的脸怎么说变就变，更不知道他是在生哪门子的气。你和我说的是楚玉得罪了秦飞鹏，所以北域军要置他于死地，对吧？周天雄忍着怒意开口问道。刘志恒点了点头，一脸肯定的道，没错呀，没错，你麻痹。周天雄气得一脚将他踹飞，大骂道，你他妈知不知道北域军的邱参谋是怎么和我说的？他说秦飞鹏很欣赏这个楚玉，现在楚玉已经是他们北域军的人了，这叫要杀他，你是不是在故意搞我？刘志恒一脸震惊道，这不可能啊，楚玉怎么可能加入北域军？您的情报是哪来的啊？会不会有问题？周天雄怒极反笑，有问题？北域军的3团长都亲自把我的人打了个半死，这还能有假？你知道那个姓邱的贱女人要我做什么吗？她要我今天砸烂了许家多少个场子，就从我的地盘里割让出来，等价赔偿给她。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你告诉我的所谓好机会，让这个许红衣不费吹灰之力，就几乎把我周家给活吞了。我恨不得杀你这狗东西1万遍啊！说到最后，他双手掐住刘志恒的脖子，直掐到刘志恒脸色发青，几乎要窒息而死时，才恨恨松开了手。刘志恒剧烈咳嗽了起来，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眼下满脸都是恐惧。周爷，我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把他给我扔出去，你赶紧给我滚回金陵，好好去给我查，到底出了什么事，还有楚玉和秦飞鹏到底是什么关系？记住了吗？这次要是再办砸，我非要你的狗命不可！说罢，周天雄便挥了挥手，立即有人抓着刘志恒，将他扔出了周家。家主，为什么不杀了他？我们周家落到这种地步，不都是他害的吗？杀他有什么用？周天雄咬着牙道，一个残废而已，杀了他我也不解气，不如留着他一条狗命，废物利用一番，说不定他真能查出点东西。那赔偿的事情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把地盘赔给许家吗？手下小心翼翼地问道。不赔行吗？这是北域军的参谋亲自要我做的事，我要是出尔反尔，他会放得过我？周天雄一脸怒意道。虽说北域军的人很快就会离开云海，到时候就算他反悔，对方也不一定会知道，可他不敢去赌。如果秦飞鹏得知他事后反悔，亲自登门，到了那时就不是赔偿些地盘就能摆平的事了。就在这时，一阵爽朗的大笑声响起，来者正是许红衣。显然他已经知道了邱林雪的处理方案，眼下满脸都是喜色，一脸幸灾乐祸。老周啊老周，你说你大半夜突然发什么神经，好好睡觉不好吗？非要砸我的场子干什么？现在好了，人家邱参谋要你把自己的地盘等价赔偿给我，你说说，平白无故收了你这么大的好处，我这怎么好意思呢？周天雄皮笑肉不笑道，你不好意思可以不收啊。这哪行？许红衣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不收不是看不起你吗？我来你家正是为了把这份需要赔偿的清单送给你的，也好让你有个参考，省了你去调查我有多少损失的时间了。说着，他身后的阿南立即将清单递上前去。周天雄扫了一眼，表情便阴沉的像是要滴出水了。收起清单后，他忍着心中的不满，对许红衣道，许家主，我会按照约定将你损失全部补偿上的，不过这么大规模的交接，我得好好做一些准备，你能给我10天的时间吗？没问题。许红衣一口便答应了，别说10天，半个月1个月都没问题，你慢慢整理，没别的事我就走了。说完，许红衣便笑呵呵地转身离开。
到了门口，阿南便忍不住道：“家主，他明显是在拖时间，我们干嘛要答应他？让他拖去。你现在逼他马上把地盘交给我，他也有1万个理由推辞。没关系，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出来。现在占据主动权的是我们，不怕他耍赖。”许弘一微微一笑，道：“此时他已经得知楚玉安然无恙的消息，而且曹家也恢复了自由，周家已然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周家到了期限还反悔，倒是正好给了他对周家动手的理由。所以他现在一点也不急。”如他所料，在许弘一走后，周天雄就怒地砸了不少东西，最终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了陈家。过了许久，电话才被接通。“佛爷，我有难了，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要不然我们将会被许家直接吞掉的。”电话那头的男人正是陈家的现任家主陈三念，此人十分神秘，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酒会露面，也不参加任何市里组织的剪彩活动，人们一般都尊称他为陈三爷，亦或者是佛爷。这是因为陈三念经常礼佛，走到哪里手里都有一串念珠，逢年过节都会带着家人去寺庙参拜，为佛像重塑金身。不过这并不代表他本人是个善男信女，相反，他是4大世家的几个家主中手段最为狠辣的一个。当年为了排除异己，动辄便会灭人满门，因此他也被人暗地里称为血佛爷。陈三念的胃口不比许弘一小，许弘一是头饥肠辘辘的饿狼，而陈三念又何尝不是头猛虎？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周天雄是不想和陈三念低头的。第135章，惊出一身冷汗的周天雄。有趣。陈三念闻言不禁笑了：“你对许家动手时，怎么没提前问问我的看法？现在捅出篓子了，反倒开始求我帮忙，怎么，我是你周天雄的小弟吗？”周天雄赶忙说：“佛爷，我可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这次实在是事出有因，我本想事后再和您解释的，我对您的尊敬一直以来都从未变过。”“是吗？”陈三念惊讶地说道。“可是你不是刚刚才说过，等你灭了许家后，下一个就是曹家和我陈家吗？”一听这话，周天雄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刚刚那番话他只是在餐桌前对刘志恒说过，陈三念是怎么知道的？刘志恒是不可能告密的，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他和陈家也没有什么联系，他想去告密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这番话送到陈三念的耳朵里。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了，他周家已经被陈家渗透了，他的身边就有陈三念安插的内鬼，因此他刚刚才在餐厅说过的话，转眼间就飞快传入了陈三念的耳朵里。想到这里，他心里越发后怕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帮陈三念做了那么多事，陈三念居然还对他不放心，也幸好他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什么付诸行动的念头，否则未等他对陈三念动手，恐怕就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刀横在了他的脖子上。“佛爷，我知错了，我当时喝了酒，脑子糊涂了，您饶了我这次吧。您要是不出手，我们家这次真的要被许弘一给吞并了，这对您也不利吧？”周天雄哀求道。陈三念不紧不慢地开口道：“好了，放心吧，你的事我会帮你想办法的。我已经联系到了一位高手，他和许家有旧怨，不久后他就会从海外赶回来。在这期间，你先拖着，等他回来以后，我让他去取许弘一的性命。等许家的家主死了，我看谁有胆子接手你的地盘。”听到这话，周天雄立即狂喜道：“太好了，多谢佛爷。”挂断电话后，周天雄悬着的心才终于能够放下，他倒是一点也不担心这个人的实力问题。既然是陈三念亲自请的，那必然是对其有十足的信心，他现在只要拖住即可。“家主，要不要我去调查一下，内鬼到底是谁？”这时，周天雄的一名心腹手下走上近前，用只有周天雄能听到的声音问道。虽然说方才周天雄和刘志恒聊天时，在场的周家人很多很杂，不过龙总加在一起，也不外乎是上菜的厨师，在一旁服侍的下人，以及在走廊里值守的打手。如果挨个核查的话，这个人的身份应该很快就能查出来。不必了，这个人是陈三念安排的，而且陈三念才刚刚和我明牌，我现在动了他，岂不是打了陈三念的脸？周天雄摇了摇头。可是手下有些犹豫，这个人是陈三念安排的没有错，但不管怎么说，家里有个内鬼，还是让人很膈应的。他认为还是要尽快查出这个人的身份为好，这样也能对他有个防备。听了他的想法，周天雄不在乎的笑了笑，没有必要防备什么，陈三念能送进来一个，就能送进来第二个、第三个，他如果真想杀我，我是防不住的，他这是在敲打我，让我不要起歪心思。只要我不对陈家有多余的想法，他轻易是不会要我性命的。和陈三念共事了这么久，周天雄还是很了解这个人的，因此他现在才查都不想查。当然，如果是换了一个人，在他身边安排了内鬼，他一定会在第二天天亮前让这个人身首分离。次日天黑前，
周天雄收到了刘志恒的电话。周爷，我今天让手下全力去查了那个楚玉和秦飞鹏的关系，具体我并没有打听到，不过我听说楚玉今天给秦飞鹏送去了几样东西，他应该是用某种方法收买了秦飞鹏，这才能侥幸留得一命。周天雄若有所思道，既然如此，这个楚玉对秦飞鹏而言也算不上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存在，哪怕我们杀了他，秦飞鹏也会大费周折的来找我麻烦，是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确定吗？周天雄冷冷问道。刘志恒立即怂了，我没法打100%的包票，不过您想想啊，楚玉和秦飞鹏原本就没有什么交情，再加上楚玉还染指了秦飞鹏的女人，秦飞鹏不可能会护着他。这次秦飞鹏放过他，我看8成是那个曹彤彤也去给楚玉求情了。秦飞鹏这才心软，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姓楚的吃女人软饭也不是1次2次了。周天雄点了点头，心里大概有了底。好了，我知道了，你继续给我调查，如果还发现了什么有用的情报，马上告诉我。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心里又轻松不少。现在他已经可以确定，楚玉对北域军而言绝对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如此一来，哪怕到时候他们杀了这个楚玉，北域军来找他麻烦的概率也很小。现在他只需要拖住许家，等待陈三念请的那位海外强者的到来即可。另一边，楚玉这里也做好了离开金陵的准备。今天他在房间里闭关了1天，终于才将一套完整的炼体功法编写完成，送到了秦飞鹏的手上。秦飞鹏拿到以后，翻了几页，便眼前一亮，对楚玉惊为天人。身为5尊级高手，他自然看得出来这本功法的含金量，这就是他想要的门槛低，普通人也能修炼的炼体功法。于是他马上和楚玉告辞，带着人匆匆回北域去了。他现在迫不及待，想要自己的部下修炼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当然，为楚玉申请副军团长之事，他也打算回去之后就马上做。一旦申请成功，军衔和相关证明都会寄到楚玉这里。第136章，楚玉啊，楚玉，你也不过如此。楚玉对此倒是并无太多期待，他本就对这些权势之术无益。如果他写的功法能让镇守北域的夏国虎狼之师实力大增，他也会感到欣慰。答应秦飞鹏的事做完了，接下来只要等明天参加完王家的祭祖之后，楚玉便能带着曹彤彤和蓝初然回云海了。这么多天没见女儿，他现在也归心似箭。二女听说后天就可以回家了，便开始提前收拾行李，顺便再去金陵采购一番，准备带回去点纪念品。夜幕降临时，王家还是一片灯火通明。此时王家上上下下都在为明天的祭祖做准备，因为明日金陵许多大人物都会参加，因此王宇命人买了不少好酒预备着。厨房这一边，厨师们也开始提前熬制他们最拿手的大骨汤，这是每年的祭祖仪式的保留项目了。每次祭祖仪式开始的前1天，厨房都会开始小火慢慢熬汤，只有这样熬上1夜，次日的骨汤才会浓郁喷香，变得和鲜奶一样白。正是因为每年只有1次，因此王家的大厨们对此异常重视，整个晚上都要有专人轮班看火，生怕出了差错。是夜，万籁俱寂时，一道人影悄然来到了厨房内。正在值守的厨师吓了一跳，以为是有小偷摸进来了，马上提着菜刀过去查看。见到走来的是王明，他才赶忙收起刀，一脸诧异道：“少爷，这么晚了，您来厨房做什么？肚子有点饿了，我找点东西填填。”厨师马上道：“我现在就给您做夜宵。对了，这火我帮你看着，你去做吧。”说着，王明就来到了骨汤前，见那厨师去另一头开始切菜，注意力没有放在他这边，他才悄然打开锅盖，将几天前玄天丹宗交给他的小瓷瓶取了出来，而后便这样默不作声的把里面的丹药全都倒进了骨汤内。里面的丹药一入滚烫的骨汤之中，便立即融化，看不出来任何异常之处。见此，王明才重新盖上锅盖，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想到明天祭祖仪式过后，他就要被玄天丹宗推举为王家的新任家主，他的心里便不免激动万分。等夜宵做好后，他简单的吃了几口，就准备回房间了。临走前，他还特意对厨师道：“对了，你不要把今天晚上我来过厨房的事说出去。我爸最近看我很不顺眼，你应该也清楚，要是让他知道我大半夜的找你给我开小灶，肯定得很骂我一顿。”厨师马上点头，表示自己肯定不会说。王明这才满意的离开。等他在迷迷糊糊醒来时，只听见外面已然是一片喧哗。打开窗户看了一眼，王家的别墅后院已经布置好了祭祖仪式的现场，同时也有不少金陵的名人新贵早早入了场，正在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聊天。于是王明也爬了起来，跟着一起准备祭祖仪式的事。王宇见状，表情颇为奇怪：“你以前不是从来不插手这种事的吗？现在怎么这么积极？我最近不是表现不好吗？就想着多干点。”王明笑着道：“其实他是想在这里观察一下有没有玄天丹宗的人混进来。”说到这里，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顺口对王宇问道：“对了姐，今天那位楚先生
也会到场是吧？老爸邀请他了，他也同意了。你问这个干嘛？没事，他不是帮了咱们家很大的忙吗？我想到时候亲自感谢他。王明如是说道。听了这话，王宇看他的样子更显奇怪，这家伙今天是怎么回事？我没记错的话，他以前不是挺讨厌楚先生的吗？不过王宇也并没有多想什么，弟弟王明能变得懂事，他也挺欣慰的。如果王明能改过自新，他倒是很乐意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王明。时间到了接近正午，祭祖仪式即将开始。这时楚玉也到了场，一见楚玉来了，王天和急忙带着人一起迎了过去。楚先生，您终于到了。不好意思，我多睡了一会儿，没来晚吧？没来晚，刚刚好。您这边请，我早就把位置给您留好了。王天和笑眯眯的在前面为楚玉带路。楚玉的位置在第一排的1号桌，这个位置显然是整个祭祖仪式最靠前的。同桌的人都是精灵的大佬级人物，王家的这么多人里，也只有王天和本人坐在这里，连王宇这种王家小辈都没有坐在这里的资格。楚玉入座后，自然吸引了在场不少人的目光，大多都是羡慕。楚玉如此年纪就能和精灵这么多大佬平起平坐，未来简直不可估量。他们要是有这等气运，那该有多好。祭祖仪式开始之后，饭菜也便陆续端了上来。上齐以后，王天和亲自为楚玉盛了一碗骨汤，笑容满面道：楚先生，这是我们家厨师最拿手的汤，也是每年祭祖仪式的保留项目，1年只熬一次，您来尝尝味道如何？楚玉闻言便端起碗，刚准备喝，动作突然一顿，接着他的鼻子嗅了嗅，似乎嗅出了汤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楚先生，怎么了？王天和一脸茫然。不远处的王明见到这一幕，心脏立即提到了嗓子眼。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不喝？难道他闻出了汤里被我动了手脚？不可能啊！玄天丹宗的人不是说那枚丹药无色无味，哪怕是楚玉也察觉不出异常吗？就在这时，楚玉对王天和摇了摇头，淡淡一笑，道：没什么，我是听你说这碗骨汤如此玄妙，便忍不住想先品一品这碗汤的香气。这是我的个人习惯，我喝酒前也会先细嗅一番酒香。说罢，他便将骨汤一饮而尽。看到这一幕，王明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心里狂笑出声：楚玉啊楚玉，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现在看来你也不过如此嘛。你既然敢喝这碗汤，那么今天你就必死无疑。第137章，楚玉，今日我亲手取你性命。王家主，你们家的骨汤味道确实不错。楚玉喝完以后立即称赞不绝。王天和见状，马上又给楚玉盛了一碗。楚先生喝的习惯便好。而后他又对同桌的其他人拱手示意：你们几位也请慢用，我先去带我家的族人去祠堂拜祭先祖，随后再来陪你们。说完，王天和便起身，准备带着王家的人一起去往祖宗祠堂。就在这个关口，外面突然闯进来了一行人。这一行人身着青色道袍，留着发髻，个个眼高于顶，面有傲意，正是玄天丹宗的一行弟子。为首的人正是几天前随邱长老来过王家的齐恒。当日楚玉一掌将邱长老拍死，齐恒等人的跪地求饶，这才留得一条性命。楚玉留他性命的条件便是让他掏出50亿赔偿王家的损失。为了避免他们离开后就不认账，楚玉和他们约定好了时限，并在齐恒等3人的眉心里留下了一道印记。倘若时限已到，他们却不来精灵，到时印记就会自动引爆。今日正是玄天丹宗来精灵交赔款的时间，只是王天和没想到对方偏偏选在了他们祭祖时赶到，而且还带了这么多人，一脸面色不善。这看起来根本不像是要来赔款的，反而像是索债。王家主，几日不见了，今天怎么有这么多客人啊？齐恒率先上前一步，笑呵呵地问道。王天和冷哼一声：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来交赔款的吗？钱在哪里？什么钱？王天和一脸茫然地问道。看他装傻充愣，王天和眯起眼睛，冷冷道：当日你们在我王家拜给楚先生后，不是亲口说的要赔偿给我们50亿吗？现在记不得了？你说这事啊？齐恒仿佛这才恍然大悟，接着皮笑肉不笑道：你也真有意思，当时那个姓楚的拍死了我们玄天丹宗的长老，还霸占了我们丹宗的镇宗之宝九龙丹炉，你们现在怎么有脸和我们要钱的？反而是我等要向你们讨要当日在我玄天丹宗这里欠下的血债。那个叫楚玉的狗崽子在哪？要他速速给我滚出来受死！他这一出口，王家的4大宗师立即齐齐站出来，大胆！楚先生的名讳也是你这小子能教的？楚先生的手下败将也敢在这里犬吠？不用楚先生动手，我一人就能摆平你。虽然当日王家的4大宗师是不敌玄天丹宗的邱长老的，不过那是因为邱长老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且玄天丹宗以王天和的性命要挟，
根本没有给王家这4位宗师全力出手的机会。眼下，他们第一时间便将王天河保护在了身后。再加上齐衡这几人的实力根本比不上死在楚玉掌下的邱长老，因此见齐衡开口便侮辱了楚玉，视楚玉如神明的这4位王家宗师自然是不肯答应了。面对这4大宗师的压力，齐衡却面不改色，突然闭上眼睛，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他的反应让王家的一行人都为之一愣。过了一会儿，看齐衡还是没有任何动作，王家的宗师柯阳忍不住开口道：“你到底在干什么？不敢与我们一战，就快点按照约定将赔款奉上，然后滚出金陵。”急什么？齐衡缓缓睁开，笑盈盈道：“时间差不多了。”什么时间？柯阳等人还是一头雾水，却见齐衡笑容越发阴冷，缓缓说道：“你的死期。”什么？柯阳先是一愣，接着便感觉全身开始发软，本来滔滔燃烧的内力立即像是熄了火一样，再也使不出来分毫，甚至双腿都开始发软，险些没有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的余光看向其他几个宗师，却见他们的表情也变得极其难看，和他是一模一样的反应。不光如此，在场所有喝过骨汤的普通人眼下都像是灭了骨头一样，砰的一声趴在了桌子上，只觉得身上像是压了一座山，根本直不起腰。见到自己家的人和客人都稀里哗啦倒了一大片，王天河一脸震惊：“你们到底做了什么？”齐衡微微一笑，此时也懒得再隐瞒什么，而是直截了当道：“不好意思，你们的骨汤里被我掺进了玄天丹宗的秘药，所有喝过骨汤的人至少1个时辰无法再使出一丝内力，在这段时间内，你们就是待宰的羔羊，懂我的意思了吗？”这怎么可能？王天河满脸尽是不可思议。不过当他看向楚玉时，却见后者此时虽然已然安稳地坐在位置上，然而从他眉头紧蹙的样子来看，楚玉显然也是中招了的。竟然连楚先生也……王天河心里顿时陷入了绝望，同时他也很奇怪，这玄天丹宗的人到底是怎么下的手？骨汤熬制的时候，他可是安排了人时时刻刻在看着，就是怕有人对骨汤动手脚。期间他们家的4位宗师也用神识覆盖了整个家族，玄天丹宗的人不可能在这4位宗师在场的情况下偷偷混进他们王家，在他们的厨房里动手脚的，除非他们家族里有内鬼和玄天丹宗里应外合，这才布了这么大一个局。齐衡这时也见到了楚玉，脸色异常，不禁哈哈大笑：“楚玉啊楚玉，你当日杀我玄天丹宗的邱长老时不是很神气吗？要我等给你磕头时不是很狂傲吗？怎么现在也蔫了？”啊！楚玉闻言只是冷冷地盯着他，一句话也没说。见此，齐衡便知道楚玉这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故而他看向楚玉的眼神里平添出了一抹森然杀意：“你是不是一直都看不起我？是不是打死也想不到你这只玄宗师有朝一日会死在我这个小人手里？哼，今日我便亲手取你性命，震杀你这一代天骄！”说罢，他便大步上前，一掌便向楚玉的脑袋拍去。第138章，一念之间，爆王宗师。显然，齐衡是想复刻当日楚玉一掌必杀邱长老的一幕，同样用一掌把他拍死。现在的楚玉实力已经和普通武者没有什么两样，他这一掌下去，楚玉必然当场命运。不好！柯阳等人看到这一幕，顿时面色狂变，想要出手搭救楚玉。然而此时的他们失力感越来越重，连拦在楚玉面前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阻止齐衡了。王宇没有喝过骨汤，此时安然无恙。正在他想挡在楚玉面前时，一玄天丹宗的弟子便率先上前控制住了他，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没有作用。你们这群卑鄙小人，只会用这种办法对付楚先生吗？王宇眼圈都红了，疯了一样的大叫道。玄天丹宗的弟子呵呵一笑：“我们卑鄙又如何？结果好就是，你好好看着我们丹宗的齐师兄是怎么轻而易举的抹杀你心中的这位如神奇一般存在的楚先生的。”而这时，齐衡杀意慢慢的手掌已然距离楚玉的头越来越近，仿佛转眼间便能把楚玉必杀当场。而楚玉却依旧全身无力，支撑在桌子前动弹不得，只能引颈就戮。邱长老，您在天上好好看着，看着我是怎么为您报仇的。齐衡心里狂喜，心中大声喊道。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得手时，楚玉脸上的颓然之色一扫而空，转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让齐衡毛骨悚然的戏谑。知道吗？从你刚刚的废话一堆中，我倒是发现了你的身上难得有一处让我喜欢的优点。什么？见到楚玉居然还有力气说话，本来手掌都快拍到楚玉脑袋的齐衡，顿时像是受惊的野猫一样，蹭的一下窜出了好几米远，显然是被楚玉吓出了阴影。此时就宛如是惊弓之鸟，见到一点异常便会马上后撤开来。你怎么可能还有力气说话？你应该已经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楚玉。楚玉闻言却根本没有理会他，而是自顾自道：你唯一的优点便是自我认知非常明确，十分清楚自己确实是个小人无疑，也难怪你用出的伎俩都这么阴损，上不得台面。不过你到底是有多天真，才会觉得我会折在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之中？说到这里，楚玉笑容缓缓收敛，周身的气势也轰然一声爆炸开来，那让齐恒记忆犹新的压迫感再次充满了他的全身，令他的脸上不自由地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不可能，你明明喝了骨汤，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齐恒失声道。他对自己宗门的丹药药力还是十分自信的。楚玉喝下了掺有丹药的骨汤，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在1个时辰内也不可能恢复。难道他早就看出来骨汤有问题，所以并没有真正喝下去？刚刚楚玉面露颓态，只是在配合他们演戏。他自然不知道楚玉修炼过武当掌门亲自传授的太乙神功。确实，楚玉的确是在喝下骨汤前便闻出了这碗汤不对劲。即使如此，楚玉还是喝下了这碗汤。药效发作时，楚玉也确实有一瞬间陷入了失力感。不过这种感觉也只有很短的一刹那。当楚玉运转起太乙神功时，所有药效便全被化解掉了。倘若在楚玉药效发作的一瞬间，齐恒能立即对楚玉下杀手，他其实是有那么一丝希望能够在此要了楚玉性命的。可惜在这唯一能杀掉楚玉的宝贵机会下，他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话。等他动手时，楚玉早已恢复了正常。之所以现在才显露实力，不过是想戏耍一番齐恒罢了。就像是猫捉到老鼠后，总是要玩弄一番猎物。当猎物陷入疲惫、绝望，再也不能给猎人带来一丝欢愉时，猎物才会被吃掉。你应该没有忘记我在你们几个人的眉心中留下过可以自爆的印记吧？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念头，你们就会爆体而亡。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我要的50亿现在在不在这里？齐恒强作镇定，后退了2步，大喝道：你少在这里虚张声势，你给我们留下的印记，我们几人已经请宗门的长辈抹除掉了。你真以为你现在还能一个念头取走我们性命？开什么玩笑！我们想要走，你一个人能拦得住？闻言，楚玉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对他摇了摇，随后他的嘴唇动了动，吐出了一个冰冷的字眼：春。话音甫落，齐恒便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惨叫。只见有2个玄天丹宗的修士眉心泛起了一道金色光芒，正是当日楚玉在他们眉心里种下的夺命印记。不可能！齐恒面色大变，刚要说话，便见这2人轰然一声在他面前炸成了一片血雾。在齐恒以及所有玄天丹宗修士呆若木鸡的表情下，楚玉懒洋洋地开口道：你们到底是有多蠢，才会觉得你们宗门那几个实力不如我的废物长老有能力把我留下的印记完全抹除？说到这里，楚玉打了一个响指，齐恒瞬间感觉到自己头疼欲裂，眉心更是传来一股炙热的灼热感，仿佛是被烫伤了一般。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赶紧掏出镜子看，只见他的眉心也赫然出现了那道金色的恐怖印记。不要杀我！齐恒彻底吓破了胆子，扑腾一声跪在了楚玉面前，哭嚎道：我服了，楚爷，我彻底服了，我愿意支付那50亿，求您给我1天，不，给我1个时辰的时间，我保证把钱送到您的面前，我什么要求都愿意答应。别杀我，别杀我啊！面对着他凄惨的哀求声，楚玉的面色并未有丝毫同情。下一秒，齐恒也在众人的注视中炸成了血雾。机会，楚玉只会给1次，错过了便是错过了，只不过代价并不是钱能填补的，而是要用命。第139章，一眼看透，王明吓尿。这一刻，不光玄天丹宗的人吓傻了，金陵王家的众人也全都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短短的几个眨眼间，一个念头便瞬杀了齐恒等3位宗师级高手。此等手段简直鬼神莫测，宛如神迹啊！当楚玉平静的目光落在其余的玄天丹宗弟子身上时，一行人瞬间吓破了胆子，全都黑压压的跪成一片，叩头如捣蒜：前辈饶命，楚前辈饶命！他们这些弟子都是齐恒的师弟，见到自己最崇拜的师兄都炸成血雾了，他们哪里还敢和楚玉对着干？能好好活着，谁想自寻死路？此时他们已经后悔至极，信了那齐恒的邪，现在陷入了这等危险境地。早知如此，他们打死也不敢和齐恒一起同往啊！楚玉也懒得杀他们，只是淡淡开口道：5天时间，这个地点，我要看到100亿放在这里，少1分钱，我亲自上你丹宗，杀你满门，一人不留。楚玉的话字字如刀，直害得他们瑟瑟发抖，脸色惨白，也顾不上和楚玉讨价还钱，问楚玉为什么突然翻倍成了100亿，只得赶忙叩头应是，而后便匆匆忙忙地逃出了王家。
王天河也没想到，他以为的灭族危机居然被解决得这么快，赶忙对楚玉道：“楚先生，我们家汤里为什么会被玄天丹宗动了手脚？您若出了闪失，这对我们王家也绝对没有半点好处，我真的不知情啊。”说话时，他的表情十分忐忑。看来王天河是很怕。楚玉以为金陵王家私通玄天丹宗，一起设局对付他。楚玉看出了他的想法，笑着道：“王家主，你不必紧张，你没有做亏心事，我就不会拿你怎么样。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会背后捅刀的人。”王天河这才松了一口气，不停点头，向楚玉信誓旦旦道：“楚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一定找出下药之人，要是让我知道他是谁，我必定要他不得好死。”一旁的王明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刚看见楚玉中招，他是激动到了极点，然而见到楚玉安然无恙，他又差点活吓死，生怕那个齐衡把他给咬出来。等楚玉抹杀了齐衡三人，他这才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暂时安全了。毕竟当日齐衡找他的时候，家族的4个宗师都不在，这件事只有他和齐衡2人知道。齐衡死了，便是死无对证，没有人有证据指明是他下的药。当然，那天晚上的厨师也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只要他咬死了，自己当时就是去吃夜宵的，他就不会有事。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禁有些懊恼，心想这齐衡真是个废物，指望他杀楚玉真是太不切实际了。就在这时，他无意间抬起头，却见楚玉正盯着他，眼神之中带着淡淡笑意，那是一种能够洞穿一切的目光，仿佛只是轻轻一瞥，便能将他整个人看透，仿佛在此人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难道他已经知道是我下的手了？王明心里尖叫出声，尿都吓出来了。这时王天河也愕然道：“楚先生，您在看什么？”“哦，没什么。”楚玉摇了摇头，轻轻一笑：“我刚刚分心，在想事情。对了，我上次要你们准备的天才地宝，你们准备齐了吗？我想去炼一些丹药，顺便炼制解除骨汤药力的解药。”“哦，已经准备好了。小雨，带楚先生去看看。”王天河赶忙说了一声。王宇这才反应过来，在前面为楚玉引路。期间，王宇小心地问过楚玉，这次会不会是王家里出了内鬼？毕竟光靠玄天丹宗不太可能会这么悄无踪迹的把药下入骨汤内，令这么多人中招。楚玉闻言并未明确回答，只是摇了摇头：“我不好评价，还是由你们家自己调查吧。”事实上，楚玉方才看向王明的第一眼，就从他的表情基本上弄明白内鬼是谁了。之所以楚玉没有拆穿他，并非是因为没有证据。楚玉如果真要杀人，哪里需要什么证据？他不过是给王天河一个面子，不想他为难而已。毕竟他看得出来，王天河还是很爱他这个儿子的。如果楚玉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内鬼是王明，为了维护王家的颜面，王天河哪怕再痛苦，也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处死王明的。这是原则性问题。楚玉是不想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因此才想让王家自己解决此事。当然，王明这废物根本没有威胁到楚玉的能力，楚玉也懒得搭理他。他如果再犯贱，楚玉即使自己不动手，也会让王天河自己来清理门户的。拿到天才地宝后，楚玉便开始炼丹，给众人的解药还是比较好炼制的，只需要几样普通的醒脑药材加入丹炉，一会儿就有一炉丹药炼成。之后，楚玉便开始准备他自己真正要用的丹药，这些丹药是为他冲刺化虚巅峰这道坎而做准备的。另一头，天玄丹宗的一行弟子已经离开了金陵城，他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此行他们可谓是损失惨重。邱长老死后，齐衡便是丹宗的中流砥柱了，包括和他同行的2名修士都是实力极强的宗门核心力量。现在这3人被楚玉抹杀，对玄天丹宗而言，这绝对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而且受了这么大的挫折，他们都不知道回去之后怎么和宗门交差。本来此行失手，背锅的是齐衡，现在齐衡死了，宗门如果要撒气，自然也只能拿他们来撒。一想到回去以后还有那么多事情要面对，一行人便提不起什么干劲，甚至有了趁此机会退出丹宗就此跑路的想法。这样万一丹宗不想交钱，到时候楚玉来丹宗杀人，他们也能侥幸留得一命。就在此时，一枚纸鹤飞到了他们面前，是宗门的口信。一人捡起来将其捏碎，随即不知道他听到了什么消息，整个人立即从颓废转而变成了激动，并不是一般的激动，而是近乎喜极而泣。发生什么事了？其他几人见状都一脸茫然。那名丹宗弟子流着眼泪哽咽说道：“最新消息，死关之中传来了老宗主的口信，老宗主还没死，我丹宗有救了。”第140章求人的态度。听见这话，其他一行丹宗弟子都呆住了。玄天丹宗的老宗主原本就是化虚大成级武者，为了让境界更上一层楼，达到那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达到的巅峰之境，
已经闭了死关不知多少年，冲刺境界走火入魔而死，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由于此次突破异常困难，几乎可以说是逆天而行，玄天丹宗的老宗主在闭关前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提前立下了遗嘱。之前连玄天丹宗的高层都以为老宗主是九死一生了，如今谁也没想到，那死关之中居然还有口信传递出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不仅仅代表着他们的老宗主还活着，更昭示着宗主的突破进程十分顺利，距离破境也只有1指之隔，想必不日之后就能破关出了。这个消息让如今遭受重创的玄天丹宗众位弟子倍感激动。要知道，宗师境界的化虚巅峰与大成可不是一个小境界的差距，相差之远堪比天地之隔。等他们玄天丹宗的老宗主出山后，以他的通天境界想要镇杀楚玉这种化虚大成的指玄宗师，一手足矣。太好了，我们丹宗有救了！丹宗的一众弟子听见这个消息，都随那人一起喜极而泣。刚刚还满心恐惧，担心回宗会受到惩罚的他们，此刻庆幸自己没有提前跑路。老宗主出关了，楚玉那聊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想到这里，他们几个马上全力往宗门方向赶，打算一起在宗门死关前跪迎那位丹宗的至强者出关。楚玉还不知道玄天丹宗传来的这个爆炸性消息，由于当时楚玉杀丹宗这几名弟子时，金陵不少大人物都在场。祭祖仪式结束之后，王家的事情也在金陵城的市井里传播开来。金陵最热闹的茶馆内，为首的一个汉子信誓旦旦地说，今天上午的祭祖大会他就在现场。只听那位王家请来的那位俊秀的小先生打了个响指，几个如神仙一样的隐士宗门高手瞬息之间便砰的一声炸成了一片血雾，那场面震撼至极，简直比好莱坞大片还有视觉冲击力。我当时都看傻了，这辈子恐怕也忘不了。说到这里，男人咂巴了一下嘴，仿佛依旧意犹未尽。不过他刚刚说完，便引来嘘声一片，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还打了个响指，就把隐士宗门的强者杀了。你搁这说书呢，编瞎话也得编个像样点的吧？就是谁不知道你张大炮满嘴跑火车，我看你肯定是在吹牛。就是金陵王家的祭祖仪式，你哪有资格参加？听见他们的话，被叫做张大炮的男人一脸不爽道：我舅舅在王家干活，这次我是通过他的关系才要到了一个靠边的座位，虽然当时我离得比较远，但我敢肯定，我刚刚说的绝对没有半个字假话，否则天打雷劈。正在众人聊得正欢时，突然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你们刚刚提到了金陵王家，告诉我金陵王家怎么走？诸人闻声看去，却见此时门口站了3道身影，2女1男。为首问话的是一位身材极好的女子，她虽然不再年轻，但保养得很好，外表看起来不过是30岁出头，娇媚可人至极，身着一种苗域特有的服饰，衣服上还有不少银饰，看起来贵气逼人。在她身边则是一个表情冷漠的少女，20岁出头，宛如一块玄冰，令人看了便不禁觉得身上发冷，全身不自在，宛如是有虫子在身上爬一样。这2女一大一小，都是在场众人从未见过的极品美女，以至于众人看见她们一时间都看呆了。张大炮更是张着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看见她的神情，贵气女人蹙了蹙眉，眸子里透出一抹嫌恶之色。你到底知不知道？知道倒是知道。张大炮这才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一道略显猥琐的笑容。不过我凭什么告诉你？说真的，我对你这种命令一样的语气很不爽。你想让人帮忙，多少也得有点求人的态度吧。说到这里，他色眯眯地看了一眼2女，继而问道：对了，你们2个是姐妹还是母女啊？我一看你们就是外地来的，是不是第一次到金陵城？你看这天色也快黑了，你们要是没地方去，我可以让你们到我家借住一晚，嘿嘿嘿。你！贵气女人面有怒意，她身边的少女眸子里也闪过一抹渗人寒光。便在这时，一直站在他们身后的黑袍老者站了出来，满脸笑容道：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只是想问金陵王家在什么地方而已。你如果不想说，我们也可以去别的地方问。这个老男人和2个绝美女人看起来极其不搭，不仅年纪大，而且身材佝偻，相貌也丑，看得人极其败胃口。张大炮摆了摆手，让你身边这2个美妞陪我吃顿饭，你们问什么我都告诉你，不去就滚蛋吧，老子没这闲工夫和你们扯淡。听了这话，门口的3人这才转身离开。见此，张大炮对众人小声嘟囔道：我操，我才反应过来，这2个美女不会是被这个老头给包养的吧？这老东西得多有钱啊，才能养得起这2个尤物？他这么大岁数，身体受得了吗？哎呦喂，心疼死我了，真是牛角牡丹，暴殄天物哟。其他人一听，不禁摇头道：你别在这口嗨了，对别人不尊重，要是让他们听见了，小心没你好果子吃。对，我看他们的打扮好像是从苗域来的，我听说苗域的女人都会蛊术，非常不好惹，你小子可得小心着点，
管好你这张破嘴，小心人家对你下蛊，让你半身不遂，再也不能干大事。哈哈哈！张大炮一脸不在意，你们小说看多了吧？哪有什么蛊术？你让他们对我下个蛊我看看，吓唬谁呢？哎，真羡慕那老头啊！我要是能和这2个美人共度良宵，少活10年我都愿意。正说着，他突然觉得自己耳朵有点痒，于是下意识伸手去抓。第141章下蛊杀人。撕拉！只听一声脆响，张大炮居然从自己耳朵里抓出来了一条细长的蜈蚣。这一幕把其他人都看傻了，有怕虫子的女人已经忍不住尖叫了出声。然而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很快，张大炮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开始瘙痒难耐，不仅如此，还有一阵阵的剧痛伴随传来，就好像他的身体里爬满了无数条虫子，正在不停啃咬着他的肉一样，直疼得他龇牙咧嘴，很快就躺在地上不停打滚，哀嚎连连。我受不了了！张大炮惨叫一声，开始疯狂地撕扯自己身上的肉，很快便将自己扯得皮开肉绽。也是这时，恐怖的一幕发生了，只听一声声血肉炸开的声音响起，无数条黑色的蜈蚣从张大炮的眼窝里、耳朵里、鼻子里以及身体各处破体而出，很快便爬满了整个茶馆。茶馆内顿时响起了无数声惨叫，有的人疯狂往外逃命，有的人则是颤抖地站在桌子上。然而这些蜈蚣却并没有伤人，而是一股脑地向外而去，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再看张大炮，早已没了气，身上还有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虫洞，很多地方连白森森的骨头都清晰可见。他是被这些蜈蚣生生咬死的。闻着这刺鼻的血腥味，不少人开始干呕，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从未有过的恐惧感。想起不久前离去的那2个苗玉女人，众人心中同时冒出一个念头：难道真的是他们用蛊把张大炮杀了？还有人跑到外面看，仿佛是想找那群蜈蚣是爬向哪了，结果却见这群蜈蚣爬出去没有多远，便融化成了一滩滩黑色的腥臭虫液。与此同时，正行走在金陵街头的苗玉少女唇角上翘，露出一抹杀视好看的浅浅笑意，仿佛她已经得知那登徒子惨死的消息了。佝偻身体的老者叹了一口气，小声道：圣女，我不是和您说过吗？在外界还是尽量别用蛊术杀人，万一引起了什么不该惹的人注意，我到时怕保护不了您和教主呀。少女闻言直面无表情道：他该死。虽然当时张大炮口嗨时压低了声音，但他那肮脏不堪的话还是被少女听入了耳中，也是因此他才起了杀意。贵气女人柔声道：千柔，林长老的话你要听，外界不比我们苗玉，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还是有很多高手在的。别忘了我带你出来的目的，你如果继续惹是生非，下次我就不带你出来了。被唤作千柔的女生显然很敬畏这个贵气女人，闻言便乖巧的点了点头，小声道：我知错了。见此，女人才揉了揉她的脑袋，眯眼笑道：不过这次的事我就不和你计较了，那贱男人确实该死，下不为例，知道吗？少女连连点头，一旁的老者则是满脸无奈。这一行3人正是来自于苗玉巫教，贵气女人便是巫教的教主温雨明，她身边的少女便是巫教的圣女夏千柔。至于一直跟随二者身边寸步不离的黑袍老者，则是巫教的护法长老凌云。他从小就在巫教长大，蛊术甚至远在教主之上。此行是专门为了保护夏千柔与温雨明安全的。至于温雨明这次突然出关，自然也是事出有因。当年就是他给王天河下了绝命寒蛊，令王天河备受折磨，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蛊毒发作，痛不欲生。然而在不久前，他竟然感受到自己下的寒蛊被什么人给驱除了。他可不想让王天河好过，这才决定出关，再次给王天河下蛊，顺便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多管闲事，胆大包天，连他这位巫教教主亲自下的蛊都敢解。教主，王家的位置倒是不难打听，今天天色不早了，要不然我先带您找个酒店住下来，等我把情报收集齐全，明天我们再去王家与他们算账。凌云长老试探地问道。温雨明点了点头，语气战寒道：这样也好，你给我好好查查解蛊的人是谁，敢管我的这桩闲事，我一定要他生不如死。天黑时，楚玉还在丹炉前控火，此时丹炉的第1炉丹药基本上已经要成型了，照这个速度下去，倒是有望在明天便将丹药炼成。正常来说，这种级别的丹药区2天时间是远远无法出炉的，不过得益于这9龙丹炉炼丹效果和效率都比寻常丹炉高出不少，楚玉的丹药才能成型得如此之快。怪不得这群玄天丹宗的弟子不要命也想把丹炉拿走，这9龙丹炉确实是好用啊。看时间不早了，楚玉把丹炉调成了小火，便准备回酒店了。这时王天河才询问楚玉什么时候离开金陵。
楚玉想了想，等明天丹药练完我就走吧。一听这话，王天和不禁有些担心道：可是如果1周后玄天丹宗的那群弟子来了？楚玉对他笑着道：王家主，此事你不用担心。今天我当着他们这么多弟子们的面杀人立威，他们的胆子早被吓破了，不敢再和你耍花样。你到时候只管收钱便是。他们要是不来，你和我说一声，我亲自去一趟丹宗，要他们知道违约的下场是什么。楚玉当初和丹宗弟子说过的那句见不到钱就杀上丹宗，把他们满门杀光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玩而已。这群败类宗门的弟子，楚玉杀起来可不会有任何手软。他相信这群人是不敢把他的话当放屁的。可是这100亿不是说好的是送给楚先生您的吗？我们怎么能收呢？要不然您还是再多待1个星期再走吧。王天和尽力挽留道。楚玉这么优秀的年轻人，他确实是不舍得放弃离开。不带了，我想我闺女了。这样吧，这100亿你我平分，到时候你把50亿转到我的账户上即可。楚玉如是说道。第142章，迷途的小猫。听见楚玉这么说了，王天和也只能点头。他确实也不太担心玄天丹宗的事了，毕竟被楚玉连杀这么多高手，玄天丹宗哪里有胆子再来找楚玉，找他王家的麻烦。既然如此，那我也不挽留楚先生了，祝您一路顺风。对了，明天晚上金陵有一场烟火大会，您到时候带着朋友一起来参加吧。王天和道。楚玉好奇地问道：烟火晚会很盛大吗？当然，这也是金陵的特色之一，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您好不容易来了一次金陵，不看一看太可惜了。楚玉想了想，反正明天他应该还会在金陵留1天，后天再出发回云海也无妨，便点头答应了下来。等楚玉离开王家回到酒店时，正当他打算回房间把烟火大会的消息告诉二女时，突然见到2楼的走廊里有一道倩影静静站在那里。少女样子清幽绝美，着一身白裙，青丝飘摇。此时她手握一个冰激凌，正微微蹙眉，看着走廊里眼花缭乱的房间号，俏脸之上全是迷茫之色，像一只迷途的小猫一样。楚玉见状便上前询问道：你怎么了？找不到自己房间了吗？少女扫了一眼楚玉，并没有回话。楚玉又道：你要是找不到房间的话，我可以帮你的忙。依旧没有回复。少女仿佛听不见楚玉的话一样，根本没有理会他。见他如此高冷，完全不对自己做出回应，楚玉只好摇了摇头，不再管他，打算径自去电梯处回自己房间。不过走到电梯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却见那个少女还是站在原地，孤零零的，看起来十分可怜。眼见天色越来越晚了，楚玉叹了一口气，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再度折返了回去。给我看看你的手牌。说着，楚玉便将手伸向了少女的手腕。少女被楚玉的动作吓了一跳，正打算推开他，楚玉却已经握住了她的手腕。7、8，你的房间在7楼，跟我来吧，我带你回去。楚玉说着便率先在前面引路。这座酒店算是金陵最大的一家了，楼层很高，而且每一层都有很多房间。如果是第一次入住这种酒店，找不到回去的路倒也正常。不过一般情况下，去酒店前台找酒店的工作人员，便会有人带着回去了。只是看着少女活脱脱和个小闷葫芦一样，连话也不和陌生人说，让她主动去和酒店的工作人员求救，显然是不太可能。听到楚玉的话，少女站在原地，显然是纠结了一下，要不要和楚玉走。想了一会儿，她还是深吸了一口气，小跑着跟了上去。二人进入电梯后，楚玉便按亮了7楼的按钮。随着电梯门缓缓关闭，少女的脸色也有些发白，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你以前没坐过电梯吗？楚玉注意到了这一幕，诧异地问道。看她的样子，很像是头一次坐电梯，有很强的幽闭恐惧症的症状。他点了点头，心脏已经开始有些疼了。见状，楚玉为了帮他分散一些注意力，便开口道：那我们聊聊天吧，你不用怕，电梯很快就到了。你叫什么名字？文言。少女第一次开口，嗫嚅道：夏千柔。看她说话了，楚玉还有些意外，于是便继续问道：你和家人入住酒店的时候没有坐电梯吗？她摇了摇头：不是有楼梯吗？你们是走楼梯上的7楼啊？楚玉有些惊愕道。闻言，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楚玉心中奇怪，心想这个少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这个年代没坐过电梯，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了。就在这时，只听叮的一声，电梯的大门终于缓缓打开。少女赶忙扶着墙走出了电梯，这才注意到自己已经满头都是冷汗。我扶你走吧。看她双腿发软，看起来还没有恢复正常，楚玉便问了一句。少女摇了摇头，看起来似乎十分不想和楚玉有什么肢体接触。不过见他这样实在走不动道，楚玉只能强行缠住了他的胳膊，搀扶着他继续向前。你放心好了，我就送你到你的房间门口，然后我就离开，不会对你做什么的。虽然对陌生人有防范之心是好事，但你也未免防得太过头了吧。楚玉一脸无奈道。夏千柔没有说话，
但一只手已经悄无声息地夹住了一只黑色蛊虫。倘若楚玉有任何不轨的意图，他会马上对楚玉动手。等到了他的房间门口，楚玉才松开了他，问道：“你会用房卡吗？”他点了点头。那我走了，你要是记不住房间在几号，下次不要一个人出来，这么晚在外面太危险了。说着，楚玉便转身离开。夏千柔看着楚玉的背影，连忙开口道：“等等。”楚玉回过头，奇怪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叫住自己有什么事。谢谢你。夏千柔小声道。小事一桩。楚玉先是一怔，接着扬唇一笑，对他挥了挥手，这才继续向电梯走去。目送楚玉离开，他才转身用房卡开门。房间里，巫教教主温雨明刚刚洗完澡，包裹着浴衣出来。他的身材很好，哪怕是浴衣也有些裹不住。为了更舒服，他也就穿得宽松了许多。反正房间里也没有男人。见到夏千柔进门，他便问道：“你刚刚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久才回来？”酒店里有免费的冰激凌可以吃，我去要了一份冰激凌，然后就忘了怎么回来了。他长呼一口气，一副劫后余生的样子随意了很多，和在陌生人面前时那份矜持和紧张完全不同，简直像是两个人一样。你从小在巫教里长大，门都没出过几次，第一次来这种大城市的酒店，还是别乱跑了，听见了没？说回来，你是怎么找到房间的？温雨明好奇地问道。第143章暗杀计划。有一个好心人带我回来的，他长得还蛮帅气的，人特别好。夏千柔眼睛发亮道。男人？什么人？你问过他的名字和身份了吗？温雨明立即警惕了起来。没。夏千柔摇了摇头，而后吃了2口快要融化的冰激凌，小声道：“他不像是坏人，只是带我回房间，没有做什么多余的事情。傻姑娘，我们现在是在精灵，这里卧虎藏龙，你最好不要和陌生人有太多接触，知道吗？”夏千柔哦了一声，便坐在了床上，一边看起了电视，一边津津有味地吃起冰激凌。来到精灵后，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以前在巫教时，他从来没看过电视，没有坐过电梯，每天做的便是修炼蛊术，作为圣女享受巫教教众的顶礼参拜。这种生活枯燥而乏味，他早就想出来逛逛了。故而这次听说温雨明要出门，他才死缠烂打，要跟着一起来精灵。就在这时，有一阵敲门声响起，随后门外传来了凌云的声音：“教主，是我已经打听到王家的情报了。”听见这话，温雨明赶忙给他开门。凌云刚一进来，就看见了温雨明的打扮，目光不禁一呆。不过很快，他便低下头，小声道：“回教主，王家的位置我已经摸清楚了，只是这个王家比我们想的还要厉害许多。我刚到他们家附近，便感觉到了，他们王家内至少有4名宗师级别的武者坐镇。有这些人在，我们想进入王家，简直比登天还难。这4位宗师只要在王家，任何外人想要混进去，都不会逃出他们的神识探查，除非来者的境界远胜于他们，有能力隐藏自己的气息，让他们探查不到。不过凌云等人虽然蛊术出神入化，却不算是什么实力强大的武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什么？听了这话，温雨明不禁蹙眉。那怎么办？你有其他办法吗？办法还是有的。凌云点了点头，继续道：“我听王家的人说，明天晚上金陵有一场很盛大的烟火晚会，到了那时，参加的人很多，场地也很大。王家的宗师们虽然会跟着同往，不过在这么嘈杂混乱的场景下，他们的探查能力是做不到可以锁定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再加上我们身上并没有什么武者的气息波动，不会引起他们的警惕。我们到时候可以很轻松地接近王天河，然后悄无声息地将蛊虫种在他的身上，全身而退。”一听这话，温雨明眸子顿时一亮。好，就这么办。说到这里，他看向正在吃冰激凌的夏千柔，伸手拿起遥控器关上了电视。千柔，别看了，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你已经听见了吧？明天晚上的烟火大会就是我们最佳的动手时机。我打算让你去给王天河下蛊。夏千柔一脸茫然：“我一个人吗？”“对，不然呢？你以为我带你出来，真是让你来玩的？”温雨明白了他一眼：“我和林长老的样子，那个姓王的都是见过的。我相信他的记忆力很好，只要我们靠近他，被他注意到，他是一定能认出我们身份的。你是他唯一没有见过的人，自然最好对他动手。”夏千柔闻言想了想，而后点头：“好吧，我明天去给他下蛊。怎么样，你能行吗？”温雨明看他答应的这么爽快，不禁有些担心地问道。他倒不是担心夏千柔的蛊术不过关，身为巫教圣女，夏千柔的蛊术只在他和凌云之下，他只是有些顾虑。夏千柔从小就没出过几次巫教，一个人去那么大的烟火晚会，周围还有那么多人，他会不会慌了阵脚？我没问题的，放心好了。夏千柔倒是拍着自己的胸脯，看起来十分自信。说着，他又问道：“不过烟火大会是什么？很好玩吗？”听了这话，本来有些放心的温雨明又担心了起来：“你没问题吗？你可不是去玩的，
知道吗？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到时候让林长老和你一起去好了。我到时候可以伪装一下。林云点了点头，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的。林长老伪装起来，不是更吸引王家的人注意吗？夏千柔摇了摇头，听他这么说了，温雨明也只好相信他。好，千柔，你到时候不用怕，下王谷就走，我和林长老到时候会在不远处接应你。就算你被王家的人发现了，我们到时候也会保护你离开。听了这话，夏千柔心中就更没有什么顾虑了。有温雨明和凌云二人接应他，他自然是不怕什么王家的宗师了。对了，林长老，你调查出来是谁给王天和这个负心汉去除了蛊毒吗？温雨明又问道。凌云点了点头，我和一个王家的下人旁敲侧击地问出来了。他说这个人叫楚玉，是一名很厉害的指玄宗师，正是他帮王天和解开了蛊毒。楚玉，温雨明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眸子里闪过一抹杀意。指玄宗师又如何？胆敢管我的闲事，救他不该救的人，这个姓楚的也该死。他现在心里全是报复王天和的想法，任何和王天和有关系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夏千柔听了，便轻笑道：明天烟火大会，那个楚玉应该也会到场。如果我碰见了他，就顺手除掉便是。管他是什么宗师，被我种下蛊毒后，他也只有死路一条而已。听见他的话，温雨明不禁揉了揉他的脸。这件事我自己来就是，明天你只管对付那个王天和，这个人不好处理，我怕你有危险。没事了，教主，我能行的，你也太看扁我了。夏千柔不满地抗议道。不行，这个人交给我处理，你别轻举妄动。温雨明还是摇了摇头，这次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夏千柔只能点头，心里却想，那个人叫楚玉是吗？哼，你最好给我小心着点，别让我碰见你，否则我必要你的狗命。第144章，一场烟火为他践行。夏千柔此时还不知道，他此时最想杀掉的楚玉刚刚才领他回房间。另一头，楚玉回了房间后便找到了二女，告诉了他们明天晚上烟火大会的事。如楚玉所想，一听这话，二女的眼睛都亮了。咦，明天有烟火大会吗？那我们后天再回云海也好。蓝初然说道。曹彤彤也用力点了点头，我听说精灵的烟火大会非常热闹，到时候现场还有很多精灵特色美食摊位，楚玉哥哥，明天你要带我一起参加啊。楚玉对他们道，放心好了，我来告诉你们这件事，自然是要带你们一起去凑凑热闹的。听见楚玉的话，曹彤彤立即欢呼一声，好爷。初然姐，你跟我来一趟房间，帮我看看明天穿哪件裙子更合适。见状，楚玉好奇地问道，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感情这么好了？我们一直不错呀。蓝初然眨了眨眼睛，如是道。曹彤彤脸上也是一副肯定的表情，心里则嘟囔道，要是除了他以外还有别人能帮上忙，我才不会找他呢。同一时刻，精灵王家，王天和在书房里按揉着太阳穴，一脸疲惫。爸，您怎么了？身体又不舒服了吗？王宇进门看见这一幕，不禁怔了一下，而后才走过来关心地问道。不，没什么，就是今天莫名的有些心慌，又眼皮也一直跳，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一样。王天和若有所思地说道。王宇闻言便笑着道，老爸，你不要太迷信了，眼皮跳是很正常的现象，肯定是你没休息好，早点睡觉吧。但愿吧。王天和笑了笑，但心里却一直安定不下来。他并非是迷信的人，只不过他记得很清楚，自己上一次如此心慌，眼皮跳得这么剧烈，还是他时隔多年重回苗域的那一天，也是那一天他被温雨明种下了寒蛊，被蛊毒折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今这种莫名的心慌再次浮现，这很难不让他多想，难道是他来精灵了？却在这时，王宇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爸，精灵的烟火大会应该还有1个月才开始吧？是您让市里改变了时间，让他们在明天晚上举办的吗？王天和点了点头。楚先生这2天就要离开精灵了，用这场烟火大会为他践行也挺好的。而且我没陪你们一起参加过烟火大会吧？明天我们一家人便轻装简从，一起去看烟花吧。王宇面色一喜，好呀，那我明天就不安排太多人跟着我们一起了，只带上柯阳宗师随行保护吧。可以，其实不带他也无妨，精灵应该没有什么人，胆大包天倒敢在这么大庭广众之下刺杀我吧。王天和呵呵一笑道，的确是这样，但多做一层保险准备总是没错的嘛。王宇说着便哼着小曲出门去了。自从王天和体内有寒蛊以后，他便不能在晚上出门受凉，否则必定会刺激寒蛊，疼痛难忍。也是因此，每次的烟火大会他都没有参加过。如今他体内的蛊毒出狱，王天和最想做的还是和家人一起出去玩玩，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次日，楚玉一早便来到了王家，到了九龙丹炉前，继续准备炼制丹药。王家这次给他准备的天材地宝十分充足，楚玉的丹炉里已经有7枚已经成型的丹药，
这7枚丹药如果拿出去卖的话，每一枚都至少可以卖上几十亿的天价。这也是为什么楚玉将天玄丹宗给的100亿都不是很放在心上。有了九龙丹炉以后，楚玉如果想赚钱，只要抽时间炼制几枚丹药，送到夏国最大的几家拍卖会里，源源不断的资金自然便会滚滚而来。也是因此，古时候的炼丹师基本上没有谁是缺钱的，更别说在现在这个炼丹术已经几近失传的时代，炼丹师更是吃香，根本不会缺钱花。时至下午，楚玉的丹药终于出炉。本来丹药早就已经炼制好了，不过楚玉为了让丹药的药效达到最大化，特意多炼制了一段时间。此时出炉的7枚丹药已经近乎于是完美成色，丹纹、丹云一应俱全。柯阳在一旁看了都不禁啧啧称奇，即使他对丹药一窍不通，也能感觉得出来，这7枚丹药蕴含了无比恐怖的药效。看着柯阳呆呆地看着丹药的样子，楚玉不禁打趣道：“怎么，你对这丹药有兴趣？”一听这话，柯阳赶忙摇头：“不敢。他知道这可是楚玉要用来修炼的丹药，自然不敢露出任何垂涎之色，生怕因此触怒楚玉。看他如此小心的样子，楚玉哑然失笑：“你不必紧张，其实这丹药即使送给你，也不适合你来服用。这是我用来冲刺化虚巅峰的辅助丹药，药力不是你这种境界的宗师能消化的。你如果强行吞入腹中，不仅不会对你的境界提升有任何帮助，还会令你反受其伤。”闻言，柯阳有了个想法，不禁问道：“那楚先生，您是不是有办法能炼制出可以让我这种境界的宗师强行提高境界的丹药？”柯阳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目前的境界基本上已经摸到了顶，这就是他的上限了。他在刻苦修炼，也很难让自己的境界往上前进半分。如果楚玉能有丹药可以让他突破境界的上限，强行拔高实力，他倒是想恳求楚玉帮他炼制一颗。这么多年，他也攒下了不少积蓄，用钱来买也不成问题。楚玉闻言轻笑了一声，道：“我确实能炼制出这种丹药，不过我并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提高境界。有个成语叫做拔苗助长，你应该听说过。我虽然可以用丹药短时间内将你的境界提高，但你知道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吗？”第145章，若有将来，必定报答。请楚先生赐教。柯阳立即拱手道：“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如果强行占据，必然会让你受到天伤，令你的寿命大幅缩减。寻常的宗师活上200岁不成问题，如果你用丹药提升境界，你会发现你将老得非常快，100年便已经是上限了。而且用丹药强行拔高的境界不属于你，你也没有完美驾驭它的能力，每次你动用内力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内伤。就像是在一个小瓶子里强行装上2个瓶子才能容下的水，即使能勉强装下，瓶子也会因此而被撑裂。我的话你能明白吗？”楚玉慢悠悠道：“丹药对武者而言，最好的作用还是辅助而已。如果想将其作为投机取巧的捷径，必然会反受其害。楚玉是准备突破境界，才打算炼制几枚丹药辅助自己修炼。他本身的实力足以消化这7枚丹药的无穷药力，因此楚玉使用这几枚丹药，并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柯阳听了楚玉的话，面有所思，点头道：“我明白了，果然修炼一途没有捷径可走。哎。”看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楚玉开口道：“你也不用太过沮丧，虽然我看得出来你的境界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上限，不过这并不代表你没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只要你能在此道持之以恒的探索，你会有机会激发潜能，找到突破上限的方法。这样吧，我在离开前会帮你炼制一些适合你的辅助丹药，你可以在修炼时配合着使用，说不定会对你的修炼有所帮助。”听了这话，柯阳顿时面露惊喜之色：“多谢楚先生。您放心，价格方面绝对不是问题。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行了，我不会收你钱的。”楚玉摇了摇头，柯阳的那点积蓄，楚玉还看不上，而且帮柯阳炼制的丹药比他要用的简单不少，也不需要什么很昂贵稀有的天材地宝，用不了特别长的时间就能炼制一炉。于是楚玉便将他需要的药材清单写给了柯阳，柯阳马上便小跑着去为楚玉准备。等他准备齐全后，楚玉便开始帮他炼丹。约莫2-3个小时后，楚玉便炼制了满满一炉的丹药，打眼一扫，应该有上百枚，足够柯阳使用很长一段时间的了。柯阳收下丹药后，心中感动无比，立即对楚玉正色道：“楚先生，您的恩情我没齿难忘，将来若我能有些许作为，我定然要报答楚先生您的再造之恩。”楚玉只是随耳一听，并没有真指望将来柯阳能报答他什么，因此只是对他点了点头。看天色也快黑了，楚玉便伸了个懒腰，打算离开了。我要回去一趟，晚上要参加烟火大会。柯阳，你让人把这尊丹炉装好，帮我送到云海云顶山庄的1号别墅里。柯阳马上道：“放心吧，楚先生，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运送的时候，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会亲自跟车护送，保证不会出问题。”听见这话，楚玉就放心了。
柯阳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有他跟车同行，楚玉也不用担心路上会出麻烦。而后，楚玉便回了一趟酒店，准备稍作休息一下，等烟火大会快开始时，再和曹彤彤和蓝初然一起同行。金陵月色公园，这是云海市风景最好，也是面积最大的公园，是欣赏烟火的不二之选。每年的烟火大会都会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到这里看烟花，因此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时，这里已经有不少美食摊位提前占据好了位置，开始为晚上的烟火大会做准备。等天色完全黑下来时，这里已经人群涌动，彩灯葳蕤。因为这个公园本就是金陵王家出资建造的，因此王家也有权利对此进行管理。为了防止到时候公园里涌进来的人太多，造成踩踏事故，王家有意限制了人数。想到这里看烟火是需要准入券作为入场资格，想弄到准入券，至少是要在金陵有些身份地位。能有资格进入月色公园看烟花的，大多都是非富即贵。千柔，这是准入券，林长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到时候手持这个就能进入月色公园。等王天和这个负心汉来了，你就给他种下寒蛊，然后马上离开。他的蛊毒发作需要一段时间，在此之前你是很安全的，不用害怕。我和林长老也会在公园门口接应你的，如果你里面出现了状况，我们会立即进来救你。温雨明说着，便将准入券交给了身边的夏千柔。夏千柔点了点头，放心吧，教主，我一定完成任务。说着，他便拿着准入券，有些激动地进入了月色公园内。他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集会，本来还是有些期待的。然而，刚刚进去逛了没多久，他的额头便布满了香汗。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周围穿梭的人群、嘈杂的声音，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灯，令夏千柔大脑缺氧，呼吸困难。置身于陌生的人群里，他只觉得自己像是一条脱了水的鱼，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和恐惧感几乎要将他吞噬。这时，天上响起了一声声巨响，很快，炫目的烟花便在天空盛放。公园里的人们都不禁抬起头，看着天空的烟花，面露惊异之色。唯独夏千柔捂住了耳朵，根本没有欣赏的想法。这个地方太可怕了，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对他而言，这里分明是地狱啊！楚玉和二女来到公园门口，烟火大会已经开始了。由于看守门口的都是王家的人，基本上都认识楚玉，因此楚玉并不需要手持什么入场券，也轻而易举地带着曹彤彤和蓝初然进入了公园里。好漂亮的烟火呀！蓝初然抬起头惊叹道：“那里有好香的味道，有好吃的，快跟我来！”曹彤彤小鼻子动了动，马上就顺着香气小跑了过去。楚玉和蓝初然怕他一个人跑丢了，也只能赶忙追了上去。第146章，夏千柔的请求。虽然在此之前，曹彤彤和蓝初然几乎已经把金陵所有出名的美食街都逛完了一遍，不过在烟火大会的公园里，二女还是发现了很多自己没见过的小吃。曹彤彤是个十足的吃货，看见这么多好吃的，马上就和脱了缰的小马驹一样。楚玉拉都拉不动，无奈之下，他只能嘱咐蓝初然帮忙照看着他，别让这小丫头跑丢了。而后，楚玉便打算逛逛这里的烟花摊位，准备挑几种有意思的烟花给女儿圆圆买回去玩。这里出售的烟花种类繁多，楚玉都有点挑花了眼了。没过多久，他就买了满满一大兜烟花。就当楚玉感觉差不多了，准备回去和二女会合时，他突然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个不起眼角落有道人影正蹲在那儿，不停发抖。楚玉走过去一看，不禁愣住，这不是夏千柔吗？她怎么在这儿？好奇之下，楚玉便走上前询问她哪不舒服。听夏千柔说她一进公园就这样了，楚玉先是一怔，接着看了一眼四周的嘈杂的人群，愕然问道：“你是不是太久没出过门，有人群恐惧症？”夏千柔一脸茫然，显然不知道楚玉说的人群恐惧症是什么意思。楚玉只能将此症状和他慢慢解释了一遍。此症状大多发生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和外界有过多接触的人身上。有此症状的患者突然离开自己的安全区，独自一人来到人群密集的陌生场所，便会感觉到胸闷气短，呼吸不畅，甚至会有阵阵的晕厥感。这种症状和现在的夏千柔倒是十分的吻合。那应该是吧？夏千柔听楚玉解释完，便如是小声地说了一句。楚玉叹了一口气，对这个神秘的小姑娘越来越好奇了。他现在有些怀疑，这个小妹妹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几次门？怎么不仅没坐过电梯，待在幽闭的空间会极度不适，现在来到人群这么多的陌生场所，居然还会有这种不良反应？自闭的人，楚玉是见过的，但自闭成这种样子，楚玉真是头一回见。你抓着我，我带你去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下。楚玉只得道。他本来是想扶起夏千柔的，不过想起之前夏千柔对他的接触表现出那么强烈的抗拒感，现在他的情况又这么差，楚玉这才没有敢轻易碰触他，而是让他抓着自己，这样他也能稍微安心一些。如果是之前，
一个陌生人要带她走，夏千柔肯定是不会答应的。不过现在她的身体实在是撑不住了，这才乖乖地抓住楚玉的衣角，跟着她来到了公园的湖畔。这里的人很少，只有些许几个情侣靠在一起散步，倒是很适合让夏千柔缓口气。坐在湖畔的石子地上，深呼吸了几口，夏千柔的脸色这才好了很多。而后她才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楚玉开口道：“谢谢你，又让你帮忙了。”“不用客气，不过我挺好奇的，你到底是从哪来的？而且你身体这么差，为什么你家里人会让你一个人出门？不怕出什么意外吗？”楚玉问道。夏千柔犹豫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不过又没有开口。看他似乎不想回答，楚玉也只得道：“算了，你不想说应该也有你的原因，我就不多问了。没其他事的话，我就先走了。你休息一下，一会儿也回去吧。”“等等，你是王家的人吗？”夏千柔见状叫住了楚玉。楚玉不懂他为什么这么问，于是摇了摇头：“你说的是金陵王家吗？我和他们有过接触，不过并不是他们家族的人，交情也不算特别深。你问这个做什么？也就是说，你认识金陵王家的人了？”夏千柔面色一喜，接着她看了看四周，见没有可疑的人，这才继续开口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来历和这次的目的，不过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在开口前，你得先保证我和你说的事情，你不许对外人透露半个字。”见他认真的样子，楚玉有些意外，倒是也挺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秘密，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他。夏千柔这才放心了，开口道：“其实我来自苗玉巫教，是巫教的圣女，这次我是专程要找一个负心汉算账的。他的名字叫王天和，是金陵王家的家主。在许多年前，他曾经欺骗了我们巫教教主的感情，因此我们教主对他种下了寒蛊。然而最近有个姓楚的王八蛋，居然帮他解了蛊毒。我这次来，正是要再次对他中蛊。你既然不是王家的人，和他们也没什么交情，不如掩护我到那个王天和的身边，剩下的事就不需要你管了。你帮我这个忙，我们巫教便欠你一个人情，将来你如果有需要，我们巫教也会助你一臂之力的。怎样？”楚玉听了不禁呆住，而后他表情复杂道：“你说的这个姓楚的王八蛋，他是不是叫楚玉啊？”“对，你难道也认识他？”“我当然认得。”楚玉面露尴尬之色。“他哪里是认的？他就是本人啊！”夏千柔听了这话却更激动了。“那正好，如果一会儿你见到了这个楚玉，也和我说一声，我顺便取他狗命。”“你取他的命？”楚玉怪异地看了他一眼，讪讪道：“我奉劝你别有这个想法。据我所知，这个楚玉的境界很高，是一名指玄宗师。你如果想对他动手，怕不是要把自己都折进去？”夏千柔哼哼一笑，一脸得意道：“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什么狗屁指玄宗师，本圣女一颗蛊虫下去，保准他疼得撕心裂肺，犹如百虫噬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听了这话，楚玉后脊不禁一凉，心里无奈地想到：这死妮子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怎么心肠如此狠毒？我不就帮王天和解了个毒，你至于把我往死整吗？第147章，我看错你了。楚玉真没想到，他帮王天和解了蛊毒，反而让他被苗玉巫教盯上了，而且他身边就有个小圣女，一脸咄咄逼人的和他商讨着如何把他折磨致死。我和你一共也就见过2面吧，你就这么信任我，这么快就把你的计划和我全盘托出了？你不怕我向王家告密？楚玉打量着他问道。我觉得你值得相信。夏千柔道。他2次遇见楚玉，楚玉都有机会对他动手。如果楚玉是一个心怀不轨之心的小人，早就会露出马脚了。当然，我虽然信任你，不过丑话我要说在前面，你如果敢背叛我，辜负我对你的信任，我一定会用蛊术让你命丧当场。夏千柔板起小脸威胁道。闻言，楚玉忍不住摇了摇头。你放心好了，我既然答应过你会帮你保密，就不会出尔反尔的。这么说，你愿意帮忙了？夏千柔眸子一亮。楚玉耸了耸肩，我没说要帮你啊，我只是说会帮你保密而已，掩护你给王天和下蛊这件事，我帮不上忙。我也劝你别有这种想法，今天王天和虽然会来这里看烟花，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会有宗师级的高手保护。你这样的小姑娘，在他身边露出半点杀意，都会马上被发现，到时候你绝对小命不保。夏千柔秀眉一蹙，你是不是怕了？别担心，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们巫教的教主，还有一位本事通天的长老，都在附近埋伏着呢，等待接应我。就算真出了岔子，我也不会把你牵连进来的。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不是他现在身体不舒服，需要一个人帮忙掩护，提高下蛊的成功率，他也不想再临时找一个陌生人帮忙。眼下为了完成温雨明交给他的任务，他十分迫切地想说服楚玉回心转意。楚玉闻言只是摇了摇头，干脆地拒绝道：我不会帮忙的。你……夏千柔不禁急了，想不到你看起来像个男人，却比我一个女孩子还要胆小懦弱，我真是看错你了。你不帮忙拉倒，真以为没有你
我就成不了事了。说着，他便气愤地站起身，一把推开了楚玉，向着公园的人群方向走去。这小姑娘脾气还挺大，不是叫千柔吗？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温柔啊？楚玉忍不住嘟囔了一句。休息过后的夏千柔回到了热闹的人群里，虽然还是会感觉到十分不适，但已经不会和刚刚进来时那样连站都站不稳了。王天河，我一定要找到你，就算没有人帮忙，我一个人也能完成任务。夏千柔咬着牙想到，而后便开始在公园里四处搜寻王天河的身影。在出发前，凌云给他看过王天河现在的照片，虽然他现在脑袋乱糟糟的，对照片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不过他有自信，只要他见到了王天河，绝对能认得出来他。一番寻找后，夏千柔终于发现了目标。今天的王天河的确来了，而且身边只带了王宇和柯阳。本来他是打算叫上王明也一起来的，不过自从玄天丹宗的人落荒而逃后，王明自知他的家主梦也泡汤了，便又变成了先前那副颓废的模样，哪还有什么心情出门看烟花。王天河看他不出门，也懒得继续叫他。夏千柔本来以为王天河这样的人出门，身边至少得带上10几人才行，见到王天河居然没有带侍从，他心里不禁暗喜，心道这是天助我也。于是夏千柔便开始向着王天河走去。与此同时，一只淡青色的蛊虫顺势被他捏在了指缝里。此时的王天河正带着王宇在一个珠宝制品的摊位打量着，他相中了摊位上一串绯红色的宝石手链，便想买下来送给女儿。王宇拿到手链后马上戴了上去。王天河的眼光不错，这串手链的确和他很是搭配。王宇戴上以后就有些爱不释手了，笑的眸子都成了一对小月牙。谢谢老爸。谢什么，都是一家人，以前我没送过你什么礼物，今天喜欢什么尽管和我说，我全都买下来给你。王天河哈哈一笑道。说着他还对身边的柯阳道，柯宗师，你也不用和我客气，要是有看上的东西尽管提，我也一并给你买下来。柯阳马上有些受宠若惊道，老爷您只管陪着大小姐吧，我跟着你们逛逛就知足了，没什么想要的。正说着，他突然感觉到一股寒意自身后的方向传来，他扭头看去，却见人群里一道倩影正默默向王天河的方向走去。此人正是夏千柔。本来他看起来弱不禁风，并不像是什么危险人物，然而不知为何，柯阳却从这个小姑娘的身上察觉到了令他都心惊胆战的阴寒之气。这个人有些不对劲。柯阳眯起了眼睛，见到夏千柔来到王天河身后，突然伸出了手，他便立即顺步来到了对方身边，一把便将他的手腕死死攥住了。你干什么？夏千柔刚刚的注意力都在王天河的身上，根本没有注意到突然袭来的柯阳，因此被吓了一跳，立即挣扎了起来，想要把手收回来。然而柯阳却根本没有放手的意思，反而越握越紧。你是什么人？想对我们家主做什么？这时周围也有不少人侧目看向这里。王天河也闻声转过身，一脸茫然道，柯阳出什么事了？你抓着这个小姑娘的手做什么？家主，这个人不对劲，请您退后，小心受伤。柯阳立即道。王天河哑然失笑，你搞错了吧，这么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危险的？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等等，你手里有什么？这时柯阳发现夏千柔的粉拳里好像一直攥着什么东西，便马上开口发问。什么都没有。夏千柔的眸子之中闪过了些慌乱之色。第148章，连声再见也不想说吗？虽然夏千柔的蛊术水平是可以的，不过由于太长时间没有离开过巫教，他说的谎哪怕是傻子也能一眼看得出来。见他说话时眸色闪烁，明显是在隐瞒着什么。柯阳马上掰开了他的粉拳，看到他的手心里攥着的居然是一只小虫子，柯阳不禁愣住，这是什么？小心，这是蛊虫！王天河看了以后却勃然变色，他是被人种过蛊的，蛊虫长什么样他当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你怎么会有蛊虫？是谁派你来的？是那个女人吗？王天河立即连声问道。王宇从没见过一向稳重的王天河露出这样失态的神情，心中不禁好奇，王天河口中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和你无关，放开我！夏千柔大喊一声，她的一只手被柯阳死死攥住，根本没办法施展蛊术。柯阳冷冷道，你先把来历交代清楚，不然我就捏断你这条胳膊。夏千柔气得直接张开嘴，一口便咬向了柯阳的手腕，很快便将柯阳的手腕咬出了血。不过柯阳却根本不在乎，这么一点小小的皮外伤眨眼间就能恢复，而且他还没有刻意用罡气护体，不然这死丫头一口下去恐怕得把牙割掉几颗。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学不乖了。柯阳说罢，攥着夏千柔的手掌猛然发力，夏千柔立即惨叫一声，疼得单膝跪在了地上，全身不停发抖，只觉得骨头都要被柯阳捏碎了。快给我说，是谁让你来的？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柯阳一边说，一边加大手掌的力量。就在夏千柔的胳膊要断掉时，楚玉的声音淡淡响起：柯阳，对付一个小姑娘，不至于下手这么重吧？一听这话，柯阳马上松开了手，错愕地看向来人。楚先生，您认识他？走来的人正是楚玉。闻言，楚玉挠了挠头，一脸无奈道：也不算是认识吧，不过我确实和他有些接触，他并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太过单纯被人利用了而已。王家主，这个小姑娘是谁派来的？我想你心里应该已经有底了吧？听了楚玉的话，王天河苦笑一声，点了点头。能派出这种会蛊术的少女，对他不利的也只有一个人了，那便是温雨明。王天河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温雨明还是这么恨他，甚至他才解开蛊毒没有几天，对方就察觉到了情况，并再度打起对他中蛊的念头。重获自由的夏千柔听见柯阳称呼楚玉为楚先生，便像是明白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开口问道：你就是楚玉？楚玉并没有否认，而是点了点头。见状，夏千柔顿时气炸了，他打死也没想到自己那么想杀的人居然一直就在他的身边，亏他还把楚玉当成朋友，甚至还言之凿凿的当着正主的面说要楚玉不得好死。你居然骗我，难道你从一开始就在戏耍我？夏千柔恨恨地盯着楚玉质问道。楚玉一脸冤枉道：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一直也没有否认过我是楚玉吧？是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的名字罢了，而且我是出手救了你2次吧？何谈戏弄呢？我不会再相信你了。夏千柔说话的同时，附在身后的手突然悄无声息地屈指一弹，先前藏在他手心里的蛊虫顿时化作一道黑影，向着王天河的方向而去。原来他是耍了个小心机，趁着其他人被分散注意力时，偷偷摸摸地对王天河动了手。不过他的这点小伎俩却逃不过楚玉的眼睛。在这只小蛊虫接近到王天河身边时，楚玉便上前探手而出。待楚玉将手收回来时，他的指缝里已然多了一只蛊虫。王天河等人这才知道，原来刚刚夏千柔居然已经打算对他中蛊了。幸好有楚玉及时抓住了这只蛊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小姑娘，玩这种小手段，未免有些跌你圣女的面子吧？楚玉笑呵呵地对夏千柔道。说话时，他双指微微用力，被他夹在指缝里的蛊虫便咔嚓一声当场夹碎。楚玉，你又坏了我的好事，我绝不放过你！夏千柔快被气死了。刚刚如果没有楚玉，他就已经悄然得手了。而今王天河等人有了防备，他根本没有什么出手的机会了。楚先生，这个女人交给我们王家处置吧，她几次要对我们家主出手，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柯阳马上对楚玉开口道。楚玉正要说些什么，突然听见了有好几声尖叫声响起。楚玉扭头一看，脸色顿时微微一变，只见不远处的天空里居然有一团如同乌云一般的虫群，正在向着他们的方向涌来。这些都不是普通的虫子，而是和刚刚被楚玉抓住的飞虫一样，同属蛊虫。一时间，楚玉想起不久前夏千柔和他说过，他并非是一个人来的，想来这些蛊虫一定便是他的同伴，为了接应他而使出的手段了。待你们家主离开这里，我来断后。楚玉立即道。这里还有不少无辜的群众，蓝初然和曹彤彤也在其中。楚玉不能放任这些蛊虫不管，不然一定会有不少人被这些蛊虫误伤。楚先生，我们王家会合。说罢，柯阳便马上带着王家妇女离开了。眼见这些虫子要追，楚玉便抬手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将血向天空的方向洒去。当楚玉的血接触到虫群时，一团团金色的火焰便燃烧了起来，很快像是燎原之火般将所有蛊虫点燃。一时间，烧焦味道四处弥漫，无数焦黑色的虫尸如雨点般落下。短短的几个眨眼间，所有的蛊虫便被活活烧死。趁这功夫，刚刚还在楚玉身边的夏千柔已经逃之夭夭了。这小妮子和只兔子一样，跑得倒是挺快的。好歹我也救过你2次，你走之前连声再见也不想和我说吗？楚玉露出一抹淡淡笑意。第149章，虫群如海，杀机四现。对方显然是知道王天河的身边有楚玉这位实力远胜于他们的高手在，因此释放这些蛊虫的目的只是为了趁乱救人，并没有想能够趁此机会强杀掉王天河。虽然如果楚玉现在想追，即使夏千柔等人跑得再快，他也是能追上的，只不过此事也算是王天河的半桩家事了。楚玉并不想出手干预，对方既然走了，楚玉也正好放他们一马，没有必要再赶尽杀绝了。随后楚玉便找到了逃到附近余惊未去的蓝初然和曹彤彤。你们没受伤吧？楚玉开口问道。没有。蓝初然摇了摇头，笑着拿出自己脖子上挂着的玉符。好在有您给我们的玉符，这些虫子见到我们2个都绕着走。虽然这样还是很吓人啊，楚玉哥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啊？曹彤彤苍白着脸问道。
简单的和他们说明了刚刚事情的起因后，听说此时居然是苗域的巫教教主因情所伤，故而来找王天河算账的。曹彤彤便嘟囔道：“这王天河看起来挺正派的，怎么是个负心汉呀？楚玉哥哥，你干脆不要管他了，这种负心人死了也是活该。”楚玉摇了摇头道：“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此事王天河也是被冤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回去以后，我再慢慢和你讲。现在没时间了，我先送你们回酒店吧。之后我要去一趟王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晚那几个人还会再去找王天河。”闻言，蓝初然便对楚玉道：“既然这样，楚先生您就先去忙吧，我带彤彤回酒店就是了。您不用担心我们。”楚玉对二女微笑道：“我要亲自把你们安全送回酒店，才能安心去办事。王家的安危固然重要，不过比起你们两个，他们都不值一提。”听了这话，二女都是一怔，接着俏脸同时泛起红晕，心里都是一阵幸福感。曹彤彤更不用说了，整个人都晕乎乎的，一路上都在傻乐。听见楚玉的这番话，他就像吃了蜜一样甜。在楚玉送二女回酒店时，夏千柔等一行人也逃到了安全的地方，暂时休息了一下。得知楚玉居然就是和他们住在同一家酒店后，温雨明心里都是一阵后怕。想不到王天河这个负心汉的身边居然还有楚玉这种高手。教主，都怪我。夏千柔眼圈一红，抽噎道：“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要是我没有把情报告诉那个该死的楚玉就好了。”温雨明马上温柔地安慰道：“这件事不怪你，是我们准备不够周全。有这个楚玉在，哪怕你的身份没有暴露，你也伤不到王天河。”他本以为自己释放出的这些蛊虫至少可以拖上一段时间，但他没料到楚玉居然几个呼吸间便将他的蛊虫全部杀光了。此等手段堪称恐怖，连他都被吓到了。也幸好楚玉没有来追，不然他们几个大概率是逃不出来的。教主，我们之后怎么办？还对不对王天河动手了？夏千柔小声地问道。温雨明想了想，接着眸子冰冷道：“没有犹豫的机会了，既然已经被他们发现，那么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在今晚攻上王家。这次我和林长老一同出手，做好万全的准备，哪怕是有姓楚的在场，他也未必能讨得到便宜。”凌云闻言便立即道：“我全听教主的安排，只要您想做，我必定拼尽全力和那楚玉斗上一斗。”说到这里，他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凌云的蛊术有多强，夏千柔是清楚的。听见他的这番话，夏千柔的心也稍作镇定了些，马上表示自己也要跟着一起去。他的蛊术仅次于凌云和温雨明，跟在一起多少也能发挥些作用，让他们这一方再多加上一些胜算。楚玉赶到王家时，王家众人早已聚在了客厅。见到楚玉到来，本来还有些担惊受怕的王天河一下子有了安全感。楚玉的实力太强了，只要有他在身边，所有人都会安心很多。爸，您是不是认识这次袭击您的人呀？当初给您中蛊的就是他吧？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地置您于死地？王宇忍不住问道。王天河是几十年前被中蛊的。王宇很奇怪，当初的王天河到底做了什么，使得对方隔了这么多年也还要不远万里跑来害他？这件事说来话长，现在我不方便告诉你，以后我再和你说吧。王天河无奈道。王宇点了点头，心里大概也有了数，想来也应该是有些伤天害理的大事了，不然王天河也不会如此吞吞吐吐，始终不肯说出具体情况。就在这时，外面忽然响起不少声惨叫，接着有人破门而入，众人这才见到外面不知何时居然有一片毒虫和蛊虫，黑压压的如潮水般向着他们这里涌来。逃进来的正是王家的一名宗师，他本来是打算把这群虫子拦在门外的，结果自己反倒被蛊虫所伤，现在被中上了蛊，全身冷得和一块冰般，使不上一点力气。刚刚冲进客厅，已经是使尽了浑身气力，马上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不光是他，外面的王家的守卫以及许多王家的下人也都被蛊虫钻进了体内，和这名宗师一样躺在地上生死不明。眼见2楼的房间也有虫子往下爬，楚玉顿时割开手腕放血，将自己的血液洒在王家众人四周。楚玉修炼过太乙神功，因此他的血对这些邪祟蛊虫有天然的克制作用。有了楚玉的血液在，这些蛊虫全部都被逼得退出很远。然而他们并没有退走，而是一直盘踞在四周，虎视眈眈，仿佛一群择人而噬的凶兽，只要有半分机会便会冲进来，将里面的人全部咬死。第150章，你找死，我成全。楚先生，你有什么办法吗？见到外面的虫子越聚越多，王天河的额头上不禁冒出阵阵冷汗。这么多的虫子，光靠他们王家的几个宗师是绝对抵抗不了的。虽说操控这些蛊虫的几个人，如果被他们家的宗师近身，弹指可杀，然而在虫群的掩护下，他们的几个武尊根本没有办法突围。现在王天河也只能寄希望于楚玉了。楚玉的脸色十分凝重，只说了一个字：
难。虽说他的血对这些邪祟之物有克制作用，然而面对如此之多的虫群，楚玉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将其全部杀光。而且一旦楚玉动手，他就无法顾及到王家的其他人，很容易让这些虫子趁虚而入。楚玉的自保之力绰绰有余，难的是他很难保护好在场的所有人。听到楚玉的回复，王家的众人脸色也苍白了许多，连楚玉都说难，这次他们王家真的是要出大事了。就在这时，一阵笑声响起，却见一行人缓缓从外面走了进来，正是温雨明等人。这次的虫群正是他和凌云二人联手的杰作，不然光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控制此等数量的蛊虫。看见楚玉的脸色，温雨明的笑容更加讥讽，看来你还算是有自知之明，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对王家这群人死护到底，我这次只想找王天河算总账，不想节外生枝。温雨明还是很聪明的，虽然在来王家之前他还说过想要楚玉性命的话，但在见识到楚玉的实力后，他果断放弃了这个想法。哪怕是他也看得出来，楚玉和王家的几个宗师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即使现在他已经占据了优势，但面对楚玉，他的心里还是会有些没底。如果楚玉愿意置身事外，他当然也乐意放楚玉离开。那样一来，王家的人就真正成为了瓮中之鳖，随意他怎样处置了。楚玉闻言只是摇了摇头，如果我想撇手不管，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不会来王家这一趟。楚玉知道，如果他今天不管王家，王家必然要遭一场血光之灾。虽然楚玉和王家的交情并算不上有多深厚，但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楚玉是看得出来，王家的大部分人都是对他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畏。这种关头，楚玉不可能对他们放手不管。见楚玉居然想也不想便拒绝了自己，温雨明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名之火。好，这是你自找的，你真以为我们奈何不了你？你可以放弃护他们一时，我就不信你能护他们一世。千柔，准备动手。闻言，一直冷冷旁观全局的夏千柔立即点了点头，取出一枚木笛，轻轻吹响。周围的蛊虫和毒虫就像是听到了冲锋号的战士，个个飞蛾扑火一般，向着室内发起冲锋。很快，一阵阵剧烈燃烧的声音响起。尽管这些虫子在触碰到楚玉留在室内地板上的血液后，会在眨眼间被烧成灰烬，然而后续的虫子却都和不要命一般前仆后继。尽管短短的几个呼吸间便有上百只虫子死去，但楚玉留在地板上的血液已然明显盖上了一层烧焦的虫灰。楚玉立即明白他们是要做什么了。温雨明这是打算强行破局，令后续的虫子踏着虫灰闯入客厅，对王家的众人动手。如此一来，除非楚玉继续放血，否则王家众人危矣。温雨明自然不心疼他的虫子，这些蛊虫他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楚玉的血却是有限的，想要用血维持一个令他的虫群无法突破的屏障，是需要放出大量血液的。哪怕楚玉是指玄宗师，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一轮猛攻后，温雨明才示意夏千柔收手。显然他这次进攻只是想让楚玉知道他们是耗不过自己这一方的。如果楚玉是聪明人的话，这时候就该放手了，如此他也可以省力一些。毕竟强行突入对他来说也需要很大的损耗，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也不想这么做的。怎么样，楚玉，现在你还想继续护着他们吗？温雨明朗声问道。夏千柔也冷冷道，姓楚的，我们教主赏你一条生路，你最好还是识相点，不要和我们巫教继续对着干，否则我们必要你死无葬身之地。不知为何，夏千柔此时也是期望楚玉能对王家放手不管，这样一来他也就不用对楚玉动杀手了。这时王明也从2楼的房间里跌跌撞撞推开了门。爸，我的房间里多了好多虫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明儿快过来。王天和面色一变，赶忙喊了一句。听见他的话，凌云立即反应了过来，腾然而起，几步便来到了王明身边，像抓着小鸡崽子一样将他提到了温雨明的面前。干得好，林长老。温雨明面露喜色，这样我们的手上便又有一张底牌了。王天和，这是你和那个贱女人生下来的宝贝儿子对吗？不知道你想不想看到他被我的蛊虫折磨致死是什么样子。说着，他取出了一条蛊虫，轻轻在王明的面前晃了晃。王明被吓得马上跪坐在了地上，全身发软，大气都不敢喘。别杀我！王天和立即急了，温雨明，你想报复我就不要伤及无辜，把他放了。温雨明面露微笑，今天你们父子2个肯定要死一个，如果你宝贝儿子愿意替你死，我倒是可以对你既往不咎，再也不来找你麻烦。不过他看起来好像并不愿意呢。说话间，他手中的蛊虫已经爬到了王明的脸上。王明立即失声叫道，爸，快救我，我不想死，我还这么年轻，我不想死啊。楚玉见状，脸色阴沉了下来，你们真以为我拿你们没有办法？
我只是不想要你们几个的性命罢了。如果你们几个一意求死，我楚玉不介意成全你们。第151章，王天河的决然。听见楚玉的话，温雨明完全没有当一回事。小子，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是谁把谁包围住了？你能从我手里跑掉，就算你本事大，你凭什么敢威胁我们呢？见他表情轻描淡写，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楚玉微微眯起眼睛，骤然出手，却见一道残影闪过，下一刻，楚玉便来到了温雨明的面前，一掌拍出，教主小心！凌云最先反应了过来，只身挡在了温雨明的面前。随着一道金光大现，凌云的周身立即多出一层护体金罩。凌云虽然并非是武者，但他的手上却有一对佛珠相护。这对佛珠是他从一位得道高僧手中获得的，乃是一件至刚至强的护身法宝。在他遇到生命危险时，佛珠便会祭出一道金刚罩，坚硬非常，刀枪不破，水火不侵，哪怕是武尊强者的全力一击也能够抵挡。这也是他敢硬接楚玉这一掌的原因。他自信，这楚玉哪怕实力再高，也不可能。就在他想到这里时，楚玉的手掌重重拍在了光罩上，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整个光罩瞬间粉碎，凌云手上握着的佛珠也应声支离破碎，无数佛珠飞得到处都是。一件高僧加持过的佛珠法器，竟是当场被楚玉生生一掌毁掉。这一掌过后，楚玉便回到了客厅之中，他的速度简直太快了，快到四周的蛊虫都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虫群之中而过，却未有丝毫损伤的原因。凌云面色难看到了极点，既心疼自己的护命法宝就这么轻易的被楚玉毁掉，又震惊于楚玉的实力如此之强，简直超乎了他的想象。温雨明更不用说了，当场被吓出一身冷汗。他以前听说过世俗界的武者实力非凡，不过以前的他一直对此嗤之以鼻，心想哪怕是再强的高手，也不过是肉体凡胎，中了他的蛊也要跪地求饶。然而在见过楚玉以后，他才悚然发现武者的实力是可以强到让他连下蛊的时间都没有。倘若楚玉刚刚便有杀他的念头，在突破佛珠的保护后，楚玉就能顺手将他们一行三人全部杀光。而楚玉在击碎凌云的佛珠以后便收手离开，明显是想以此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他面对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现在明白了吗？我并不想杀你们，不过如果你们一定要在王家大开杀戒，那大可比一比，是你们先把王家的人杀光，还是我先把你们3个杀光？楚玉淡淡说道，语气虽然平淡，但目光却锋芒毕露，宛若一把出鞘钢刀，令凌云全身发寒。他忍不住看向身边的温雨明，低声道，教主，这个姓楚的着实不太好惹，要不然我们还是先撤退吧。他在跟温雨明一起动手时，也没想到王家抱的这根大腿这么粗，如果他们一定要和王家开战，楚玉想杀光他们哪里是什么难事。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温雨明却根本没有退意，反而一把攥住了王明的脑袋，直接让他脸上的毒虫顺着他的耳朵爬了进去。王明立即龇牙咧嘴的惨叫了出声，很快便口吐黑血，全身虚弱的倒在了地上。威胁我？你若敢动手，我虽然保证不了能杀光王家所有人，但王家的那个家主我是一定能杀得到的。不信你也试试。温雨明咬着牙说道。他心里很清楚，今天他要是不能得手，之后王家有了防备就更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今天势在必得，至少要取走王天河的性命。看见王明的惨状，楚玉眼中也泛起一道杀意。王明和他不熟，此人的死活和他无关。然而温雨明的挑衅以及他这种疯狂触怒了楚玉。楚玉知道他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杀掉这个疯婆子，不然王家会有更多人因他而死。看见温雨明已经被复仇的念头冲昏了头脑，夏千柔也忍不住劝道，教主，我觉得林长老说的对，今天不太适合对他们动手呀。你们要是怕了可以先走，我今天是不会这么轻易离开的。温雨明一脸恨意地盯着王天河，看着他的目光，王天河叹了一口气，楚先生，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处置吧。你想要？楚玉惊讶地看向他，想说什么，看到王天河脸上的决然后，他就明白了，不禁微皱眉头。你不必如此，交给我来，我有把握处理掉这些人。我当然相信您的实力，就因如此，我才想亲自处理这件事。王天河说到这里，眼中满是悲伤，哪怕他现在一直想要杀我，我也不想看着他死在我面前啊。说到这里，王天河向外面走去，同时开口道，温雨明，你想要我的性命是吧？我可以任你处置，我希望你能因此放过我们王家的其他人，不要伤及他们的性命，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温雨明闻言也十分意外，见他不似是在耍花招，便点了点头，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担当，我还以为你要一直躲在别人的身后呢。好，我答应你。爸！王宇面色大变，伸手便要阻止王天河。柯阳等人显然也要劝王天河改变主意。
但王天河却回头对他们摆了摆手，我心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说了。不管怎么说，我终究是亏欠过他，他想杀我，我不会反抗的。最好如此。温雨明冷声道。不过，在你杀我之前，我有一件事一定要和你澄清。王天河看向他，满脸严肃。我当初并没有背叛你，我结婚不过是为了应付父母罢了。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碰过那个女人一下，我这一辈子只有过你这一个女人。听见这话，温雨明愣了，王宇等人也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第152章，颠倒黑白，众叛亲离。王宇自从有记忆开始，就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王天河对他的解释是，他和王明的母亲在剩下他们姐弟二人后，便因难产而死。不过，听此时王天河的话，难不成他的妈妈是面前这个温雨明？不，也不可能。他和王明与温雨明长得一点也不像啊！而且温雨明如果生下过他们，他怎么可能会对王天河如此咄咄逼人？又怎么会用毒虫去害王明呢？你在骗鬼呢！温雨明一脸愤怒道：你和那个贱女人都生有2个孩子，你还说你没碰过她？这2个孩子和我无关，是我从一家孤儿院里领养而来的。王天河沉声说道。王宇姐弟闻言，犹如遭到当头一击，都瞪大了眼睛，一副不相信自己耳朵的样子。他们和王天河相处这么久，自然清楚，眼下的王天河表情严肃，根本不是在说谎。我居然不是亲生的！虚弱的王明听见这话，脸色瞬间苍白了下来。他以前最依仗的便是自己的身份，哪怕现在的局面完全倾向他的姐姐，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完全输了。就算王天河在死前立王宇为家主，他也能凭借自己的身份在族内起事，公开表示不服。他相信那些思想古板的家族老人们一定会支持他将王宇取而代之的，毕竟他可是王天河亲生的血脉啊，又是王天河唯一的儿子。立男不立女，立长不立幼，这可是大族普遍的传统，是不可撼动的祖宗之法。现在听见王天河亲口说出他的身世，他心中的自信彻底崩塌了。如果他并非王天河亲生之事传出去，王天河死后他哪里有什么威信向其他族中老人求助？王宇的反应相比于王明倒是没有那么剧烈，他只是有些失落，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然而温雨明听了却根本不相信。胡扯！你以为我没有调查过吗？当年在你离开苗域音信全无后，我便让我们巫教的人偷偷来你家一探虚实，结果他看到了你与那个新娶的女人夜夜笙歌，丑事做尽。你现在还敢用这种谎话蒙骗我？听到他的话，王天河一脸茫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当初结婚以后便与他分房而睡，什么时候夜夜笙歌过了？你当时是派谁来调查的？此人现在可敢与我当面对质？听到这话，温雨明看向身边的凌云。林长老，你来和他说。这……凌云面色一僵，见到污蔑他的人就在眼前，凌云勃然大怒道：姓林的，你哪只狗眼看见我背叛了雨明？今日你给我一五一十说出来。他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当初那么爱他的温雨明会在见面以后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听任何解释，便要折磨他一辈子？原来是有人在背后往他身上泼了脏水，这才让温雨明心如死灰，对他恨之入骨。林长老，你怎么不说话？难道当年你告诉我的事情是假的？温雨明不可思议地看向凌云。凌云叹了一口气，低着头对温雨明道：教主，当年我要不那么说，您怎么能安心留在巫教？那时教里本来就极为反对这件事，您若是和他们抗争到底，圣女的身份就保不住了。现在别说当教主，甚至可能连性命都要不保，要被以教律处置，被百虫啃咬而死啊！看来你还是为了我好，是我错怪你了。温雨明怒极反笑，他之所以这么相信凌云，是因为当时的凌云便是巫教的顶梁柱，也是他最尊敬的人，因此他才令凌云去帮忙查看情况。如果换做巫教的另一人告诉他那番话，他铁定是不相信的。他做梦也没想到，当初的那番话居然是凌云说了谎，让他错怪王天河这么多年。林长老，你未免太过分了！你明明知道教主对这个王天河的感情有多深，你还说这种话来伤他。夏千柔也忍不住呵斥道。凌云冷哼一声，面无表情道：我要是没有说谎，教主怎么会有今天？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巫教，我问心无愧。你个入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有什么资格来对我指手画脚？给我退下！你怎敢！夏千柔惊怒交加，她贵为巫教圣女，地位仅次于教主，在巫教里的身份自然也是在凌云之上的。然而从刚刚凌云对他的态度来看，他才终于知道，原来平日里凌云对他的恭敬全部都是表面文章，此人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过。难道平时的恭敬顺从不过是他的面具？眼前这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凌云，
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已经够了。温雨明咬着牙，恨恨地盯着凌云。我不会回巫教了，我早就该离开巫教，是你的谎话，把我留在那里那么多年。现在我再也不会当你的工具，被你利用了。凌云面色陡然大变，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要叛教？我是教主，难道连脱离巫教都做不到吗？温雨明冷声说道，你凌云胆子这么大，本事如此通天，能欺上瞒下，回去之后你自己再找个人当教主不行吗？凌云马上道，教主恕罪，我没有冒犯之意，只是你也清楚，巫教的教主只能由圣女担任，千柔小姐还这么年轻，根本无法胜任这件事啊。你在放什么屁？夏千柔冷笑道，你看不上本姑娘是吧？我告诉你，我也要和教主一起脱离巫教，我不当这什么狗屁圣女了。温姐姐在哪，我就在哪，她如果留在金陵，我也不走了。你个老东西，回去自己折腾吧。温雨明宠溺地看了他一眼，显然对他这副回对十分满意。楚玉也嘴角上翘，他第一次觉得这小妮子凶巴巴的样子倒是有点可爱了。第153章王天河的心意。凌云敢承认这件事，不过是因为他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温雨明应该能懂得他的良苦用心。没料到他说出真相后，温雨明和夏千柔居然都选择了脱离巫教，这对凌云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温雨明能当上教主，他也出了不少力，而温雨明对权势并无兴趣，在当上教主后便将权柄交到了凌云的手上。因此如今的巫教，温雨明不过是一个吉祥物，他最大的作用是作为教众们的信仰寄托，凌云才是巫教真正的核心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他的权势是要大于温雨明的。长久以来眼红他的人可不止一个，毕竟凌云并不算是巫教里资格最老的人，看着他成为巫教权势最为滔天者，其他巫教元老怎能不妒？如果温雨明和夏千柔同时脱离巫教，教主后继无人，这必然是他们全而攻之的大好时机。谁都想复刻凌云的操作，把自己的人推举成为教主，搞不好整个巫教也会因此而四分五裂，这绝对不是凌云想看到的一幕。因此他绝对不能让温雨明和夏千柔走。教主、圣女，刚刚是我冒犯了，你们回去怎么惩戒我都可以，脱离巫教之事还请再三考虑啊。凌云到了二女面前，想恳求他们回心转意，然而温雨明去意已决，根本没有半点留情。我说过了，我不会回苗域了，从现在开始我也不是什么教主，巫教的事也不要再来问我，我不想管了。温雨明对成为教主本来便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是因为当年他相信了凌云的谎话，以为王天河背叛了自己，这才心灰意冷，被凌云趁机利用。现在得知了真相的他，对凌云和巫教都带着彻骨的恨意，他怎么可能再回去？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凌云努力想劝温雨明回心转意时，王天河却激动地对他问道，你真的不打算回去了？那太好了，你以后不在巫教，打算好去哪了吗？听见他的话，温雨明偏过头道，去哪都好，总之只要不回苗域便是了。我和千柔虽然没有出过苗域，但为生的本事还是有的，饿不死的。王天河一听这话，立即道，有我在，你们怎么可能饿死？雨明，你搬到我家里来吧，以后我来照顾你，怎么样？温雨明先是一怔，接着摇了摇头，苦笑道，我因为听信凌云的话，把你害得那么惨，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怎么好意思来你家住？这有什么啊？王天河急了，握住了他的手，我都不在乎，谁敢说闲话？你真的不在乎？温雨明微微蹙眉，显然他并不相信王天河的话，只当王天河这是安慰他才这么说的。换位思考，如果他被一个人无端中了蛊，受了几十年的苦，他肯定早就对这个人恨之入骨了。王天河还想解释什么，这时王宇站了出来，开口道，温阿姨，您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吧？我叫王宇，我弟弟叫王明，您还不明白我爸爸的心意吗？以前王宇并不明白他的和弟弟的名字到底有什么含义，现在他全都懂了。他和弟弟的名字便是王天河对温雨明思念的寄托。听到王宇的话，温雨明心中的感情十分复杂，有震惊，有感动，也有惭愧。见王天河苦苦相求，他终于还是微微红着脸点头答应了他。好好，你愿意留下了就好。王天河开心坏了，马上命人去请先生来算一个黄道吉日，他要风风光光的迎娶温雨明进王家。听到这话，温雨明有些不好意思了，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了，都多大年纪了，我能留在王家就知足了，不在乎这些形式上的事情。我在乎。王天河铿锵有力道，当年我答应过你要迎娶你进王家，这个承诺我一定要兑现。看着王天河与温雨明恩爱的样子，夏千柔满脸都是羡慕，真好啊，她要是能找到一个和王天河一样爱她的男人，恐怕做梦都会幸福的笑醒吧。千柔，你以后也和我一起留在王家吧。
温雨明注意到了他，开口说道：“夏千柔是被他收养的，一直以来，温雨明都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自然不舍得和她分开。”我吗？夏千柔说着，美眸的余光偷偷瞥了楚玉一眼。然而看楚玉完全没有什么表示，他才暗暗叹了一口气，心不在焉道：“好啊，我也留下吧。”这时柯阳走上前，对温雨明低头道：“温夫人，王家还有不少人中了您的蛊术，不知道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帮他们？”温雨明这才反应过来还有这一茬，马上对他道：“你不用担心，我对他们用的蛊术都不是致命的蛊。这样吧，我马上开始研制解药，你一会儿给他们喂下就好了。”听了这话，柯阳才放下了心。见温雨明真的打算留在王家，凌云咬着牙道：“温雨明，你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当年要不是我，你哪里能活得到现在？现在这教主，你说不当就不当了，巫教也不管了，这不合适吧？”听了这话，温雨明冷冷地回道：“你对我有什么恩？你救我不就是为了借我之手成为真正的巫教掌控者吗？这么多年，我把权势毫无保留地放给了你，也算是和你扯平了吧？怎么，我如果不想回去，你难道还想强行把我绑走吗？”温雨明的语气带着些讥讽，他自然不怕惹怒凌云，不管是他还是王天河，都不是当年那个只能无力支配自己命运的年轻男女了。他想留在王家，凌云哪怕再气急败坏，想强行当着王家这么多人的面绑走他，也绝对是痴人说梦。听见了没，凌云，赶紧滚，这里不欢迎你。夏千柔也来到了他的面前，并伸出白皙的葱指，指向了大门口的方向。凌云盯着他，眼中突然冒起一抹杀意。楚玉注意到了这一幕，面色顿时一变，小心。第154章，至尊王骨，无药可救。正当楚玉打算出手时，凌云已然暴起，在夏千柔的惊呼声中，一把用手勒住了夏千柔的脖子，竟是直接将她挟持在了手里。凌云，你要干什么？温雨明见此，又惊又怒。温雨明，这是你逼我的。凌云咬牙切齿道：“你坏我大事，我就杀了你最宠爱的这个小丫头，这也算是礼尚往来了吧？”楚玉面色一冷，屈指一弹，一道气劲便击中了凌云勒住夏千柔的手。凌云疼得下意识松开了夏千柔，柯阳的反应也极快，第一时间将夏千柔接了回来。楚玉踏前一步，瞬间逼至凌云面前，抬手便攥住了他的脖子。就在楚玉要一把将他的喉咙捏碎时，只听凌云强行狞笑着挤出了一段话：“黄泉路上，我不会孤单，那小丫头会陪我一起上路。”楚玉愣了一下，立即看向夏千柔的方向，这才见到被柯阳救下的夏千柔，此时已经昏迷不醒，脸色铁青，宛如被冻僵了一般，气息奄奄，竟然只剩下了半条命。你对他下了蛊？楚玉马上明白了过来，登时加重了手掌的力道。解药在哪里？没用的。凌云笑容越发狰狞，那是无解的王蛊，没有解药，他必死无疑。哈哈哈哈！听到他嚣张的笑声，沙哑响起，楚玉心烦意乱，手掌猛然发力，凌云的脖子立即响起阵阵骨头碎裂的声音。下一刻，凌云便瞪大眼睛，没有了声息。扔下已经没气的凌云后，楚玉马上来到夏千柔的身边，碰了碰她的脸。冷，这是一种刺骨的冷。楚玉从她的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活人的温度。温夫人，她中了什么蛊？你知道吗？楚玉抬头问道。温雨明呆呆道：“他说的是王蛊，应该就是我们巫教的禁忌蛊王尸寒毒蛊了。此蛊是用尸油配以18种最毒的寒蛊炼制而成，毒烈无比，中蛊者必死无疑，1个时辰内便会冻毙，化为血水，无药可救。”说到这里，他眼眸泛红，忍不住哽咽出声。他身为巫教的教主，自然知道王蛊的厉害，就是因为王蛊的威力过强，为了防止教内有人滥用，温雨明才将其列为巫教的禁忌之蛊，任何人都不得修炼此蛊。他想不到凌云居然私下里炼制了王蛊，而且竟然还丧心病狂的把它用在了夏千柔的身上。他很清楚，夏千柔几乎等同于温雨明的亲生骨肉，让温雨明亲眼看着他以最凄惨的方式死去，这就是报复温雨明最好的办法。楚先生，你有办法救他吗？王天河马上问道。楚玉皱着眉，我不好断言，总之我先帮他把脉吧。说着，楚玉闭上眼睛，将手指搭在了夏千柔的手腕上。过了一会儿，楚玉睁开眼，脸色却无比难看。夏千柔的情况十分糟糕，他从未见过有这么凶猛的毒。如果不是楚玉及时在夏千柔体内打入了一缕纯阳内力，勉强抵御住了寒毒的侵蚀，他根本撑不到现在。楚先生，怎么样了？王天河紧张地问道。您需要什么材料炼制丹药吗？我马上让人去买。楚玉摇了摇头，他的情况太严重了，目前只能靠我输送给他的内力维系着最后一口气，已经来不及用丹药了。要炼制出能够压制这种王蛊的丹药，楚玉至少需要3天时间炼丹。夏千柔绝对等不了那么久，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便是用针灸来治，强行把蛊毒逼出来。只要蛊毒能逼出70%，剩下的事就好说了。只不过，说到这里，楚玉犹豫了一下，仿佛是有什么不好说的地方。不过什么？王天和满脸茫然。您不用顾虑，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呀。闻言，楚玉才道，他的情况必须要全身下针，不过这样一来，我必然是要脱掉他的衣服。我闭着眼睛是没有办法给他精准下针的。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楚玉说到最后，满脸无奈。他知道现在人命关天，并不是讲这些的时候。从理性角度来讲，救命才是最要紧的事。不过，对夏千柔这种从未走出过苗域的女孩来讲，明杰想必也和她的性命同等重要。这就是楚玉犯难的地方。楚玉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温雨明听了这话，脸色就变了。你不能用别的办法吗？非要脱掉他的衣服？只有这个办法能勉强试一试了。楚玉叹了一口气。当然，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那最好不过了。温雨明犯了难。很明显，楚玉的这种治病方法是严重犯了忌讳的，而且他对楚玉根本不了解。万一楚玉心有歹念，该如何是好？雨明，你就相信楚先生吧。别看他年轻，实际上楚先生的医术极其高超。我的蛊毒也是楚先生帮我驱除的，我相信他的能力。我可以为他担保，楚先生绝对是为了救人，绝对没有任何不轨之心。王天和马上开口。温雨明纠结了一下，最后终于还是点头。好吧，楚玉，我选择相信你一次，希望你是真的有办法，而不是想。温夫人，我不是没见过女人，不会在这种关头对她起心思的。楚玉摇了摇头。温雨明又道，既然如此，在你为她施针时，我要在场旁观，你能答应吗？这个没问题。楚玉点了点头。见楚玉答应的如此爽快，温雨明也就同意，让楚玉准备为他施针。于是王宇马上让人将夏千柔抬到自己的房间里，柯阳则去为楚玉买针灸需要用到的银针。没过多久，他就将买好的银针交给了楚玉，数量很大，打眼一扫，至少有上百根，已然足够楚玉施展针术了。一切准备就绪后，楚玉同温雨明一起来到了王宇的房间。待温雨明将门关好后，楚玉看着床上的夏千柔，心中暗道一声得罪，而后便伸出手解开了夏千柔的纽扣。第155章以命相护，烈火之凤。没过多久，夏千柔的衣服便全都被楚玉除去，而一旁的温雨明则死死盯着楚玉，仿佛只要楚玉有半点不轨之心，他就要立即出手制止楚玉的行动。不过望着床上洁白如玉的少女，楚玉的眼神却始终没有任何贪欲和波澜。此刻他的精力完全放在了为他下针之上，每一针都倾注了楚玉的内力，每一针都要全神贯注，不可有半点分心。半个小时过后，夏千柔的身上已然插上了几十根明晃晃的银针。如果将这些根银针用线连接起来，便可以看得出来，银针的走势宛若一只振翅腾飞的不死凤凰，惊艳至极。这正是失传的夏国古针法火黄仙针。想要施展此针法，不仅需要施针者拥有极高的针道技巧，而且还必须在下针时在银针之中灌注纯阳内力，如此才能完美呈现。此针的效果极为惊人，可以大大激活病人的生命力，哪怕是只剩半口气的绝症患者，也能强行延长其寿命。不过副作用也很明显，那便是此针落臂会令病人的体内宛如燃起熊熊烈火一般炙热，哪怕被此针救活的人，体内也会留下仿佛灼烧过后的伤痕，严重者皮肤也会因此干瘪，宛如干尸一般。不过对于现在的夏千柔来说，她的身体已然被王谷的寒气所伤，冷得仿佛一座冰窖。此时施展火黄仙针并不会给她带来这种恐怖的副作用，反而会调和她体内的阴阳平衡，驱散寒毒。楚玉便是想借这股火风烈火将夏千柔体内的王谷烧死，即使不能烧死王谷，他也有信心将这王谷强行逼出。只要王谷脱离夏千柔的体内，夏千柔就有救了。当火黄仙针完成以后，温雨明便明显的见到了夏千柔本来苍白如纸的肌肤渐渐浮现出如樱花般粉红色的光泽。他试着用手碰了碰她的皮肤，立即从中感受到了温热的触感。又过了一会儿，他便见到夏千柔的皮肤表面隐隐约约可见一条虫子正在飞快蠕动。温雨明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正是先前凌云为夏千柔种下的王谷。此时明显是楚玉的针法有了效果，令夏千柔体内的王谷开始躁动不安了起来。有效果了，我们成功了吗？温雨明的激动看向楚玉，然而却见此时的楚玉脸色凝重，完全没有一丝喜色。这王谷的生命力太顽强了，超出了我的想象。楚玉眉头紧皱，按照他的预测，当火黄仙针完全发挥作用，彻底驱除了夏千柔体内的寒气，那王谷就应该被彻底除掉。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这王谷不仅没有死，反而开始胡乱游动了起来，
而且并没有任何要逃出去的样子。如果再不想办法让这王骨离开夏千柔的体内，保不齐他会开始啃咬夏千柔的内脏器官，这样一来，夏千柔的命就保不住了。温雨明听了楚玉的解释后，脸色再度难看了下来。那我们怎么办？楚玉并没有回答，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不久后，他蓦然睁开眼睛，二话不说，直接割开了自己的手腕，放在了夏千柔的唇瓣旁。当源源不断的血液流入夏千柔的嘴里，一头雾水的温雨明突然明白了楚玉的想法。等等，你疯了吗？他话还没说完，便见夏千柔体内的王骨仿佛嗅到了这股血腥味，旋即便顺着这股气味，以极快的速度脱离了夏千柔的体内，顺着楚玉手腕上的伤口钻入了楚玉的身体里。这样就成了。楚玉说罢，用手指在手腕的伤口上轻轻一抹，刚刚还血流如注的伤口瞬间消失，完全愈合。这王骨是结合了18种大毒蛊虫而炼成的至尊寒骨，智慧相当惊人。为了引出它，楚玉只能将自己作为诱饵，不然他宁可在夏千柔的体内鱼死网破，也绝不会出来的。温夫人，检查一下千柔姑娘的身体恢复情况。楚玉虚弱地开口道。此时的楚玉因为施展火皇仙针，气力消耗极其夸张，再加上体内刚刚被种入王骨，眼下看东西都有虚影，根本没有力气检查夏千柔的情况，因此他也只能拜托温雨明帮忙查看。温雨明呆呆地看着楚玉，可是你先别管我了，看看他还有气息吗？楚玉咬着牙道。温雨明赶忙查看夏雨柔的情况，见夏雨柔呼吸平稳，体温也恢复了正常，他这才赶忙将情况告诉楚玉。楚玉闻言这才放下了心。时至傍晚，夏千柔终于朦朦胧胧地睁开了眼睛，恢复了意识。温雨明一直陪在他的床边，见他行了，马上询问他的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夏雨柔摇了摇头，我的头有点疼，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记得之前……说着，他慢慢回忆起了自己昏迷之前发生的事。对了，我好像是被凌云挟持，被他下了蛊。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夏雨揉揉着太阳穴问道。是楚玉救了你，他用针灸将你体内的蛊虫逼出来了。温雨明说道。楚玉？夏千柔愣了一下，旋即才注意到了自己裹在被子里的娇躯不着寸缕，这才惊觉问道：这么说，我的衣服也是他？见温雨明点头，得知自己昏迷时居然被楚玉看遍了，夏千柔的脸顿时鲜红欲滴，羞怒交加道：他怎敢，气死我了！他现在在哪？我要找他算账。他……闻言，温雨明欲言又止。他怎么了？夏千柔从温雨明的表情里看出了什么，呆了一下，继续问道。温雨明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楚玉为了引出王骨，用自己作为诱饵，让王骨钻进了他的体内。什么？夏千柔大惊失色，一把抓住了温雨明的手。他现在怎么样？第156章化虚巅峰。我早就不是了。温雨明叹了一口气，他的情况很差。虽然楚玉的境界很高，但王骨的毒性也极强，出门时他已经站都站不稳了，需要有人扶着才能离开。听到这席话，夏千柔像是傻了一样，喃喃自语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难道不知道王骨有多厉害吗？他不要命了吗？当听说楚玉引出王骨后，第一句话居然是在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夏千柔顿时鼻子一酸，满脸泪花，呜呜哭泣道：他怎么这么傻啊？我哪里值得他这么做？说着，他马上要穿好衣服，想去见楚玉。温雨明赶忙拦住了他：楚玉现在不能见你，他在治好你以后便在王家闭关了，在这期间任何人都不能打扰。这时候楚玉闭关，显然是为了炼化自己体内的王骨。楚玉说过他什么时候能出关吗？夏千柔着急地问道。温雨明摇了摇头，这个他没有说，不过他说过如果5天之内他不能出关，就要我们进去帮他收尸。听到这话，夏千柔如同晴天霹雳般瞪圆美眸，接着他失声道：不可能，楚玉那么厉害，他怎么可能会死？温雨明赶忙点头道：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先好好养身体，你也不想楚玉出来看你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吧？好。夏千柔目光失神的点了点头，温雨明这才帮他裹紧被子，让他好好休息。等他关灯离开房间时，刚好看见迎面来的王天河。千柔醒了吗？已经没有大碍了，他现在最挂念的就是楚玉。哎，我从来没见过他为了一个男人如此失魂落魄，看来他8成是……说到这里，温雨明一脸愁容。夏千柔喜欢上楚玉，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他并不是对楚玉有什么成见，相反，而是楚玉太过于优秀耀眼，这样的人物身边不会缺少女人，显然不是夏千柔这种普通女孩能够触及到的。而且眼下的楚玉生死未卜，万一楚玉有什么3长2短，他不敢想象夏千柔到时会是如何反应。王天河轻轻揽住了他，安慰道：别想太多，楚先生吉人自有天相，
他一定能化险为夷的。但愿如此吧。温雨明点了点头。如此同时，距离金陵万里之外的天玄丹宗，今夜一片肃然。丹宗上千名弟子，身着宗门常服，头戴发冠，跪在一扇落满灰尘的古朴大门前，一言不发，眼观鼻，鼻观心，静谧的仿佛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在等待着一个人，一个阔别很久的人从这扇门里走出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香炉的香烧断了一根又一根，门口跪着的丹宗弟子们却已然满脸肃穆，未有半分困意。终于，当午夜乌云遮天蔽日之时，窗外狂风大作，只听嘎吱一声，不知多久未曾打开的大门缓缓敞开。不多时，一道人影背负着双手，缓缓从里面走了出来。此人发须皆白，披散着头发，衣着破烂，宛如野人一般。外貌看上去同一位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无异，但他的眼神却没有半分浑浊，反而锐利非凡，像是鹰眼般，神采奕奕，骇人万分。所有跪在门口的丹宗弟子们见状，都同时以头叩地，异口同声道：丹宗全体弟子，恭迎老祖宗出关，恭迎老祖宗出关。他们的声音冲天震地，响彻云霄，声浪一波比一波大。齐声说完之后，有人甚至难掩激动心情，伏在地面痛哭出声。自从他们丹宗的老祖宗闭关，丹宗弟子们的好日子就结束了。这么多年，他们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现在这种压抑终于得以释放，他们抬起头做人的日子终于要来了。他们怎能不激动？都起来吧。老人呵呵一笑，对众人点了点头。恭喜老祖宗，贺喜老祖宗。您可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们丹宗弟子们有多想念您。这时，一人站起身，满脸讨好的将一套早已准备好的常服为老人穿好。此人正是丹宗的副宗主邵英杰。玄天丹宗的老祖宗闭关前，正是将宗门交予他来打理的。这些年压力最大的也是他，现在终于能放下这个重担，他自然是比谁都高兴。说着，他满脸期待地问道：老祖宗，您闭关了这么多年，如今是不是已经突破了化虚巅峰那道传说境界了？听了这话，老人闭目不答。见此，邵英杰不禁一愣，下意识去探查了一下老人的境界，却惊愕地见到老人的境界浮动和闭关之前仿佛没有什么区别，不，甚至更低了，气息微弱到连他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念至此，他有些慌乱地问道：难道您在闭关时出现了以外，境界不进反退了吗？在冲刺至高境界时，确实会有走火入魔，反受其伤，境界倒退的情况出现，这可以说是所有修炼者最不想见到的事情了。这是因为突破失败而造成的境界倒退是终生不可逆的，凡是遭受此劫者，无论此前境界有多高，最后都会经受不了此等打击，成为一个毫无斗志的废人。眼下的邵英杰的心简直掉在了嗓子眼，看老人迟迟不答，他心里更慌了。难道真让我猜中了？丹宗的诸多弟子也都呆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老人，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满头冷汗。就在这时，老人才睁开眼睛，带着淡淡笑意道：我并不是化虚巅峰境界。什么？邵英杰听了这话，眼前顿时一黑，险些晕厥。其他弟子也都满脸呆滞。不是化虚巅峰？难道说老宗主真的突破失败了？那我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吗？您真的失败了吗？邵英杰不敢相信地看着老人问道：谁告诉你我失败了？说到这里，老人笑容更加玩味。化虚巅峰？我早就不是了。声音抚落，老人一步踏出，刹那间一道狂暴的气息顿时暴起，席卷全场。第157章至尊境界通神境。当这道气息狂暴喷涌而出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时低下头，被这恐怖的压迫感震撼得直不起腰，心中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股发自内心的恐惧。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简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甚至这根本已经不是人类的气息了，这分明是神明啊！此时此刻，哪怕是化虚小成境界的邵英杰站在老人的面前，他的膝盖也不停发抖，最终还是忍不住双腿一软，跪伏在了地上。老宗主，这股气息是……他用尽全力抬起头，激动的声音都沙哑了起来。老人收起了气息，不紧不慢地开口道：现在的我已经迈入到了超越化虚的更高一层，也就是传说中的至尊境界通神境。听到这话，所有人先是一愣，而后脸上都是一阵狂喜。他们原本只以为老宗主能成功突破到化虚巅峰就已经是极限了，然而他们都没想到，他们的老宗主在闭关的这些年竟然连续突破了2层境界，最终迈步到了那几乎从未有多少人能够触碰的至尊领域通神境。所谓通神，即是指修炼者已开神窍，法相自然，塑造半神之躯。
成为人间之神。但凡能达到这层境界者，无一例外都可超凡入圣，受世人膜拜。甚至在古代时，若是有哪一国出了一位通神境界的至高，哪怕是一国之主，都会亲自登门拜访，为其封王拜相，将其拜为帝师。这便足以见得通神境界者实力何其恐怖。他们天玄丹宗的老宗主修成了这等传说境界，这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他们玄天丹宗往后绝对可以再上一层楼，甚至成为下国南域的第一宗门，无人能够与之比肩。老祖宗果然天纵奇才，当为此人间唯一真龙，无可匹敌，天下无双。邵英杰热泪盈眶，朗声高呼，其余弟子也纷纷附和，个个都满脸狂喜。老人摇头一笑，好了，都是自家人，这种话不必说了。对了，英杰，弟子们都到齐了吗？怎么没有见到修齐，还有他的那几名亲传弟子啊？他们现在不在宗门吗？他所说的修齐，正是丹宗的长老之首邱修齐。他这一生亲自收下并倾囊而授的徒弟，一手可数。其中，邱修齐是最受他喜爱的一个，也是天赋最高、最被他寄予厚望的。因此，在出关以后，他马上开始寻找邱修齐的身影。然而，却未见他的人，这才开口询问。老人的话出口后，在场所有弟子的表情都凝固住了，随后他们均低下头，沉默不语。到底出什么事了？修齐怎么了？老人察觉到了什么，继续追问道。这时，邵英杰才吞吞吐吐地开口道：“邱师兄他……”说到这里，他突然大哭出声，扑腾一声跪在地上，颤声道：“回老宗主，邱师兄在您闭关期间被歹人所害，已魂归西天。他的几个弟子也为了帮他报仇，同样惨死那人之手，尸首全无，死无全尸。”听了这话，老人表情彻底僵硬住了，满脸都是不可思议。修齐死了？这怎么可能？他的境界只在我之下，怎么可能会有人能杀得了他？邱修齐的境界有多高，他非常清楚。在他闭关前，邱修齐就已稳固了化虚小成境界，而今按照他的推测，至少已经摸到了化虚大成的门槛，达到了半步大成之境。此等境界，不说天下无敌，最起码如果遇见强敌，他想逃的话，还是可以轻松脱身的。怎么可能会被人所杀？邵英杰哽咽道：“老宗主，您有所不知，在您闭关的期间，有一人霸占了我们宗门的镇宗之宝九龙丹炉，邱师兄为此才去向他讨要，却不成想此人非但不还，还一掌必杀了邱师兄。邱师兄是被他偷袭，这才惨死这个歹人之手啊！可惜邱师兄的几名弟子，个个怀有一颗赤诚之心，为报师仇，甚至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您在闭关前把宗门交给我，现在我不光弄丢了宗门的至宝，还折损了邱师兄和这么多宗门精锐，我真是无颜面见老祖宗您啊！”说到这里，他已然泣不成声，几乎要哭晕过去。当然，他此时说的这番话是加了一些个人的修改的，毕竟他们丹宗的长老之手像是蚂蚁一样被人一掌拍死，说出去肯定不好听。他这才说是被偷袭而死，这样也能让邱修齐有了些体面。听完这番话，老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似水，怒至极点。他一把将邵英杰抓了起来，咬着牙道：“到底是什么人，敢抢我宗门至宝，还杀我爱徒？他到底是谁？给我说！”邵英杰忍着那恐怖的压迫感，颤声回答道：“回宗主，此人名叫楚玉，如今身处金陵王家。”听完这话，老人才将他扔在了地上，嘴里念叨着：“楚玉，楚玉，我记住这个名字了。你敢杀我爱徒，我定要你不得好死！”说到这里，他冷冷盯着邵英杰，一字一顿道：“你跟我来，把我不在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一字不落的告诉我，任何细节也不要丢，我要知道详情，以及所有和害死修齐有关的人，记住了吗？”邱英杰点头如捣蒜：“是，我这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您。”说到这里，他心中暗喜，看到老祖宗发怒，他就知道那远在金陵的楚玉已经命不久矣了。此时他甚至有些同情这个楚玉，如果这小子知道一位通神境界的大能正在准备要将他折磨致死，恐怕他要被吓得尿了裤子，连觉都睡不下去了吧。第158章丹宗宣战。金陵王家内，楚玉的房门依旧没有任何动静，门外有2道倩影，正是蓝初然与曹彤彤。在楚玉闭关的当天，王家便有人去告诉了他们楚玉的情况。得知之后，他们便焦急地赶到了王家，然而却还是没能见到楚玉一面，只能暂且在王家住了下来。闲来无事，便待在楚玉的门前，想在楚玉出关后的第一时间见到他。这个家伙就知道出风头，等他出来以后，我一定要好好骂他一顿，每次都让我们这么担心。曹彤彤坐在石阶上，嘴里小声抱怨着，想来他救的那个女孩肯定长得很漂亮，要不然他怎么会这么拼命？
蓝初然闻言无奈一笑，不是因为这个，而是楚先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他在救治对方时也会拼尽全力的。对于这一点，蓝初然的体会是最深的。当初他结识楚玉，对他有所好感，也是因为楚玉为救他爷爷几乎拼了全力。治疗之后，甚至楚玉自己都因消耗过大有些虚脱。即使如此，楚玉也没有要收他们家任何好处，哪怕是被蓝家的人误会，也没有做任何解释。他的心里只有病人的安危，这才是真正的妙手仁心。也是因此，得知楚玉这次为了救人，甚至以身涉险，蓝初然也并没有觉得太过意外。就在这时，又有一道人影来到了这里，正是夏千柔。这是整整3天以来，他第一次走出房门，见到楚玉的门口带着2个陌生女子，他不禁愣了一下。你们是？得知2女的身份后，他马上也自我介绍了一遍。原来你就是那个夏千柔呀。曹彤彤瞪大眼睛，而后略有些酸酸道：果然长得很漂亮，哼，真让我说中了。对不起。夏千柔满脸愧疚，咬着下唇道：都是我，害得楚玉需要闭关，到现在都生死未卜。你们放心，如果楚玉有什么闪失，我绝对会以死赔罪的。听了这话，2女都怔住了。随即蓝初然立即严肃道：你这是干什么？楚先生救你，自然是想要你好好活下去。你要是自我了断，岂不是白白浪费了楚先生的这份心意？就是啊。曹彤彤也不停点头，自信满满道：而且你为什么老往坏处想啊？楚玉哥哥可是很强的，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区区一条蛊虫，不可能会让他丢掉性命，绝对不会。蓝初然的神情也是同样坚定，他和曹彤彤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楚玉会死在一条蛊虫手中，所以一直都对楚玉充满信心，只想在这里静静等待楚玉出关。夏千柔没有想到2女居然非但不怪罪他，反而安慰起了他，这让他心里更不是滋味。另一边，王天和谈完生意回到家里，第一件事也是问柯阳楚玉是否出关。得知否定的答复后，他不禁叹了一口气，面有忧色。楚玉对他恩重如山，要是对方在他家出现什么闪失，他这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家主，您别难受了，楚先生的实力有多强，我是非常清楚的，我相信他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出事。柯阳沉声道，他是和楚玉交过手的人，自然是不相信